故事要从男主突然转生到异世界说起。他虽幸运地转生成了一国王子，却在出生这天听到了父王的冰冷决定，就当本王今天刚出生的儿子莱因哈特王子已经死了。所以他这是刚转生就要被抹杀了吗？初3的秋天，男主为了躲避霸凌，已经闭门不出5年了。就在他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浑浑噩噩地活着时，他的眼前突然闪过一道白光。在那束刺眼的光芒过后，他见到了一位打扮得像神明的女子。恭喜你，经过严格审查，我们决定让你转生。男主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就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个类似天界的地方。女神对着手上的资料自言自语，我看看，下个世界最重视的是魔力，为了让你活得轻松点，我给你开个外挂，所以请尽情享受第2场人生吧。听到女神这么说，男主猜想自己已经死在了原来的世界，就算还能拥有开挂的第2人生，他所期望的也只是平稳的日常而已。那种整天埋头于动画和游戏，直到睡着的生活才是最棒的。因此他做出决定，就算是去异世界，我也要用那什么开挂的能力懒散度日，珍惜这全新的人生。就这样，男主作为婴儿出生了。他躺在婴儿床上，看到模糊的人影渐渐靠近，头戴王冠的金发大叔将他轻轻抱起，带到一位年轻美女面前。吉泽落地，你看这孩子与你我2人长得非常相似，是个俊美的王子，左胸处还有清晰的王室纹章，看来他确实是本王与你的孩子。黑发黑瞳、皮肤雪白的女人尴尬地笑了笑，回道：真是的，我又不可能出轨。在父母看似和气的聊天时，男主思索着自己的未来，如果他上面还有6、7个哥哥的话，那么就算他要当家里蹲，也不会被抱怨吧。就在他这么盘算时，国王吩咐他人开始魔力测定，便见一个被黑袍包裹严实的人拖着一颗手掌大小的水晶球来到男主所在的婴儿床边。那颗水晶球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室内随之刮起一阵狂风。她可是打败了魔王的闪光公主和本王的孩子，体内肯定藏有惊人的魔力。国王的语气里透露着一股掩饰不住的期待和紧张，水晶球中显现的结果却让人扼腕叹息。王子一出生就达到了最高魔法等级，可他的最高等级只有02级。国王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个结果，眼中的光芒瞬间熄灭了。更糟糕的是，王子没有任何属性，只能使用结界魔法。国王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无法相信眼前的结果，这会不会是出错了？黑袍人满脸冷汗，不知如何回答。现场一片死寂，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气氛沉重的让人害怕。男主感到一阵寒意，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短暂的沉默过后，他的父母终于相信了这个结果，愤怒地咆哮：怎么会这样？如果让人知道我们王室生下了这么一个废物，臣民们一定会取笑本王的。是啊，这孩子只会成为我们人生中的黑历史啊！到底该怎么办才好？为了不让自己蒙羞，国王和王妃心有灵犀，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我们对外宣称，今天出生的莱因哈特王子生下来就是死胎吧。尽管早有预感，但父母的话还是给了男主一点震撼。现场唯一替王子求情的黑袍人被要求闭嘴，男主觉得自己死定了。难道我才刚转生就要被杀了吗？上辈子我就没遇到过几个正经人，结果来到这个世界后也一样吗？还有我的开挂能力去哪了？喂，女神！就在这时，国王无情地下达了命令，来个人把这孩子扔到远方的森林里去，这就是本王的决定。与此同时，在天界某处，负责帮助男主转生的女神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幕，这才发现那个世界的测量水晶只能显示2位数，而且自己还忘了赋予它属性。其实女神给男主设定的真实等级为1002，这可相差了好几位数呢。那么男主该怎么做才能活下来？请看下期。上一话说到，国王和王妃做出了把刚出生的男主扔去森林的决定，他们不可能亲自动手，也不会允许部下杀死王子。于是2名士兵奉命将男主，也就是莱因哈特王子，扔到了远离王宫的森林里。他们随便选了个位置，放下摇篮，就急忙逃离了这片有野兽出没的危险之地。哈特从他们的交谈中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不想坐以待毙，但就凭这副婴儿的身体，
他连站起来都做不到，更别说逃离森林了。他突然想起测定结果显示自己能使用结界魔法，便在脑海中展开联想。他闭上眼，将结界想象成由透明墙壁包裹的立方体，等再次睁眼时，便惊喜地看到面前真的出现了一个透明方盒。他操控魔力，将漂浮于空中的方盒随意缩小或放大，还给盒身涂上了五彩斑斓的颜色，甚至改变形状，将结界从方盒变成了展翅飞翔的小鸟，仿佛他只要想象一下，就能将脑海里的东西显现出来。最后他用结界将全身覆盖，使身体轻轻浮起。他为这能力比想象中有用，还不怎么消耗魔力而高兴。正当他思考要采取什么攻击手段对付接下来可能遇到的野兽时，一只毛发赤如烈火、鼻梁高挑、威风凛凛的巨大野狼出现在他身后。他忽然张开巨齿大口，以惊天动地的气势扑了过来。还好哈特及时展开结界防御，他见结界坚固可靠，便趁巨狼没反应过来，多做了几十个小号结界，并将它们全部打在巨狼身上。可惜这一招威力有限，不仅没击倒对方，反而还惹恼了他。接下来哈特望向旁边那些茂盛的树木，立刻造出更大的结界，将它们连根拔起，抛向巨狼。粗壮的树木重重压在巨狼身上，压得他发出凄厉的惨叫。但仅仅过了一会儿，巨狼便甩开身上的树木，重新站起来。哈特见这招也不管用，在恐慌中再度展开了结界。这回他把几棵树连带根部的泥土一起抬了起来。巨狼瞪大了眼睛，眼看这个可怕的东西就要落在自己身上，情急之下他开口说话了：停，我投降。突然响起的声音让哈特左右张望，谨慎起见，他并没有停下动作。巨狼发觉自己被忽视，焦躁地张大嘴巴发出了声音：我不是说了要投降吗？直到这时哈特才明白是这头野兽说话了，从而停止了攻击。巨狼耷拉着耳朵，可怜兮兮地蜷缩着讲述了经过：我本想通过吃掉你来补充魔力，可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厉害。你到底是什么人？哈特张开小嘴试图介绍自己，但婴儿的声带不好发声。他还因为说不出话而引起了巨狼的怀疑。后来他制作出将想法转变成声音的结界，并把它贴在喉咙上，这才勉强发出了像人类的声音。只不过这个声音就像使用了变声器一样怪异。哈特立刻遭到了巨狼的吐槽，或许是顾及到实力差距悬殊，巨狼骂完又向哈特道歉。不管怎么说，现在双方总算能正常对话了。我叫哈特，出生在某个国家，因为魔法等级太低而被人抛弃。巨狼听完哈特的介绍，疑惑地皱了皱眉。他分明在哈特身上感受到了庞大甚至超过人类范畴的魔力。想到这里，巨狼突然睁圆了眼睛。难道说你是魔王的转世？在哈特看来，自己上辈子就是个啃老的家里蹲，不可能是什么魔王。但为了自保，他干脆将错就错，承认自己是魔王。巨狼很快接受了这个说法，他认命地闭眼躺下，露出柔软的肚皮。是我输了，来吧，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哈特没有杀他的念头，只想要他保证以后不再攻击自己。听了这话，巨狼惊异地睁开眼睛，这是多么宽广的胸襟啊！真不愧是魔王，就让我赌上我们高傲的烈焰巨狼族之名来遵守这个约定吧。哈特敷衍了一句，在心里吐槽完这种武士般的发言，就想离开。弗拉，那我就先走了。他随口说出的称呼加深了误会，让事情走向了奇怪的局面。便见巨狼恭敬地称呼哈特为哈特大人，急切地叫住了他的脚步。您饶了我一命，还赐予我新的名字，契约就此成立。我的主人，我愿意向您奉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就这样，哈特在危险的森林里将一头野兽收为自己的随从。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上一话说到，哈特阴差阳错地契约了一名随从弗拉，等他反应过来想解释，已经太迟了。我刚刚叫你弗拉，不过是省略了一下。巨狼的脸上泛起红晕，他沉浸在获得新名字的幸福中，完全没听哈特解释。弗拉，嘿嘿嘿，真好听。哈特正要说明自己没有订立契约的打算，就突然感到身体无力，扑通一下倒在地上。巨狼心急如焚地望向他倒下的身影，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主人正面临着极大的危机。
作为一名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哈特现在迫切需要母乳。要知道，他从出生起就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弗拉听说主人需要母乳，灵机一动，哈特以为弗拉真有办法，激动地坐起，便听弗拉一边这么说着，一边闭上了双眼。为了主人，还是下定决心试试看吧。话音刚落，弗拉的周围就亮起光芒，巨大的身体渐渐缩小，最后竟然变成了人形。他的头上梳着一双可爱的兽耳，火红的长发垂至腰间，臀部摇晃着一条毛茸茸的红尾巴。哈特急忙捂住眼睛，同时朝弗拉大叫道：“穿上衣服！”弗拉顿觉抱歉，但他显然误解了哈特的反应。要变回原样需要不少时间，很抱歉误了您的眼睛。哈特并不是要他变回去，只是不知道眼睛该看哪里而已。他急忙制造出一个黑色结界裹在弗拉身上，但这完美贴合身体曲线的服装反倒显得更加少儿不宜。事已至此，哈特只想先填饱肚子，弗拉却突然拉下拉链，脱去紧身衣，带着哈特看不明白的表情坐好，然后露出笑容，挺起胸膛，得意地解释说：“只有在完成了生殖行为之后，母体才会产生母乳吧。”说完，弗拉便向哈特张开双手，做出邀请。后来经过哈特的解释，弗拉才明白自己的荒唐。他耷拉着耳朵，懊恼地垂下头，诚恳道歉。就在这时，附近出现了人类。哈特立刻躺回摇篮，装成普通婴儿，并让弗拉试探对方的目的。他将发声结界贴在弗拉的耳朵上，并造出电话线般的结界连接自己。这样一来，只要压低音量，他的声音就只有弗拉能听到。片刻后，一位大叔来到他们面前，他身穿铠甲，背负战锤，表情有些严肃。经过简单询问，弗拉得知男人是来接哈特的，他果断拒绝，还骄傲地道出了原因：“我告诉你吧，就在刚刚，他成了我的主人，所以他现在是属于我的。”弗拉得意地放声大笑，哈特却记得自己可没答应要成为他的所有物。后来大叔说明了想要带走哈特的原因：“这婴儿是我亲戚的孩子，因为某种原因遭人遗弃，我是来救他的。”弗拉可不信这一套，当即反问大叔：“你们都抛弃他了，为什么又要把他带回去呢？我真的完全理解不了人类这种生物。”大叔回答说：“人类都是有感情的。”然后取下腰间的袋子递给弗拉：“这是母乳，能请你拿去喂他喝吗？”哈特盯着袋子，眼神里充满了渴望。他发挥小声大吼的技能，示意弗拉收下那袋母乳，但弗拉什么都听不进去。“你是知道我没母乳才想出这种计策的吧？太卑鄙了！”弗拉仿佛听不到主人的呐喊，拍拍胸脯做出承诺：“我会给他提供母乳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分泌出母乳来的。”听完这些话后，哈特更加坚信这家伙是个傻子，因为傻乎乎的弗拉在抚养人类小孩长大这件事上萌生了奇怪的胜负欲，所以即使母乳就在眼前，哈特也没办法将它吞进肚子里。后来在弗拉的质问下，大叔讲述了一段往事。原来他的妻子曾怀过一个孩子，遗憾的是那孩子没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弗拉同情他们的不幸，更加认真地听大叔说明。大叔觉得孩子即使没有资质，但只要来到这个世界，大家就该为他的出生感到庆幸。哈特听了这些话有所触动，他从中感受到大叔的真诚和善良。弗拉感同身受，放声大哭，两人间针锋相对的气氛消失不见。大叔望着抽泣不止的弗拉，不免觉得奇怪，先是将别人家的孩子认作主人，接着又突然嚎啕大哭，这魔族真是奇怪。后来大叔提出由他抚养哈特长大，并雇佣弗拉作为近视。弗拉边哭边答应大叔：“好吧，就让我在一旁监视吧。”离开前，为了掩人耳目，大叔一锤子砸烂了哈特睡过的摇篮，再取出一块干净的布料，示意弗拉用这个替换原本的襁褓布。最后又将换下的布料撕碎，扔在烂摇篮上，并划破左手，在那上面滴血，以伪装成婴儿被野兽吃掉的假象。做完这些工作后，大叔才叫上弗拉离开。哈特躺在弗拉怀里，想让弗拉找大叔要来那袋母乳，却又遭拒绝。“您要喝母乳的话，等我拿自己的母乳喂您喝吧。”因为弗拉的赌气，哈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喝上奶。还好后来哈特在这位胡子大叔，也就是戈尔德边境伯爵的庇护下，健康地活了下来。一眨眼就过去了9年。哈特成长得如何，请看下一话。9年前，哈特被遗弃在森林里，幸亏边境伯爵戈尔德收养了他。
他本打算断奶后就离开，却拖到现在还没走。这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周围人的温柔，不知不觉就住了下来。唯一的问题是，哈特的妹妹夏洛特从懂事时起就非常害怕他。哈特每每看到夏洛特害怕地抓住母亲的手臂，总觉得难过。拜此所赐，餐桌上总是弥漫着沉闷压抑的气氛，让人感到窒息。弗拉一边咯噔咯噔推出叮当作响的餐车，一边发牢骚：怎么总是这么压抑啊？你们就不能让哈特大人开心点吗？话说回来，弗拉也是令哈特烦恼的存在。她虽是女仆，却总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弗拉将早餐放在每个人面前，轮到夏洛特时，特地叮嘱道：小丫头，这是你的，要全部吃掉，不许剩下。夏洛特突然绽放出开心的笑容。弗拉，早上好。哈特一言不发地旁观了这一幕，心里很纳闷，为什么妹妹讨厌自己，却很喜欢弗拉。这时夏洛特用充满期待的眼神望向弗拉，希望他能陪自己玩。弗拉本想拒绝，但还是听从哈特的命令应下。夏洛特兴奋地举起双手欢呼。饭后，哈特站在走廊上，目光紧紧跟随在庭院里嬉戏的妹妹和女仆。就在他看入神时，母亲的声音突然在旁边响起。哈特察觉到对方眼神里的含义，抢先声明：妈妈，我一点都不介意。母亲却认为哈特在撒谎。趁此机会，他给杨子做了做思想工作。母亲认为夏洛特之所以躲着哈特，是因为不知道如何与年龄相仿的异性相处。尽管这个理由听起来有些牵强，但母亲坚持自己的看法，还拿弗拉作为例子证明哈特无法赞同母亲的结论。但他猜测的原因更不靠谱。他怀疑夏洛特察觉到了自己的灵魂是年近30的大叔，脑海中当即浮现出夏洛特嫌弃自己的场景。你身上有家里蹲大叔的气息，好恶心，别靠近我。哈特深受打击地跪在地上。为了帮他从失落中走出来，母亲提了个建议，为夏洛特做点事，展现身为哥哥靠谱的一面。然而哈特身为社恐，实现不了这么有难度的建议。母亲对他的家里蹲特质一无所知，他为了鼓励哈特，带着期待说出了这样的话：而且你可是我们城堡优秀的继承人，就别整天窝在房间里了，可以出去陪他玩呀。为了让你们友好相处，妈妈会全力支持你的。这份来自母亲的支持与鼓励让哈特头大。回到房间后，他躺在床上陷入纠结。他想离开这里独自生活，却不能随便抛下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说走就走。而且弗拉要是跟着一起搬走，还会导致夏洛特伤心，更加讨厌自己。但若为讨好夏洛特而留下弗拉，恐怕弗拉不会答应，说不定他会像武士般切腹，并留下这样的话：如果主人您要我离开的话，那我也没必要活下去了。哈特想着想着，突然往旁边瞥了一眼，问道：喂，你怎么看？床边正呆呆地站着一名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少年。哈特知道不会有回复，直接坐起来打量对方。这9年来，他一直在为离开这里研究结界魔法，这台分身机器人便是成果之一。哈特用手指戳了戳复制品的脸蛋，感到他的皮肤嫩滑富有弹性。可惜直到现在，这个半成品还不会说话和行动。哈特望着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他想悄悄离开家，不让任何人难过的话，还得再造一个弗拉机器人，也不知道还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过上梦寐以求的家里蹲生活。就在他为此苦恼时，房门被敲响了。哈特，我有点事找你。父亲的声音透过木门钻入哈特耳中，令他产生了某种不祥的预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请看下期。戈尔德罕见地把哈特叫到庭院，他打算从今天起开始教儿子剑术。哈特随即露出厌恶的表情，室外运动可是家里蹲深恶痛绝之事啊。戈尔德看出哈特不情愿，苦口婆心地劝了几句：你的魔法等级极其低下，所以有必要开拓新领域。难道说你有其他想做的事？哈特回答时差点将真实想法脱口而出，当然是做家里嘿嘿研究古代魔法。出乎意料的是，戈尔德不仅没对这套瞎扯的说辞起疑心，反而露出欣慰的表情，甚至感到不好意思。抱歉，老夫一直疑惑你整天躲在房间里做什么，原来你也有考虑过未来啊。哈特见自己成功糊弄了戈尔德，就想转身离开，却被叫住。等一下，你说不定有剑术的才能，凡事都要试一试，来攻击我吧。哈特接住戈尔德扔过的长剑，心知逃不掉了，便学着他的样子举起了武器。话说回来，戈尔德可是拥有称号地名之战锤的强者，哈特自认为对上这样的人物毫无胜算，
干脆用结界包裹住脆弱的身体，避免受伤产生疼痛。反正一般人看不到结界，他可以偷偷用结界做任何事。他没注意到的是，在这期间，夏洛特悄悄溜到了树后。哈特抱着速战速决的念头，率先朝戈尔德刺去，便见戈尔德后退一步，敏捷闪开。哈特手里的长剑咣的一下砍到地上，瞬间断成两截。哈特这才想起自己忘了给剑附上结界，尴尬地望向戈尔德。他当即看到对方脸上浮现出困惑的表情。你刚才做了什么？哈特以为自己折断剑惹戈尔德生气了，但他等来的却不是责骂。我会点到为止，不过你还是避一下。话音刚落，戈尔德便挥剑冲了过来。哈特赶在脑袋被砍到前跳起，嗖地越过戈尔德的头顶，稳稳落在他身后。戈尔德惊愕回头，满脸写着不可思议。哈特心道：好险！说什么点到为止？父亲刚才可是用了全力挥剑，现在两人刚好互换位置，举剑相对而战。哈特对上戈尔德严肃的表情，不明所以，便听他问道：你看穿了老夫的攻击？刚才那招应该只有30级以上的人才能躲开啊。哈特挠了挠后脑勺，更加疑惑，怎么回事？我又做错了什么吗？在哈特看来，他只是在对方出招的瞬间跳起来躲开而已。不过老实说，他以前也觉得自己有点不对劲，他曾怀疑自己的魔法等级是3位数，因此花费大量时间用结界魔法制成了能测定3位数等级的水晶。但结果显示他的猜测是错误的。他听说人类史上最高等级为77级，便认定自己的等级不可能高于3位数，最终放弃了制作4位数测定水晶的念头，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为自己没有任何属性，所以能高效地使用魔法。这便是女神给予的开挂能力。在哈特陷入回忆时，戈尔德似乎想到了什么，而自言自语：这是无意识的觉醒吗？看来哈特被弄得一头雾水，戈尔德却燃起了继续训练的激情。他的目标是把哈特训练成一流剑士，这一切全被年幼的夏洛特看在眼里。当天晚上，戈尔德在办公室处理文书工作，他的妻子娜塔莉亚坐在沙发上，夏洛特枕着他的腿，看起来睡得很香。过了一会儿，戈尔德放下笔，呼出一口气。休息时，他向妻子提起白天的剑术训练，那小子可能是反祖魔族。这个结论令妻子忍不住惊呼：亲爱的，你胡说什么呢？戈尔德示意他压低音量，然后简单解释了一番。根据王室的秘密情报显示，以前曾有人与魔族发生过关系，生下的后代带有魔族特征，那便是反祖魔族。对此，妻子提出质疑：哈特既没有脚也没有尾巴，怎么可能是反祖魔族？戈尔德便提到了王室文章，据说那里面拥有迄今为止仍无法弄清的神秘力量。他猜测，身为魔族的弗拉如此敬畏哈特，或许就是因为王室文章的秘密。即便如此，妻子还是不愿相信他的猜测。不，哈特就是一个普通孩子，没有其他身份。戈尔德轻抚妻子的脑袋，顺势把她揽了过来，安慰道：别担心，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让孩子过得幸福。戈尔德的话安抚了妻子不安的内心，让她的神情稍稍放松。枕在她膝盖上的夏洛特却突然睁开了眼睛。魔族和哈特这2个词闯进了他的大脑，出现在他脑中的念头是：哥哥才不可能是魔族呢。后来戈尔德和妻子聊起了令人头疼的盗贼，夏洛特则想着哥哥，沉沉的睡去。几天后，不用练剑的哈特躺在床上发呆。戈尔德最近很忙，今天也不在城堡里。嘈杂的声音突然从房间外传来，把所有绷带和消毒液都拿过来。为了弄明白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哈特造出类似监控的板状结界，从上面看到了不得了的画面。随后他罕见地离开房间，赶到正门，这里聚集了大量受伤的士兵，医疗人员根本忙不过来。他在墙边的箱子上找到了垂头丧气的父亲。到底发生了什么？哈特从父亲口中得到了答案。原来最近领地内经常出现抢劫盗窃案。戈尔德得到盗贼据点的情报后，带人过去，但那里只剩下空壳。他们还没来得及撤退，后方部队就遭到了奇袭。戈尔德本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是要将所有盗贼一网打尽，没想到最后却是这副惨状。老夫真是没用啊！哈特望着沮丧的父亲和受伤的士兵，握紧了双拳。他打算做什么？请看下一话。上一话说到，戈尔德的部队遭受盗贼奇袭，父亲垂头丧气的神情和士兵们惨重的伤势刺激着哈特。戈尔德劝他回去。哈特，你还太小，这场面对于你来说太过残酷，不用勉强自己，快回去吧。哈特轻轻嗯了一声，却没有马上回去。这时弗拉插腰吐槽道：
真是的，区几个盗贼就把大家伤成这样，戈尔德那个老头子到底在干什么？哈特生气地命令他闭嘴。弗拉知道自己惹主人生气了，想说些什么却又不敢违背命令，只能安静地跟在哈特后面，穿过伤员扎堆之处。在这之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伤口愈合了，我的腿接好了。人群中不断传出伤员的惊呼，他们刚才还被伤痛折磨得痛不欲生，现在脸上都重新绽放出笑容。戈尔德疑惑不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时间来到晚上，弗拉守在主人的房间门口，哈特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身上的疲劳消退。虽然治疗士兵消耗的魔力不多，但精细的操作令他疲劳。哈特睡醒打开门，发现弗拉守在门口，但无论他说什么，弗拉都沉默不语。哈特突然想起治疗士兵前让他闭嘴的要求，心想，难道他还在遵守那时的命令？所以他才会在我睡觉时也一直默默站在这里，真是个傻瓜。哈特摸摸脑袋，叹了口气，对弗拉说道，我刚才就是有点生气，抱歉，你可以说话了。让哈特无语的是，在他解开禁言后，弗拉沮丧地这么说道，您不用道歉，倒是我好像做了什么失礼的事，真的非常抱歉。这也就是说，弗拉竟然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后来他们来到城堡高处，在近100个板状结界显示的画面中寻找袭击戈尔德的盗贼。一段时间后，哈特在某个老旧的城寨里发现了一群吵闹的家伙。这个地方刚好是戈尔德部队遇袭的地方，他们的欢声笑语与士兵们白天的惨状形成鲜明对比。而且这帮人中居然还有几个穿着士兵装扮的家伙，或许就是这些人充当间谍泄露了消息。哈特仔细思索一番，不能让他们继续逍遥快活，而且领地内的严重治安问题会妨碍他过上家里蹲的生活。于是他决定帮父亲彻底消灭这些令人头疼不已的家伙。就在哈特和弗拉飞向盗贼据点时，失眠的夏洛特正好站在窗边望着天上的月亮。此时欢乐的气氛充满了整个城寨，有人围坐在外面的空地上饮酒作乐，也有人留在城寨的房间里举杯庆祝。中尉，您今天这招干得漂亮，在这要叫我头。呀呀，一想起地名之战锤那惊慌失措的样子，我都忍不住要多喝几杯。你也别在这一个劲的窃喜，毕竟我们还是让他跑掉了。真想快点解决这件事，然后回国啊。是啊。就在他们露出得意的笑容时，哈特推开了房门，他和弗拉轻松解决了门口和走廊的守卫。来到这里，哈特不给3人拔出武器迎击的机会，直接用结界固定了他们的身体。他嫌其中一人过于吵闹，又用结界将他轰在墙上。头目与另一人被吓得噤声，脸上冒出冷汗。他们自知不是哈特的对手，配合地将事情全盘托出。多亏于此，哈特马上掌握了大量情报。原来他们3个是来自邻近帝国的士兵。哈特猜测他们假扮成盗贼团伙潜入王国的目的是制造骚乱。据他们交代，边境的警卫队里有内应，只不过他们也不知道那是谁。哈特认为幕后黑手应该拥有比戈尔德更高的权限，心中有了不祥预感。难道王国里有人想要戈尔德的命？会是谁呢？头目交代完自己知道的所有情报，开始求饶。但哈特只是口头感谢了他们的帮助，并没有要放过他们的意思。弗拉，能帮我把这个据点烧光吗？听到哈特的打算，头目急了。什么？我们不过是奉命行事，以后绝对不会再干这种事。哈特掏了掏耳朵，根本不关心他们有何苦衷。突袭我爸爸的不就是你们吗？我怎么可能原谅你们？弗拉的掌心燃起一团火焰，用它点燃了房间里的木桶和木箱。你们让我的主人不开心了，这是惩罚，好好感受一下吧。头目和他的手下眼睁睁看着火势变大，身体却动弹不得。不过即使他们能逃出房间，也很难逃出城寨，因为外面也是一片火海，整个城寨都被火焰吞噬，冒出滚滚黑烟。这时哈特和弗拉已经迈着步子走出城寨。哈特虽对帝国军人和邻国纠纷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但只要对方敢惹事，那么他觉得自己就不必手下留情。稍后他写了封匿名信向戈尔德传递情报。戈尔德收到匿名信后，派部队队长去现场确认情况。现在他正抱着女儿听取报告。尽管不知道有多少盗贼逃走了，但匿名信上所说的据点却已被烧毁。戈尔德揉揉眉心，叹了口气。边境警卫队到底是怎么干活的？先仔细查下那些人的身份吧。队长接下任务，离开了房间。
戈尔德靠在椅背上，吐出一口气。我的确猜到那帮人不是普通盗贼，但没想到这事真和帝国有关。他想起信上提到有人要取自己的性命，眉头皱得更深了，因为他一直担心的事可能还是发生了。就在这时，一旁的夏洛特眨了眨眼睛，抬头看向他，好奇地询问坏人是谁消灭的。关于这点，戈尔德能想到的答案只有某个人，不仅手腕了得，毫不留情，还能操纵业火，实力在他之上，又一直在收服领地内的魔物，可能就是这人顺手摧毁了据点。夏洛特想起那晚看到的画面，若有所思地从父亲的膝盖上跳下来，紧接着戈尔德关心的声音便从他头顶上方传来：夏洛，你一个人去外面玩太危险了，叫上别人跟你一起去吧。夏洛特转身应了声好，然后就飞快地冲出了房间。他要弄清楚自己的哥哥究竟是什么人。哈特会被妹妹发现秘密吗？请看下期。这天，夏洛特问了弗拉一个奇怪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有2个哥哥吗？弗拉听到这个问题一时无语，然后担心地把手放到夏洛特额头上：你突然说什么胡话呢？脑子没问题吗？原来夏洛特在几天前的夜晚看到了哥哥和弗拉飞在空中的身影，因为觉得哥哥拥有的魔力不足以飞行，就去他房间确认了一番，结果看到一个和哥哥长得一模一样的少年躺在床上，但他身上少了那股令人害怕的气息，显然和哥哥不是同一个人。为了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夏洛特才来询问弗拉。弗拉欣赏地点了点头：你居然察觉到了哈特大人的力量，厉害呀，小丫头。我就直说了吧，那股气息其实是哈特大人身上散发的强大魔力，他从婴儿时期起就拥有不可估量的力量，早就达到了非人的境界，就连我这个魔族都达不到那种境界。也就是说，哈特大人是如此厉害的一个人，听明白了吗，小丫头？夏洛特连连点头，但仍有疑惑，便接着问道：你知道哥哥的真面目是什么吗？弗拉摆摆手，不愿向他透露主人的真实身份。他双手抱胸，严肃地告诫夏洛特：小丫头，你要是过于在乎这些细节，是会长不大的哦。也不知夏洛特到底有没有把这话听进去，反正弗拉将这件事一五一十汇报给了他的主人。哈特听了顿时头疼不已，露出完蛋了的表情。他觉得妹妹只要看到自己有可疑举动，就很可能会向父亲报告。为了避免这种糟糕局面，哈特制作了监视结界，并针对夏洛特的位置和所做的事情设定了报警程序。在他设置结界期间，弗拉追问为什么会有2个哈特。值得一提的是，弗拉此时还不知道哈特用结界制作了自己的分身。在那之后，夏洛特仍未放弃调查，他像条小尾巴跟在哈特后面，偷偷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就连哈特去上厕所也要等在外面。妹妹的跟踪让哈特感到很不自在，他想跟妹妹聊聊，但一回头就会把她吓跑。哈特心情低落，拿妹妹毫无办法。当他回到房间关好门后，夏洛特又偷偷跑了过来。他一直徘徊于哈特的房间外，让哈特很难安心做自己的事。晚上，娜塔莉亚给哈特送来换洗衣物，夏洛特也跟了过来。哈特觉得妹妹应该不会跟到浴室，却在脱掉衣服泡入浴池后，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视线。夏洛特藏在柱子后，目不转睛地盯着哈特，生怕错过什么细节。哈特只好在心里自我安慰，应该就今天一天吧。然而第二天，在哈特和父亲进行剑术训练时，夏洛特的调查还没结束。戈尔德也察觉到了女儿的反常，他倒觉得这是好事。昨天夏洛特好像监视了你一整天啊，他这是对你感兴趣了吧？你们毕竟是兄妹，偶尔也陪妹妹玩一玩吧。哈特有苦不能言，只好应付了父亲一句：我考虑一下吧。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夏洛特依旧没放弃对哥哥的跟踪。这天，哈特终于逃脱了妹妹的监视。早餐时，娜塔莉亚说起她将带夏洛特出门参加祭典。盗贼骚乱已经平息，最近领地内还算安全，娜塔莉亚便想趁这段时间带很少离开城堡的夏洛特出去逛逛。虽然哈特也几乎不出门，但娜塔莉亚猜到他不愿意去，便没想带上他。确实，家里蹲不出远门。哈特提议带上弗拉，但娜塔莉亚最近都没怎么见到他。经他提醒，哈特想起3天前弗拉说要出门调节魔族纠纷，他的确吩咐过弗拉去威慑魔物，让他们别袭击城镇和村庄。弗拉虽然平时看起来不靠谱，但也有能干的一面。总而言之，哈特暂时摆脱了妹妹的跟踪，逍遥度日，直到警报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夏洛特身边用于监视的结界正在发出警报，哈特马上从床上坐起，
打开数个板状结界，看到了危险的一幕。在远离城堡的森林里，哈特的母亲和妹妹一行遭遇了帝国正规军的袭击，负责护卫的士兵拼死抵抗，总算制造了让他们逃出去的机会。娜塔莉亚赶紧抱起夏洛特狂奔，然而袭击他们的士兵也追了过去。母亲与妹妹能否脱险，请看下期。上一话说到，哈特的母亲和妹妹遭到了帝国正规军的袭击，虽然娜塔莉亚的魔法等级远超一般士兵，但要在带着小孩的情况下和这么多帝国士兵战斗毫无胜算。于是他抱起夏洛特在森林里飞奔，他心里想着至少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但他的魔法屏障防不住所有攻击。娜塔莉亚突然感到腿上传来剧痛，她紧咬着嘴唇跌坐在地上。就在这时，夏洛特耳边响起了一个怪异的声音，她听从声音的指示，提醒母亲往旁边的树林里逃。娜塔莉亚觉得奇怪，但考虑到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脱离险境，便忍着疼痛站起来，按照女儿的提示在森林中奔跑。不久后，他们来到了悬崖边，夏洛特指着下面，让母亲跳下去。娜塔莉亚紧紧抱着女儿，纵身一跃，并在落地前用所剩不多的魔力做了缓冲。夏洛特几乎没受什么伤，娜塔莉亚身上却有多处擦伤。好在他们终于顺着指引找到了一处隐蔽的山洞，娜塔莉亚赶紧抱着女儿冲了进去。但这里过于明亮，她不禁担心外面的敌人会找来。她放下女儿，思考片刻，便做出了决定。夏洛特，妈妈现在要去见那个给你指示方向的人，他肯定会救我们，所以你就待在这里等等吧。夏洛特哭着不想和母亲分开，为了让女儿安心，娜塔莉亚抱住了她。别怕，妈妈一定会保护你的。娜塔莉亚留下这句话，便头也不回地冲到了外面，任凭夏洛特怎么呼喊也不回应。她或许是想先堵住洞口，再引开追兵，以保证女儿的安全，但她一出来就发现洞口消失了。她试着伸手触摸了下岩壁，手指前端也不见了，就像是有人用幻影魔法遮掩了洞口一般。到底是谁在用这种高难度的魔法？就在娜塔莉亚纳闷时，追兵找了过来。娜塔莉亚一转身便对上了来势汹汹的帝国正规军。如果不想被抓走成为俘虏，只能……娜塔莉亚当即做出抉择。她趁带队之人派手下去附近搜寻小孩之际，抽出了腰间随身携带的短剑。对方以为娜塔莉亚想反抗，却怎么也想不到她会将剑尖对准自己的喉咙。就在娜塔莉亚即将把短剑刺进喉咙时，剑身突然碎了。与此同时，她感到腰间一阵疼痛，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哈特从后面抱住娜塔莉亚，边喘气边吐露愤怒的情绪。还是来晚了，我明明是以最快的速度飞过来的。啊，可恶，气死我了！我现在很生气。接下来，帝国士兵的质问弄得哈特更加烦躁。他不耐烦地把这群家伙轰到了树上。哈特见对方暂时无法行动，便抱着娜塔莉亚回到山洞。夏洛特躲在石头后面，捂着嘴巴瑟瑟发抖。洞口传来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引起了他的警觉。哈特放下娜塔莉亚，用指路时的奇怪声音嘱咐道：“夏洛特，你妈妈没事，她晕过去了，你好好陪在她身边吧。过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救你们，你再稍微忍耐下。”此时夏洛特因感受到熟悉的可怕气息而不停颤抖，但他知道是这个气息的来源救了他和妈妈，所以他鼓起勇气从石头后面出来，朝哈特离开的方向大喊：“哥哥！”哈特下意识回头打了个招呼，才反应过来自己暴露了。他不知所措地望着妹妹，并听她用稚嫩的声音问道：“哥哥，你是正义的使者吗？”由于这是第一次与妹妹对话，哈特产生了动摇，再加上妹妹的问题过于奇怪，导致他的脑子停止了思考。哈特索性顺着妹妹的话，承认自己是正义的使者。夏洛特听到哥哥的回答，眼中闪烁兴奋的光芒，激动地说道：“果然，哥哥你身上的力量也是用来打倒坏蛋的吧？”哈特有些不好意思，心虚地肯定：“就是这么回事。”夏洛特对哥哥的话深信不疑，向他提起弗拉那天说的话。弗拉说哥哥超厉害的。哈特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弗拉到底给妹妹灌输了什么思想，就听夏洛特自责地说道：“我到底怎么回事呀？居然误会了你这么多年。”哈特尴尬地笑着，要求妹妹帮忙保密。夏洛特没问原因，就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好的，我会对父亲撒谎的。虽然夏洛特很配合，但他这么做让哈特有点良心不安。接下来，哈特准备出去收拾外面的敌人。在正义伙伴的滤镜加持下，这个行为在妹妹心里多了层含义。我懂了，这是正义使者的工作吧？哈特无奈地附和妹妹，还没预料到这将给未来的自己带来多大的麻烦。
后来哈特被叫到戈尔德办公室，和他一起听队长报告情况。娜塔莉亚夫人和夏洛特小姐都平安无事，弗拉殿下已经与他们会合，现在正在护送他们回来。戈尔德听到这里长舒了一口气，在得知负伤的护卫兵很快痊愈后，他这么说道：这样啊，虽然我很想感谢那位救了大家的人，不过他应该不愿意现身吧。戈尔德顿了一下，看向哈特询问他的看法。哈特突然被点名，硬着头皮说了想法。我觉得只要不做坏事，对方就不会与我们为敌吧。这种略带天真的见解让戈尔德沉默了。他想起夏洛特有提到那人是正义的使者，决定观望一下。哈特见父亲没有反驳，放松地靠在沙发上继续发表看法。就算假装成盗贼的帝国士兵出现，他也会再帮我们收拾掉那些人。这话马上引起了戈尔德的警觉。你为什么会知道那帮人是帝国士兵？哈特急忙给自己找补，勉强掩盖了破绽。因为你看嘛，盗贼不是喜欢抢劫村庄吗？可他们却袭击了妈妈，所以我才有这种猜测。戈尔德似乎没有完全相信这番说辞，哈特赶紧转移话题，用小孩子的口气引导戈尔德思考。等一下，有点奇怪哦，边境不是增加了警卫人员吗？他们又是怎么潜伏进来的呢？哈特没在匿名信上提到这个情报，只能等戈尔德自己思考出答案。难道有人在加强警备力量前就潜伏在领地内了？哈特正想着如何自然地否定这个猜测，就听戈尔德又提出了一种可能，还是说我们内部有他们的同伙，为他们提供帮助。哈特听到正确答案，一激动就条件反射般给出了肯定，等反应过来才用咳嗽掩饰。好在戈尔德没深究，他面色凝重地自言自语，那个女狐狸现在都这么肆无忌惮了吗？哈特不禁好奇父亲在怀疑谁，没想到自己也难逃怀疑。话说你可真敏锐，有时甚至不像9岁小孩。内在灵魂是个大叔的哈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无言以对。随后走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房门被突然推开，原来是弗拉带着娜塔莉亚和夏洛特安全回来了。戈尔德起身紧紧抱住妻女，在他查看娜塔莉亚的伤势时，夏洛特发现了房间里的哈特，激动地扑到他身上，诉说思念。哥哥，我好想你呀！结果当然是招来了父母困惑的视线。你们什么时候这么要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此，夏洛特暗含深意地回应道：没事，这要看时间和场合。我虽然是个孩子，但没关系。夏洛特见父母还是不明白，便简单总结了一下。总之，我现在非常喜欢哥哥。妹妹柔软的脸蛋在哈特胸前蹭来蹭去，虽然过程一言难尽，但结果是好的。反正夏洛特开始喜欢哈特了。后面的故事请看下期，谢谢3连与关注。这是哈特和弗拉刚来到戈尔德边镇伯爵家时发生的事。弗拉穿着女仆装，得意地来到还是婴儿的哈特面前。哈特大人，您看这身衣服好看吗？哈特的目光落在这条相对保守的女仆长裙上，心里很满意。他从襁褓中探出小手，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许。弗拉为此感到荣幸，同样竖起了大拇指。他气宇轩昂地转过身，在离开前告诉哈特，就让我穿着这身战服去迅速解决掉城堡里的难题吧。至于是和什么东西战斗嘛，那当然是顽固的污渍以及藏在缝隙里难以清除的灰尘与垃圾啦。便见弗拉挥舞扫帚，用力清扫，仿佛在和地上的垃圾进行生死搏斗。然而扫帚经不住他的折腾，咔嚓一声，扫帚棍断成了2截。弗拉不但不觉得抱歉，反而冷哼一声，嫌弃地将它丢到一边。哼，脆弱的扫帚。紧接着弗拉来到了厨房，他拿起洗好的盘子准备用布擦干，但才擦了2下，盘子就咔嚓一下裂成了2半。弗拉皱了皱眉，拿起另一个盘子，结果还是一样。他不禁大声抱怨这些脆弱的盘子。最后弗拉走到了灶台前，想要帮忙制作料理。他在锅里燃起熊熊烈火，这让周围的女仆感到害怕。那个做饭这事让我们来吧。弗拉却完全没理解状况，自豪地在手上燃起一团火焰，展示实力。放心，这方面我最擅长了。哈特通过板状结界看到了这些场景，对弗拉的工作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他分明就是在一个劲的添乱啊！没有属性且只能使用结界魔法的哈特，在享受家里蹲生活的同时，也在反复进行魔法实验。最终他发现结界是要创造出独立的世界，并使其结合，比如创造出线状结界，进行细胞层面的缝合，以治疗腿伤，
在整个房间里布下结界，将温度设定为25摄氏度，以调节室温。在自己身上布下结界，同时默念我要变强，来提高防御能力。因为能给结界上色，所以哈特还会在胸口贴结界，以隐藏王纹。此外，哈特还利用结界魔法制造出了分身机器人，目前还在研究如何让这个复制品具备感情并展开行动。总之，哈特只要想象一下，结界就能变成他想要的样子，运用到各处。坚实用的板状结界稍显特别，哈特制作出2个板状结界，并将其中一个送往远方，这样就能在另一个板状结界上看到远方的画面。在母亲和妹妹遇袭后，哈特在领地内各处布下了板状结界。虽然这些板状结界的数量达到了1000，但哈特没耗费多少魔力，他还给身边的人布下报警结界，以防万一。由于这种结界是透明的，一般人完全看不见，所以用起来十分方便。除了用于监视外，哈特还想利用板状结界制作出能实现瞬间移动的结界。他猜测板状结界是能够穿行的，或许将手伸进其中一个板状结界，通过迷之空间就能从另一个板状结界中出来。但哈特不敢尝试，万一失败后果严重。他躺在床上停止了思考。哔哔，刺耳的警报声打破了房间的宁静，随之响起的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哈特的房门被突然推开，夏洛特出现在门口，大喊：“哥哥，请跟我一起玩吧！”因为不想被结界的警报声吵死，哈特希望妹妹进来前能敲门。夏洛特听了哥哥的话，乖巧地答应道：“好的，下次一定。”自从得知哈特的神秘身份后，夏洛特每天都会冲进他的房间里，他会先向哈特的分身机器人问好，再抱住真正的哈特。以前被妹妹讨厌时，哈特总感到寂寞，但关系改善后，他反倒不知该怎么与妹妹相处。当然，哈特并不讨厌妹妹的亲近，反倒有种陪着小动物的感觉，温暖而治愈。而且，哈特还暗暗期待他们之间能发生2次元剧情。他不再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秘密，让妹妹发现了用于监视的板状结界。哈特干脆顺着他的猜测，把结界魔法说成是古代魔法，结果意外得到了妹妹的真诚赞美：“哥哥，你果然是个了不起的人。”接着，哈特敷衍地表示，古代魔法已经失传，缺少资料。没想到夏洛特居然在城堡的藏书室里看过相关资料，甚至热情地拉起哈特的手臂，带他来到了城堡藏书室。哈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竟不知道家里有个小规模图书馆。夏洛特则熟练地踩着脚凳，从延伸到天花板的书架上抽出5本关于古代魔法的书籍。哈特随手翻开其中一本关于复原古代魔法的可能性，只是稍微看了看，就被里面的内容深深吸引了。明明是其解释说明作用的书籍，作者却将其编成了故事，让登场角色用古代魔法解决各种问题。哈特从中了解到，古代魔法是无属性魔法，在此基础上添加4种属性，就成了现代魔法。哈特由此发现了结界魔法和古代魔法的相通之处。据夏洛特所说，古代魔法有很多种诠释方式，这是其中最有趣的一种。哈特惊讶于妹妹居然读过这些书，要知道这里可有不少复杂的词汇。原来夏洛特会请母亲和弗拉给他解释难懂的地方，他顺势提出想听哥哥读一下这本书的愿望。哈特对上妹妹期待的眼神，不忍拒绝，便决定发挥下哥哥的作用。于是夏洛特主动爬了上去，坐到哈特的腿上。哈特尴尬地提醒他旁边还有空位，妹妹却不愿过去。母亲和弗拉都是让我坐在腿上读给我听的呀。既然如此，哈特只好接受了这个姿势。他的声音回荡在寂静的藏书室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书架的影子被慢慢拉长。当看到有神明能往返于异世界时，哈特突然想起自己曾在动画里看过类似情节，不禁怀念起前世那段沉迷动画的时光。动画是什么东西呀？从未听过的名词引起了夏洛特的好奇。哈特本不想花时间解释，奈何夏洛特一副渴求知识的模样，还保证自己会认真听。哈特只好从贫瘠的词库中找出合适的词汇来解释。所谓动画就是会动的图画，而且还会说话。夏洛特同时张大了嘴巴和眼睛，半天没说话。哈特还以为这些话吓到了妹妹，急得冷汗直流。他正想着补救方法，便听妹妹这么说道：“会动，真是不可思议的魔法呀！我也好想看看呢。”哈特这才松了口气，笑着附和妹妹：“是吗？你也想看？哥哥也是呢。”夏洛特情不自禁地露出灿烂的笑容，看到哥哥这么开心的样子，我也很开心。这个可爱的笑容绽放在哈特眼前，直击他的心脏。
他感到心跳加速，一股暖流涌向胸口。怎么会有哥哥不想实现幼妹恳切的愿望呢？哈特一边在心里感谢母亲把妹妹教育得这么乖巧懂事，一边向妹妹承诺一定会让她看上动画。在那天之后，他就开启了为看上动画而连接现代日本的计划。经过2周的研究，哈特想尽办法连接上了现代日本的网络。不可思议的是，他在动画网站的个人会员账号依然存在。考虑到这里还有能往返于异世界的神明，哈特便见怪不怪了。谨慎起见，哈特给妹妹创建了一个儿童账号。夏洛特来到魔法道具前，惊奇地看了看动画列表，最后选了部美少女动画。在哈特按下播放键后，静止的画面不仅动了起来，还发出了声音。夏洛特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眼中闪烁兴奋的光芒。这就是动画，太好看了！哥哥，我现在实在是太感动了。不过，夏洛特要想享受动画，还得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听懂这些人说的话。哈特这才想起夏洛特不会日本语，他原以为5岁的妹妹要花上好几年时间来学习这门语言，但没想到妹妹不仅对日语展现出浓厚的兴趣，还学得很快。她跟着视频教程学习，仅用2个小时就记住了所有平假名和片假名。不止如此，哈特还亲眼看见妹妹在搜索框输入正义意思后点击放大镜。夏洛特居然认识小学低年级的汉字，甚至能熟练使用搜索引擎。难道这个世界的小孩都这么厉害吗？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这天，夏洛特又一次不敲门就闯进了哈特的房间，他眼里闪烁期待的光芒，嚷嚷着要看《奇遇丧尸》的续集。那是一部关于正义使者现身于丧尸横行的大都市奇遇，拯救人类的动画。夏洛特会对这种王道剧情感到热血沸腾并不奇怪，让哈特意外的是，他居然能接受动画里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东西，比如电车和汽车。据他本人所说，只要把这些东西都当成设定就能理解了。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这孩子强大的学习能力。夏洛特只用2周左右的时间便基本掌握了日语，哈特不禁怀疑自己的妹妹是天才少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让她整天沉迷于动画也太有罪恶感了。虽然妹妹看上去很开心，但哈特觉得自己应该尽到哥哥的责任。此时夏洛特还不知道哈特做出了什么决定，他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模仿主角做出必杀技的姿势，就好像自己也身临其境，与主角一起拯救人类。一集结束，他擦擦额头的汗水，心满意足地感叹：这集也很好看。就在夏洛特即将播放下一集时，哈特叫住了他。再怎么说也不能一口气连看5话。哈特竖起3根手指，宣布了新规定，每天最多只能看3小时电视。这让夏洛特备受打击，双眼失神。哈特给出的理由是，小孩子长时间看电视对身体不好。尽管夏洛特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但实际上长时间看动画所带来的疲劳很明显。晚饭时，夏洛特昏昏欲睡，娜塔莉亚担忧地看了过来。父亲干脆询问哈特，夏洛特最近在他房间里做了什么。哈特僵住身体，还没想好如何回答，便听夏洛特抢答道：“我是在研究古代魔法呢。”说完，他又打了个哈欠，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娜塔莉亚随即向哈特投来灼热明亮的目光，并表示支持，还嘱咐哈特好好看着夏洛特，别让他过于沉迷古代魔法。晚饭过后，夏洛特一直跟在哈特身边，这使哈特不得不声明原则：就算你一直跟着，我也不会让你看动画片哦。即使看到夏洛特辛苦忍耐的表情，哈特也不打算妥协。他催促妹妹赶紧洗澡睡觉，但没想到之后会和妹妹在浴室相遇。夏洛特走到哈特身旁坐下，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何不妥。是哥哥叫我来洗澡的，既然看不了动画片，那就只能去睡觉了。年幼的妹妹居然开始说这种阿宅台词，这让哈特在惊讶之余还产生了一丝罪恶感。更让哈特惊讶的是，让夏洛特过来和他一起洗澡的人竟然是娜塔莉亚。要知道，虽然他们还都是小孩，但哈特心里难免会生出想要犯罪的念头。后来夏洛特注意到哈特胸前的王室文章，好奇地盯着看，还询问那是什么。由于要在父母面前假装不知道，哈特也不能向妹妹直接说明。正当他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解释时，夏洛特联想到了类似的动画设定，这叫文章对吧？是正义使者的证明。哈特敷衍地附和着妹妹，拜托她为自己隐瞒文章与身份。夏洛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哥哥，声音里充满了对哥哥的崇拜与被信任的幸福。
接下来他们一起舒服地泡了个澡。睡觉前，哈特在房间门口和夏洛特互道晚安，但他一躺下，被窝里就多出个热源。夏洛特竟钻进被窝，搂着他的手臂进入了梦乡。哈特还注意到房门被打开了一道缝隙，娜塔莉亚站在门口偷窥，边看还边自言自语，没想到他们两个的关系已经变得这么好了，嘿嘿嘿，我的梦想正一步步变成现实，你要加油啊，夏洛特。娜塔莉亚边说边朝夏洛特的方向竖起了大拇指。哈特不知道母亲到底有什么计划，他现在只想安稳地睡个好觉。之后的故事下期继续。这天，戈尔德召集士兵镇压盗贼，夏洛特挥手目送父亲离开，担忧之情溢于言表。回到哈特的房间后，他无精打采的像枯萎的花朵。哈特见到妹妹低落的模样，出言安慰道：“不用太担心，这次的盗贼原本只是普通平民，就算爸爸一个人去也不会有问题。”夏洛特想了想，还是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会去当盗贼呢？哈特随即分享了从戈尔德那里听来的情报。最近国内爆发了各种权力斗争，被卷入其中的平民们被迫过上了贫困的生活，因为无法忍受这种生活，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偷窃，其中一部分人流入边境。夏洛特想让大家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但这很难实现。他抬眼望向哥哥，问道：“连哥哥也办不到吗？哥哥出击也没办法解决吗？”哈特本想敷衍了事，但夏洛特用上了不知从哪部动画里学来的台词：“我认为哥哥的力量就是为此存在的。”还用水汪汪的眼睛看了过来，恳求道：“哥哥，拜托你了。”哈特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夏洛特顿时眉开眼笑，脸上的阴霾随之一扫而空。“我最喜欢哥哥了，那就请变身，准备出击吧。”夏洛特满脸期待，哈特却一头雾水，他到底要变身成什么样啊？参考夏洛特最近在看的某个近未来科幻战斗番，哈特有了主意，便见他做出变身姿势，先用结界包裹身体，再变出带披风的黑色金属质感全身服，以及眼睛能闪烁神秘红光的流线型头盔。哈特觉得十分羞耻，夏洛特看了这套装扮却直呼帅气，甚至提出要和哈特一起去消灭盗贼，见证哥哥的活跃表现。安全起见，哈特拒绝了妹妹的请求。为了安抚瞬间变得低落的妹妹，哈特制作出能直播现场状况的结界，才以帅气的告别姿势在妹妹的目送下离开。接下来，他来到戈尔德部队的目的地附近，调查周围的情况，在山间洞窟口找到了那群盗贼的踪影。他先制作出结界封锁山洞出口，于是准备离开的盗贼们撞上了一面看不见的墙壁，即使放任这些家伙不管，戈尔德的部队也能将他们一网打尽。不过哈特觉得夏洛特或许在期待自己大显身手，为了实现妹妹纯真的愿望，哈特从天而降，落至洞口，在盗贼们惊恐的目光中闪亮登场。正义使者来也，你们这群恶棍还是趁早放弃邪念吧，我劝你们赶快投降，要是想纨绔抵抗，就等着吃苦头吧。哈特用电子音发出的警告起了反效果，盗贼们纷纷举起武器。不过这么一来，哈特也能毫无负担地对他们出手。哈特模仿着迄今为止在动画中见过的招数，在尽量不溅出鲜血的情况下，将盗贼们全部打趴在地。而后戈尔德的部队刚好抵达现场，士兵们警惕地举起武器防备。戈尔德扫了一眼地上横七竖八的盗贼，当即询问哈特：“看样子应该不是内讧，这些人都是你一个人打倒的吗？”哈特还没想好怎么解释，暂时保持了沉默。紧接着戈尔德又抛出了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我是戈尔德·泽菲斯，敢问阁下尊姓大名？”情急之下，哈特想到可以用人设蒙混过关，不过即便如此，他也想不出名字，只好坦率地说：“我还没有名字。”戈尔德再次困惑地皱紧眉头，问了另一个问题：“难道之前救下妻女的人也是阁下吗？”哈特一手扶着头盔，一手叉腰，仰头答道：“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得到这个答案后，戈尔德的眉头依然没有松开。“那么至少告诉我您的目的吧。”哈特总不能说是为了夏洛特，只好忠于人设回答道：“没错，是为了正义。我是正义的执行者，守护正义，宣扬正义，主持正义的男人。”在说出这些话后，哈特简直羞愧得想死，头盔下的脸蛋通红。为了避免再被追问，哈特一跃而起，迅速离去。回到房间后，他精疲力尽地靠在床边，体力和魔力没消耗多少，精神却相当疲惫。
夏洛特站在旁边，眼睛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哥哥再次出击。哈特不忍让妹妹失望，只好满足她的愿望。在完成了几次执行正义的行动后，人们给哈特冠上了黑色战士之名，充满中二气息的人设就此诞生，哈特也成了夏洛特心中的英雄。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谢谢大家的3连和关注。几个月后的某个早上，哈特在房间里大喊：哇哈哈哈，终于完成啦！哈特眼前站着一名少年，除了头顶多一撮呆毛外，少年长得和哈特一模一样。他在哈特的注视下懒洋洋地介绍了自己：我叫哈特·泽菲斯，今年10岁了。哈特激动地询问他感觉如何，少年打了个哈欠，敷衍地回答没问题。哈特又问起今天的天气，少年冷漠地指了指窗外：你自己看啊，是晴天。哈特越问心情越糟，但为了试验成果，他还是耐着性子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肚子饿不饿？少年掏了掏耳朵，直接反问道：你没给我设置这种功能吧？不过要让我吃东西的话，我也能装出吃的样子。这位少年其实是哈特花费数月时间翻遍藏书室的书籍制作的分身机器人，他能自动应答，独立判断并采取行动，还完全复制了哈特的性格。哈特既被他的回答气得头疼，也为成功制作出另一个自己感到高兴。当哈特展望未来的家里蹲生活时，分身躺进被窝打起了呼噜。在这之后，床的另一边就传出窸窣的声音，直到夏洛特从被子里钻出来，他们才知道妹妹也在房间里。夏洛特睁开沉重的眼皮，揉揉惺忪的睡眼，不仅听到2个熟悉的声音交织在耳边，还看到2张一模一样的面孔出现在眼前。夏洛特愣住了，但他最关心的问题居然是2个哥哥都在说话，到底哪个才是属于我的呢？哈特和分身异口同声地告诉夏洛特，哪个都不属于他。夏洛特却像没听到这句话一样，发自内心地称赞哈特。另一个哥哥也终于开口说话了，哥哥的魔法真是太伟大了。哈特和分身不约而同摸了摸脑袋，感到不好意思。这时弗拉敲门提醒哈特与夏洛特做准备，哈特一脸茫然，完全不知道接下来有什么行程。后来他才从夏洛特口中得知，今天要接待来自王都的客人。对于哈特这种家里蹲来说，人际交往可是超麻烦的。他想派分身代替自己去应付客人，却遭拒绝。毕竟分身完全复制了哈特的性格，也不愿意出去见人。哈特只能默默在心里埋怨自己真没用。一段时间后，王都的客人抵达了城堡。茶色头发的男孩从豪华的马车上下来，无理地抱怨着，怎么感觉尘土飞扬的？这就是乡下吗？较为年长的金发女孩马上教训了他几句，你这么说太没礼貌了吧？这次可是你自己硬要过来的。戈尔德伯爵当没听到这些话，恭敬的行礼，欢迎他们的到来。玛丽安公主以及莱亚斯王子殿下，辛苦2位远道而来，他们是我的家人。哈特根据戈尔德的称呼，猜测这2位是自己的姐弟。玛丽安刚与戈尔德客套几句，缓和了气氛，莱亚斯就傲慢地表达了不满。你刚刚叫我的时候说了乙级，对吧？我可是王子，也就是下任国王。戈尔德无奈地叹了口气，低头道歉，让莱亚斯满意。玛丽安看不下去，用严厉的口吻责备了弟弟。莱亚斯，你给我适可而止，正因为我们是王室，所以才更需要注重礼仪，不是吗？莱亚斯不仅没有反思，反而用尖酸刻薄的话语反击姐姐。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以姐姐的口吻来教训我？我们2个的身份根本就不一样，好吗？你充其量不过是个政治棋子罢了。这些话不仅把玛丽安气得发抖，还在现场引起了一阵骚动。莱亚斯似乎乐于见到姐姐生气的样子。后来他突然注意到了哈特。喂，你刚才是不是在瞪着我？哈特沉默以对，莱亚斯却像是想起什么有趣的事而笑出了声。啊，我知道了，你就是传闻中那个被边境伯爵从孤儿院里带回来的孩子，那个只有2级的废柴。戈尔德的脸上顿时染上一抹怒气，但他没有贸然插嘴。莱亚斯迟迟等不到哈特的回答，再次端出了架子。真受不了，这里的人怎么一个个都这么没规矩？那就从你开始，我亲自教育一下吧，跟我比试比试。戈尔德清楚2人的实力相差太多，好意劝说却被莱亚斯无视。我会记得手下留情的，用剑一决胜负就好了吧。于是他们转移到中庭比剑。哈特因被卷进麻烦事里而露出苦涩的表情，
莱亚斯则自以为是地冷笑着，还扬言会放水。哈特见对方这么有自信，便在眼睛里布下魔力测定结界，以此查探到对方的魔法等级为9-40，这意味着他的上限是40级，现在已经达到了9级，而哈特自己还是只有002级。鉴于这个世界的大贤者是77级，以他为参照，莱亚斯可以说相当有天赋。哈特扫了眼戈尔德和玛丽安的等级，备受打击，心情更加低落。就在哈特分心时，莱亚斯大吼一声，挥剑冲了过来。虽然他动作迅速，但这种粗暴的攻击还是被哈特轻松躲开。莱亚斯气急败坏地转过身，举剑表达不满：“喂，你躲什么？这样我还怎么教育你呀？”哈特摸了摸后脑勺，决定满足他的要求。不过因为害怕疼痛，他先用结界包裹全身，进行了自我强化。随后他不再躲闪，放任莱亚斯的剑打在身上，还配合地发出痛苦的哀嚎与求饶。原本教训到这里就足够了，莱亚斯却得意忘形：“你这是怎么了？有本事就反抗一下！”于是接下来哈特听话地展开了反击，便见他嗖的一下消失，并以快到看不清的速度绕至莱亚斯身后，举起木剑用力砸向他的脑袋，发出沉闷的响声。莱亚斯感到头顶剧痛，重重地摔在地上。玛丽安惊呆了，戈尔德则毫不意外地叹了口气。莱亚斯趴在地上缓了缓，抬起头盯着哈特，一点也不服气。他从地上爬起来，发起了疯狂的攻击，但无论他怎么挥砍，最后都被哈特躲开并击倒。他一次次爬起，又一次次被打趴，最后仍然不甘心就这样失败。玛丽安十分惊讶，忍不住发问：“戈尔德叔叔，他的魔法等级真的只有2级吗？如果不用上高级的自我强化魔法，是不可能有那种身手的。”戈尔德无法给出确切的回答，因为他和哈特都对此感到困惑。玛丽安嫌他们态度随便，但也不好追问下去。这时莱亚斯突然开始小声念诵一些奇怪的词语，哈特敏锐地意识到对方这是在吟唱魔法。下一刻，莱亚斯的手上就出现了一团火球，明明是以剑分胜负的比试，他却使用了火球魔法。玛丽安急忙叫停，却已来不及。火球在空中划出一道红色的弧线，带着灼热的气息直奔哈特而去，最后撞到哈特面前的透明结界上，没有引起任何爆炸或火花，只是咻的一下就消失了。莱亚斯看不到结界，只看到火球莫名其妙被吞噬了。为了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朝哈特发射了一连串火球，结果这些火球无一例外都被吸收了。即便玛丽安劝说，莱亚斯也不愿停下。你没看到吗？我的魔法被什么东西吸收了。哈特见莱亚斯疑惑，稍微解释了下，那是他的魔法，但对方根本不相信一个只有2级的废物会使用高级魔法。哈特摸摸后脑勺，想到一个直观的证明方法，便见哈特将结界吸收的火球汇聚在头顶，形成一个大火球，还开玩笑说要把这些都还给他。莱亚斯看到这一幕，竟被吓傻了。哈特见他呆呆地跪在地上，完全忘了防御，就收回了火球。他当对战已经结束，正犹豫着要不要回房间休息，一转身就看到了玛丽安，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随后，玛丽安为弟弟的无礼行为向哈特鞠躬道歉。哈特摆了摆手，觉得他不必如此。接着，玛丽安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你真的只有2级吗？”哈特虽然也对自己产生过怀疑，但现在只能给出肯定的回答。在这之后，他便转身离开，不想再惹上什么麻烦。在回房间的路上，哈特产生了一个不安的猜测。根据莱亚斯的表现，王都的人似乎都知道他只有2级。难道亲生父母在调查自己？但他们明明是因为嫌弃哈特等级低才将他抛弃的呀。事到如今，又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呢？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谢谢大家的3连和关注。莱亚斯在与哈特的比试中惨败，随后被带到最上等的贵宾室休息。他一拳打在枕头上，发泄羞愧与悔恨的情绪。我可是王子，是继承了闪光公主血脉的下任国王，本想教训下那个家伙，难道他不是只有2级的废柴吗？就在这时，房门被敲响了。护卫骑士带了2名侍女进来帮助莱亚斯做晚餐会的准备。莱亚斯咂了咂嘴，发出啧的声音，才下床配合。在侍女帮他更衣时，骑士请他邀夏洛特参加明天的视察。莱亚斯不明白这么做有何必要，骑士给出的理由是他在路上需要交谈的伙伴。莱亚斯只觉得好笑，自己怎么可能会有这种需求？但骑士接下来的话让他忌惮，这也是为了王子殿下考虑，请您照做吧。
莱亚斯听了这话，猜到了是谁在为自己考虑，他不敢违抗那人，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其事。晚餐会结束后，夏洛特冲进哈特的房间，哈特的分身机器人端着大餐盘跟在后面。夏洛特看到哥哥脸上苦涩的表情，才后知后觉自己又没敲门。哈特无奈地笑了笑，他揭开餐盘上的盖子，开始享用豪华的晚餐会剩菜。在这期间，分身一直用充满怨恨的眼神盯着他，差使我代替你去晚餐会，自己还有脸在这胡吃海塞。既然我就是你，那你应该懂我有多痛苦吧。哈特哈哈笑了2声，承认自己肯定受不了晚餐会的折磨。分身不满地往床上一躺，开始闹情绪。你总是把这些讨厌的事推给我，我都快崩溃了。我到底是你的什么？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男人。房间里突然一片死寂，直到夏洛特开口才打破了这种尴尬的气氛。另一个哥哥，你还好吗？我也要一起去明天的视察呢。哈特听到妹妹要参加视察的消息，惊讶回头，在得知妹妹是受王子邀请后，心里多了几分怀疑与担心。难道那个家伙其实是个萝莉控？哈特与床上闹罢工的分身对视一眼，读懂了他的想法。既然复制品不愿代劳，哈特就只能亲自参加视察。考虑到妹妹的安全问题，哈特先用监视结界调查了视察路线。他在森林中发现了一群可疑的家伙，他们身穿长袍，头戴兜帽，围成一圈，念念有词。中间的魔法阵散发着一股邪恶的气息，还在闪烁光芒。哈特一看就明白，他们在进行召唤。至于在召唤什么，只有调查了才知道。于是哈特变身成黑色战士，闪电般切开黑夜，冲向了现场。不好意思，请问你们在做什么呢？哈特的突然现身吓了这些黑袍人一跳，有人惊恐地问道：什么人？哈特对这种反应习以为常，随口编了个回答：我只是路过的，你们之后向戈尔德、泽菲斯边政伯爵确认就知道了。这些家伙并不认识黑色战士，便把哈特当成了边政伯爵的手下，当即咏唱魔法，打算干掉他。既然如此，哈特也就不客气了。他在对方放出魔法攻击前，就出手将他们全部放倒。有个男人不甘心在这种地方失败，大吼一声：出来吧，暗夜骷髅！话音刚落，魔法阵就发出耀眼的光芒，一支骸骨军团听从召唤从地下涌出，他们身穿铠甲，手持盾牌或武器，骨头随着行动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咔嗒声。哈特从未在游戏以外的地方见过骷髅部队，不禁感叹，他们虽然在游戏画面上看着很帅，出现在现实里却让人害怕。在那男人的指挥下，骷髅部队发起了冲锋。哈特不敢大意，变出一把长剑，对冲到面前的几只骷髅挥出一记横扫，便见长剑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带着破空的声音砍向敌人的腰腹，直接砍碎了他们的骨头，发出清脆的声响。受伤的骷髅士兵们七零八落地倒在地上，他们一边装好掉落的零件，一边站了起来，在男人的命令下从四面八方扑向哈特。他们试图用身体将哈特埋起来，但被哈特制造出的结界弹飞。尽管如此，这支感受不到疼痛的骷髅部队又重新站了起来。这些打不死的家伙相当麻烦。哈特的目光落在他们胸口镶嵌的红色石头上，似乎想到了什么。男人并未发现哈特做了什么，他见骷髅部队呆呆地站在原地，不耐烦地催促他们动手，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些家伙会突然调转方向，将攻击对象从哈特换成自己和其他黑袍人。男人和同伴遭到攻击，狼狈不堪。无奈之下，他召唤出最后一张王牌，出来吧，魔像！话音刚落，魔法阵中央便出现了一个石巨人，他砸下一拳，将好几个叛变的骷髅士兵碎成了渣，周围的土地被震得开裂，地上留下一个深坑。哈特第一次见到活的魔像，被这超强的破坏力所震撼。就在这时，石巨人回过头，与他对上了视线，坚硬的拳头瞄准哈特麾下，打在他的结界上。哈特虽挡下了这一拳，却被巨大的冲击力轰到了后面的树上。那人见魔像得手，露出得意的表情，马上追加了击溃哈特的命令。他所不知道的是，哈特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哈特拍拍身上的尘土，站起来，冷静地思考对付石巨人的方法。他注意到石巨人胸口也有块石头，心中立刻有了主意，便见哈特灵巧地躲开石巨人的拳头，并趁石巨人攻击的间隙快速移动接近对方。等石巨人又一次砸下拳头时，高高跃起，在躲开攻击的同时，抱着刚刚制造出来的圆锥状结界，对着石巨人的胸口丢了出去。石头被结界戳中，发出强光，石巨人那像宝石般漂亮的眼睛产生了变化。在这之后，石巨人突然停下了攻击哈特的动作。
男人很是着急，催促石巨人动起来。然而相似的剧情再次上演，石巨人脱离男人的控制，转而攻击黑袍人。男人既疑惑又惊恐，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哈特开口解释，他才理解了状况。原来哈特把木桩形状的结界打进了他们体内，他本想让他们停下，却不小心改变了他们身上的法术，夺走了控制权。男人相当震惊，因为他从未听说过法术能被篡改。哈特虽然轻易做到了这种事，但也不能完全解释其中的原理。这段对话在男人的同伴中引起一阵骚动。哈特想先问出这群家伙的领队是哪位，但他们纷纷低下头，紧闭嘴巴，没人回答哈特的提问。哈特只好命令骷髅部队把他们全都抓起来，逐个盘问。这个方法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哈特没花多长时间就找出了领队，只不过这人保持沉默，不愿意透露任何情报。为了撬开他的嘴，哈特差使骷髅们就地挖了个又大又深的坑，并将黑袍人一个接一个扔到坑底，往上填土。黑色的夜空下，凄惨的求救声接连不断。哈特给了领队一个机会，只要他老实交代，这些家伙就不会被活埋。领队听到同伴可怜的求救声，内心痛苦又矛盾。经过一番挣扎，他最终选择了说出哈特想要的情报。原来这人来自王妃直属的召唤师部队，他们准备在这召唤魔兽，袭击明天视察农地的人。毫无疑问，他所说的王妃就是哈特的亲生母亲闪光公主。哈特随即逼问王妃的真正目的，得到的回答出乎意料。闪光公主竟想暗杀哈特名义上的妹妹夏洛特·泽菲斯。在听到这个答案的瞬间，哈特愣了一下，而后追问王妃暗杀夏洛特的原因，这才知道夏洛特的资质超过了王妃。王妃认为夏洛特有边境伯爵做后盾，迟早会将这个国家一分为二，便从很早以前开始就与帝国军联手，但经过2次失败后，对方拒绝合作，因此王妃才会派出他们这支直属部队。哈特听了这些情报，头昏脑胀。指使帝国士兵攻击父亲并袭击母亲和妹妹的幕后黑手，居然是10年前将他抛弃的女人。哈特花了些时间来消化这个事实，他想起自己被遗弃时，那个女人就为了巩固地位而不择手段。哈特被气炸了，石巨人受其影响暴走，他抓起领队，不停甩动手臂，摧毁周围的一切。附近的树木被拦腰折断，粗重的树冠砸进坑里，压在那些黑袍人的身上，使他们和领队一起发出声声惨叫。哈特回过神，停下石巨人的动作，他沉重地呼出一口气，坚定了心中的想法：无论谁想夺走我珍视的东西，我都绝对不会轻饶，即使是我的亲生父母也不例外。接下来哈特会如何对付闪光公主，请看下期。一辆豪华的王室马车缓缓行驶在郊外，哈特兄妹与王室姐弟相对而坐，莱亚斯正咬牙切齿地盯着哈特看。夏洛特回想起两人间的比试，试图安慰莱亚斯：莱亚斯殿下，就算您输给我哥哥，也没必要垂头丧气，因为您本来就没有赢的可能。我甚至觉得您该为自己有勇气和他单挑而感到自豪呢。莱亚斯越听越恼火，玛丽安还火上浇油地补充了一句：没错，失败并不可耻。这些话在莱亚斯看来简直是挖苦和侮辱。哈特见他忍耐的青筋暴起，劝夏洛特和玛丽安少说几句，但哈特这么说反倒使莱亚斯更加生气。你给我闭嘴，我最不需要的就是你的同情。后来玛丽安劝弟弟珍惜机会，多向哈特请教。莱亚斯虽不屑地咂了下嘴，但还是问出了心中疑惑：话说你当时根本就没有用魔法吧？你到底做了什么？哈特摸摸脑袋，不假思索地搬出了敷衍父母的那套说辞：不，我用了呀，默念一句我要变强，就能完成自我强化了。但玛丽安和莱亚斯完全不相信他的回答。你说什么？还能这样吗？哈特觉得奇怪，明明父母都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个说法，夏洛特还称赞了几句，为什么他们俩不相信呢？莱亚斯思索片刻，想到了一种存在于哈特身上的可能：你该不会是反祖魔族吧？玛丽安来不及阻止，莱亚斯就已经将猜测脱口而出。虽然难以置信，但除了这种解释外，他想不到其他可能。哈特转过头询问夏洛特什么是反祖魔族，得到简单的解释：如果魔族和人类结婚，那么他们的子孙身上偶尔就会出现这种现象。玛丽安半信半疑地打量了哈特一番，在他看来，尽管哈特的运动神经和魔力远超常人，但他头上没有角，耳朵和眼睛也正常，因此不能确定他是反祖魔族。夏洛特带着十足的自信补充了关键信息：哥哥全身都干干净净，滑溜溜的。
他甚至有些骄傲地挺起胸膛，保证说：“因为我跟哥哥一起洗过澡，所以不会有错的。”这话一出，王氏姐弟瞬间面色潮红，他们不约而同看向哈特：“你跟你妹妹一起洗澡吗？这也太不害臊了。”哈特很想辩解一句，不是他主动的，最终还是没把这话说出来。姐弟俩的反应令夏洛特疑惑且沮丧，这样做不行吗？莱亚斯红着脸告诉他，与其说不行，不如说一般人都不会这么做。玛丽安更是抓住夏洛特的肩膀，语重心长地教导他说，男女互相在对方面前裸露身体是有特殊含义的，是一种为了子孙繁荣的崇高行为，就是那个。好在尴尬的场面没持续多久，他们便抵达了目的地。马车在一片广阔的农地附近停下，夏洛特一下车就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了。一望无际的麦子在阳光下闪耀着金黄色的光芒，好棒啊，田里长了好多草。话说回来，这也是哈特第一次看到麦田，毕竟日本都是稻田。哈特突然有些怀念前世的米饭和饭团。后来夏洛特拉着玛丽安去田里散步，莱亚斯回头厌恶地看了哈特一眼，轻哼一声，在跟过去与留在原地中选择了前者。哈特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一旁的弗拉却反应激烈，他瞪着莱亚斯离开的背影，发出低沉的吼叫声。在他们三个漫步于田间时，哈特带弗拉来到戈尔德身边，要与父亲聊些重要的事。他挺直腰板坐到父亲旁边，由于实在没想到妥当的问法，索性直截了当地问道，如果王妃想要取夏洛特的性命，爸爸会怎么做？戈尔德瞬间睁大了眼睛，表情凝固。哈特慌忙为自己的唐突道歉，不过戈尔德并不介意，这个问题让他回想起某些事。原来你也有所察觉，昨晚我又收到了黑色战士的来信，我去信上说的地方看过，那里倒着许多王妃手下的魔法师。我早就知道他对我怀有敌意，但没想到他会盯上夏洛特，他已经采取行动要来击垮我了。但他毕竟是我国王妃，我们实在无法主动出击。哈特沉默片刻，突然冷冷地冒出一句，这样恶毒的王妃就该消失才对。戈尔德侧头望向哈特，惊讶于他的语气和表情。他揉了揉哈特的脑袋，用温柔而严肃的口吻说明了情况。现在王都离不开王妃，吉尔克国王已经失去威望很久了，对国王宝座虎视眈眈的贵族不少，要想让他们乖乖俯首称臣，还得依靠王妃。哈特很快理解了现状，总之王妃丧命将引发内乱。接下来戈尔德对哈特说起在他出生前2年发生的事。当时国王亲率部队讨伐魔王，王妃吉泽洛蒂也是讨伐队的一员，他单枪匹马取下魔王首级，成为民众心中的英雄，人们开始以闪光公主的称号称呼他。之后在强烈的民意促使下，他与国王结为夫妻。随着声望日渐提高，闪光公主试图掌控整个国家。听完戈尔德的说明，哈特才知道亲生母亲有多么厉害。他之前因不想和那样的父母有任何牵连而不愿多做了解，现在想来是自己失策了。这时戈尔德提出，只要有个能力强到足以代替王妃的人出现，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哈特想到可以让拥有地名之战锤称号的戈尔德成为国王，但戈尔德轻笑一声，声称自己不了解政治，不适合担任国王。他直勾勾地盯着哈特，表示心里已有人选，只是时机还不成熟，得等那人成年才行。哈特自以为读懂了父亲的暗示，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个人是夏洛特。当父亲提到那孩子天资聪颖，迟早会成为统领国家的人才时，哈特在心里表示赞同。在他看来，夏洛特虽然有点中二病，但确实很聪明。当父亲又说那人的实力深不可测，甚至拥有超越闪光公主的力量时，哈特想起黑袍人提供的情报，夏洛特确实拥有超越王妃的资质，更对自己的猜测深信不疑。最后父亲望向哈特，意味深长地说道，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该知道我对你抱有怎样的期待了吧？哈特自以为理解了父亲的意思，所以当戈尔德问他是否愿意承担这份责任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谈话完毕，哈特起身望向麦田。他以为父亲授予自己的责任是守护夏洛特，直到她成为优秀的女王。在完成这项任务后，他便能毫无顾忌地在这个世界尽情享受家里蹲的生活。哈特带着弗拉往夏洛特所在的地方走去，路上弗拉的掌心突然燃起火焰，说着要去干掉王妃给主人报仇的蠢话。哈特这才想起，弗拉还以为自己前世是魔王，
他赶紧拒绝弗拉的好意，表示要亲自动手，但这么做反而增加了弗拉的期待。哈特只好同意让他待在旁边见证一切。他望着妹妹在田间的身影，暗中下定决心，如果放任不管，王妃还会继续制造麻烦。因此哈特打算去会一会他那10年未见的母亲。最后莱亚斯王子和玛丽安公主的边境视察行程顺利结束，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谢谢大家的3连和关注。这天，夏洛特通过监视结界发现了一群可疑的家伙。画面上4个男人背着沉重的包袱，鬼鬼祟祟地走在林间，似乎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最近夏洛特巡逻得越来越得心应手，总能发现领地内的异常。拜他所赐，哈特忙得不可开交。就在哈特苦恼时，又一个麻烦的家伙闯进房间。主人，我听小丫头说您最近都是一个人出击的，就飞奔过来了，请务必也交给我一些任务吧。夏洛特向弗拉投去期待的目光，哈特却想用其他工作支开这个麻烦任务。偏偏弗拉已经把打扫庭院和镇压魔物的任务都完成了。更糟糕的是，夏洛特对弗拉的出击兴致高昂。哈特对上妹妹闪闪发光的眼睛感到不解，便听夏洛特这么解释说，不管在哪个故事里，主人公遇到危险时总会有同伴赶去营救他们。弗拉就是这样的角色吗？哈特突然后悔没禁止妹妹看动画。弗拉自动将自己带入了这种角色中，抬起下巴，嘴角上扬。没错，虽然我远不及主人那么厉害，但众所周知，我可以成为主人的助力。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哈特实在不知如何拒绝，只能答应。出发前，他再三叮嘱弗拉不可以做出过激行为，不能让年幼的夏洛特看到血腥或暴力的情节。他们赶到现场时，那4个可疑的家伙正围在一起，借着朦胧的月色盘点今天的收获。一想到暂时不用为吃喝发愁，他们个个喜笑颜开。谁也没想到执行正义的黑色战士已经悄悄来到了不远处，便见哈特走上前大喝一声，你们几个干嘛呢？他们循着声音望去，惊恐地问哈特是什么人。哈特摆出帅气的姿势，熟练地说出充满羞耻感的台词，黑色战士登场。这几人听到黑色战士的名号，顿时脸色大变。其中一人发现了哈特身后的红衣人，弗拉终于等到机会，激动地说出提前设计好的台词，我是红色战士烈焰巨狼，看我现在就把你们都烧成黑炭。弗拉边说边在掌心燃起火焰。哈特想阻止他，但这个时候弗拉根本听不进劝告，哈特只好在那些家伙周围布下结界，在困住他们的同时隔开火焰。因此他们虽被吓得魂飞魄散，哀嚎不断，却毫发无伤。弗拉发现一团火焰不起效果，便打算试试2团，但在投出2团火焰后也不见对方受伤，于是他又继续在掌心燃起更猛烈的火焰。弗拉正要使出全力，就被哈特拍了拍后背叫停，我刚刚不是说了不可以有过激行为吗？弗拉一脸无辜地回过头，表示没忘记叮嘱，他只是在清除妨碍主人的人而已。殊不知他自己才是最碍事的家伙。他不顾劝阻，继续放出火焰灼烧那些男人。哈特只好换了种方式阻止他，我会给他们最后一击，你能先回去吗？弗拉自以为理解了主人的意图，竖起大拇指，原来是这样，真不愧是主人，那我就在旁边见证您的英姿吧。不过现在已经不需要哈特出手了，这些人早被折磨得痛苦不堪。最后哈特精疲力尽地回到房间，听夏洛特发表了观后感，哥哥和弗拉都很帅，简直像在看相声一样。弗拉得到夸奖，得意地挺起胸膛，哼哼2声。不过他仍感到疑惑，使出全力的攻击竟被某种东西挡下了。他发誓下次一定要帮上主人的忙，却不知道哈特已下定决心，绝不会有下一次。就算夏洛特想再次看到他们的相声，也不改变主意。哈特把头埋进枕头里，感到心累。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平静的家里蹲生活啊？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接下来将更新3则番外。这是在戈尔德救哈特回去的路上发生的故事。当时哈特已经饿得脸色苍白，两眼无神。傻乎乎的弗拉在抚养人类小孩长大这件事上萌生了奇怪的胜负欲，因此无论哈特怎么拜托，弗拉就是不愿意找戈尔德要母乳。哈特觉得头晕目眩，随时都可能失去意识。他不甘心就这样结束新的人生，被迫用出了那招。便见哈特突然发出刺耳的啼哭，提醒戈尔德他饿了。戈尔德这才想起哈特还饿着肚子，他赶紧掏出装母乳的袋子递给弗拉。
直到这时，弗拉还不愿配合，在戈尔德的再三坚持下，哈特才喝上甘甜的母乳。尽管填饱了肚子，但哈特总觉得自己失去了某种身为人的尊严。接下来是哈特初次见到养母娜塔莉亚时发生的故事。经过几天的赶路，他们终于在某天傍晚抵达了戈尔德伯爵家。哈特瘦小的身体躺在弗拉怀里，娜塔莉亚看到他这副可怜的样子，想抱抱他，却遭弗拉低吼警告。随后，戈尔德向妻子简单介绍了弗拉的身份。娜塔莉亚不仅没被对方吓住，反而凑过来询问最近一次喂奶的时间。在得知哈特已经超过3小时没喝奶后，十分紧张。这一路你们走了很长时间吧，得让他好好休息下。娜塔莉亚心疼地注视着哈特，眼神里写满了担忧。接着她用温和的语气劝说弗拉，放心，我不会把他从你身边夺走的，让我们一起尽力照顾这个孩子吧。弗拉感受到娜塔莉亚的真诚，最终选择了配合。娜塔莉亚接过哈特，温柔地将他抱在怀里，今后还请多多关照哦，哈特。就这样，哈特被一个温暖的家庭接纳了。最后是娜塔莉亚照顾哈特时发生的故事。距离哈特来到戈尔德伯爵家已经过去了3天，娜塔莉亚每天都会给哈特换尿布。她发现哈特的尿布一直很干净，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孩子的胃口和精神都不错，却没有任何排泄物。娜塔莉亚怎么也想不到哈特会偷偷去上厕所，因为有弗拉帮忙望风，所以到现在为止他都没被发现。但也正因如此，弗拉对娜塔莉亚说出了容易令人误会的话，不用担心，他下半身的问题全都是我在解决。娜塔莉亚听了弗拉的话，不仅觉得可惜，还燃起了斗志。那么洗澡和喂奶的差事我可不会让给你。弗拉顿时拉下嘴角，变得认真而严肃。此刻哈特只想赶紧长大成人。下一话是哈特与亲生母亲时隔10年的会面，敬请期待。在王妃吉泽洛蒂的寝宫内，弥漫着一股沉闷而紧张的气氛。担任视察团护卫的骑士们战战兢兢地跪着，王妃一手撑着下巴，一手拿着酒杯，居高临下地坐在沙发上盯着他们。他的目光如同利刃，让人感到窒息。护卫队长用颤抖的声音汇报了情况，据说有个自称黑色战士的男人为消灭盗贼而在边境伯爵的领地内四处奔走，这次召唤师部队恐怕就是败在他的手下。吉泽洛蒂冷漠的声音响起，这样啊，所以呢？队长感到一股寒意从背后升起，试着说些什么来补救。这份耻辱我们以后肯定会。不等队长说完，吉泽洛蒂便将酒全部泼到他脸上。你还好意思说？你忘记这已经是第3次了吗？真让人头疼。你们和帝国那些人全都是完成不了任务的废物。吉泽洛蒂将酒杯放在桌上，厉声斥责，不就是让你们暗杀一个小姑娘吗？为什么连这都做不好？他紧咬指甲，发出咯吱的声音，嘴里念出那个令他厌烦的名字，夏洛特·泽菲斯。他肯定会对我产生威胁。黑色战士居然还想妨碍被称为闪光公主的我，真是不怕死。接着吉泽洛蒂像是想到什么有趣的事，取下了武器架上的圣剑。索性由我亲自动手吧，就用这把击败了魔王的圣剑。就在他的手抚上剑身时，房间外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是吗？那要跟我比试一下吗？骑士们立马起身拔剑防御。他们和王妃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向门口，便见沉重的大门被一名神秘的黑衣男子推开。队长见来者不善，提醒王妃退下，但话音刚落，他和同伴便被结界框住脑袋，痛苦地失去意识倒下。王妃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锐利的目光落在哈特身上。我明明布下了好几层结界，你是怎么潜入的？哈特随即用轻蔑的语气做出回答，结界啊，你说那些拙劣的机关已经被我随手毁掉了。王妃听了这个回答，露出不悦的表情。她猜到对方正是黑色战士，眼神里充满了杀意。便见3个魔法阵同时展开在他身后。哈特刚意识到这是3连魔法阵，其中一个魔法阵就突然闪现到他脚下，数道水流从中涌出，并向哈特头顶上喷涌，最终形成一个大水球，将他困在其中。哈特在里面咕噜咕噜吐出气泡，明白王妃这是想用水溺死他。他马上使劲踩了下地面，借助反作用力冲出水牢。吉泽洛蒂咂了下嘴，一边放出要将黑色战士撕成碎片的狠话，一边利用中间的魔法阵朝空中射出冰锥。
哈特佩服他的炼制速度，在冰锥快到眼前时才制造出足以挡下攻击的结界。吉泽洛蒂趁哈特防御的间隙，发动剩下的魔法阵，放出一团火球。待哈特反应过来，火球已经到了面前。吉泽洛蒂马上加大火力，用灼热的火焰将哈特吞噬。呵呵，我会把你烧成黑炭的。哈特交叉双手挡在面前，承受了火焰的灼烧，浑身冒着黑烟落地。吉泽洛蒂见到他这副狼狈的模样，更加得意。这个叫什么黑色战士的，真是无趣。然而他并没有听到预想中的求饶和哀嚎。除了剑，你还有很多属性，太令人羡慕了。哈特拍拍身上的黑灰，若无其事地站起来，这让吉泽洛蒂大为吃惊，但更令他惊讶的还在后面。接下来轮到哈特反击了。吉泽洛蒂虽凭借极快的反应速度防住了攻击，但在那一瞬间，他感受到了一股骇人的强大气息。与他的吃力相比，哈特显得从容不迫，立马就被你挡下了。那我稍微认真点吧。吉泽洛蒂不敢大意，警惕地展开数个防御魔法阵，暴雨般的攻击紧接着落下，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令人心惊肉跳。直到这时，吉泽洛蒂才发现对方拥有远超魔王的庞大魔力。如果继续这么下去，他将先被耗尽魔力。随着魔力越来越少，吉泽洛蒂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不过就算魔力即将见底，他也还有一张王牌。于是王妃将希望寄托于昔日斩杀魔王的圣剑上。他解除防御魔法，加速冲了过去。哈特造出长剑，与圣剑相撞，发出刺耳的声音，然后挑开圣剑，与吉泽洛蒂拉开距离。吉泽洛蒂又闪电般的刺向哈特的脖子，哈特偏头躲开致命一击，同时用剑格挡后续攻击。但这还不算完，吉泽洛蒂突然跳起，将全身的力量压在剑上，朝哈特砍去。哈特脚底一滑，摔倒在地。吉泽洛蒂自以为胜券在握，露出自负和疯狂的笑容。没有人能用剑打败我，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人。听到这句话，哈特忍不住发出嘲讽。是吗？这就是世界最强？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这些话就像一把利刃扎进他心中。哈特不给吉泽洛蒂留任何反击的机会，直接挑飞了圣剑。待他回过神，圣剑已经深深插入地板。吉泽洛蒂盯着空空如也的手掌，感到绝望和恐惧。现在他连最后一张底牌都失去了。这时哈特站起身，冷冷地说道：那么惩罚时间到了。吉泽洛蒂惊恐地抬头望向哈特，下一秒他的脖子上就多了一圈冰冷的项圈。他被项圈猛地拉下，像狗一样趴在地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吉泽洛蒂想用手把它硬扯下来，但马上被告知这么做会让脑袋也跟着掉下来，便只好松手。吉泽洛蒂质问哈特，这么羞辱他，到底想要他做什么？哈特俯视着他，用冰冷无情的声音提出要求，今后不准再干涉戈尔德泽菲斯边境伯爵及其家人与领地内的一切。他凑到吉泽洛蒂跟前，威胁道：只要我不原谅你，你这辈子就别想解开这个项圈。要是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你该知道自己会有什么下场吧。吉泽洛蒂被气得咬牙切齿，但又拿他毫无办法。哈特交代完这些话，便转身离开。漆黑的身影渐渐融入黑暗，直至消失不见。房间里重归安静。吉泽洛蒂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爬起来。这么一来，我不就像奴隶一样了吗？这个凭借天赋一直沐浴在光之下的女人，生平第一次流下了泪水。被人们尊称为闪光公主的王妃，现在居然是这副可悲的模样。此时哈特正走在王宫的走廊上，弗拉紧跟在身后。主人，您辛苦了，虽然您的做法有些仁慈，但我也亲眼目睹了您打败那位闪光公主的英姿。我已经很多年都没见过如此精彩的战斗了。然而头盔之下，哈特的脸上并没有出现胜利的喜悦。他没将心中复杂的情绪说出口，只是平静地嘱咐弗拉，接下来应该能消停一段时间，但绝不能放松警惕。下一次我不会再手下留情。弗拉随即附和道：主人，您果然厉害，那么就让我默默期待那天的到来吧。在这之后，哈特一家能过上平静的生活吗？下期哈特将会迎来大危机，敬请期待。自从被羞辱后，王妃再也没有干涉戈尔德一家的生活。四季几经轮转，5年过去了，哈特即将15岁。北方大地的冬天比想象中更难熬，
家里蹲可没办法待在寒冷的天空下。要问他为何迈出房门踩在昨晚激起的心血上，原因竟是他无法拒绝妹妹的邀请。这5年间，夏洛特长大了不少，越来越漂亮，但依旧是个动画宅，中二病也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哥哥，你快看，我做了个变身胸针。哈特抱着颤抖的身体，对此没多少兴趣，倒是弗拉燃起了奇怪的胜负欲，要用自己的作品和夏洛特一决胜负。夏洛特马上被弗拉身后的城堡吸引，情不自禁发出感叹：哇，好厉害呀，跟父亲的城堡一模一样呢。哈特看到这完成度高的惊人的作品，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心想这家伙怎么会拥有这种没用的技能。紧接着哈特注意到弗拉那单薄的衣服，不免觉得奇怪，便见弗拉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他一边发抖一边得意地解释说，这可是第一件获得您赞赏的衣服，我当然不可以换掉啦。后来哈特又听弗拉抱怨了变成人形的不便，无奈地造出结界，给他裹上暖和的外衣和手套，并语重心长地嘱咐道，你给我听好，下次有问题就要说出来，知道吗？弗拉感激地看着哈特，打算提出10来个请求，但话还没说完就被哈特一口拒绝。在弗拉备受打击时，夏洛特小心翼翼地表示自己也有个请求，哈特不忍直接拒绝可爱的妹妹，并让他说明请求的内容。于是夏洛特充满激情地告诉哈特，自己设计了血之必杀技，遗憾的是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技巧来施展这一招，不过他觉得哥哥一定能完美掌握，因此希望哥哥能进行表演。哈特顿时生出了不祥预感，但妹妹的热情和期待让他无法拒绝。果不其然，在听完夏洛特的详细描述后，哈特产生了浓浓的悔意，但只要一对上妹妹闪闪发光的眼睛，推脱的话语就被他吞回了肚子里。在夏洛特为哥哥答应请求和欢呼时，弗拉在旁边握紧了拳头。随后哈特走到前面离他们有几米远的地方，制作出圆锥状结界，并逐渐放大。在夏洛特期待的目光中，抬手比出耶的手势，然后大喊，就拿你的鲜血来染出深红的篇章，血色冰山粉碎大地吧。圆锥状结界应声转动，将地上的白雪卷入其中，白色透明的结界渐渐染上鲜红，变成了10米大小的赤红圆锥，并随着那句羞耻的台词砸向雪地，发出一阵巨响，地面被撞出深坑，地上堆积的雪块被结界的力量搅动，向四周飞溅，最后结界破碎，消失于空气之中。哈特表演完血之必杀技，背过身，掩面呼出一口气。夏洛特和弗拉却完全没察觉到他的不自在。夏洛特飞扑到哈特身上，称赞哥哥表演得十分完美，弗拉则无比佩服主人的强大。妹妹灿烂的笑颜让哈特的羞耻感烟消云散，但他心中仍有一丝异样的感觉，似乎夏洛特总是请求他做这种事。就在这时，戈尔德和娜塔莉亚走了过来，他们居然都被夏洛特叫了出来，而且还都注意到了旁边的大坑。哈特知道这时再填补已经毫无意义，干脆用结界制造出黑色战士分身，一边操纵他摆出奇怪的姿势，冲拳飞向天空，一边解释说，爸爸妈妈，这是他干的，他刚刚碰巧路过，给我们展示了下他的必杀技。戈尔德和娜塔莉亚下意识看向夏洛特，无声地询问他事情是否如此。夏洛特接收到父母的目光，听命点头。既然如此，戈尔德只好把事情当成哈特所说的那样。在这之后，娜塔莉亚加入了玩雪活动，哈特和戈尔德则站在一旁观望。哈特问起父亲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得到否定的回答。据戈尔德所说，王妃像是遇到了什么事，再也没派人过来杀害夏洛特，而且这几年他似乎都不怎么公开露面。有传闻说他突然戴上了一个像是奴隶项圈的东西，最开始大家以为那是某种稀奇古怪的新时尚，后来也有人猜测他是不小心戴上后取不下来。戈尔德说到这里顿了下，偷瞄了哈特一眼，才说出另一种猜测，又或是有人故意给他戴上了项圈。不管真相如何，戈尔德放心多了，哈特的心情也轻松不少。此时鸟儿欢快地在落满积雪的树上叽叽喳喳，鱼儿舒畅地从澄澈的河水中游过。哈特感受着这份安宁与美好，以为自己终于能过上充实的家里蹲生活。他猛地睁开眼睛，正要回去享受梦寐以求的生活，还没溜回房间就被戈尔德突然叫住。对了，哈特，抱歉，从春天开始你就去王都上学吧。哈特突然僵在原地，他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用这种吩咐人去便利店买东西的随意口气提出那么沉重的要求。
后来戈尔德表达了无奈与歉意，这里面情况复杂，我本想做点什么，却无法拒绝。无论如何，哈特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坚决，他绝对不要去上学。对他而言，学校就是充满诅咒的禁忌词，是前世饱受折磨之处。一想到梦寐以求的家里蹲生活就在眼前，自己却要去王都那种地方上学，哈特便深受打击地跪在雪地上。他抓起一团雪，用力握成团后，又将其捏碎。什么难以拒绝的理由，就让我亲手将其粉碎吧。无论如何，我就是要当家里蹲。哈特会不会向父亲妥协？下期继续。戈尔德将哈特带到办公室，重复了一遍之前的话，要求他从春天开始就去王都的魔法学校上学。然而哈特态度坚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安排。戈尔德疲惫地用手捏了捏眉心，叹出一口气。他想起之前哈特也强烈反对去领地内的学校读书。戈尔德虽不知道哈特讨厌学校的原因，但也一直没强迫他去上学。可惜这次不是他一句不要就能不去的。戈尔德向哈特递去一卷纸，哈特接过，粗略扫了眼，这居然是国王的推荐函。那个将哈特抛弃的渣爹竟会指名推荐他入学。戈尔德也不清楚国王这么做的原因，他猜测这件事和玛丽安公主有关。在之前的视察行程中，公主展现出对哈特的浓厚兴趣。国王宠爱公主，若是宝贝女儿想推荐哈特入学，他应该不会拒绝。哈特欲哭无泪，真想不明白姐姐为什么要让他去王都上学，而且那还是本国首屈一指的精英魔法学校。像自己这样的人能在那种地方活下去吗？接着戈尔德提了下国王的附加要求，推荐函上写着莱亚斯王子会跳级入学，国王希望哈特能与他一同钻研，为王国的发展添砖加瓦。提这种要求恐怕是想让哈特和莱亚斯成为朋友。哈特联想到那个麻烦的家伙，心情更加糟糕，在戈尔德面前长长的叹了口气。他本来都已经准备好享受家里蹲生活了，结果却……接下来为了劝说哈特去王都上学，戈尔德说出了自己对王妃的担忧，吉泽洛蒂可能会暗中谋划，甚至挑唆公主。哈特也难以对王妃完全放心，身在王都确实更方便监视与搜集情报。就在哈特纠结时，戈尔德用温柔的语气道出了对他的期待。作为父母，我希望你能出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你当然可以选择躲在房间里认真搞研究，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好机会，因为你能认识更多的人，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加深对事物的理解。不过这或许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哈特听了这番话有所触动，想起戈尔德把自己捡回家时的场景。他在戈尔德的庇护下平安度过了将近15年的岁月，事到如今他不想再给对方添麻烦，于是他那钢铁般的意志被粉碎了。好吧，我答应你。为了让哈特专心学习，戈尔德要求他至少带上1名随从。哈特本想拒绝，但戈尔德认为去陌生的地方独自生活很辛苦，随从必不可少。既然如此，哈特只好认真考虑随从人选。脑海中刚浮现全儿女仆的身影，戈尔德就抢先开口，不允许哈特选弗拉。恰好哈特也不想带总是惹麻烦的弗拉去王都。后来戈尔德提议帮忙挑选几人，但被哈特拒绝，因为哈特无法接受突然跟陌生人一起生活。不过他也没在熟悉的人中找到合适人选。就在这时，娜塔莉亚高举右手出现在房间门口，要不要考虑下我？1日3餐全包，还能陪他入睡，只要是照顾哈特，我什么都能做。我还有换尿布的经验，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对此，哈特和戈尔德异口同声的拒绝。毕竟没人会带着父母一起去上学，反正还有3个月才入学，哈特不必着急。从办公室里出来后，哈特决定暂时将挑选随从的任务放到一边。他虽然答应去王都上学，但也不是那种轻易屈服的人。从现在起，另一项作战开始了。哈特回到房间，先跟自己的分身说明了情况，让他充分理解了现状和自己对他的期待。好的，这事就交给我吧。你把我这个分身制作出来，不就是为了这种时候吗？这家伙先带着满面笑容积极回应哈特，再斩钉截铁地说出完全相反的真实想法，给哈特泼了盆冷水。你是不是以为我会这么说？我当然不愿意去呀。哈特早猜到分身会是这种态度，另有打算。
你先冷静下，既然你就是我，那你该知道我在想什么吧。分身稍微思考了下，很快想到了哈特的策略。原来如此，身为分身的我无法使用魔法，因此你是想让大家以为我是废物，使学校主动开除我吧。哈特打了个响指，表示肯定。分身继续说道，但只能因为成绩太差而被开除，如果是其他原因，可能会给父亲惹来麻烦。总之，最后要让事情变成国王错估哈特泽菲斯的实力，才推荐他入学。说到这里，分身顿了下，接着表达了不满，这事你完全可以自己做吧。对此，哈特给出的理由是他会不小心用出魔法，比如被小混混缠上时，他可能会使用魔法来保护自己。分身意识到危险所在，强烈抗议。哈特承认他可能会挨打受伤，犹豫了下，这么说道，就算你真的出事了，我也还有无数个替代品呢。这话让分身情绪崩溃，激动地追问，果然是这样吗？你告诉我，现在的我到底是第几个分身？哈特连忙道歉，并表示这只是玩笑。夏洛特早就阻止了他继续制造分身，但这么说反倒使对方更加抓狂。所以你之前确实想多制造几个分身，是吧？既然你就是我，那为什么不能多体谅我一下？哈特望着分身在床上扑腾的样子，疑惑自己崩溃时是否也会变成这样。哈特想让分身冷静下来，向他伸出手，却被拍开。最终，哈特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用结界护住分身的身体，让他感受不到疼痛。但差生退学计划必须由他来执行。分身长长的吐出一口气，不得不答应哈特。不管我怎么挣扎，到头来都只能是你的分身。我以后也想好好享受家里蹲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只能这么办了。哈特再次向分身伸出了手，这回得到了对方的回应。就这样，哈特与分身的差生退学计划开始了。这个计划能否成功，后面的剧情下期继续。波光粼粼的湖面映照出一座新建成的小木屋，哈特舒服地躺在这里的沙发上，手中的游戏机突然发出提示音。魔法师遇到困难了，要帮助他吗？哈特选完要，发了会呆。林间微风拂过湖面，钻进窗户，让他感到惬意，仿佛只要待在这里，就不用担心被人打扰，可以专心用自制游戏机来打发时间。随着提示音响起，勇者获得随从并得到升级。话说回来，这里是从城堡飞行几分钟就能到达的湖畔小木屋，这可是哈特花了5年时间才建成的加里敦终极堡垒。他正躲在这里享受难得的惬意时光。美中不足的是，妹妹夏洛特与女仆弗拉也会从城堡过来。弗拉认为照顾主人的生活起居才是自己的主业，夏洛特则是为了追番。在她专心看美少女动画时，弗拉用吸尘器吸走地面的浮尘与垃圾。主人的文明利器魔法真厉害，我只花了1半时间就打扫完了。只要按一下开关，就能把灰尘吸到这个箱子里，而且它外观简单，没有任何多余的部分。这真是一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道具。弗拉想把这东西带到城堡里使用，但哈特担心他吓到其他人。在弗拉恳求哈特同意时，动画刚好播到高潮部分。现在正是爱之美少女出手的时候，升天吧，非凡，美貌，爱与和平，死亡，爆炸！夏洛特举起魔法棒，喊出招牌台词，夺走了哈特的注意力。随后，画面正中出现一个丸字，一集就这么结束了。夏洛特转过身，擦擦额头的汗珠，心满意足地说道：这周的娇小爱之美少女也超精彩的。最近几天，夏洛特都没怎么来哈特房间看动画，哈特还以为妹妹看腻了，没想到她对动画的热情不减。说到这里，夏洛特突然变得沮丧。最近他多了许多课程，而且老师还阻止他去哥哥的房间。哈特猜想，老师可能是想告诉夏洛特，淑女应该独立，不能总是黏着哥哥。总之，夏洛特在家里追番的机会大大减少，就算能抽出时间来湖畔小屋，也要弗拉帮忙才能抵达这里。夏洛特诉说了自己对动画片的渴望，既然是妹妹的愿望，作为哥哥就要想办法将其实现。哈特想到了用结界魔法进行瞬间移动的方法，他制造出2张板状结界与一颗小球，先将结界分别放在自己和妹妹面前，再将小球扔进自己面前的结界中，小球便通过迷之时空从夏洛特面前的板状结界中飞了出来。夏洛特和弗拉不明觉厉，哈特确认过，即使距离很远，小球也能实现瞬间移动。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活物能不能成功。
弗拉提议用主人的分身来检验，哈特谴责弗拉过分，但弗拉理直气壮，他不就是为了帮您干活才诞生的吗？哈特转念一想，这话确实有理，便决定拿分身一试。他用结界连接上城堡的房间，吓了分身一跳，然后跳过解释环节，直接差使分身穿过结界到小屋来，但马上被对方识破意图，遭到拒绝。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别把我当成一个可以随意使唤的试验品。哈特生气地咂了下嘴，不耐烦地命令分身过来，但分身不仅不配合，还刺激哈特，我才不要，你自己过来呀。怎么了？你在害怕什么？我很清楚你在想什么哦，不就是害怕万一失败，自己可能会被关在异空间里吗？表现得这么贪生怕死，你这简直是不打自招啊！亲爱的另一个我。哈特被分身气得要死，为了证明自己并不害怕，哈特突然将手伸进结界里，并把结界移动到分身身后，差点抓住了他的手臂。来，我们和好，握个手吧。分身又识破了哈特的诡计，不就是想把他直接拽过去吗？他赶紧远离结界，朝房间门口跑去。眼见分身即将跑出房间，弗拉急了，他不顾一切地冲进结界，回到哈特的房间，一把按倒想要逃跑的分身，毫不犹豫地把他扔进结界里。你这样哪能成为称职的替身啊？给我过去！就这样，哈特的分身被丢进结界，掉到了这边的地板上。弗拉拍拍手上的尘土，从容穿过结界，回到哈特身旁。哈特暗暗感叹，弗拉对分身真是毫不留情。这个时候，只有夏洛特走过去，给分身送上关怀。分身感到一丝温暖，泪流满面，还把夏洛特当成了散发着治愈光芒的天使。夏洛特连忙纠正他，自己是魔法少女。哈特望着妹妹摸头安慰复制品的这一幕，心情复杂。不过经过这出闹剧，瞬移结界总算完成了验证。哈特马上制作出了更像样的瞬移道具，枪任意门完成啦！只要将其中一扇装在木屋的墙壁里，另一扇嵌进城堡房间的墙壁，他们就能轻松往返于城堡和小木屋之间。分身拉开门，抽泣着回到城堡的房间。直到这时，哈特才隐约察觉到自己好像忘记了什么。他能否想起那项重要的任务？下期继续。这天，弗拉、哈特以及夏洛特都在湖畔小屋。弗拉手拿抹布，对着窗户哈了口气。夏洛特全神贯注地看着动画片，哈特则懒散地躺在沙发上打游戏。当角色升级时，哈特想起一件要紧事，直接喊了出来。对了，随从！这一嗓子引来夏洛特和弗拉的注意。哈特赶紧用散步当借口溜了出去。他沿着湖畔走着，庆幸挑选随从的事没暴露，但他马上又叹了口气，苦恼于怎么在3个月内找到合适人选。哈特沿着林间小路边走边想，前方传来咔嗒咔嗒的声音，一个骷髅聚集的小村落出现在眼前，骷髅们忙碌地搭建房屋、修建设施。哈特才想起这里已经成了骷髅们的家园。其中一个在安排工作的骷髅注意到了哈特，便带领其他骷髅围了过来，齐刷刷向哈特敬礼，欢迎主人的到来。这支骷髅军团是以前计划杀害夏洛特的集团所召唤的暗夜骷髅，在战斗结束后还一直跟在哈特身边。哈特便给骷髅军团这片土地，让他们定居于此。刚才在安排工作的骷髅是团长强尼，他十分能干，但哈特还不习惯与他打交道。哈特随口问了句，为什么这里还有其他魔物？原来弗拉将领地内无家可归的魔物们安顿在这里，他们分区域居住，也愿意听从团长的指示，管理起来很方便。哈特在被带去这些魔物居住的区域视察时，心生疑惑。他依稀记得之前没有这个区域，这里的面积似乎扩大了不少。考虑到魔物们能在这里老老实实生活，他打算维持原样。直到团长提议去其他区域视察，哈特才意识到这里比他想象中还要大。接下来他被带到种植区，骷髅们根据季节种植可食用的农作物与容易保存的东西。团长走入林间检查采收情况，带回沉甸甸的作物。您看，我们收获了这么多去年没种植成功的作物，这么一来，今年冬天就不用担心饿肚子了。说到这里，他和手下激动地流泪。骷髅浑身是骨头，不需要呼吸，也不用吃粮食，因此这些农作物全都是给其他魔物种的。他们之所以感到高兴，是因为粮食丰收就能接纳更多魔物了。听到他这么说，哈特在心底打了个问号，难道这里的魔物还要继续增加？后来哈特又去参观了养殖场，不仅见到团长与奶牛亲密互动的场景，
还看到他热心地帮运送牧草的魔物推车。几番观察下来，哈特对这位团长有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他待人和善，热情细心，备受手下敬仰，又忠心耿耿，还懂得礼仪。低音炮听起来十分悦耳，只要用结界加工下外表，应该能把它变成人类模样。哈特正思考着强尼会不会就是最理想的随从，对方就滔滔不绝地说起了今后的计划。我们将增加谷物等饲料的产量，还要多养一些家畜，整理好西侧区域便会着手。还有些残留的问题，目前难以进展下去。哈特见他话这么多，立马打消了选他做随从的念头。团长见主人露出为难的表情，误以为自己做错了事，哈特立刻换上一张笑脸，称赞他做得很好。团长被主人直白的夸奖，弄得脸红，充满干劲的宣誓：我今后也会继续为了主人拼上性命，努力干活的。哈特越看越觉得可惜，如果不是话多，他应该会是个不错的随从。在被邀请去下个区域视察时，哈特借口有事离开。他与团长匆匆分别，来到湖边坐下。视察工作使他感到疲惫，事事不顺让他十分心累。这里本来是让他独自享受悠闲时光的加里敦终极堡垒，附近却不知不觉建起了魔物们的乐园。正当哈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时，身后传来一阵巨响，地面随之震动，甚至把他震了起来。原来是巨人魔像吉刚过来了。哈特差点忘了，被黑袍人召唤出来的还有这个大家伙。石巨人拘谨地在哈特旁边坐下，刻意留了一段距离，接着伸出粗壮的手臂，用指尖小心捏住一朵花递给哈特。在哈特接过花的瞬间，石巨人的脸上竟泛起了红晕，这反应就像是怀春的少女一般。哈特礼貌地向石巨人道了谢，在他眼里，这家伙性格温顺且不扰人，最明显的缺点是体积过于庞大。哈特想起石巨人总是孤零零的，有些担心，便问道：你是觉得待在村子里很无聊吗？石巨人脸上又泛起红色，结结巴巴地回答说喜欢。哈特以为这家伙想说喜欢这里，听完后面的话才知道对方说的是喜欢主人，这让他既惊讶又尴尬。但无论如何，哈特都不能选石巨人做随从，因为他的结界魔法不能把东西变小。在外面逛了一圈后，哈特仍然找不到合适人选。他意识到挑选随从其实是件很困难的事，只好暂时将这个任务放到一边，回到了湖畔小屋。在他拉开门的瞬间，弗拉投来锐利的目光。主人，你刚刚为什么会提起随从呢？随着弗拉逐渐逼近，哈特心虚地冒出冷汗。他真不明白为什么弗拉只在这种时候特别敏锐。哈特转念一想，反正也没有合适人选，不如就让弗拉来当随从。但想到这里，哈特脑海中又冒出戈尔德那时极力反对的样子。考虑再三，哈特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并对弗拉隐瞒了这事。这件事跟你没关系。听到哈特这么说，弗拉深受打击，夏洛特则满脸疑惑。哈特为了避免被追问，马上溜去打游戏。那么他究竟会找谁担任随从呢？下期继续。帝国位于王国北面，冬季严寒，但就算是在那种极寒的山间地带，也会有冒险者为了金钱涉险来此狩猎魔族。这条闪耀着蓝白光辉的雪暴龙就不幸成了猎物，因为阅历尚浅，缺少经验，它受到奇袭而遍体鳞伤。冒险者们认为它已是囊中之物，放松了警惕。雪暴龙趁机张开受伤的翅膀，飞向高空。为了摆脱这些难缠的冒险者，它咬紧牙关，迎着风雪向南方飞去。虽然成功甩开了敌人的追击，但还没飞过边境，就因体力耗尽而从空中坠落。它的翅膀重重撞上山壁，震裂了山上的雪层，雪块分离滑落，厚厚的积雪如同白色海浪席卷而下。在巨大的轰隆声中，雪暴龙无力地合上了双眼。戈尔德叫来哈特与弗拉，大致说明了这件事的经过。在王国与帝国的接壤处，出现了一条身长超过50米的巨龙。它从帝国飞来，还没越过国境线就坠落了。尽管如此，戈尔德还是担心它再次出现并闯入领地，特别是这条龙在帝国境内被狩猎团伙袭击受了伤，它若发狂，将导致许多无辜民众丧命。因此，戈尔德希望同为魔族的弗拉去确认情况，但被弗拉以只听主人的命令为由拒绝。既然如此，哈特便以主人的身份要求弗拉去完成戈尔德的委托。弗拉没想到还有这招，咬了咬牙，依旧不情愿。直到哈特询问，才说出理由。在他看来，那条龙这么庞大，绝对活了好几百年，
但这些年间他从未听说过这条龙的存在，也就是说，在魔族与人类拼命战斗时，他躲了起来。弗拉才不愿意去保护那种胆小鬼呢。哈特理解弗拉，给他争取了些考虑时间，才带他离开办公室。哈特一拉开门，就发现站在门口偷听的夏洛特，他的眉头微微皱起，眼神中露出些许担忧。哈特注意到妹妹的神情，等门关好才开口：“偷听别人说话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哦，夏洛特。”夏洛特马上垂下头，向哥哥道歉。他说完对不起，就抬头恳求弗拉去救助那条龙。他受了伤，孤身一人肯定会很不安吧。弗拉眉头紧锁，陷入纠结。接着，哈特把手搭在他肩上，说道：“就是这么回事。夏洛特的请求也是我的请求。既然是主人的命令，弗拉只能听从。”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再睁开眼时，眼神坚定。但他傻乎乎地搞错重点，下错了决心。那就让我去赶走那帮冒险者吧。后来，哈特带弗拉去到北边与帝国交界的边境。经过一番寻找，哈特锁定了那条巨龙的位置。他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身上遍布伤痕，看起来特别衰弱。附近还有一队装备齐全的冒险者正在接近，情况紧急。哈特与弗拉立刻出发，赶往巨龙身边。然而，狩猎巨龙的冒险者集团还是比他们更早抵达了现场。巨龙听到动静，抬起脖子，循声望去，瞳仁里倒映出冒险者挥剑的身影，昏了过去。在这危急关头，黑色战士与红色战士从天而降。哈特一脚踢开那个想对巨龙动手的冒险者，并制造出数十个小结界，治疗巨龙身上的伤口。其余冒险者见状，纷纷露出惊愕和紧张的神情。这两个人突然干什么呢？哈特专心治疗，没空搭理他们。弗拉则杀气腾腾地在手掌上燃起一团火焰。你们这群垃圾，居然这么多人围攻这条虚弱的龙，我要把你们全都烧成黑炭。哈特听到这话，赶紧在他动手前给这群冒险者套上了保护结界，以避免留在城堡的妹妹通过监视结界看到血腥或暴力的情节。因此，弗拉拼尽全力放出的火焰没能伤害这些家伙分毫，是哈特出手给了他们最后一击。这时，巨龙恢复了意识，清醒过来。哈特刚以黑色战士的身份打了个招呼，巨龙就张开嘴，喷出冰结吐息，寒冷的气息迅速凝结成冰，裹住哈特的整个身体。在弗拉指责巨龙无礼时，哈特击碎坚冰，重获自由。他先装出毫不介怀且善解人意的样子，然后才暴露本性。算了，他被冒险者追杀了那么久，肯定一直憋着气呢。我不介意的。你以为我会这么说吗？亏我花了这么多力气来帮你，要是再有下一次，我就把你的伤势恢复原样。哈特气呼呼地说完这些话，就有一个声音传进他的脑海里：你帮了我吗？哈特猜测这是巨龙发出的声音。既然对方可以沟通，哈特便想问问他的身份，却遭到无视。巨龙将视线投向哈特旁边的弗拉，问道：你是魔族吧？为什么你身为魔族要追随一个人类呢？能告诉我理由吗？这个问题仿佛打开了弗拉身上的某个开关，弗拉像机关枪似的讲述了他与主人相识相知的经历。1个小时后才终于结束演说，结果导致认定哈特是魔王转世的魔族又多了一个。在这之后，巨龙诚恳地为自己没参加战斗道歉，因为不喜欢打打杀杀，他没有参与魔族与人类的战斗。为了不让其他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他一直偷偷生活在深山里。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300年。哈特向他投去羡慕的目光，这真是一段非同寻常的家里蹲经历。他十分好奇巨龙如何度过这么漫长的时光。巨龙随即告诉哈特，一开始他只是天天窝在洞穴深处度日，后来到洞穴里过夜的冒险者在离开时落下一本书，巨龙将那本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突然萌生了阅读更多书籍的想法。回过神来，他已经离开洞穴，飞向了人类居住的城镇。他在附近的森林降落，化为人形溜进城里的书店。在那之后，他便时不时去外面带书回来。通过阅读那些书籍，他获得了不少知识，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可惜最后还是被专门狩猎魔物的集团盯上了。冒险者们闯入洞穴，在进攻时点燃了书堆。巨龙眼睁睁看着陪他度过漫长岁月的书籍被烧毁，他流着泪突出重围，逃离洞穴。弗拉听完巨龙的讲述，对他的经历感同身受，泪如泉涌。你也太可怜了吧，不仅被人类赶出巢穴，还差点死在他们手里。你肯定过得很辛苦吧？弗拉擦了擦眼睛，咬牙忍住泪水，继续说道：好吧，我就承认你是我的同胞，允许你进入逢魔庭院。
伏魔庭院指的是湖畔木屋附近的魔物乐园，这么中二的名字自然是夏洛特取的。哈特知道由来后，无奈地叹了口气，转而对巨龙说道：“我们本来就是来这里保护你的，你要是愿意的话，就跟我们走吧。”巨龙很开心，目光变得柔和。他从那些书里学会了什么叫感情。他觉得自己或许一直都想像弗拉与哈特这样跟他人产生交集。他真诚地向哈特道谢，感谢他救了自己。我是雪暴龙，愿将您奉为主人，并为您献出自己的生命。话音刚落，巨龙庞大的身体便发出柔和的蓝白光芒。经历过类似流程的哈特马上意识到即将发生什么。事情果然如他所料，巨龙在他们面前逐渐缩小了身体，最终变成了和夏洛特差不多大的女孩。哈特不敢细看，急忙用结界做了身女仆装穿在她身上。他吸取上次的教训，没变出那种紧身骑行服。雪暴龙却对凭空出现在身上的衣服感到不安。请问这衣服是哪来的？用创造魔法变出来的吗？哈特打算迟点再详细解答他的疑惑。他先摘下头盔，正式做了个自我介绍：“我叫哈特·泽菲斯，是前面边境伯爵家的儿子。”直到这时，哈特才知道雪暴龙还没有名字。他从雪暴一词中汲取灵感，给他起了个名字丽莎。雪暴龙听到这个名字，马上害羞地垂下头。他嘴角微扬，眼底流露出对这个名字的喜爱之情。以后就请多指教了，哈特大人。弗拉突然打破了两人之间美好的气氛。丽莎，有一件事我必须先告诉你，第一个在哈特大人身边伺候的人是我，你排第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丽莎轻轻嗯了一声作为回应。在这期间，哈特已经浮到了空中。丽莎展开翅膀飞到他身后，真不愧是龙，变成人形也能飞。哈特感叹完，就带着丽莎向城堡飞去。弗拉被激起胜负欲，奋力追逐空中的两道身影。哈特将如何安顿丽莎，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这天早晨，哈特被娜塔莉亚堵在走廊上，随着对方逐渐逼近，哈特一边问好，一边后退了几步。娜塔莉亚是与哈特2辈子加起来的年龄最接近的人，每当对方想亲近自己时，哈特总是为难地躲开。虽然这会让娜塔莉亚郁闷不已，但如果不这么做，他会觉得愧对父亲。年幼时，哈特不得不装成普通小孩，接受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后来他回想起那些场景，还会感到脸红。直到现在，哈特还没掌握与娜塔莉亚相处的方法。休息时间，女仆们在休息室喝茶闲聊，其中一人抱怨了男友，对方明明说过等这场战争结束就结婚，却拖了足足2年。弗拉哼了一声，表明态度，不遵守约定的男人就该斩掉。那人以为弗拉说的是斩断关系，表示赞同。你说的对，果然该斩了。在这之后，其他女仆纷纷找弗拉商量难题，诸如老公好像出轨了，婆婆总是刁难我，隔壁大叔的呼噜声特别大。对此，弗拉通通这么回应：斩了吧。女仆们从中领悟到要有斩断关系的决心。就这样，弗拉在不知不觉间成了大家的顾问。某天，分身给哈特提了个建议，与其把所有事都推给我干，不如再制造出一个我们3个一起分担吧。哈特和分身随即在脑海中想象了下这么做的结果。哈特要求其中一个分身去跟戈尔德练剑，另一个则负责招待客人，但他们俩谁都不愿意听从哈特的命令，3人打了一架。哈特和分身预见到这种结果，果断放弃了再制造一个分身的想法。某天，夏洛特突然对弗拉的衣服产生了疑问，为什么她的女仆装和其他人的不一样呢？弗拉稍微解释了下，这其中有着不能跟小孩子明说的原因。那天，弗拉听从哈特的吩咐接下了女仆的工作。她穿上和其他人一样的女仆装，才发现衣服太小了，即使换上最大码也没改善情况，衣服的扣子还被崩开了。后来，弗拉便穿上了这套为她量身定制的女仆装。夏洛特听了弗拉的说明，似乎明白了什么，下意识摸了摸自己平坦的胸部。这一卷的番外就讲解到这里了。下一期哈特将决定随从人选，敬请期待。哈特带丽莎回到城堡后，立刻前往戈尔德的办公室。他本打算把丽莎安顿在湖畔木屋，但他想和弗拉一样成为城堡里的女仆。丽莎鼓起勇气，小声向哈特的家人打了个招呼，请多多关照。娜塔莉亚和夏洛特在看到丽莎的瞬间，就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哎呀呀，好可爱的女孩子，我完全赞成。你好，丽莎，我叫夏洛特，今后请你多多关照啦。
他们过分热情，让丽莎感到意外，还有些不知所措。戈尔德的反应则有些不同，他既惊讶又无奈，没想到这个小姑娘竟是那条龙，而且你又把她变成随从了吧？我还是不多追究了。戈尔德对哈特说完，又将目光投向丽莎，只要遵守城堡里的规矩，就可以留下，以后你想做什么都是你的自由。哈特感谢父亲的理解和支持。话说回来，丽莎能胜任女仆工作吗？在城堡庭院里，弗拉一手叉腰，一手提着扫帚，表情严肃。丽莎，你听好了，女仆这份工作可不是随便就能胜任的，现在要来测试下你的能力。先从清扫庭院开始吧。弗拉拿起扫帚，用力清扫作为示范。看好了，扫帚这样使用。说到这里，扫帚棍咔嚓一声断成了2截。于是弗拉又接着说道：“是会断的。”他将断掉的扫帚扔到一边，还提醒丽莎小心使用。丽莎点点头，应了声好，就开始清扫。便见她挥动扫帚，动作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不一会儿就将落叶全都扫到一堆。弗拉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一幕，给出了不错的评价，同时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接着，弗拉把丽莎带到了厨房，要求她用干净的抹布将洗好的湿盘子擦干。他们同时开始工作，动作和成果形成了鲜明对比。弗拉握紧抹布，用力擦拭，把盘子都弄碎了。丽莎则轻柔地擦去盘子上的水珠，并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叠放在一起。弗拉咬紧牙关，心中涌起不甘，渴望在最后的料理测试中扳回一城。于是他干劲满满地在锅里燃起一团比人还高的火焰，结果锅里的食材都被烧成了黑炭，呲啦呲啦的冒烟。丽莎则在其他女仆的指导下，耐心搅拌锅里的食材，最终煮出了一盘散发着香气的美味料理，获得了其他女仆的鼓励和赞赏。弗拉看到这一幕，握紧了拳头，后牙槽都要被咬碎了。晚上，丽莎烹饪的料理大受欢迎，戈尔德和娜塔莉亚对丽莎赞不绝口。弗拉失落地缩在一旁，发出悲伤的低吟。后来，娜塔莉亚见丽莎贴心地给夏洛特擦嘴，偏过头向她搭话。丽莎好像很习惯这份工作呢，其他女仆都说你学得很快。丽莎谦虚地表示是大家教得好。在接下来的聊天中，娜塔莉亚还了解到丽莎通过阅读掌握了一些基础魔法知识。她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个好主意，让丽莎担任夏洛特的专属女仆。她的提议得到了戈尔德的同意。丽莎犹豫片刻，接下了这个重任。好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做。弗拉默默承受着内心的痛苦，更加失落。在这之后，丽莎就承担起了夏洛特专属女仆的职责。除了照顾夏洛特的起居之外，她还负责教导夏洛特使用魔法，甚至为夏洛特解答学业上的难题。几天后，哈特练完剑，经过庭院，被妹妹叫住。夏洛特举着一颗大火球，得意地向他展示：“哥哥，你看，我变出了这么大一颗火球。”哈特愣了下，直呼厉害。他还记得前几天的火球还只有一小团，丽莎居然能在短时间内把夏洛特的潜力激发到这种程度。另外，哈特还注意到丽莎头上有团裹着衣服转动的漩涡水球。听完解释，哈特明白了，他是在利用教导夏洛特的空隙洗衣服。在心生佩服的同时，也产生了疑问：丽莎这么勤快，难道不会感到疲惫吗？便听她轻描淡写地说道：“不会，我好像很喜欢活动身体，这样会让我安心一些。这大概是因为她身为魔族，精力旺盛到无处释放吧。”不管怎么说，让丽莎承担了这么多工作，哈特感到抱歉。听到哥哥这么说，夏洛特也觉得自己给丽莎添了麻烦。丽莎腼腆一笑，摇了摇头，告诉夏洛特：“没有这回事，我不觉得麻烦，倒不如说照顾您让我感到很开心。”尽管如此，夏洛特还是希望丽莎遇到不想做的事能说出来。他抓起丽莎的手，握紧，表达了想要和她做好朋友的强烈愿望。丽莎听到好朋友这个词，愣了愣，侧过头用眼神询问主人的意见。在得到自行决定的许可后，丽莎陷入为难。不过她很快想明白，回应了夏洛特的期待。我也想和您做好朋友。夏洛特马上绽放了灿烂的笑容，平时总是面无表情的丽莎也扬起了嘴角，眼睛还眯成了2条弧线。哈特被这个温馨的场景感动得泪流满面，他为夏洛特能交到好朋友而高兴。丽莎是个好孩子，做事一丝不苟，学东西快，适应能力也很强。哈特越想越觉得自己捡到了宝，想着想着，他就回想起了某个重要的任务。丽莎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随从吗？哈特激动地叫住丽莎，但又马上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他实在不忍心让刚成为朋友的夏洛特和丽莎分隔两地。
他摆摆手，收起沮丧的表情，假装没事，心里却十分惋惜。为什么？明明最合适的人选就在我眼前。好在他灵光一闪，想起自己还有类似任意门的瞬移道具，可以让丽莎作为随从跟去王都，再穿过任意门回到城堡里。就这样，哈特解决了随从问题。接下来他只需专心完成早日退学的任务。事情真会如此顺利吗？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离哈特开学还剩1周，夏洛特趴在湖畔木屋的沙发上，她这垂头丧气的样子就像个泄了气的气球。这是因为娇小爱之美少女完结了。哈特安慰她，下周会有新动画开播。丽莎则提醒夏洛特休息时间即将结束，他们得回城堡了。哈特心想，他也到了该向他们坦白的时候，便在夏洛特准备回去时这么说道：其实从下周开始我就要去王都上学了。夏洛特回过头，睁大了眼睛，表情凝固。你说什么？于是哈特重复了遍刚才的话。夏洛特顿时联想到了一系列危险的词汇：学校、黑暗学生会、恐怖分子、魔法决战。丽莎，我要取消今天的所有日程，把骑士们召集过来，我要召开临时圆桌会议。哈特还没把随从的安排说出口，夏洛特就带着丽莎匆忙离开了。一段时间后，在森林里离湖畔木屋稍远的地方，几个熟悉的面孔围坐在大圆桌周围。各位骑士，感谢大家今天在百忙之中抽空聚集在这里。圆桌会议是秘密集会，请各位务必守口如瓶。见没人提出异议，夏洛特绷紧声音进入正题。哥哥他从下周开始就要去王都上学了。弗拉和强尼不约而同露出震惊的表情，弗拉尤其激动。你说什么？我都不知道，而且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不先跟我汇报？夏洛特示意弗拉冷静，然后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哥哥会选择这样的时机亲自出马，肯定有他的道理。弗拉冷静下来，仔细想想，提出疑惑。事到如今，他为什么要去上学呢？哈特大人可没有什么需要从人类身上学习的东西呀，毕竟他可是魔王。听到这里，强尼赶紧打断了弗拉。弗拉殿下，不是说好了不把这件事说出去吗？但强尼这么说，反倒勾起了夏洛特的好奇心。你刚刚想说什么？是我不知道的有关哥哥的情报吗？弗拉马上扭头，拒绝透露秘密。就连丽莎也别开头，保持沉默。夏洛特深受打击，眼神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最后是强尼安慰了伤心的夏洛特，您可是集主人所有宠爱于一身的人，在他心中的地位自然是非常人可比的吧。夏洛特脸颊微红，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惊喜。宠爱吗？强尼点头肯定，接着说道，所以我们几个的秘密不足挂齿，主人总有一天会告诉您的。单纯的夏洛特选择了相信，他清了清嗓子，回到刚才的话题，他的哥哥到底为什么要亲自出马？夏洛特还记得，在他刚开始看校园动画时，曾经问过哥哥，学校是个怎样的地方？当时哈特带着一辈子都不想再去的表情，摇头答道，那是个非常危险又恐怖的地方。这个回答在随从中引起轰动，特别是弗拉和强尼都把嘴张得大大的。在他们看来，哈特十分强大，连他都觉得害怕的地方会是怎样的呢？夏洛特根据看过的动画片推测，首先学校里应该存在一个黑暗学生会，他们会带领善良的学生走上邪恶的道路，如果有人妨碍他们，他们就会用魔法与其决斗，想尽办法打败对方。而这些人的真面目其实是足以撼动国家根基的巨大邪恶组织。听完夏洛特的结论，就连平时面无表情的丽莎都露出震惊的表情。夏洛特又接着说道，没错，哥哥不可能放任这群坏人为非作歹。黑色战士，不是修瓦，他一定是有了这个身份后才下定决心去战斗的。弗拉十分赞同夏洛特的推测，强尼则表示，这种国家层面的问题不借助主人的力量不可能解决。至于丽莎，她虽感到震惊，但依旧保持沉默。夏洛特认为，即使哥哥能轻易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可以从旁协助。他推测哥哥会在王都设置任意门，那么他和弗拉以及丽莎就可以通过这个道具去王都收集情报。另外，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那一天，他要求强尼和吉冈负责将伏魔庭院发展壮大。在会议的最后，丽莎举手提问，请问这件事不用找哈特大人商量吗？夏洛特、弗拉和强尼纷纷朝丽莎看了过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持有相同的态度。不能让哥哥太费心，如果每件事都要等哈特大人指示，那将给他造成很大负担。部下的职责就是为主人排忧解难。最后，圆桌骑士们在夏洛特的宣誓中把手交叠在一起。我们圆桌骑士是为了哥哥而存在的，现在正是该我们挺身而出的时候。当天晚上，丽莎偷偷向哈特汇报了中午的会议内容，
白天大家商量了这些事。哈特听完汇报，突然从床上站起，猛地抓住丽莎的肩膀。谢谢你，丽莎。丽莎红了脸，有些不知所措。如果没有丽莎的汇报，哈特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夏洛特去王都太危险，弗拉若是在王都暴露魔族身份，也会引来麻烦。不过考虑到夏洛特乐在其中，哈特身为哥哥不想破坏妹妹的计划，只要把事情控制在自己能应对的范围内，也不是不能陪她玩玩。就在哈特沉思时，丽莎提了个问题：哈特大人，您正在和巨大的邪恶组织对抗吗？哈特原本以为丽莎是唯一正常的随从，但现在看来，他恐怕也相信了夏洛特的妄想。鉴于这孩子本性老实，如果说出真相并要求他配合夏洛特的妄想，他可能会因为欺骗大家而感到苦恼。因此哈特选择隐瞒真相，换了个他能接受的说法。没错，其实我正在进行秘密行动呢。哈特见丽莎对此深信不疑，便接着说道，而且我需要你帮个忙，那就是作为随从和我一起去王都。丽莎微微张开嘴巴，内心的困惑浮现在脸上。哈特没有多做解释，只是这么告诉他，详情稍后解释，这是只有你才能完成的重要任务，你愿意帮忙吗？听到哈特这么说，丽莎几乎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既然是哈特大人的请求，那么我乐意效劳。总而言之，早日退学的任务没变，哈特打算先退学，再告诉夏洛特邪恶组织被解决了。在哈特筹备退学时，玛丽安和莱亚斯在做什么呢？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感谢大家的3连和关注。出发去王都的这天，全家人都出来送别哈特。丽莎的脚和尾巴被哈特用光学迷彩结界隐藏，她因为不习惯这副样子而感到不安。弗拉跪在地上，不甘地反复嘀咕：为什么是丽莎？夏洛特安慰了下弗拉，然后转身给哥哥打气：哥哥，恶人必有恶报，你一定要加油啊！哈特记起夏洛特的妄想，敷衍地应付了几句，随后坐上马车离开了城堡。此时，在王妃与莱亚斯王子居住的离宫里，集王之宠爱于一身的玛丽安公主不顾淑女礼仪跑进了王子的房间。莱亚斯听到动静转过身，以同样缺少礼仪的口吻提出抗议：你别突然闯进来好吗，臭老姐！玛丽安不做理会，迫不及待地将边境伯爵寄来的信递了过去。莱亚斯却没有接下信件，反而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回道：肯定是说哈特已经在来王都的路上了，对吧？这种小事用不着跟我汇报。玛丽安叹了口气，故意提起莱亚斯推荐哈特来王都的举动。莱亚斯被姐姐提起这事，既生气又觉得害臊，偏偏玛丽安还想知道他这么做的理由。莱亚斯偏过头，用手托着脸，别扭地说出了心中想法：我想知道他到底为什么那么强。自从那场决斗之后，我就拼命练习魔法和剑术，但我感觉自己越是这么做，和他之间的差距就越大。如果能和那家伙上同一所学校的话，就有机会近距离了解他吧，就只是这样而已。玛丽安听弟弟说完，露出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是那次的失败改变了你呀。虽然目中无人这一点还是和以前一样。莱亚斯不甘被姐姐这么说，开始反击。姐姐，你不是也跑去对父王软磨硬泡了吗？似乎你还说不给我推荐函，我就赖在这里，在父王的房间赖着不肯离开。玛丽安顿时羞红了脸，质问莱亚斯是听谁说的。莱亚斯笑着告诉姐姐，那班警卫兵可都在传，看样子你对他的执着比我还要深呢。玛丽安误会了莱亚斯的意思，情急之下进行了自爆式澄清。我可没有喜欢哈特。说完，玛丽安就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她与莱亚斯红着脸面面相觑。在短暂的沉默过后，莱亚斯开口解释了一番：不是，我可没有说你喜欢他啊。玛丽安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误会了，本想隐瞒事实，结果反而彻底暴露了，脸唰的一下更红了，仿佛整张脸都染上了一层鲜艳的红色。这时莱亚斯也反应了过来，难道……玛丽安急忙否认，却毫无说服力，毕竟她的反应也太好懂了。莱亚斯望着捂脸沉默的姐姐，默默在心里叹息一声，转移了话题。话说回来，老姐你现在应该很辛苦吧？是有一群奇怪的宗教团体在学院里肆意妄为吗？就这样，玛丽安的思绪被弟弟拉到了这件事上。莱亚斯提到的组织是路西法伊拉教，是个伪装成国教米迦教分支进行活动的新兴宗教。他们思想极端，似乎崇拜恶魔，信徒数量急速增长，势力扩展到了全国，而且最近有成员公然宣称要打倒王权。莱亚斯听姐姐说起这些事，皱紧了眉头。他知道有越来越多贵族成为信徒，为其提供了丰厚的资金。有传闻说这个组织最大的资金来源正是王妃。
玛丽安自然也听说了这点，眼里多了一丝阴霾。莱亚斯叹了口气，用手按住额头，表达了内心的无奈。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在盘算什么。从5年前开始，他就像突然变了个人。莱亚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王妃就连是谁给他戴上了项圈都不愿透露。说实话，莱亚斯很害怕自己的母亲，虽然知道他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但他变得越来越偏激。路西法伊拉教或许会利用国王与王妃不和的传言来挑事，王妃可能是真想扳倒国王。莱亚斯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复杂的情况。玛丽安倒是想到个办法，他认为能改变现状的只有哈特。尽管莱亚斯不太相信哈特，但玛丽安对哈特抱有期待。他觉得哈特拥有深不可测的力量，即使以庞大的组织为对手，他也有办法将对方一网打尽。莱亚斯试着回想与哈特相关的情报，想起了那个被称作黑色战士的正义使者，据说他是个能打倒龙的强者。既然黑色战士这么强大，玛丽安便想请他帮忙，但莱亚斯不想冒险委托身份不明的人。姐弟俩只顾着交谈，都没发现门外有人在偷听。就在他们这么商量时，门口响起了王妃的声音：“哎呀，你们好像聊得很起劲嘛。”莱亚斯如临大敌般站起，玛丽安也紧张地回头，她努力保持冷静，挤出笑容向王妃问好。吉泽落地客套又带着深意的回话：“你好啊，玛丽安，每次见面都觉得你越来越漂亮了，就和前王妃一样。”玛丽安低下头，正想表示感谢，就被突然抓住了脖颈。王妃用手指紧紧掐住她的脖子，并高高举起。原来吉泽落地误以为玛丽安看了眼项圈。我真有那么可笑吗？还是可怜丢人现眼？你是不是也和那些人一样在嘲笑我？玛丽安拼命从喉咙里挤出声音，为自己辩解。莱亚斯也在旁边劝母亲停下。最终吉泽落地在弄出人命前松了手。玛丽安一屁股坐到地上，捂住喉咙剧烈咳嗽。吉泽落地向莱亚斯投去冰冷的视线。呵呵，我逗你的，跟你开个玩笑罢了。他跟儿子解释完，还不忘在口头教训下玛丽安。玛丽安，淑女可不能毫无顾忌地盯着别人，请你注意这点。接下来，吉泽落地带着笑容走向莱亚斯，嘱咐道：“话说回来，泽菲斯卿的儿子好像会和你上同一个学校，我可没偷听哦，只是听别人提起过。他从边境那种乡下过来，心中恐怕会感到不安。你要和他好好相处。”吉泽落地走到莱亚斯面前，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再贴到他的耳边，低声吩咐：“你要从那小子身上打探出所有他知道的关于黑色战士的情报，听到了吗？不要对任何人说哦。打听到的情报只能告诉我。”吉泽落地边说边抚上莱亚斯的脖子，问道：“你既然是我的儿子，这点小事肯定不成问题吧？”他见儿子迟迟不出声，失去耐心，直接逼他回答。回答呢？莱亚斯不得已答应了母亲的要求。吉泽落地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走开。离开前，他一把抓起玛丽安的头发，不顾莱亚斯的劝说，拽着人就往门口走。他那阴冷的笑声越来越远，两人的身影最终消失在门口。莱亚斯双腿一软，跪在地上，内心充满了愧疚。我是不是把哈特卷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里？对不起，哈特，对不起。几天后，办理入学手续的日子到了，哈特还躺在湖畔小屋玩游戏。要不是夏洛特提醒，哈特还没意识到这点。一提到上学这事，哈特就心情沉重。其实，在父母目送他离开城堡的那天，哈特没有直接前往王都，而是悄悄乘着马车回到了第二住所，也就是这里。早在几天前，哈特就已经在王都附近设置了任意门。因为不想比预定日期更早抵达王都，他便一直在这里摸鱼，摸到了要办理入学手续的这天。离开前，他被情绪崩溃的弗拉拦下：“哈特大人，请您务必再考虑一下。”弗拉依然执着于去王都照顾主人的起居，但哈特并不打算改变主意。夏洛特试着让弗拉振作精神：“弗拉，我们还有其他事要做呢，应该先专心处理那些事才对呀。”夏洛特安抚完弗拉，便抬头用坚定的眼神看向哈特：“这里就交给我，哥哥去完成王都那边的任务吧。”哈特拉开任意门，在离开前回头看了妹妹一眼：“那我们走了。”接下来他们能顺利办理好入学手续吗？下期继续。另一扇任意门被哈特放到了王都附近的森林里。哈特找了半天，只有这里适合藏门。他带着丽莎穿过郁郁葱葱的树木往前走去，走到尽头便看到了一条延伸至城门的大道。哈特眺望近在眼前的王都，却无奈地叹了口气：“还是好远，但是飞过去太显眼，只能自己走了。”就在这时，丽莎注意到底下的异样，
哈特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看到一辆载着人的货运马车正被一头凶猛的野牛追赶，马车全速前进，却始终无法甩掉野牛。热衷学习的丽莎把王都及其周边的地理乃至魔物分布都塞进了脑子里，她当即根据这些信息分析现状，得出结论，那是伊比尔野牛。王都附近几乎没有这种野牛的踪迹，它可能是和牛群走散了，因为找不到食物才袭击人类。哈特本可以装作没看到，但这么做有损形象，要是被夏洛特知道的话就麻烦了。反正也不赶时间，索性帮帮那些人。于是哈特吩咐丽莎留在原地待命，自己则变身成黑色战士一跃而下。当他向下飞去时，马车的轮子刚好撞上石头，车轴断裂，马车侧翻，车上的人急忙抓紧扶手，但有一个小孩子被甩了出来。哈特立刻造出结界拖住那个孩子，好让旁边的白马尾从后面抓住孩子。在小孩被救回来后，马车也停了下来。白马尾脱去斗篷，撑着扶杆跳下马车，不顾危险站在了马车前面，并回头对其他人大喊：我来吸引这个魔物的注意，你们趁机快逃。哈特判断这人很强，便停在空中打消了出手的念头。野牛果然被挡在最前面的人类吸引了注意力。白马尾眼见魔物朝自己猛冲了过来，握紧拳头，在被撞的瞬间抓住对方的脑袋，试图使他停下。野牛喘着粗重的气息，鼻孔中喷出热气，他猛地用力向上一顶，就将白马尾抛向空中。这个结果出乎哈特的预料，白马尾摔在地上，全身仿佛被重型卡车碾过般疼痛。刚才被救起的小孩在旁边焦急大喊。白马尾刚忍着疼痛撑起上半身，野牛就跑回来发起第二回合进攻。看这样子，哈特不得不出手帮忙，便见一个身影从空中迅速落下，只用一脚就将野牛击晕，掀起一片尘土。哈特踩在倒下的野牛身上，与白马尾对视了一眼。你是……等回过神来，白马尾才意识到自己的无礼。不，我是不是应该先向你道谢？面对这么直白的问题，哈特只能照实回答。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吧。白马尾呼出一口气，向救命恩人道了谢。在这期间，哈特就用结界给他治好了伤。白马尾察觉到身上的伤口正在快速愈合，脸上写满了困惑与惊讶。这是你做的？哈特摸摸脑袋，温柔地回答：因为我不想看到别人受伤。没想到白马尾居然看出这种治疗手段与一般的治愈魔法不同。为了避免对方深究下去，哈特正想转移话题，刚才那个小孩就跑过来打断了他。在得知白马尾的伤已经被突然出现的陌生人治好后，他回过头朝哈特看了过来。哈特紧张的心脏狂跳，幸好最后没被小孩子当成可疑人士。谢谢哥哥，你居然能收拾那么大的魔物，真是太厉害了。哈特心情大好，摆出招牌动作说道：不用道谢，毕竟我是正义的执行者修瓦。在哈特报上名号后，不远处马车旁的大人们似乎都愣住了，只有这个小孩带着纯真又充满憧憬的目光，发出由衷的赞叹：好厉害呀，太帅啦！在这之后，哈特修理了损坏的马车，顺便治疗了下受伤的马先生。白马尾呆呆地望着哈特的背影，好厉害，你竟然什么都能做到。为了防止对方继续问下去，哈特主动转移了话题。经过打听，他才知道这辆简陋的马车其实是公共马车，是像白马尾这样的穷人也可以坐得起的交通工具。他在南边的修道院搭上马车，绕道经过北边的小村子才到这里。说着说着，白马尾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因没有值钱的东西能当作谢礼而感到抱歉。哈特并不在意，毕竟正义使者不追求回报，但白马尾坚持报恩，表示以后若有机会必当重谢。哈特在离开前透露自己打算把魔物弄回牛群，白马尾对此感到意外，没想到恩人会对魔物温情以待。其实哈特只是觉得对方也没对自己做出什么，不必赶尽杀绝。白马尾听完解释，嘴角勾起一抹笑容，要是像你这么思考的人能越来越多就好了。我们还能再见面吗？哈特背对白马尾，顿了下给出回答，谁知道呢？牛先生醒来后，开心地吃完丽莎找来的食物，满足地打了个饱嗝，然后按照丽莎指示的方向返回族群。这件事情到这里便圆满结束了。丽莎跟在哈特的后面，回想起白马尾给她的奇怪感觉，只可惜她无法用语言描述那种感觉，或许再靠近些就能明白那是什么。不过哈特对此并不好奇，毕竟他不打算在王都久留，也不想和任何人扯上关系。那么白马尾到底是谁？哈特还会再见到他吗？下期哈特将和妹妹在王都约会，敬请期待。上一话说到，哈特抵达了王都，
当他带着丽莎来到王丽格兰菲尔特特级魔法学院时，门口已经大排长龙。哈特遵循引导来到了队伍最后面，耳边不断传来人们的交谈声，回家的念头愈发强烈。他交握双手放在前面，微微弯曲身体，尽量缩小自己的体积以减少存在感。等了一段时间后，哈特终于排到了入口处。排在他前面的学生充满了朝气，而他则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本以为进入事务局后很快就能办理好手续，工作人员却给哈特搬来了一大摞文件，这些居然是入住宿舍需要填写的表格。学院的工作细致到连行李信息都要求学生上报。哈特乖乖拿起笔填写，越写脸色越糟糕，就好像被这堆文件吞噬了大量精力一般。好在填完文件就能去查看宿舍，这里宽敞整洁，窗户将温暖的阳光引入房间，照亮了每个角落。但哈特并没有因此感到放松。等丽莎确认完附带的随从房间，哈特整个人就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一样。他在房间里设置好任意门，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湖畔小屋。夏洛特和弗拉早已恭候多时，热情地欢迎哈特回来。但哈特一回来就疲惫地瘫倒在沙发上，差使弗拉去弄点吃的。弗拉正想借此表现一番，就被夏洛特打断。要不我们去王都的餐厅吃饭吧？哈特不忍拒绝妹妹，但他刚从王都回来，身心俱疲，不想出去。弗拉见哈特犹豫不决，便想说服夏洛特留在家里，但夏洛特只在弗拉耳边嘀咕了几句，就让他改变了心意。哈特大人偶尔去外面吃一次也不错，当然我也会跟您一起去。为了防止弗拉的魔族身份暴露，夏洛特特地准备了伪装道具。他先用兽耳风发箍包住弗拉的耳朵，再把他的尾巴收进长裙里。虽然藏好了魔族特征，但弗拉这怪异的姿势难保不会露出马脚。无奈之下，哈特用光学迷彩结界遮住弗拉的耳朵与尾巴。弗拉摸摸头顶，确认耳朵还在，只是看不见了，然后又张开双腿，粗鲁地撩起裙子检查尾巴。等他检查完，哈特才慢吞吞地从沙发上起来。最终哈特还是决定满足妹妹的愿望，带他们去王都吃饭。他们畅通无阻地离开学院，一路上没遇到任何检查，穿过学院周边的住宅区，便来到了商铺林立的大街。王都是一座高墙环绕的城塞都市，王城坐落在相隔不远的小山丘上。其实这里充其量是围绕王城发展的城市，但他们4位都是第一次来到王都，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夏洛特兴奋地指着街上的店面与丽莎分享，刚出生不久就被遗弃的哈特完全不知道这里居然如此热闹。虽然走在前面的2位小姐实在太闹腾了，但看到夏洛特兴奋的样子，哈特身为哥哥也跟着感到开心。他们走进夏洛特挑选的餐馆，愉快地享用了一顿午餐。哈特本想吃完就马上回去，夏洛特却铺开地图安排任务。为了掌握王都的地理状况，他吩咐弗拉负责调查南边，丽莎负责西边，自己则和哥哥一起调查东部。哈特本以为妹妹只是来王都游玩的，没想到还有这种任务。夏洛特挺直了背，认真皱起眉头，解答了哥哥的疑惑。玩是要玩的，做好调查是为了以防万一，毕竟我们不占据地利。哈特听到这里恍然大悟，想起了夏洛特之前的妄想。在分头行动前，他在不靠谱的弗拉身上布置好监视结界，才安心以兄长的身份陪妹妹玩耍。但在夏洛特眼里，事情有些不一样。便见他牵起哈特的手，甜甜地说道：“哥哥，我们走吧，这是我们的约会。”哈特愣了愣，完全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他心跳加速，极力保持冷静，对自己说，妹妹是受了动画的影响而不懂约会的真正意思。但他转念一想，路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兄妹，所以哈特想在脑海中找出类似的经验以供参考。可他上辈子根本没有和约会相关的经历。想到这里，哈特笑了笑，换个角度来看，这就是他的第一次约会。没办法，一切都是为了可爱的妹妹，只能尽力配合咯。一般来说，资深家里蹲是无法理解逛街乐趣的，但这并没有降低哈特为妹妹花钱的意愿。在看到妹妹盯着商品闪闪发光的眼神后，哈特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他想要的东西。他总觉得妹妹比平时可爱了好几百倍，这或许就是约会的魅力吧。逛完东部，夏洛特带哈特来到中央广场。他总是不好好看路，一不小心就撞上了从旁边冲出来的女生。在2人互相道歉时，哈特认出了对方，这不就是上午被暴躁野牛撞飞的那个白马尾吗？尽管那时哈特以黑色战士的身份亮相，但他还是心虚地扭过头去，生怕被对方看出来，
没想到白马尾竟然真觉得哈特熟悉。他对哈特的长相没什么印象，却在哈特身上感受到一股庞大而熟悉的魔力。我的魔力等级只有2，就算被说成强大，我也只会觉得你在嘲讽。听到哈特这么说，白马尾有些怀疑自己，他盯着哈特看了很久，最终认定是自己弄错了，诚恳地向哈特道歉。虽然哈特心里也有疑惑，但他不想继续讨论这件事，便赶紧转移话题。白马尾想起要去面试工作，向他们挥手告别。夏洛特凝视着他飞奔离开的背影，总觉得对方身上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和其他人不一样。哈特猜测，像魔族或夏洛特这样魔法等级很高的人，或许能感知到某些东西，但无论如何，哈特都不想再和他扯上关系，以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他要在入学典礼前尽情享受家里蹲生活。下一话，哈特将接受入学测验，他能如愿退学吗？哈特从湖畔木屋回到宿舍，被分身告知要参加入学测验。分身在顶班期间接到了教职人员的通知，他态度坚决，不愿帮哈特应付考试。他希望哈特能体谅下自己，毕竟他代替哈特待在宿舍那么久。哈特仔细想想，认为这或许是个好机会，只要他在测试中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废柴能力，就有可能被直接赶回家。出于这种打算，哈特充满干劲地跑出了房间，分身则通过任意门回去了。举行入学测验的教学楼屹立在学院主校区，2排郁郁葱葱的大树挺立在路边。哈特躲在其中一棵树后，警惕地观察四周，在确认周围没有人后，才贴着路沿迅速前进，最后顺利到达入口。哈特刚松了口气，就被一个满身是汗的长袍叔叔叫住：“您不会就是泽菲斯卿家的哈特少爷吧？恭候您多时了，请跟我来。”看来这位就是监考官了。哈特乖乖跟在他身后，来到一间宽敞的半圆环形阶梯教室，这里看起来能容纳100人，现在却只有哈特一名考生。哈特打量着这间教室，一联想到以后要在这里上课，就双腿一软跪在地上。监考官听见动静，转过身关心哈特的状况。哈特装作没事起身，心里更加坚定了考砸的决心。笔试时间是1小时，据监考官说，这份卷子上都是基础题。哈特看了看写满题目的卷子，本想赶快写下错误答案回家，但他无论怎么看都看不懂这纸上的试题。于是哈特直接按照实际情况写上不知道，顺利完成了第一部分的题目。接下来，哈特在另一页看到了关于结界魔法的问题，因为担心所有题目都写不知道会被怀疑，他便在这部分看得懂的题目上写出了比较像样的答案，比如制造出来的结界可以移动，结界上面可以涂抹颜色，维持结界完全不耗费魔力。埋头答完第2部分的题目，哈特擦擦汗水，翻到最后一页，这上面竟然全是古代魔法题。以前为了方便过家里蹲生活，哈特谎称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他也确实在藏书室里学习过一段时间，到现在还能想起那个名字很长的作者写的书，真的非常有趣。于是哈特洋洋洒洒地在纸上写下答案，在这部分尽情发挥，一不小心就写了很多内容。交卷时，哈特看到监考官又出了许多汗，他刚准备回去，就被告知要去测定魔法等级。哈特在申请时填写的魔法等级为2，一般来说，这么低的等级不会有人虚报，他却被要求再次测定。哈特想，反正学院确认了测试结果，就会明白自己有多废柴，便配合地跟着监考官来到一间像接待室的房间。你辛苦了，布尔克斯。哈特听得见声音，却看不见人影，困惑地左右张望，直到那个声音提醒哈特看下面，他才看到一个头发蓬松的女生，穿着和监考官同款的黑色长袍，仰视自己。你就是哈特？黑发很不错，长相我也喜欢。哈特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这个小不点是什么情况？便见对方舒服地坐到沙发上，进行了自我介绍。我叫提亚利耶达·卢塞亚奈尔，在这里进行和古代魔法相关的研究。提亚敏锐地捕捉到哈特眼中的怀疑，不仅生气地训斥他没礼貌，还端起架子。就算你有国王的推荐，要是坏了我的心情，我会让你连入学典礼都参加不了，就打道回府。殊不知他若真这么做，对哈特来说正中下怀。哈特毫不掩饰心中对退学的渴望，异常的反应引起教授的兴趣。我并不讨厌奇怪的男人，这样反而让我胸中充满期待。提亚配合自己的话，挺起平坦的胸部，然后莫名其妙地冲哈特发火。你这家伙在看哪里？是不是觉得我根本就没有胸？不过像你这样的少年敢用这种眼光看我，还挺不错的。哈特被他弄得满头黑线，希望这场闹剧赶紧结束。好在监考官布尔克斯及时提醒，提亚才接过哈特的试卷，认真查看。那我就来看看你到底掌握了多少魔法知识。
他收起看戏的表情，边看边发出的声音。在浏览到某处时突然愣住，然后死死地盯着试卷，但他看完后什么也没说，板着张脸就开始测定等级。哈特以为自己乱答一气惹恼了教授，他向水晶球伸出右手，提前做好了被骂废物的心理准备。水晶球却发出特别明亮的光芒，哐哐震动，并在周围刮起一阵旋风。咔嚓一声，球面突然出现裂痕，紧接着整颗水晶球都裂开了。教授和满身是汗的监考官张大了嘴，哈特也惊讶地愣在原地。他怀疑这颗水晶球是粗制滥造的垃圾产品，但在找到相关证据前，这东西都是贵重的存在。他猜测自己作为罪魁祸首，应该会先遭到一顿痛骂，再被赶出学院。哈特在心里祈祷这一幕发生，最后等来的却是赞美之词。太优秀啦！你看到了吗，博尔克斯？你家水晶裂开了，这就证明他拥有水晶承受不了的巨大魔力。监考官擦擦脸上的汗水，提醒教授，哈特申报的最大魔法等级只有2。提亚摆摆手，并不相信，毕竟凡事都有例外，而且米家水晶是尚未查明原理的遗物，测定结果未必准确。接下来，教授拿起哈特的试卷，谈到对方让他欣赏的另一点。本来新生答不出第一部分宫廷魔法师级别的题目就情有可原，哈特竟然有全部写上不知道的勇气，而且后面对结界魔法的解释相当优秀，对古代魔法的见解简直就像从他的著作中摘抄出来的一样。哈特听到这里才反应过来，没错，这位教授就是那个名字超长的作者。他一脚踩在沙发扶手上，以十足的气势宣布要将哈特收为自己的学生。哈特从两人的对话中了解到，这个测验正是教授擅自决定的。他觉得自己被当成了寻开心的道具，气不打一处来，便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加入研究室的邀请。短暂的沉默过后，提亚再次抛出橄榄枝。即便如此，哈特也没有改变态度，就算是被打死，他也绝不加入提亚教授的研究室。哈特留下狠话，就大步走出这里，回到学生宿舍。他打算把接下来的事情都交给复制品来处理。分身忍不住数落哈特，明明以吊车尾为目标努力，却在一开始就得到了极高评价。哈特承认这次的失败，但他不会放弃提前退学任务。下一话，分身将代替哈特出席入学典礼，敬请期待。点击特别关注会收到更新提醒哦。这期视频将带来第4卷附带的4则番外。哈特用结界制作了测定魔法等级的装置，试着给弗拉和夏洛特测定了下魔法等级。结果显示，弗拉身为魔族，有着超越普通人类的等级上限。要是再聪明点，哈特会交给他更多任务。另外，夏洛特的等级上限61也很高，难怪会被王妃盯上。毕竟王妃公开的等级只有44/46。他认为聪明的妹妹只要稍加训练，很快就能达到最大值，却被夏洛特告知那是不行的。他在婴儿时期制造出危险的火球，吓坏了母亲，被施加了封印之术。哈特正替妹妹惋惜，就被问起自身的等级。弗拉信心十足的预测超过了100。哈特不想让妹妹和弗拉失望，最终选择了保密等级这种体面的方式。这是2岁的哈特刚学会走路后的故事。他克服重重困难，终于熬到了能独立行走的年纪。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尝试过家里蹲生活。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机会，趁娜塔莉亚和女仆聊天时溜走了。在他们焦急地找人时，哈特偷偷来到某个空房间外，用结界魔法推开对他而言十分沉重的大门，踩在柔软的地毯上参观了整个房间。这里宽敞明亮，家具和摆件尽显奢华与典雅。哈特看得挪不开眼睛，陶醉其中，完全没有察觉到身后悄悄接近的黑影。娜塔莉亚从背后捞起哈特，把他紧紧抱在怀里。自那以后，家里对哈特的监视就变得更加严格。这天，夏洛特给黑色战士起了个合适的名字，掌管破坏与创造的最高神明，其名为修瓦尔茨·库里格，简称修瓦。这串听起来像德语的名字是夏洛特从网上查到的，他觉得这个名字十分适合哥哥。每到这种时候，哈特总觉得自己罪该万死，他居然把异世界的贵族小姐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天，夏洛特视察了湖畔木屋附近的魔物乐园，夏洛特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个适合这里的名字，就叫逢魔庭院，怎么样？骷髅团长强尼表示，这实在是太棒了。自此以后，夏洛特的中二病越来越严重。漫画第4卷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期入学典礼后的风波，点击特别关注会收到更新提醒哦。在入学典礼这天，分身无精打采地坐在床上，夏洛特替哈特转交了一把武器给他，祝你圆满完成任务。
分身从皮套中抽出手枪，微微勾起嘴角，但一想到要替哈特参加入学典礼，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他与哈特共享过去的记忆，但他只是一具没有魔力的空壳。这把魔法手枪便是哈特给他防身用的。说到底，他只是个分身，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就算再不情愿，还是得出门完成本体交代的任务。他在瞌睡中完成了整个仪式，抢在大部分学生前面跑出讲堂。就在分身以为工作结束，如释重负地赶回宿舍时，迎面走来一个学生集团，一位金发帅哥披着华丽的斗篷走在最前面，身边环绕着好几位跟班。分身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队现充大军，和他们扯上关系一定没好事。于是他向墙边靠去，蜷缩身体，尽量减少存在感，同时低头看向地面，以避免对视。就算这样，在与他们擦肩而过时，分身还是听到领头的公子哥发出声音：“喂，那边那个人！”分身被吓了一跳，直到发现对方不是在叫自己，才松了口气。他害怕乱抬头可能会对上视线，卷入麻烦事，便打算低头通过，尽快逃离这里，却没想到自己会撞上一面柔软的墙壁。分身后退半步，抬起头，这才知道他撞上了熟人白马尾。他还没想通白马尾出现在这所学院的原因，就和对方一起被公子哥叫住：“喂，你们两个为什么没行礼就直接从我身边过去了？”白马尾一愣，真诚发问：“是我失礼了，但学院的规章制度中没有这种要求吧？”公子哥眉头抽搐，提高了音量：“不是说规章制度，我是说你们必须向身为副会长的我行礼。”白马尾真诚道歉，表示自己是新生，不知道这条规矩。公子哥也就是副会长叹了口气，转而要求站在旁边的分身向白马尾进行说明。分身心道不妙，他怎么可能清楚那是什么规矩？当即决定随便编个借口溜走。于是他装出痛苦的样子，弯腰捂着肚子大喊：“哎呀，疼死了，肚子突然好疼，抱歉，我快忍不住了，能先离开吗？”可惜他这拙劣的演技被人一眼看穿，副会长发觉自己被愚弄，气得要亲自教导分身礼仪，便见他猛地朝分身伸出右手，手掌前面砰地出现一个魔法阵。分身见势不妙，撒腿就跑，但还没跑出多远就被击中了后背，衣服被烧焦了一大块。在他倒下时还冒着烟，好好反省下自己的行为吧。副会长刚得意地留下这句话，分身就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拍拍沾满尘土的衣服，看样子只有衣服受了伤。分身在心中感谢哈特给他的身体施加了防护结界。副会长见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分身突然想起自己拿的是差生人设，应该感到疼痛才对，便马上抱住身体扭来扭去，发出痛苦的呻吟。但这段表演于事无补，副会长追问他为什么还能站起来。这时从刚才为止一直愣在旁边的白马尾走了过来，他大步流星地走到分身面前，真诚地道歉：“我整理了一下情况，并思考了下该做什么，然后发现在这个情况下我必须先向你道歉，因为是我将你卷入这场风波里，对不起。然而现在并不是适合道歉的时候。”接着白马尾提到他本打算平息副会长的怒火，但直到现在他都无法理解对方生气的原因。分身注视着白马尾，一时间无话可说。他知道自己不擅长跟他人交流，没想到眼前这位小姐居然比自己还没颜色。在白马尾与分身说话期间，被他们忽视的副会长失去了理智，他不听劝告，不计后果，打算发动更强的攻击。分身嗅到危险的气息，先推开白马尾，嘱咐他快逃，再从怀里掏出魔法手枪，朝那家伙开了一枪，而后受到强烈的冲击，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才停下，求生欲促使他赶紧逃离。至于那位公子哥，他似乎被伤得不轻，分身飞奔离开时还听到了他的惨叫。一段时间后，分身才狼狈地逃回宿舍，他抱膝坐在床上，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哈特看到分身这副惨状，理解了他的不易。鉴于分身在逃离副会长后又被教授追着跑了好久，哈特贴心地嘱咐分身回去好好休息。今天发生的纠纷令他在意，他打算做些必要的调查。下一话，哈特将收到决斗申请，是谁发起的？他会同意吗？点击特别关注会收到更新提醒哦。在纠纷发生后没过多久，哈特就收到了副会长发出的决斗申请。他烦闷地坐在床上，手上的决斗信是20分钟前一名女生在宿舍正门门口转交给他的。因为你的失礼行为，修奈达尔哈芬殿下向你发出决斗申请。哈特接过信件，愣了下，当场拒绝。但据这女生所说，像这种按照贵族礼仪发起的正式决斗申请，若不用正当理由拒绝，会让他的父亲蒙羞，而且如果故意输给对方，还会产生比拒绝更严重的后果。他希望哈特全力以赴。总而言之，因为不能拒绝，也不能被看出放水，事情变得很麻烦。
哈特分析对方身为副会长，应该具备一定实力，分身之所以能毫发无伤地离开，是因为对方手下留情了。万一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赢了精英学生，那差生人设就完全崩了。哈特觉得自己必须想个合理的方案输给对方，但他又害怕疼痛，不想受伤。经过一番纠结，哈特决定先监视替修奈达尔跑腿的女生，以搜集情报。只有知道了对手的魔法等级和属性，才好制定对策。意外的是，画面上居然出现了白马尾的身影。他们坐上马车离开学院，在晚上抵达位于王都中心区的哈芬侯爵宅邸。白马尾请求修奈达尔取消决斗，惹得他勃然大怒。他迎上对方锐利的目光，没有退缩。是的，这件事全是我的错，而且看起来你受到他的攻击，身负重伤。不管怎么说，这个状态都不适合决斗。修奈达尔被戳到痛处，生气地叫他闭嘴，但只是喊了一声，就牵扯到伤口，疼得表情扭曲。他迁怒于身后为他治疗的短发女生，泼了杯酒，责怪道：“你就不能快一点治好吗？慢死了！”短发女生马上战战兢兢地下跪道歉。哈特通过结界看到这一幕，既气愤又疑惑，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真是典型的人渣！这家伙还只身一人跑到这人渣的家里，到底在想什么？修奈达尔又冲白马尾发火，要求他先赔礼道歉，但就算得到白马尾的真诚道歉，他也还是不满意，面带不悦。在修奈达尔看来，不能让对方感到耻辱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他狡黠一笑，不怀好意地提出要求：“你就在这跳锣舞给我看吧。”白马尾听到这个要求，顿时脸色通红，不好意思地看向他处。修奈达尔故意告诉他，这是让自己平息怒火的好机会。白马尾纠结片刻，强迫自己做出了选择。他居然答应了这个过分的要求。修奈达尔和他的男性跟班们随即露出猥琐的笑容。哈特看到白马尾脸上认真的神情，顿觉不妙，便见白马尾慢吞吞地脱去外衣和裤子，难为情地扯下仅剩的衣服，遮住关键部位。他脸红得像西红柿，手抖个不停。修奈达尔见他这般磨蹭，扬起坏笑，提议让跟班去帮忙，但被白马尾婉拒。他在数道下流的目光中由下至上逐个解开纽扣，这把哈特气得脑袋疼。他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再天然呆也要有个限度啊！随后房间里突然变得漆黑一片，就在白马尾困惑地张望四周时，一块布料被丢过来盖到他身上。他发现前方站着一个熟悉的黑影。你是那时候的。哈特先做了个深呼吸，再指着白马尾训斥了一通。你能不能多爱惜一下自己？真是的，你未免太缺乏防备心了，我会直接把你传送回宿舍，快点穿上衣服回去。哈特像连珠炮似的留下这些话，就从白马尾身边离开，来到了将修奈达尔单独隔离的特殊空间。哈特突然出现在他身后，亮出身份和目的：我是正义的执行者修瓦，来这里是为了审判你的罪行。修奈达尔不觉得自己有错，抬起左手正想发起攻击，就因右肩传来的剧痛摔倒在地。他捂着疼痛之处，发现那里贴着某种透明而坚硬的东西，仿佛有两块看不见的圆盘一前一后挤压着原来的伤口。这便是哈特给予他的惩罚——万历组。接下来，哈特竖起3根手指，列举了修奈达尔犯下的3宗罪行。第一宗罪是蛮不讲理的挑衅新生，修奈达尔却不认为自己有错。在他看来，学院允许高年级指导低年级，自己身为哈特家的下任家主兼学生会副会长，对新生的指导在允许范围内。实际上，即使在校外，一般情况下，学生间的魔法战斗也是被禁止的。所谓的指导，不过是他自作主张采取的行为。修奈达尔的第2个罪行是向新生提出决斗申请，摆出贵族的架子，公开处刑弱小的低年级学生，这真是太卑鄙了。但在修奈达尔眼里，这不过是维护贵族尊严的正当行为。哈特可不听他的辩解。总而言之，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修奈达尔提出抗议，却被哈特反怼。你不也做过类似的事吗？修奈达尔顿时无言以对。他的最后1宗罪是骚扰女性，这点就连他自己也无从辩驳。哈特冷冷地警告他，不管是想把万历组取下来，还是想使用魔法，万历组都会转得飞快。修奈达尔不相信对方有这能力，试着咏唱魔法，万历组果然马上开始转动，右肩随之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哈特顺势劝他取消明天的决斗，并表示只要他好好反省，就会给他解除万历组。哈特交代完这些话就离开了，漆黑褪去，四周恢复原样。刚才不知去向的跟班们又回到了房间里。有人注意到修奈达尔的绷带上渗出了鲜血，赶紧叫人为他疗伤。结果万历组随着治疗魔法的展开而转动，
反倒加重了伤势。修奈达尔痛苦地喊停治疗，他那惨不忍睹的样子引起一声轻笑，这让修奈达尔更加憎恨修瓦。下期哈特将与玛丽安以及莱亚斯重逢，敬请期待。在与副会长产生纠纷的第二天，哈特被传唤到办公室，本以为等待他的会是退学通知，但教师们不仅都站在他这边，还对他教训修奈达尔的行为赞赏有加，甚至对他抱有期待，想让他再去测一次魔法等级。在被询问了将近1小时后，哈特终于能从办公室离开。他因为自己离差生人设越来越远而心情低落，并将一切归咎于那个可恶的公子哥。他在走廊抱怨时听到了其他学生的窃窃私语，有些高年级学生看向他的目光中甚至带着憧憬，或许他将修奈达尔打伤的事迹已经传遍了整个学院。哈特还没来得及躲回宿舍，就被突然出现的提亚教授逮住。教授绕到哈特前面，抓住他的衣服不让他离开。他对昨天的行为表示抱歉，声称自己有在反省，再次邀请哈特加入研究室。不好意思，我不记得你昨天跟我说了什么。哈特敷衍了一句就想溜走，却被教授再次拉住衣服，真拿你没办法。那我再跟你解释一遍吧。教授在地上画出2个小人，重复了一遍昨天的内容。学院共有2种类型的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择一种。身穿盔甲、手举武器的小人表示第一种课程，培养实战部队的骑士课程。学生们会在教练室学习魔法的使用与应用，这一课程将会把他们训练成未来国家的主要战力。手拿试管坐在桌前埋头研究的小人则表示第2种课程，待在研究室里开发新魔法、探索魔法使用方法的博士课程。从入学测验的试卷上看，教授认定哈特对古代魔法感兴趣，强烈要求哈特来自己的研究室。哈特却只想去没有他的地方。教授完全没把哈特的话听进去，自顾自地拿出申请表，要他在上面签名。就在哈特被教授纠缠时，有个壮小伙一边说着终于找到你了，一边向哈特热情地冲了过来。哈特灵巧地躲开对方的猛扑，同时抓住他的手腕往后一拧，然后用力按住他的后背，将他摁倒在地上。哈特疑惑地看着这位陌生小伙，直到玛丽安追过来喊出他的名字，莱亚斯。真是的，跟别人打招呼怎么能这么粗鲁？哈特这才知道壮小伙竟是凡人鬼莱亚斯，随即松开了手。几年不见，姐姐依旧那么漂亮，弟弟却变成了肌肉男。哈特从混乱中回过神来，礼貌地询问，请问找我是有什么事吗？莱亚斯以为他在恭敬地问自己，便装出平易近人的样子。你我同为新生，用不着这么客气。然而哈特问的是公主，莱亚斯马上原形毕露，生气地嚷嚷。在这段小插曲过后，公主了解到哈特还没选择课程，便开始和弟弟抢人。你要和我进同一个研究室吗？等等，你太狡猾了吧，老姐，哈特肯定是要和我去同一个地方的。教授上前一步，插入他们之间，加入争吵。都给我等一下，他已经决定加入我的研究室了。莱亚斯提出抗议，由老师来推荐太不公平，但教授丝毫没有让步的打算，即使对方是王族，也坚持到底。他们用锐利的眼神在空中交锋，如同2只即将展开激战的猛兽。接着，莱亚斯认出了提亚的身份。你该不会是提亚·利耶达·卢塞亚奈尔教授吧？教授骄傲地点点头。哟，没想到连王子都认识我，看来王族众人也对我的研究感兴趣呢。实际上，莱亚斯不仅不感兴趣，还凑到哈特耳边说了许多教授的坏话。哈特，你可千万别去这个教授的研究室，他研究的都是些过时的东西，根本做不出成果。听说还经常与其他老师发生冲突。教授立马摇头否认，不是他做不出成果，而是那些蠢货无法理解。但他的解释到了莱亚斯这里，反而成了刚才那些话的佐证。看到没，就是这种感觉。总而言之，玛丽安、提亚和莱亚斯这3个人都想要哈特，他们互不相让，尤其是王子和教授吵得不可开交，就快打起来了。没想到与姐姐和弟弟重逢后，哈特在选择课程上承受的压力是原来的3倍。就在这时，从刚才起就一直待在他们周围的白马尾终于找到了插话的机会。打扰一下，我找哈特有点事。哈特疑惑地与白马尾对视了一眼，灵光一闪，想到了摆脱麻烦的好办法，便见他突然抓起白马尾的手，向那3人说道：抱歉，其实我和这位约好了。3人齐齐愣住，不约而同发出困惑的声音。哈特趁机拉着白马尾跑远了。玛丽安架住莱亚斯，问那个女生和哈特是什么关系，但莱亚斯怎么可能知道这点？提亚教授则发出响彻天际的咆哮声：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哈特会作何选择？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哈特拉着白马尾一口气跑到森林。抱歉，突然拉着你离开，你有什么事吗？白马尾愣了一下。
相对那件事而言，他现在有更加在意的问题想问哈特：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真是同一个人吗？哈特顿时绷紧了神经，在确认自己没听错后，构筑起一个半径10米的半球形光学迷彩结界。哈特之所以造出这个坚固的牢笼是有原因的。既然白马尾能区分本体和分身，那他肯定不是普通人，而且他居然还能隐约感受到结界的存在。哈特犹豫了下，直截了当地问道：说说看，你觉得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有什么区别？白马尾仔细回忆了下，给出回答：我对你的印象依旧和初次相见时一样，只是昨天从你的身上完全感受不到丝毫魔力，今天却又从你身上感受到了仿佛随时能将人吹飞的威压。哈特猜测他应该是在感知魔力方面比其他人更敏锐，但威压这种说法，哈特只听像弗拉那样的魔族提起过，因此哈特有了个大胆的推测，难道说你是魔族吗？白马尾没有直接否认，他摸了摸脑袋，又检查了下身体，然后询问哈特自己看起来是否像魔族。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松了口气，这才做出回应。虽然很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会有那种猜测，但还是算了，我是人类，也必须是人类。虽然白马尾的反应很奇怪，但哈特判断他不是需要提防的人，便解除了结界，稍微解答了下他的疑惑。关于你刚才提出的问题，希望你能把我们当成同一个人。目前我只能这么回答你。白马尾感到奇怪，但没深究其中原因。那么他原本找哈特是为了什么事呢？原来白马尾是为了道歉和感谢而来。他为把哈特卷入纠纷而感到抱歉，同时感谢哈特在修奈达尔发动攻击前出手救了自己。此外，他还有一个不情之请，鼓足勇气才吞吞吐吐地说出来：请和我做朋友吧。意料之外的展开把哈特吓了一跳，他还没回应就被白马尾激动地抓住右手感谢：太好了，这还是我第一次交到朋友，所以我很开心。在这种气氛下，哈特想说一句我也是呢，但又想起自己还没同意。接下来哈特通过询问得知对方选择自己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他们经常见面。白马尾认为这或许就是缘分。哈特还了解了下白马尾以前的生活。哈特本以为自己已经够惨了，没想到白马尾的遭遇更惨。据本人所说，他一出生就被抛弃了，在那之后他又被收养人遗弃，总共被遗弃过4次。你被抛弃的次数是不是太多了？肯定有什么原因吧。白马尾闭上眼睛仔细回忆了一番，想到了一种可能，或许是因为他当初为了和大家沟通开口说话了。一般来说，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是不会说话的。后来白马尾被修道院收养，他在那里依旧没受到什么好待遇，只有当时的院长司祭大人对他温柔以待。但他在白马尾5岁时就去世了。修道院是个封闭的场所，与周围没什么交流。白马尾认为是这个原因导致自己缺乏人类社会的常识。听到这里，哈特猜测白马尾是想通过交朋友学习常识。在这个猜测得到本人的肯定后，哈特叹了口气：那你是选错人了，我并不是在炫耀，只是我也没有朋友，而且经常躲在家里，跟你一样没什么常识。哈特本以为这样就能打消对方想和自己做朋友的念头，白马尾却带着开朗的笑容提出一个令哈特意外的建议：那正好，我们就一起学习常识吧，我们2个似乎也有相似之处呢。哈特真想问问他，所谓的相似之处指的是不是身上祝孤生的气场？他在脑海中思索着，回想起对朋友的印象，想到的居然是差使人跑腿并强加无理要求的不良少年。不过哈特转念一想，改变了主意，他或许可以利用白马尾来躲避学院内的各种麻烦事。如果是出于这种目的的话，那么交个朋友也不是不行。于是哈特抱着这种念头询问白马尾想学什么，又得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答案：古代魔法。也就是说，他要去那个矮子教授的研究室。哈特只能这么回答道：那我也去那里，我们是朋友，还是去同一个研究室吧。白马尾听到哈特这么说，脸颊微微发红。呵呵，朋友，这样啊，听了我的故事后，你还愿意和我做朋友，我真的很开心，谢谢你。白马尾边说边绽放出宛如花朵般灿烂的笑容。哈特承认这个笑颜足以与夏洛特媲美，但他觉得自己才不会沦陷其中呢。他迫使自己恢复平静，做了自我介绍。随后白马尾以真挚的眼神注视着哈特，也报上了名字。对哦，在人类社会都是先报上名字再开始交流的。我的名字叫白马尾，到底叫什么？请看下期。在哈特拉着白马尾跑到森林时，夏洛特失落地趴在伏魔庭院的露天浴池边发出抱怨。自从哥哥去上学后，连陪我玩耍的时间都少了很多。
我好孤单啊。弗拉也因为没能陪在哈特大人身边而难受。丽莎用毛巾擦了擦脸，不好说什么。就在这时，夏洛特突然叫嚷着站了起来。他感应到哥哥身边发生了有趣的事，他必须去学院确认下。弗拉目送夏洛特离开，心中泛起不能同去的苦涩。原来哈特担心弗拉闯祸，禁止他去学院，弗拉只能继续泡澡，以排解心中的愁闷。如果不及时调整心态，他根本撑不下去。在弗拉看来，身为臣子就该陪伴在主人身边，可哈特偏偏不希望他跟去学院。弗拉一边抽泣，一边向丽莎诉苦，得到她的安慰。丽莎认为弗拉是个很有责任心的人。丽莎以前因为不会服侍人，所以才选择独自生活。她觉得弗拉能适应目前这种生活已经很厉害了。弗拉被丽莎夸得不好意思，说起自己以前在魔王身边负责统领魔族的事情。弗拉与魔王是盟友，魔王总是将魔族与魔物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心地善良。但也因为这样，魔王常常会在对待人类的问题上与其他魔族发生冲突。每当这种时候，弗拉就会出面调停。魔王的理想是建造一个能让人类与魔物共存的乐园。丽莎安静地听弗拉讲述往事。弗拉想着想着，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魔王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与闪光公主战斗，而决定直接认输。在人类对魔族发起攻击时，魔王竟让所有魔族都去逃命。为了理想，魔王选择牺牲自己，从很多年前开始就计划着要转生成人类。丽莎顺着弗拉的话提出了自己的猜测，魔王是想转生成人类后，以人族的身份改变大家的想法。弗拉对此表示认同。丽莎感叹魔王竟然考虑了这么多。弗拉倒是不怎么喜欢魔王这种天真的想法，而且惊讶于魔王居然被消灭自身的闪光公主生了下来。至于哈特为什么没有上辈子的记忆，弗拉的理解是，魔王为了斩断让自己无法狠下心来的天真，才舍弃了那段记忆。因为魔王经常用种族名的简称来称呼魔族，所以当弗拉听到哈特用种族名简称给自己取名时，非常激动。他当时差点喊出了魔王的名字。说起来，丽莎还不知道魔王叫什么。弗拉要求丽莎不要随便说出去，叮嘱完才说出魔王的名字：伊里斯·菲利亚。白马尾刚好拥有相同的名字。哈特给这个名字的评价是好长，便想简单称呼他为伊里斯。白马尾，也就是伊里斯·菲利亚，愣了一下，然后突然笑出了声。抱歉，我想起自己以前也常用简称来称呼大家。交换完名字，哈特就想回去，却被伊里斯叫住。经过提醒，哈特想起他们还没选课。那我们现在就一起选课吧，两个人一起弄更有效率。伊里斯的语气听起来不容拒绝，哈特只好把他带回宿舍填写选课申请书。他们将如何选择课程，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上一话说到，哈特交到了朋友，其名为伊里斯·菲利亚。哈特打算把伊里斯带回宿舍，一起填写选课申请书。快到门口才意识到对方可是女生呀，但这个时候再拒绝也太迟了。哈特只能尽快选完课，再请对方离开。他不知道此时妹妹正在房间里边看动画边等他回来。夏洛特听到门口的动静，转过头与刚进门的伊里斯对视了一眼。结合在露天浴池的预感，他有了糟糕的猜测，眼神里闪过惊讶和警觉。他慌张地走上前，正想问这位女生是不是哥哥刚交的女朋友，哈特便抢先一步介绍说这是他的朋友。夏洛特松了口气，原来刚才的预感只是预示哥哥交到朋友而已。真不愧是哥哥，这么快就交到了一位优秀的朋友。不过哥哥应该很快就能交到5到10个女朋友，所以我也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我准备成为哥哥的第2夫人。夏洛特说完这些话，就不顾外人在场，亲密地搂住哈特的手臂。哈特认定妹妹的行为是女孩子小时候都会出现的那种情况，一开始总是黏着哥哥，梦想以后要嫁给哥哥，但没过多久就会注意到哥哥身上的毛病，从而嫌弃哥哥。哈特一想到自己以后可能会被妹妹当成恶心的家伙，便心痛不已。他干脆答应了妹妹，这让夏洛特十分高兴，搂得更紧了。伊里斯不禁发出疑问，这样的对话在兄妹间很常见吗？哈特不太确定，但至少他和夏洛特之间总是进行这种对话。接下来哈特正式介绍两人认识，夏洛特提起裙子，向伊里斯姐姐低头行礼。随后哈特马上拿出学校派发的表格，开始选课。伊里斯坐在他的对面，夏洛特坐在他的右手边。为了快速决定课程，哈特采取了丢骰子的方式。伊里斯看到这种新奇的选课方法，还以为这么做在魔法层面上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但哈特只是在快速选择课程而已。
夏洛特清了清嗓子，替哥哥解释，因为这些课程对哈特来说都很简单，所以无论选哪个都差不多。但伊里斯对此无法理解。后来哈特觉得还要动笔填写课程太麻烦，便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妹妹。夏洛特感到无比荣幸，干劲满满，不一会儿就完成了填写。哈特看都没看就收起了选课申请书，他表现出对妹妹十足的信任，再次令伊里斯产生困惑。就连夏洛特都觉得不好意思，害羞地笑了笑。伊里斯再次向哈特提出疑问，你进入学院读书难道不是因为有想做的事吗？夏洛特主动替哥哥解释，学业之外的事才是哥哥的真正目的。但夏洛特不愿透露是什么目的，只是意味深长地告诉对方，伊里斯姐姐，哥哥需要从别人身上学习知识，这一前提本来就是错误的。哥哥可是一个早就超越了这些常识的存在。伊里斯竟对夏洛特的话深信不疑，看向哈特的眼神都带上了尊敬与佩服。哈特，原来你这么厉害啊！为了阻止妹妹继续胡说八道，哈特转移了话题。话说回来，夏洛特，你来这里干嘛呢？夏洛特缓缓起身，故作神秘地表示自己已经达到目的，准备回去。他礼貌地向伊里斯告别，又让对方产生新的疑惑。等等，你是怎么进入学院的？为了隐瞒任意门的存在，哈特连忙用手挡住伊里斯的视线。待妹妹离开后，才松开手，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伊里斯困惑地看了眼宿舍门，刚才开关门的声音可不是从那里传来的。哈特让他别在意这些细节。一段时间后，伊里斯也完成了选课。哈特一本正经地对他说道，那么接下来就请多多关照啦，伊里斯。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谢谢大家的关注。哈特与伊里斯的选课申请书被交到提亚教授手上，教授望着2份申请书，嘴角露出掩饰不住的笑容。看来你终于感受到了我的热情。提亚激动地与助手布尔克斯击掌欢呼。这下直到他们毕业为止，这栋研究楼都能一直存在，所以我们来举办一场迎新会吧。布尔克斯，快去准备饭菜。他们将学生留在杂乱的房间里，各自去做准备工作。顺便一提，今天来替哈特交申请书的是他的分身。由于开学第一天的纠纷给分身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现在本体和分身轮流上学，一人负责1天。分身交完申请书就想找机会偷偷溜走，但还没走几步，厨房里就传来布尔克斯的尖叫声。提亚叫上分身与伊里斯进去查看情况。他们看到地板上趴着一个被反绑双手的男人，布尔克斯被吓得瘫坐在旁边，眼角不停地往外掉珍珠。分身直接把这里当成了犯罪现场，看了地上那人的侧脸才认出对方的身份，这不就是给他造成阴影的公子哥吗？这时他又听教授说了容易引人怀疑的话，对哦，我都忘了他还在这里呢，难道教授就是犯人？实际情况是，修奈达尔昨天来拜托教授调查自己身上的奇怪魔法，因为从没听说过类似的魔法，所以他怀疑那是古代魔法，才来拜托专门研究古代魔法的提亚教授帮忙。教授接下委托，对修奈达尔进行了各种调查，最后这家伙在天快亮时累得晕了过去。在听教授说到这里时，分身惊呆了，他到底做了什么才会把那家伙变成这样？他又要怎么利用这家伙来研究古代魔法？便见教授先让伊里斯摸了摸这家伙的右肩，伊里斯摸到那里存在某种看不见的硬物，就好像有2个无色透明的圆柱体紧紧贴在肩膀前后。教授肯定了伊里斯的发现，接着说明了昨晚的调查结果。如果使用魔法来治疗伤口或做其他事，前后2个圆盘就会紧紧挤压他的肩膀。他从口袋里抽出一支笔，戳了戳圆盘所在的位置，结果笔竟能穿过圆盘扎到肩膀上，引起身体的抖动，似乎除了生物以外的东西都能穿过那个圆盘。教授做完说明，想听听伊里斯对此的看法。伊里斯沉思片刻，想到了无属性魔法。教授马上竖起大拇指，表扬他不愧是笔试第一，还用轻松的口吻道出一个具有冲击性的结论，这是用无属性魔法制造出来的结界。听到这里，分身和伊里斯齐齐愣住，分身紧张到心脏狂跳，没想到教授居然能看出那是结界。他安慰自己，对方不可能识破哈特的身份，并决定谨慎应对之后的事。就在他分神时，教授问他现代魔法和古代魔法的巨大差异是什么。分身摸摸脑袋，装成差生给出回答，差异在于古代魔法是远古魔法。教授笑了笑，夸张地叹了一大口气，接着点到伊里斯，从他那里得到了优秀的答案。首先，2者在属性上存在巨大差异。现代魔法存在属性，最基础的4种属性是火、水、风、土，还有3种更高级的属性是光、暗、混沌。
使用现代魔法除了会受到等级的限制外，还会被属性约束。古代魔法却不受属性约束，是无属性的魔法。有人说，那些失传多年的古代魔法里藏着许多秘密。其次，文献中提到两者还有魔力供给上的差异。即便没有魔力供给，古代魔法也能一直维持，现代魔法却会因为魔力耗尽而失效。教授指着那家伙的肩膀，告诉他们，这个魔法已经维持了1天半。伊里斯感到难以置信，心里冒出了个猜测，难道说现在还有人能使用古代魔法？教授无法完全肯定，要知道这种魔法存在于神话时代，魔法等级不到80级应该使用不了。既然如此，给修奈达尔施加这种魔法的人会是谁呢？教授向当时也在活掘宅邸的伊里斯投去锐利的目光。伊里斯连忙解释自己使用不了这么高级的魔法，他的样子不像装傻或撒谎，但教授没有放弃追问，毕竟修奈达尔交代施加者当时就在现场。伊里斯隐瞒了黑色战士的存在，教授只能从当事人身上着手，继续昨晚的调查。便见教授一把揪住修奈达尔的衣领，把昏迷的他从地上拽起，猛扇了他好几下耳光，每一下都发出响亮的啪啪声，并在他脸上留下一道道红痕。随后脸颊上火辣辣的疼痛使修奈达尔睁开了眼。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混蛋，你知不知道我是哈芬家的下任家主？教授不仅没被这家伙的身份吓到，反而揪住他的衣领，指着他的鼻子，告诉他只有施加者才能解除他身上的魔法，并再次劝他交代那人的身份。修奈达尔回想起那天受到的屈辱，犹豫了下才说道，我不认识他。那个男人穿着一身黑衣，声音也很奇怪。教授一眼看穿了他之前不愿交代的顾虑，身为魔法师被身份不明的男人封印魔法，与其说不愿被人知道这份屈辱，不如说是害怕透露对方的身份后有生命危险。随后教授根据修奈达尔的描述逐渐缩小范围，锁定了嫌疑人。分身假装不知情，和伊里斯做出相似的反应，但教授不被迷惑，坚定内心的想法，盯着分身故意问道，哈特，听说从好几年前开始，边境伯爵的领地内就经常出现一名神秘的正义使者，那个人的特征和修奈达尔说的一样，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分身摆出一张扑克脸，表示不知道。暗暗惊讶，教授居然对黑色战士有所了解，没想到对方还产生了怀疑。他之前只在边境伯爵领地内活动，但在你来到王都之后，他也出现在了这里。分身马上编了个理由应对，这样啊，他可能是来王都办事的吧。教授继续向分身施加压力，试图从他口中套出真相。原来如此，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先问清楚，为什么国王亲自推荐你来学院读书？分身不知如何回答，干脆敷衍说不知道，但这糊弄不了教授。紧接着，分身被教授紧紧抓住双手，无法挣脱，耳边响起他那兴奋的声音，你到底在隐瞒什么？你是不是掌握了不少我没听过的古代魔法知识？教授喘着粗气，对分身步步紧逼，甚至猜到了黑色战士的真实身份就是哈特，对哈特产生了浓厚的研究欲望。分身感到孤立无援，一想到修奈达尔的下场就害怕极了，就算有结界保护自己，他也没信心撑过长时间的监禁。他觉得自己好倒霉，总是遇到这种事，在心里呼唤本体过来拯救自己。就在这时，窗户被突然打开，一个奇怪的声音传进房间里，是在找我吗？正义的化身修瓦登场。若要问哈特为何能及时赶来救场，明天继续，接下来会更新第5卷的6则番外，敬请期待。这天，夏洛特带着纯真的眼神提到了对弗拉而言残酷的事实。弗拉，你不会飞吗？弗拉支支吾吾地回答道，不是不会哦，只是有点不太习惯而已。听到弗拉这么说，夏洛特的眼睛闪烁光芒，期盼对方教会自己飞翔。弗拉不忍心拒绝夏洛特，勉为其难地答应示范，便见他带着悲壮的决心，把手向上伸长，在夏洛特期待的目光中，咻的一下发射出去，在空中形成一条完美的抛物线后落到前方。弗拉又做了几次更高更远的示范，最后扑通一下落到森林里。他狼狈地回到城堡，全身沾满了树叶。夏洛特直夸弗拉厉害，向他投去羡慕的目光。哈特在房间里通过监视结界看到了这一幕，心里明白弗拉根本没飞起来。就在这时，娜塔莉亚出现了，她看到弗拉狼狈的样子，询问了事情经过，在得知夏洛特想学习飞行魔法后，表达了担忧，不允许年幼的女儿学习这么危险的魔法。夏洛特大受打击，眼神黯淡无光。他知道是自己提了任性的要求，便强忍着不让泪水溢出眼眶。
弗拉不忍看到夏洛特难过，全力冲刺跑向哈特的房间。弗拉虽然不会飞行魔法，但坚信哈特一定有办法让夏洛特飞起来。他闯进房间，滑跪至哈特身边，做出土下座的姿势。无需言语，哈特明白了弗拉的意思。他掏出在这段时间内准备的道具，实现了妹妹想要飞翔于空中的愿望，便见夏洛特乘着一架玩具飞机漂浮在3米高的空中。娜塔莉亚惊讶地盯着那个东西，仍然有些担忧。弗拉却信心十足地担保不会出现安全问题。若要问为什么，原因是这东西出自哈特之手。弗拉除了城堡的工作外，还有处理魔物纠纷和保护魔物的工作。这天，一头棕熊和一头山猪在湖畔木屋附近爆发了冲突。棕熊挥舞着大爪子欲撕裂对方，山猪则亮出尖锐的獠牙想刺穿对方。弗拉从天而降，插入他们之中，分别给了他们2拳，制止了一场凶残的战斗。棕熊和山猪委屈地坐在弗拉面前听他训话。弗拉训完话，了解了下他们之间的矛盾。原来猪先生闯进了熊先生的地盘，偷吃山药，弄得满地都是。弗拉让熊先生别计较，这次就算了。但熊先生和身后的幼崽显然无法接受这个处理结果。好在弗拉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准备了一个不错的觅食场所。随后他将熊先生一家带去河边，2头小熊快活地跳进河里抓鱼，熊先生也十分满意这里。最后弗拉警告熊先生不要越过森林靠近人类的村庄，当然他也同样禁止了那边的村民过来。如果以后还是有人出现在这里，可以直接把他们当成食物吃掉。熊先生发出嗷嗷的声音表示明白，其实弗拉在进行和魔物相关的工作时还挺用心的。自从把丽莎收为随从后，哈特一直很好奇他以前每天都窝在洞穴里做什么。这天终于找到机会询问。丽莎细细回想起那段漫长的家里蹲时光，她一般到了中午才起床，继续阅读前一天没看完的书，一直读到下午再次睡着，晚上醒来又继续看书，然后看到睡着为止。这简直是哈特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至于吃饭问题，丽莎一周大约只吃1顿，她因不规律的生活作息和节食行为被夏洛特训斥，在哈特眼里却成了值得尊敬的家里蹲界老前辈。这是丽莎还没习惯任意门之前的故事。这天，她紧盯着深深嵌入墙壁的任意门，请求哈特解释其中的原理。哈特用手比划了下，给了个简单的说明。这个我只是将2个结界连接起来而已。丽莎还是不理解任意门的运作机制，她认为空间转移魔法本来就是一种很高级的魔法，只有1个人应该是做不到的。哈特表示自己没怎么消耗魔力，应该不是他所说的那种魔法。丽莎想了想，提出一个自己能接受的推测，难道这并不是这个世界的魔法？哈特大人，您果然厉害。总而言之，丽莎最后接受了哈特的说法。第6则番外是作者对圆桌骑士的采访。哥哥拥有对抗恶人的力量，修瓦则是所有美好憧憬的象征。无论主人变成了什么样子，他也永远都是世界第一。我不太明白，但如果说修瓦是强大力量的化身，那我确实接受这种说法。主人，总之就是非常优秀。假如还需要用其他语言来表达的话，我认为他变成如今的模样。我喜欢主人。第5卷的番外就讲解到这里了，下一卷大家将看到家里蹲的成长，敬请期待。上一话说到，分身被教授逼问本体与修瓦的关系，哈特变身成黑色战士，及时赶来救场。分身松了口气，同时又被气得炸毛，在心里咆哮：这个混蛋从一开始就在监视我吧。正如分身所猜测的那样，哈特在小木屋里一边看动画，一边监视分身有没有被卷进麻烦事里，露出破绽。毕竟哈特深知，在这个世界上最不能相信的就是自己。便见黑色战士在教授面前极力撇清他与哈特的关系，声称自己来王都的目的是制裁扰乱秩序的恶人。但教授一开始似乎没把这些话听进去，他见到传闻中的修瓦，两眼放光，直夸他帅气。你那纤瘦却有着结实肌肉的体型，还有光溜溜的头盔，都代表了你的品味。后来教授才把注意力放回正题，你刚才提到了恶人，是不是代表你已经知道这个少爷加入某个邪恶组织的事？哈特没想到真有邪恶组织，夏洛特的妄想居然是真的。但他现在懒得管黑暗学生会和邪恶组织的破事，便顺着教授的话敷衍了几句，带过这个话题，然后将头转向修奈达尔，吓得对方颤抖了一下。接着哈特以取消决斗为条件，承诺明天早上解除万力组。修奈达尔紧咬嘴唇，压下心头的怒火，他不敢有意见，只能答应黑色战士的要求。哈特处理完这件事，
正想离开，就被禁锢魔法绑住了身体。教授见偷袭成功，得意地咧开嘴，放声大笑。哈特马上发动魔力测定，也就是设置在眼睛里的测定结界，看到了对方的属性和等级。他发现教授同时拥有多种属性，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禁锢魔法得到了土属性和暗属性加成，十分牢固。正因如此，教授对这个魔法十分自信，认为即使是黑色战士也无法解除。自他出现以后，教授已经产生了271个问题，在逼黑色战士回答完这些问题前，教授都不打算放他离开。然而哈特打出破坏结界，轻松破除了他的禁锢。就在教授大张着嘴巴感到惊讶时，哈特抓住机会用拘束结界控制住他的身体。你刚才绑了我，这是以牙还牙。教授感到脖子以下的身体像被埋进岩石里一样，动弹不得，就连呼吸也相当辛苦。即便如此，他仍然热衷于分析总结。太厉害了，布尔克斯，这是完全形态的领域固定。后来在布尔克斯着急的劝说下，教授总算为刚才的行为道歉，但他完全不像有在好好反省的样子，特别是还希望黑色战士能回答自己的提问。现在教授对他的疑问已经增长到了824个。布尔克斯更加焦急，却怎么也拦不住教授做出更失礼的行为。为了说服黑色战士解答疑惑，教授表示愿意提供相应的报酬，比如把第一次送给对方，包他满意。气氛突然变得尴尬，空气如同凝固了一般。布尔克斯双手紧握成拳，悲愤地大骂教授笨蛋。在这之后，教授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尿意袭来，他表达出想去厕所的念头，导致气氛再次变得尴尬，整个房间显得异常安静。哈特思索片刻，顺势提出解除拘束的条件，禁止教授继续调查自己。教授佩服对方的谈判能力，脸上满是焦急和痛苦的表情。为了不在学生面前出丑，他不得不答应这个要求。好吧，对不起，我真的憋不住了。直到黑色战士的身影消失在窗外，拘束结界才被解除。教授赶在尿裤子前冲进了厕所。下一话是新生欢迎会，大家喝醉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敬请期待。修奈达尔离开后，新生欢迎会开始了。房间里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分身吸溜了一口酒，装出喝东西的样子。教授仿佛忘记了之前的狼狈，热情地给伊里斯倒上酒。分身突然感受到身旁传来一道灼热的视线，布尔克斯脸色微红地注视分身，看得入迷，在酒精的作用下向分身讲起一段往事。布尔克斯觉得自己跟哈特很像，他们都很容易被卷进事端。比如哈特在开学第一天就被卷入纠纷中，他则是和提亚教授早早结下了某种孽缘。事情要从他在卢塞亚奈尔伯爵家当家庭教师时说起。那时布尔克斯的教学对象正是提亚。提亚从小到大都不是个让人省心的孩子，不论布尔克斯教什么，他都能举一反三，甚至冒出上百个问题请老师解答。他按照自己的兴趣不断积累知识，做什么实验都能收获成功。在家中学无可学之后，就进入了这所学院。布尔克斯被提亚的父母要求以助手的身份照看他，结果证明提亚从一开始就不需要指导，因为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天才，不仅开发了多种新魔法，还被认为是距离现代魔法最高称号贤者头衔最接近的人。说到这里，布尔克斯顿了下，呼出一口气，他实在不明白后来提亚为什么要放弃开发新魔法，而选择研究古代魔法，那可是早就失传，都不知道会不会有用武之地的魔法。分身宽慰布尔克斯，天才的想法不是凡人可以理解的，但这么说反倒使他想起不愿面对的残酷现实。布尔克斯是没落子爵家的三男，拼命努力才在这个学院取得教职。相比之下，提亚不仅跳级入学，而且不到5年就以首席的身份毕业，再过2年甚至获得了自己的研究室。分身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尴尬地保持沉默。就在这时，喝得酩酊大醉的伊里斯拿着酒瓶走了过来，他被地上散乱的书籍绊倒，身体失去平衡，倒在分身身上。他把下巴搭在分身肩上，嘴里发出2声带着酒气的傻笑，然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笑着问分身要不要来点酒，又不顾分身拒绝，强行往他的杯子里倒满了酒，最后拿起他的杯子，将里面的酒一饮而尽。分身这才明白，那是伊里斯给他自己倒的。伊里斯喝完酒，舒服地吐出一口酒气，随后毫无顾忌地扑向分身，直率地表达谢意。
哈特，谢谢你和我加入同一个研究室，在这里我也许能变得更强。说着说着，伊里斯就枕在分身的腿上睡着了。分身抱起伊里斯，让他睡在沙发上，刚给他盖上一张毯子，身后就传来教授的声音：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执着于研究古代魔法吗？分身听教授饶有兴致地道出原因。在入学测试魔力时，他发现伊里斯罕见地拥有所有属性，就像王道故事里从平民成长起来的主人公一样。只不过他的成长之路不会那么顺利，他的实际成绩相当糟糕，魔法等级可能止步于5。考虑到他年龄不大，很难判断魔法等级是否完全封闭。再加上笔试成绩是首席，所以才带着期待勉强让他入学了。他本人可能将赌注压在了古代魔法上，毕竟在古代魔法尚存的神话时代，100级随处可见，或许能在研究中找到帮助提升等级的线索或方法。教授之前没有研究过相关内容，这个新课题让他心潮澎湃。他认为竭尽所能去抓住任何一丝微小的可能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教授借着酒意说完这些心里话，脸皮渐渐变得沉重。随着呼噜声响起，这里就只剩下分身还保持清醒。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一轮弯弯的月亮悬挂在夜幕中。他将手肘放在窗台上，用手轻轻托起下巴，思绪飘向远处。因不明原因想要变强，等级却止步不前的白发少女，被誉为天才却遭家人疏远，依旧我行我素的矮子教授，自认平凡却因孽缘而跟着天才跑来这里的爱出汗叔叔。今晚这些掏心掏肺的谈话让分身感到开心。本体虽然没有亲身体验，但也有着相同的感受，毕竟他一直背靠墙壁悬浮在窗户外面。哈特调侃分身，明明被折腾得这么惨，却还会觉得开心。分身红着脸不知怎么解释。哈特将这种外冷内热的行为归结为傲娇。总而言之，他们都觉得现在的生活比上辈子好多了。在经历了这些事后，他们这2个家里蹲产生了不小的变化。他们竟然也开始觉得跟他人建立联系并不是那么令人厌恶的事。哈特以宿舍门禁时间过了为由，把分身留在了这里。你做的真不错，我走了。哈特留下这句话就关上了任意门。柔和的月光自高空洒下，给分身裹上一层银色的薄纱，也将修奈达尔的宅邸染上白色的光辉。修奈达尔逃回来以后，就在房间里不停地摔东西，发泄怒火。因为明天他取消决斗的消息将传遍整个学院，为了推翻王政，驱逐王妃，让父亲成为国王，他不惜去协助可疑的宗教路西法伊拉教，却在计划顺利进行时败坏了哈芬家的名誉。修奈达尔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咎于哈特和黑色战士，为了挽回一切，他叫来了哈芬家的特殊暗杀部队，命令他们今晚偷偷把那4人全部抹杀。然而他们始终没有注意到漂浮在房间里的不可视板状结界。暗杀部队能得手吗？请看下一话，感谢关注与点赞。学院深处，某栋老旧的研究楼静静伫立在月光之下，好几个黑影埋伏在正门附近的树林中。情报人员压低声音向队长汇报情况。屋内只有4名目标，他们聚集在2楼南侧中央的房间，似乎刚举办完聚会。有3个喝得酩酊大醉，哈特泽菲斯也在沙发上睡着了。暗杀对象正处于最理想的状态，但队长不会大意，他向手下确认了清场工作，得知负责布置消音措施和潜入探测网的工作部队10人均已就位，另外突击部队10人也已集合在现场。他们召集了整整20人的精锐部队，队长坚信这次行动不会失败。在开始行动前，还对作战方案进行了最终确认。他们计划一口气抹杀4个目标，然后处理好现场血迹，并将尸体丢到学院外治安不好的地区，伪装成半夜溜出学院遇上麻烦被害的假象。随着队长一声令下，作战开始。他们分为2支小队，一队向研究楼南侧跑去，准备通过窗户入侵，另一队直冲正门，打算从正门潜入。离正门还有几步远时，跑在最前面的队员突然撞上了什么东西，后面的队员纷纷停下脚步，2队合流。他们伸出手，仿佛摸到了一面看不见的墙壁。经过调查，他们发现整栋研究楼都被这种墙壁围了起来，即使抽出密银质小刀狂砍也无济于事。就在他们纳闷这是什么魔法时，面前凭空出现了一扇门。谨慎起见，队长派人过去查看情况。他想起其中一名对象身边有个叫修瓦的人，会使用各种离奇的法术，嘱咐去开门的队员小心行事。于是那人握住门把手，小心翼翼地转动。
就在门被打开的瞬间，一只黑手突然出现，猛地将他拉进里面，随后门被啪嗒一下关上。队长判断敌人可能使用了幻影魔法，隐藏在门后，随即命令手下释放魔法火球破坏那扇门，但谁也没想到门会被突然打开，他们倾尽全力放出的特大号火球射入门内，消失得无影无踪。随后门又啪嗒一下关上了，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队长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眉头紧锁，脑海里一片混乱，完全搞不懂这到底用了什么幻术。修瓦，那家伙究竟是什么人？随后队员慌乱的叫喊声拉回了他的思绪，原来就在队长分神期间，周围出现了好几扇相同样式的门，有些以奇怪的角度漂浮在空中，有些就出现在他们身边。队长敏锐地意识到了危险，急忙提醒手下远离这些门，但还是不断有队员被拉进门里。超乎常识的事情接连发生，但队长依旧保持冷静，努力分析现状。他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追溯不可视的魔力流，找出藏在附近的敌人。在下一扇门打开的瞬间，朝那里放出提前酝酿好的魔法攻击，终于击中了一名全身被黑色覆盖的可疑男子。就在队长命令仅剩的一名手下抓住倒地之人时，又有一名装扮相同的男人从他身后的门里出来。队长条件反射般转身，毫不留情地给了那人一发魔法弹，但他刚打倒这个家伙，前方又冒出6名黑衣男，他们穿着相同的衣服，迈着缓慢的步子走了过来。队长从未听说过修瓦是多人行动，他正思考着其中有何蹊跷，就被手下打断了思绪。现场仅剩的一名队员摘下黑衣男的头盔，看清了对方的面容，刚才被队长打倒的黑衣男正是被拽进门里的同伴。队长如梦初醒，顿时明白了这些黑衣人都是他的手下。就在他为亲手杀死同伴而悔恨时，头顶上方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队长猛地抬头往上看去，一名全身漆黑的男子悬浮于空中，他仿佛坐在看不见的椅子上一样，朝队长飘了过来。队长判断这才是真正的修瓦，正准备拼尽全力攻击对方，为同伴报仇，身体就突然动弹不得，就好像脖子以下的部分都被埋进了岩石里一样。其余19人也都被哈特用拘束结界定住了。哈特飘到队长面前叹了口气，话说你们的雇主居然会因为这点小事就来暗杀别人，真是离谱。队长同志，我会让你把知道的事情全都吐出来的。哈特会如何教训幕后黑手，请看下一话。哈特将暗杀部队塞进迷之空间，再带到修奈达尔宅邸。当他闯进房间时，修奈达尔还在等成功暗杀的报告。哈特坐在椅子上，偷袭者们被他丢在地上。修奈达尔本以为暗杀行动万无一失，没想到却出现了意外。他拒不承认和这些人有关系。哈特只好利用监视结界的录像功能，回放了一遍修奈达尔下达暗杀命令的画面。修奈达尔看完这段影像，无从狡辩。他不敢相信世上还存在这种能投影过去的魔法。哈特不想花时间解释这点，他本打算警告对方几句，再让他吃点苦头就走。修奈达尔却以为黑色战士要杀了自己，连忙抓起身旁的盒子，从中取出一支注射器，吼道：“我可是修奈达尔·哈芬，要继承国王宝座的男人！”他毫不犹豫地把注射器扎进手臂，身体随即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巨大变化，他的肉体就像充气似的不断膨胀，撑破了衣服，并导致腕力组脱落。整个人除了头部以外都膨胀成了原来的数倍，背部甚至顶到天花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令人望而生畏。在今天以前，哈特都以为这是只存在于动画里的剧情，伴随着足以让整座宅邸颤抖的咆哮声，修奈达尔抬起粗壮的左臂，用坚硬的拳头把哈特打到墙壁上。哈特顺势用结界撞破墙壁脱身，他在空中调整好姿势，稳稳落在宽敞的庭院内，再抬头向上望去，便见修奈达尔抓住被哈特打穿的墙壁，朝地面看了一眼，嘴里发出意义不明的吼声，跳出墙洞，庞大的身躯落至地面，投下一片阴影，带来一股无形的压迫感。哈特正思考着要如何对付变成怪物的学长，头盔上的通信装置便收到了来自妹妹的呼叫。哈特接通联络，面前马上弹出夏洛特的画面。原来他突然预感到哥哥即将大显身手，而从睡梦中醒来。为了应付爱刨根问底的妹妹，哈特编了个适合他听的故事。他谎称眼前的怪物是某个组织的改造人。夏洛特听到这么悲惨的遭遇，无法坐视不理。他请求哈特想办法拯救对方，既然是妹妹的恳求，作为哥哥哪有拒绝的道理。哈特刚做出帅气的姿势答应夏洛特，修奈达尔就对他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哈特不停跳跃，以躲避对方连续挥下的拳头。
随后造出2个结界，将修奈达尔的手臂定在空中，趁机切断他的双臂，并用神秘亮光遮住喷涌而出的鲜血。随后断口处冒出蒸汽，长出新肉，没过多久双臂就复原了。修奈达尔又抡起拳头砸向哈特，哈特一边躲避攻击，一边思索对策。就在这时，夏洛特道出了重大发现，坏人先生的身体似乎变小了，皮肤的颜色也变淡了。为了验证妹妹的发现是否正确，哈特从地上跳起，利用结界升到空中仔细查看。修奈达尔的身体确实缩小了，皮肤上混着紫红的黑色也变淡了。于是哈特心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只要把修奈达尔膨胀的部分削掉，他就能变回原来的样子。哈特向妹妹表达了谢意，紧接着数不清的武器突然显现在空中。为了一口气削去修奈达尔身上多出来的部分，哈特制造出所有能想到的武器，并使他们尖口朝下。在射出他们之前，大声喊出招式名，群刀乱舞。夏洛特看到新的必杀技，大为震撼，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随后哈特伸出右手，带着必胜的气势高喊一句：修奈达尔，变回你原来的样子吧。这些武器随即像子弹一样射向修奈达尔。修奈达尔在哈特布下的一道道圣光中发出痛苦的哀嚎，他那怪物般的身体重复着被削去又重新长出来的过程，直到修奈达尔变回原来的样子，哈特才停止攻击。修奈达尔全裸地跪在地上，失神地仰着头，关键部位被哈特的圣光遮挡。哈特庆幸自己猜对了，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他在放松之余不忘哄妹妹：夏洛特，是你救了他，谢谢你。夏洛特用崇拜的眼神望向画面中的哥哥，说道：不客气，虽然中途有些地方被迷之亮光遮住了，没看到，不过哥哥能把它变回去真是太厉害了，我今晚一定能做个好梦。夏洛特躺回床上与哥哥互道晚安。哈特关闭通讯装置，准备收拾残局。他飘回地面，来到修奈达尔面前，本打算给个警告，禁止他再干涉自己以及其他相关人员，但修奈达尔一与自己对上视线，就陷入恐慌，手脚并用逃离了现场。哈特认为对方处于这种状态无法沟通，便放弃了原定计划。他回收了那只修奈达尔用过的注射器，顺便修补了损坏的墙壁和地面，才回去睡觉。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感谢关注与点赞。黑色战士出现在王都的消息传进了王妃的耳朵里。在正式上课的前一天，王妃叫来了自己的孩子，她的目光紧紧锁在莱亚斯身上，冰冷的眼神中透露出不满和失望。入学典礼已经过去了好几天，莱亚斯却还未报告过任何情况。对此，莱亚斯给出的解释是自己没找到机会跟哈特搭话。吉泽洛蒂可不接受这种借口，他一言不发地站起来，无声地给莱亚斯施加压力。莱亚斯对上如利剑般锐利的目光，恐惧刚从心底升起，吉泽洛蒂就一脚踹翻了桌子，把他吓得浑身一抖。莱亚斯连忙道歉，期望获得原谅，但话还没说完，吉泽洛蒂已经走下台阶，来到他面前。他带着令人脊背发凉的笑容解释道：别这么害怕呀，妈妈只是担心你忘了答应我的事而已。随后吉泽洛蒂绕到莱亚斯背后，双手抚上他的肩膀，提起黑色战士出现在王都附近的消息。结果听到莱亚斯发出困惑的声音，他不禁反问了一句：阿拉阿拉，你怎么能连这种事都不知道呢？吉泽洛蒂突然用力按住莱亚斯的肩膀，将他按在地上，接着说道：你可是我这个打倒了魔王的闪光公主的儿子啊，但你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才能而骄傲自大，给我好好完成你该完成的任务，知道了吗？莱亚斯承受不住强压，痛苦地表示明白。吉泽洛蒂这才松开手，露出满意的笑容。尽管如此，他望着莱亚斯离开的背影，还是叹了口气。他认为莱亚斯的魔法等级不低，但内心太脆弱了，好在还能用作傀儡，也不妨碍自己的计划。随后吉泽洛蒂从胸口取出一张纸，带着阴冷的笑容自言自语：呵呵，席卷整个王都的盛宴终于要开始了，我也终于能摆脱这个可恨的枷锁了。说到这里，他放声大笑，笑声响彻整座离宫。最近弗拉和丽莎游走于王都的小巷，调查情报。弗拉双手叉腰，逼问路边的醉汉王都有没有危险的征兆，然而这位大叔根本听不清他说了什么。弗拉只好提高音量，凑到他跟前复述了一遍问题。就在这时，巷子里走过来3个男人，他们露出猥琐的笑容，表示愿意帮忙。弗拉跟在他们后面，被带到小巷深处，但这群不怀好意的家伙还没来得及做出什么事，就被弗拉教训了一顿。他们倒在地上，乖乖吐露相关消息。
弗拉和丽莎在圆桌会议上汇报了这些情报。总而言之，国王和王妃关系紧张，其他贵族之间也势同水火。夏洛特听完报告，更加肯定自己的猜测。王都已经笼罩在危机之中。说到这里，骸骨骑士强尼提到了那天晚上哈特与怪人战斗的场景。按照他的理解，主人已经处理掉了敌人的先头部队。他强烈要求夏洛特再放一次那晚的录像。于是夏洛特按下遥控器，给圆桌骑士们重放了哈特使用群刀乱舞处置修奈达尔的画面。骑士们不约而同发出惊呼。夏洛特带着崇拜的眼神赞叹哥哥实在是太棒了。弗拉也十分欣赏主人战斗时的英姿。强尼则对主人在压制敌人时展现的慈悲感到佩服。丽莎提醒他们跑题了，但她也想继续看下去。只有石巨人吉冈从一开始就睡着了。画面播放到最后，修奈达尔变回了原来的样子。夏洛特后来了解到，这人是学生会副会长。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心中渐渐成型。首先，夏洛特认为这家伙听命于黑暗学生会，这个结论马上引起了其他骑士的高度注意。便听夏洛特用认真的语气接着分析，他猜测敌方是感知到了哥哥的力量，才策划了此事。这个事件的背后一定牵连着足以撼动整个王都的巨大邪恶组织。弗拉轻哼一声，表达对他们的不屑。他坚信主人能战胜任何人。夏洛特肯定了弗拉的看法，但他觉得敌人藏在暗处，会给哥哥增加负担，因此他们必须行动起来协助哥哥。他的计划便是潜入学院，收集情报，从中找出与巨大邪恶组织相关的线索。在会议的最后，夏洛特呼吁，我们都是为此聚集在这里的有志之士，大家一起努力支援哥哥的伟业吧。圆桌会议准备出击，大家都愿意响应号召，为主人效劳。不过丽莎马上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她提醒夏洛特不能用圆桌会议代称，应该取一个合适的组织名。夏洛特的脑海里飞速闪过各种各样的词语，经过一番考虑，他提议将组织名定为卡米洛特。这个名字得到了其他人的肯定。最后，骑士们将手叠放在一起，大声喊出口号：卡米洛特出击！哈特通过监视结界看到这里，头疼不已，但他转念一想，结合提亚教授的说法，那个巨大的邪恶组织似乎真的存在。直觉告诉他，自己的亲生母亲极有可能参与其中。为了防止夏洛特他们在调查时遭遇危险，哈特加强了对王都的监视。不过他的目的仍然是尽早退学，过上安稳的家里蹲生活。下一话，哈特要去上课啦，敬请期待。清晨，林间清脆的鸟鸣声唤醒了熟睡的人们，柔和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室内。夏洛特揉揉惺忪的睡眼，向身旁的哥哥道了声早安。哈特艰难地睁开一只眼睛，懒懒地从床上坐起。他换上校服，完全提不起劲来，毕竟从今天开始就要正式上课了。临走时，夏洛特说明了日程，第一节是公共课，哈特能在课上和所有同班同学打个照面。哈特接过课程表，这才知道自己在西班。夏洛特猜测，这是因为哥哥受到国王的推荐和免除了入学测试，才暂时被分到了处于中游的西班。以后会根据定期测验的结果重新分班。他觉得哥哥完全有能力升到 A 班，但如果真是这样，对于想提前退学的哈特来说反倒很麻烦。哈特扫了眼这之后的课程，突然睁圆了眼睛，没想到除了公共课以外，夏洛特竟给他选了许多高年级高难度的课程。光是看到这些课程的名字，哈特就倍感压力。然而在夏洛特眼中，这些课程对哥哥来说小菜一碟。后来哈特转念一想，这么做也好，他选了这么多困难的课程，老师们肯定对他充满期待，如果他表现得很差，就能让他们失望透顶。一想到这里，哈特就充满了干劲，正要打开任意门，就被妹妹叫住。夏洛特张开双手喊了声哥哥。哈特收到暗示，想起出门前的仪式，转过身任凭妹妹抱住了自己。夏洛特把手紧紧缠在哈特腰上，保持着这个姿势直到满足为止才放手。最后，哈特在妹妹不舍的目光中带着丽莎穿过任意门回到学院。他刚打开宿舍门，就见到了等在门口的伊里斯。经提醒，哈特才知道对方是在等自己。随后，伊里斯疑惑地看了眼丽莎，哈特赶紧介绍他们认识。但引起伊里斯疑惑的并不是丽莎的随从身份。他盯着丽莎打量了许久，小声嘀咕道：“是这样啊，如果是哈特的随从，那倒是有可能。”伊里斯像是想通了什么，与丽莎友好地打了个招呼。他们一边走向教室，一边聊天。被分到 A 班的伊里斯对哈特居然在西班感到惊讶。根据他打听到的消息，教师分班时优先参考了笔试成绩。聊到这里，他们刚好走到 A 班门口。
伊里斯相信哈特肯定很快就会升到这里来，向他们挥手告别。在伊里斯走入教室后，丽莎的眉头皱成了8字，低声问道：“哈特大人，他真的是人类吗？”哈特突然想起入学前丽莎就从伊里斯身上感受到了奇怪的感觉，当时他离得远，无法说清那是什么感觉。即便现在能近处观察，他也无法分辨伊里斯是人类还是魔族。光从外表看，哈特不觉得伊里斯是魔族，也不觉得他会对自己有危害，便让丽莎不要过于在意。丽莎听了主人的话，表示明白。在这之后，因为随从无法跟入教室，哈特独自来到戏班。他一拉开教室门，便收到了许多来自同班同学和老师的目光。他被看得浑身不自在，飞快地奔向教室的最后一排。他打倒修奈达尔的事迹或许真的传遍了学校。好在没过多久就开始上课了，班主任推了推眼镜，说了几句能使学生们产生危机感的话，便宣布在这节课上进行突击测试。这是他为了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动力而采取的措施，在哈特的眼里却成了实现提前退学计划的大好机会。他一定要在这次测试中好好发挥，建立差生人设。开考信号响起，哈特拿起卷子粗略扫了一眼，在心底打了个大大的问号，因为这些题目也太简单了。夏洛特年幼时接受的英才教育，最初半年学的内容就是这些。当时哈特也跟着学了段时间，但不到1年就遭受挫折，放弃了。哈特困惑地望着讲台上的班主任，经过一番思索，才明白对方的良苦用心。班主任是想用一些简单的基础问题来减少大家的焦虑，通过表扬与鼓励促进学生们自信成长。既然如此，哈特觉得自己不能故意把这些简单的问题全都答错。他提起笔，以合格为目标开始答题。没过多久，考试便结束了。班主任逐份查看卷子，在看完一遍后，重重地呼出一口气。测试结果并不理想，平均正确率只有20%左右。听到班主任这么说，哈特皱起眉头，感到奇怪。班主任接着说明，这份试题即使让 B 班的同学来做，也只有50%左右的正确率。坐在前面的同学捂着脑袋松了口气，哈特却满头问号。他还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就被班主任盯上了。不过有一位同学虽然犯了很多低级错误，正确率却达到了60%，他就是哈特·泽菲斯同学，太优秀了。教室里立刻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时哈特终于想通了关键，不是这里的学生水平太低，也不是自己的水平过高，而是他的妹妹实在太优秀了。总之，哈特在第1堂课上表现优异，获得了极高评价。他的提前退学计划才刚开始就触上了暗礁。下一话，哈特决定在下节课上偷偷看动画调整情绪，却遇上了最不想遇到的人。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上一话说到，哈特错估测验的难度，在第1节课上考了个高分。他调整好心态，来到了下一节课的教室，但一拉开教室门，就和2个熟人对上了视线。哈特预感不妙，扭头就走。可惜他还没走出几米远，就被伊里斯和莱亚斯一左一右拖进了教室。更糟糕的是，他被强行拉到第1排正对着讲台的位置坐下。伊里斯和莱亚斯分别拉着他的手臂坐在2边，还为了他不停争吵。你这个女人不准贴着哈特，你才是靠得太近了吧。哈特被夹在他们中间，耳边充斥着激烈的争吵声，他就像一只肥嫩小羊遭到了2头凶猛野狼的争抢。好在上课时间到了，一位身披黑色长袍的年轻女教授威风凛凛地踏入教室，打断了争吵。她那淡金色长发宛如瀑布披下，漂亮的脸蛋散发着魅力，单片眼镜下锐利的眼神却让人不敢有亲近之意。她就是专门研究属性论的奥拉托利亚·贝尔卡姆教授。哈特对她的第一印象就是好凶。他们3个在开始上课前就遭到了奥拉教授的严厉批评。那边3个1年级的，你们才刚入学就敢选我负责的高级课程，第1节课就大摇大摆地坐在第1排闲聊，胆子不小啊！要是回答不出我的问题，我就马上把你们赶出去，给我记住了。他特别针对加入提亚研究室的哈特和伊里斯，表示要加倍严厉地指导他们。哈特想起提亚教授经常与其他教授发生冲突的传闻，不禁怀疑奥拉教授这是在公报私仇。随后，教授在讲台桌上放下一颗米加水晶，开始上课。这节课主要对主属性、副属性以及属性的数值化进行说明。奥拉教授先叫伊里斯上前做检测，米加水晶马上显示出它的等级和属性。奥拉教授看了眼结果，既感叹伊里斯拥有全属性，又为他只有5级感到可惜。来我的研究室吧，我会让你脱胎换骨的。在遭到伊里斯的果断拒绝后，奥拉教授脸上立刻浮现出不屑和恼怒的神情，
接下来，他指着米家水晶显示的第一个属性进行讲解。主属性是自身最擅长运用的属性，以伊里斯为例，就是混沌。显示在它下方的属性全都是副属性。重点是米家水晶无法观测的部分，也就是有关属性数值化的内容。奥拉教授的研究室建立了一套测量方法，他们将每个人对主属性的操控力定为基准，用与之相比得到的比率来衡量人们对副属性的操控程度。目前得到的推论是，属性显示顺序越靠后越不擅长，比率也就越低。迄今为止，教授从未测算出具体的数字。哈特听了讲解，反而一头雾水。原来将属性数值化是这么困难的事吗？要知道，他只要使用魔力测定结界，就能看到具体的数字。比如伊里斯的主属性混沌是100，副属性之一暗是91。接下来，奥拉教授刚好说明将属性数值化的难点，那就是属性的比率会视情况而发生变化。比如有时候火属性在使用肌肉强化魔法时，其比率会上升。至于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教授指定莱亚斯回答。莱亚斯皱起眉头，稍作思考，答道：“是因为熟练度吗？因为使用过很多次，所以运用自如了。”哈特暗暗吐槽，这是四肢发达的人才会有的想法。后来教授却先表扬了莱亚斯的思路，然后才遗憾地表示这个推测被否定了。这时，哈特想到了另一种可能。他一不小心就将心中的猜测小声说出口，是隐藏属性吧。奥拉教授突然停下讲解，睁大了双眼，便见他大步走到哈特面前，重重拍了下他的桌子，发出响亮的拍击声，然后带着令人窒息的表情，用充满压迫感的声音问道：“哈特泽菲斯，你刚刚说了什么？”哈特顿时产生了不妙的预感，这是他在提高魔法等级显示位数时偶然发现的东西。他将这些跟在主属性和副属性后面的奇怪词语称为隐藏属性。顺便一提，知道这件事的还有夏洛特与2位女仆。当时夏洛特还用纸笔记录和总结了许多相关的内容。面对奥拉教授的逼问，哈特觉得用不知道无法蒙混过关，只好简单回答：“我认为属性后面会跟着隐藏属性，如果火后面有强化这个隐藏属性的话，自我强化类的魔法效果便会更好。”奥拉教授听了哈特的回答，当即瞪大了双眼，激动地抓住哈特的肩膀：“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这可是威斯奥尔的最新研究成果。”据奥拉教授所说，威斯奥尔是从几年前开始不定期把研究论文送到魔法学会的神秘人。这人的论文领先了好几个时代，暗示了不可视属性可能存在。哈特居然知道这些还没上报给王族的内容。奥拉教授一边疯狂地摇晃哈特，一边感叹他学识渊博，天赋异禀，直到把哈特摇晕了才放手。他不甘心被那个矮子教授抢先一步，试图挖墙脚。怎么样，哈特泽菲斯，你要不要离开古代魔法那种派不上用场的研究室，来我这边啊？此时哈特还没恢复过来，虚弱地拒绝了奥拉教授。伊里斯为了防止哈特被抢走，义正言辞地插嘴：“贝尔卡姆教授，我认为在课堂上招揽学生实在不合规矩，没想到教授居然顺势邀请伊里斯一起加入。当然，伊里斯是不可能改选其他研究室的。”最后，奥拉教授开玩笑问哈特是不是威斯奥尔本人。哈特苦笑2声，表示不是自己。会像这样把德语和英语组合到一起取名的人，哈特能想到的就只有自己的妹妹。总之，哈特又在第2堂课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接下来将解说第6卷附带的几则番外，会提到伊里斯的身世，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是哈特在湖畔木屋悠闲地过加里敦生活时发生的故事。这天，弗拉狼狈地回到木屋，他刚和魔物打了一架，浑身脏兮兮的。夏洛特邀他一起去城堡的浴场洗澡，但被拒绝。那么弗拉平时去哪里洗澡呢？为了解答这个疑惑，弗拉带他们去到河边。他深吸一口气，跃入水中，溅起超大的水花，淋湿了旁边的哈特和夏洛特。哈特实在看不下去了，在庭院里给弗拉做了个露天浴池。夏洛特和丽莎舒服地泡在热水里，弗拉却不敢下水。他疑惑地望着丽莎这头雪暴龙，听完解释才知道，丽莎只是比较耐寒，并不怕热，所以她不会像弗拉这样坐在池边，把尾巴放进热水里当做泡澡。丽莎看出来弗拉害怕热水，弗拉感到无奈，他从来没有泡澡的习惯。然而这毕竟是主人特地给他做的浴池，再加上夏洛特和丽莎的劝说，弗拉决定努力克服对热水的恐惧。他用手在池边探了探温度，随后屏住呼吸，紧闭双眼跳入了浴池。刚开始他的身体僵硬得像个雕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才慢慢习惯被热水包围的感觉，放松了紧绷的肌肉。几天后，弗拉爱上了泡澡，一天泡几次都可以。他充分认识到了泡澡带来的各种好处。哈特从夏洛特口中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安心。
伊里丝出生时是个可爱又健康的女婴，深受母亲的喜爱。她睁着疑惑的大眼睛询问母亲：不好意思，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哪里？母亲的笑容顿时僵住了。随后房子里传出一阵尖叫，在这之后伊里丝就被抛弃了。伊里丝2岁时被远房亲戚收养，养母看她乖巧可爱，一度怀疑传闻是假的，这孩子怎么会是恶魔之子呢？当时伊里丝已经明白一个常识，人类刚出生时不会说话，于是他在家里待了几个月后才敢开口和家人交谈。他听到这家人的小孩将来想当士兵，便接着认真严肃地说出了自己的打算。那么我想要获得人类世界的权利。结果可想而知，他再次被遗弃了。伊里丝4岁时被修道院收养，他终于发现自己说的话在其他人眼中很不正常，便决定保持沉默。他被其他人当成怪胎，只有司机大人愿意靠近他并跟他搭话。你和其他孩子的个性似乎有些不一样，但不论什么时候我都会站在你这一边。伊里丝听到这话，认为司机或许是能倾诉之人，便咽了咽口水，试探了一句：要怎么做才能让人和魔物互相理解呢？司机想了想，反问伊里丝：这是你所希望看到的吗？伊里丝表示肯定。司机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脑袋，说道：那你就去学习吧，这样就一定能找到答案。10年后，伊里丝在司机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感谢他的温柔和善良。之后他便离开修道院，前往学院。在去王都上学之前，哈特一直想找机会跟丽莎提随从的事。这天早上起床后，丽莎先打来水帮助夏洛特洗脸，再给她脱掉睡衣，套上连衣裙，最后还让夏洛特坐在椅子上替她梳理头发。这一幕在哈特看来神圣而庄严，他再次被2人间的情谊感动，不忍心把他们分开。下一话，丽莎被提亚教授请去喝茶，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故事？敬请期待。在与哈特分开后，丽莎独自返回宿舍。身为避居雪山300年的加里敦，她总觉得心慌，特别是有陌生人迎面走来时，她赶紧快步走开。丽莎刚松了口气，耳边就突然响起一个声音：丽莎，你听得见吗？她被吓得差点跳了起来，整个人就像是触电般抖了一下。原来是夏洛特发来的联络。谨慎起见，丽莎听从指示找了个安全的地方，她趁无人注意浮到足够高的空中，才将通讯结界显现在眼前。她将哈特正在上课的消息如实告诉夏洛特，说完便产生了不祥预感，结果果然收到了麻烦的委托。那么能请你去收集与黑暗学生会相关的情报吗？丽莎无法拒绝夏洛特的恳求，但对此毫无头绪。夏洛特认为像普通学生打听不到这种秘密组织的情报，正要给出建议，丽莎就敏锐地察觉到下方有人正以惊人的速度接近自己，还没来得及切断她和夏洛特之间的通讯，一个戴眼镜的小女孩就尖叫着冲了上来。哦，这个女仆也太可爱了吧！她冲到比丽莎更高的位置才掉下去。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提亚利耶达·卢塞亚。丽莎看着小女孩上来又下去，比她本人还慌乱。夏洛特倒是马上认出这人是哥哥所属研究室的教授，还希望丽莎能从他口中获得有用的情报。丽莎不想辜负夏洛特的期待，便勉强自己答应了。她降落至地面，来到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的教授跟前。提亚在落地时使用了自我强化魔法，避免受伤，但因搞错力度而感到极度不适。丽莎单刀直入地表示想问他几个问题，恰好提亚也有问题要问丽莎。于是丽莎被带到提亚的研究室，她告诉教授自己是哈特的随从，反倒引起怀疑。能完美使用飞行魔法的高手居然会去当女仆，这实在是太可疑了。而且教授此前完全没听说过任何关于丽莎的消息。他的目光在丽莎身上扫过，似乎已经找到了破绽。丽莎却对此毫无察觉，还强调自己不打算透露任何个人情报。教授见她神色紧张，开始巧妙的套话：不错，嘴巴挺严实的，不过就算你是魔族，我也不会跟其他人说的。丽莎惊讶地望着教授，疑惑他是怎么发现的。看了这反应，教授就知道自己猜中了。原来他早就注意到丽莎旁边有不自然的凹陷，猜测丽莎身上可能存在类似尾巴之类的东西，但那上面存在的魔法看起来不像是幻影魔法。教授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等他回过神来，寒气已经充满整个房间。温热的红茶结上了冰，门和窗户都被冰封。丽莎身上散发着冰冷刺骨的杀意，此刻她的脑子里就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杀掉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人。教授一开始还在感叹丽莎很厉害，
直到一股冰凉的触感爬上双腿，迅速向上蔓延，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开始求饶。但丽莎根本不打算手下留情，在他即将给教授最后一击时，夏洛特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停下，先停下来，丽莎，不可以杀人，你先冷静一下。”然而，丽莎为了避免给主人惹来麻烦，不想放过教授。夏洛特只好继续劝说，并直接给出指示：“但是哥哥应该不希望你这么做，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吧。”接着，通讯结界突然显现在教授面前，夏洛特戴着白色面具出现在画面中。“你好，提亚利耶达·卢塞亚奈尔教授，我叫威斯奥尔。”教授听到这个名字，马上停止了颤抖，兴奋地忘记了自己现在的处境。“哦，难道你就是传说中那位天才研究员？诶，这个通信魔法是怎么回事？不仅有声音，还有画面，太厉害了吧！”丽莎射出冰锥，划破教授的脸颊，用疼痛将他拉回现实。夏洛特跳过多余的解释，直接进入正题。“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怎么保住您的性命吧。”教授不敢反抗，乖乖配合。随后，丽莎把房间恢复如常，消退教授身上的冰块。夏洛特清了清嗓子，请求教授为他们的行动提供帮助。他还没说具体内容，教授就爽快地答应了，甚至想马上加入他们的组织。丽莎亮出锐利的冰冷，叫他收敛了激动的情绪。夏洛特婉拒教授加入，表示要先检验他是否值得信赖。听到这里，教授又控制不住自己，猛地站起来向对方保证：“这方面你不必担心，因为我只是想做一些有趣的研究而已，所以我反而想跟你们搞好关系呢。”尽管被丽莎紧盯着，但他还是大胆地试探了一句：“而且你们还认识修瓦尔吧？”夏洛特愣了一下，不明白自己哪里露馅了。“你居然发现了？我有说什么暗示性的话吗？”其实教授这是从通讯结界得出的推测，他认为能做出这种结界的人只有黑色战士。在这段小插曲过后，教授将谈话带回正题。经他提醒，夏洛特总算想起了正事，认真地说道：“事实上，学院现在被巨大的邪恶组织盯上了。”教授发出惊讶的声音，夏洛特便问他有没有听说过像是黑暗学生会之类的组织。教授身体后仰，嘴巴张得更大了。夏洛特仍然不死心，问他有没有关于巨大邪恶组织的情报。教授的脸上冒出细密的汗珠，他陷入了思考。虽然他对巨大邪恶组织不感兴趣，但打击这种组织对他也有利。于是教授分享了听到的传闻，有个奇怪的宗教团体正在学院内外开展秘密活动。就这样，夏洛特从教授口中获得了一些关于巨大邪恶组织的情报。下一话，哈特打算在魔法体术课上斩断与莱亚斯之间的孽缘，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学院附近的商业街热闹非凡，有个头戴兜帽的眼镜男突然闪进了旁边一条僻静的小巷。他径直走到小巷深处，与一个中年男人对上了暗号：“愿路西法伊拉保佑我们。”中年男人随即掏出用纸包好的东西交给对方。眼镜男打开包装，看到里面放着3根细针，有些疑惑，耳边随即响起中年男人的声音：“放心吧，目标人物不会因此丧命的。这上面只是加了最多会让人发烧受折磨的诅咒而已。本次行动的目的是让国王派与王妃派这2股势力进一步对立，千万不能失败。”眼镜男咽了下口水，承诺一定会完成任务，然后就带着东西离开了小巷。在天气晴朗的下午，哈特换上方便运动的服装，来到了决斗场。这节课是魔法体术课，要求学生们用魔法强化自身，再进行1对1模拟战。贝辛老师一边显摆结实的肌肉，一边介绍课程内容。哈特又被伊里斯和莱亚斯夹在中间，而且他们3个再次因为带头参加高年级课程而受到了老师的特别关注。伊里斯和莱亚斯被要求以彼此为对手进行模拟战。莱亚斯举手提出异议，表示他更想和哈特对决。哈特正因被对方指名而生气，就听到旁边的伊里斯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随后他们又吵了起来，两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到头来他们还是在贝辛老师的主持下打了一架。伊里斯用魔法强化自身，率先发起连续攻击，他的动作流畅干净利落，只可惜他们之间有着不小的等级差距。莱亚斯轻而易举地挡下伊里斯的侧踢，身体纹丝未动，再使用同样的魔法强化肉体，回敬了伊里斯一拳，只用这一拳就把他打飞了好几米远。伊里斯不甘心就这么输给对方，还想发起进攻，却被叫停。贝辛老师认定伊里斯无法以目前的等级战胜莱亚斯，对战结果显而易见，
伊丽丝沮丧地垂下了头，无精打采地坐到哈特旁边，对他说道：“哈特，对不起，我现在似乎连挑战你的资格都没有。”哈特望着心情低落的伊丽丝，替他惋惜。与此同时，其他同学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把哈特当成了伊丽丝的男朋友，鼓动他上去干掉肌肉男。不知不觉间，现场产生了打扁王子替朋友报仇的气氛。再加上被伊丽丝眼角含泪地注视着，哈特只好叹了口气，在众人的目光中向莱亚斯走了过去。莱亚斯摩拳擦掌，急不可待。与你正面对决的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好多年。为了报5年前的仇，我今天一定要赢。哈特回想起当年的对决，恍然大悟，怀疑莱亚斯是不甘心失败才练成肌肉男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哈特有点接受不了。他勾起嘴角，打算在今天斩断这段孽缘。于是他露出认真的眼神，暗下决心。我明白了，我会尽全力输给你的。考虑到莱亚斯比以前更强，哈特优化了防御结界。他又想到对方或许比外表展现出来的还要强，仅仅是优化还不够，便又给自己多加了好几层。随后贝辛老师发出开始的信号，但他们都站在原地没有出手。哈特随意的握拳放在胸前，等着莱亚斯来攻击自己。莱亚斯早早摆好预备姿势，想进攻却找不到哈特的破绽。这时贝辛老师在一旁凹了个造型，打破了沉闷的气氛。这就是赤手空拳的境界吗？将体术训练到极致的人，可以摆出仿佛没有预备姿势一般的预备姿势。哈特泽菲斯同学，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厉害！哈特心想，他们不能这么傻傻的站着，便主动向前迈出了一步。莱亚斯被哈特突然的动作吓了一跳，他几乎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脸上却冒出了汗珠。贝辛老师就像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动作，继续解说：太惊人了！不过是走近了一步，却散发出让对手恐惧，并且能确实消灭对方的气场。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我也不敢随便行动。为了尽快结束战斗，哈特向莱亚斯招了招手。莱亚斯看到哈特做出这种挑衅般的动作，给自己打了打气，便大喊一声：“我来了！”猛冲了过去。哈特故意不做抵挡，迎面接下他的右直拳，但在拳头打到脸上前，就把自己向后扔了出去，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才停下，最后装作昏迷，趴在地上静静等待贝辛老师宣布结果。莱亚斯目瞪口呆地望着倒地不起的哈特，收回拳头。贝辛老师则在其他同学的议论声中露出尴尬的神情。就在这时，哈特听到当的一声，似乎有什么东西撞到了哈特平时在周围张开的防御结界上。由于这个结界能挡下魔法攻击，哈特起初猜测有人在其他课上使用魔法波及到了这里，但同一个方向马上又传来了相似的声音。哈特仔细想想，改变了判断，他认为有人故意朝这里发动了攻击。为了找出对方的攻击目标，哈特撤去了防御结界。就在贝辛老师举起右手即将宣布莱亚斯获胜时，哈特看到某个东西正在接近，他从地上一跃而起，以极快的速度朝莱亚斯冲了过去。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一手将他推倒，另一只手则在空中抓住了那个东西。现场再次陷入寂静，直到贝辛老师带头鼓掌并表扬了哈特。真是令人震撼，先假装晕倒使对方放松警惕，再趁机反攻，真是太精彩了。在战场上使用任何手段都不算卑鄙。泽菲斯同学用行动告诉了大家这个道理。随后伊里斯快步走来，眼神里闪烁着对哈特的敬佩。哈特，你果然很厉害。莱亚斯则扬起嘴角，输得心服口服。我还是远远比不上你啊。哈特收到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他摊开右手，掌心有一根被结界包裹的细针，他刚才就是为了抓住这个东西，才顺手把莱亚斯按在地上。此时莱亚斯正在与贝辛老师复盘比试，他完全不知道刚才有人瞄准自己发动了攻击。哈特虽然不知道对方的目的，但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妨碍他提前退学的家伙揪出来。下一话，哈特将去调查幕后黑手的身份，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放学后，莱亚斯洗了个澡，他一边用毛巾擦拭身体，一边反思。虽然和憧憬了5年的男人进行模拟战让他很满足，但他一想起自己还没去打听黑色战士的情报，就很头疼。说实话，他真不想把哈特卷进这件事里。莱亚斯穿好衣服，心事重重地走到王族专用马车前。车夫刚打开门，里面就传来玛丽安的声音：“辛苦了，莱亚斯。”莱亚斯嘴上嫌弃，却还是在他身旁坐下。玛丽安也没办法，他现在不能像以前那样进出离宫，若想找莱亚斯单独聊天，就只能这么做。
莱亚斯想起之前玛丽安被抓着头发拽出房间的场景，内疚地偏过头看向窗外，接受了这种方式。马车缓慢驶出学院，马蹄声与车轮滚动声回荡在两人耳边。玛丽安突然想起有趣的事，嘴角勾起一抹笑容，向莱亚斯提起今天他和哈特的模拟战。莱亚斯没想到姐姐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调侃她身为学生会会长，消息灵通。玛丽安马上骄傲地解释说，自己的职责就是掌握学生的动向。莱亚斯知道他提这事的目的不在于炫耀会长身份，便问他到底想说什么，结果被嘲讽了一番。玛丽安笑他想报5年前的仇，却掉以轻心输掉了战斗，并安慰他不要泄气，毕竟哈特的实力比他强多了。莱亚斯索性承认玛丽安说的句句是事实，没有反驳，随后反问他为什么拐弯抹角地打探哈特的消息，建议他直接找哈特本人聊天。刚才还口齿伶俐的玛丽安突然红了脸，说话变得结结巴巴。可是单独聊天什么的进度也太快了。其实莱亚斯本来也没想让玛丽安找哈特单独聊天，他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他会有这种反应。后来玛丽安冷静下来，向莱亚斯表达了发自内心的羡慕。这5年间，莱亚斯将对哈特的憎恨与嫉妒转化成了追求强大的动力。他虽然又输了，但已经凭借努力来到了离哈特最近的地方。莱亚斯被说的不好意思，轻轻应了一声。在这之后，他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一言不发，直到周围突然变得安静。他们几乎同时发现了异常，继外面的声音莫名其妙消失之后，一名全身漆黑的男子咻的一下出现在车里。姐弟俩在感到震惊的同时，做好了攻击准备。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哈特直接表明了身份与目的。抱歉吓到你们了，我是正义的执行者休瓦，我不会伤害你们，只是想问你们几个问题，还有我们的对话不会泄露出去，请你们放心。莱亚斯与玛丽安对视一眼，达成了某种默契，一起向黑色战士点了点头。哈特马上拿出一根细针，直奔正题。在今天上课时，这种针出现了3次，每次都是冲着你去的。你有怀疑的对象吗？莱亚斯听到这个消息，先是震惊，而后陷入思考。谨慎起见，他先试探了下对方。太多了，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如果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那我这次多亏了你才逃过一劫。哈特也不跟他客套，直率地表示是这样没错。莱亚斯的后背顿时升起一股寒意，他回忆了一下过去，以前从未发生过这种事。他毕竟是一国王子，想害他必须有相当大的觉悟。当听到素不相识的黑色战士提醒自己小心时，莱亚斯感觉到一股暖流在心头涌动，看向救命恩人的眼神变得复杂，想说些什么，又眉头紧锁，垂下了头。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决定把自己知道的都说出来。盯上他的多半是贵族派，他们想加深国王和王妃之间的隔阂，或许已经在王都的各个地方展开行动。他咽了口唾沫，说出了玛丽安想隐瞒的情况，那就是王妃有可能参与其中，而且还在背后谋划着什么。哈特听到这里燃起一丝兴趣，想了解更多细节，但玛丽安有所顾虑，劝莱亚斯不要再说下去。莱亚斯握紧拳头，并没有改变主意，只可惜他无法提供更多的情报。要知道，王妃只是把他当成棋子而已，什么都没告诉他。莱亚斯就算想阻止计划，也无能为力。他想将改变局势的希望寄托在眼前这人身上，便问他是否拥有这种能力。哈特漫不经心地回应莱亚斯，顺便道出了令他们震惊的事实。应该吧，毕竟是我让他戴上那个项圈的。可是他完全没有吸取教训，心理承受能力也太强了。你真惨啊，竟然拥有这样一个母亲。莱亚斯从震惊中回过神，询问对方是否认识王妃，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也不能这么说吧，他算是我的宿敌。看这情况，他应该是利用你来调查我吧。哈特的猜测得到了莱亚斯的肯定，但他非但不介意莱亚斯把今天的事告诉王妃，反倒希望他能帮自己带一句话：既然你要干坏事，那就做好心理准备吧。接着哈特熟练地做出招牌动作，喊出台词：没错，因为我就是保卫和平、惩治恶人的正义执行者休娃。最后他在姐弟俩诧异的目光中打开车门飞了出去。片刻后，马车里又传来外面嘈杂的声音。莱亚斯和玛丽安都觉得黑色战士是不可思议之人。莱亚斯回想了下刚才的对话，突然意识到自己竟向初次见面的人透露了那么多消息。不知为何，他总觉得黑色战士能帮他们解决问题。玛丽安恰好也有相同想法，姐弟俩不约而同地自嘲道：我真不是一个合格的王子公主啊。
下一话，哈特拿着细针去找教授帮忙，他们会有什么发现？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早上，哈特把神秘细针带去了提亚教授的研究楼。提亚仔细查看，笑眯眯地得出结论，这可能是一种用特殊丝线做出来的魔法道具。他对这东西充满兴趣，心里已经冒出了数个问题，甚至怀疑这东西是哈特制作的。面对盘问，哈特谎称这是自己捡到的，好不容易打消了教授对自己的怀疑。后来为了进一步解析那上面的魔法，提亚带哈特来到另一个乱糟糟的房间。他掀开黑布，露出鉴定装置的真容。这个装置用古代技术制造而成，比米加水晶还要贵重，可以分析出物体的属性和特殊效果。提亚把细针放在上面，装置随即发出柔和的光芒，涌现出一大堆奇怪的文字。据提亚介绍，这是神话语，它们语序混乱，十分复杂，而且信息量大，需要按照一定规律将它们当作符号转化成数值，再转化成文字，才可以理解其中的含义。提亚边看边在脑中进行这个复杂的翻译过程。在这期间，奥拉教授气势汹汹地闯进了房间，不仅把门拆了，还用戴眼镜的小矮子称呼提亚。提亚同样用对方不喜欢的方式将他的名字省略为奥拉。奥拉注意到哈特也在房间里，将他一把揽了过来，夹在胳肢窝下，向提亚要人。提亚十分清楚奥拉的意图，作为首个发现哈特才能的人，不打算把他交出去。强硬的态度惹怒了对方，奥拉毫不留情地戳穿提亚想用残酷方式研究哈特的心思。提亚为自己辩解了一句，作为回击，揭穿了奥拉的真正目的。原来，奥拉想把分析属性比率的工作全部交给哈特。听了他们的真实意图，哈特感到头皮发麻。不管在哪个研究室，他都受不了。他试着把话题拉回到正事上，希望提亚教授能先完成鉴定工作。奥拉顺着哈特指的方向扫了几眼那上面的文字，嘀咕了几句。暗和混沌啊，这未免也太狠毒了，这是诅咒啊！提亚忍不住阴阳了他一句：厉害厉害，你真不愧是一个属性宅啊！奥拉实在忍无可忍，要求提亚改掉这种瞧不起人的态度。提亚却认为态度不重要，反过来指出奥拉也有过于强硬的一面。奥拉挺起胸膛，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从小到大都是这种性格。哈特再次把他们的注意力拉回正题。提亚解释说，这根细针会融入体内，以矿毒侵蚀身体，并利用诅咒妨碍治疗。简单来说就是针刺中了谁，谁就会被折磨致死。哈特想象出莱亚斯痛苦倒地的画面，感到后怕，但奥拉猛拍桌子打断了他的思绪。没错，正如你所见，我的知识非常有用，你不如快点放弃完全派不上用场的古代魔法吧。提亚马上加倍回击，不仅强调掌握古代魔法知识才能准确理解神话语，还将现代魔法贬低为完全看不到未来的东西，甚至邀请奥拉加入自己的研究室。奥拉被气得咬牙切齿，青筋暴起，提亚则是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哈特小心翼翼地趁这个空隙插话，询问有没有找到犯人的可能。提亚随即展开分析，学生无法制作这种高级诅咒，教室中同时拥有暗和混沌这两种属性的人不多，他们一旦做出这种诅咒就会被人发现，一般来说不会冒着超高风险行事，也就是说这种东西是从校外流入的。不过奥拉认为除了制作者外还存在袭击犯，他看出细针上留有投掷的痕迹，并发现那上面残留的主属性是风，另外还有增加隐秘性的水和暗。袭击犯用的是学生都会的魔法，很可能就是他们学院的学生，满足这些条件的嫌疑人不超过100人。只不过两位教授都很难继续缩小范围。奥拉表示可以提供针和学生们的粗略属性比率。哈特由此想到用魔力测定结界，逐一排除嫌疑人的计划，希望奥拉能提供可疑学生的名单，由他来想办法揪出犯人。两位教授听到哈特这么说，怀疑他已经有了计划，便一左一右抓住了他的肩膀，深吸一口气贴到他耳边，逼问他是不是确定了什么事，然后又为了争抢哈特继续争吵。哈特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学生名单。下一话，娜塔莉亚通过任意门闯入圆桌会议，夏洛特的秘密会被母亲发现吗？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这天，夏洛特、弗拉和丽莎围坐在湖畔圆桌旁开会，强尼和吉冈忙着收获农作物，缺席了这次会议。夏洛特拿出一份教授提供的名单，这上面的学生全都可能与邪恶组织有关。弗拉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惊讶地张大了嘴。
夏洛特表情凝重，用严肃的口气告诉他们，事态比想象中更严重，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弗拉以为终于到了自己出手的时候，干劲满满，正准备去逐一调查名单上的可疑人员，就被夏洛特抱住了敏感的尾巴。丽莎本以为夏洛特阻止弗拉是怕打草惊蛇，岂料夏洛特是觉得一个个盘问太浪费时间，而且不想闹出动静给哥哥添麻烦。那么夏洛特到底打算怎么做呢？其实他早就瞒着弗拉和丽莎进行了一番调查。夏洛特把这上面和修奈达尔有着相似想法的人挑了出来，通过调查从其中一位学生口中得知修奈达尔参加过秘密集会，还有人透露他曾经隶属于反对国王和王妃的贵族派。丽莎越听越觉得奇怪，忍不住打断了夏洛特，您刚刚说的这些情报并不都是提亚教授告诉我们的，这都是谁调查出来的？夏洛特诚实的回答，是自己。他不顾危险，独自在学院内四处找人打听消息，对此他骄傲地挺起了胸膛，但他的做法把丽莎吓了一跳。丽莎抱头反思，后悔没时刻跟在夏洛特身边。总之，经过夏洛特的调查，名单上的可疑人员少了一半。夏洛特推测，这个邪恶组织应该吸收了不少实力强大的人，便将范围锁定在各个年级的 A 班，再从中筛选出魔法等级高、属性多且能使用复杂魔法的人，最后将可疑人员缩减到了7人。就在这时，夏洛特身后响起了娜塔莉亚的声音：“夏洛特，你在干什么呢？”夏洛特回头看到母亲，陷入慌乱：“您怎么会在这里呢？”娜塔莉亚解释说，自己是因为担心才找了过来。弗拉之前告诉他，如果在城堡里找不到夏洛特，就可以穿过那扇门。夏洛特马上回头看向弗拉，弗拉一接触到夏洛特的视线就别开了脸。娜塔莉亚虽然不是圆桌骑士，却是你的监护人，总不能让他担心。夏洛特接受了这个解释，没有追究弗拉的责任，但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向母亲说明情况，只能慌张地强调自己不是为了玩耍才来这里，还保证接下来一定认真学习。弗拉和丽莎则一言不发地垂下了头，等着挨骂。好在娜塔莉亚没有责怪任何人，她叹了口气，露出微笑。夏洛特刚放松下来，就被问到这里是什么地方，他的脑子里再次乱成一团，胡乱回答说这里是哥哥建造的乐园。弗拉非常认可这个答案，丽莎却是一副完蛋了的表情。夏洛特后知后觉，自己竟把哥哥的秘密说了出来，他马上否认了刚才的说法，但都急哭了，还没编出合适的说辞。娜塔莉亚再次露出笑容，她不想勉强自己的孩子，便替夏洛特解了围。我知道了，是那位黑色战士帮忙建立的吧？夏洛特愣了一下，便听母亲点点头，继续说道：如果这件事和那位战士有关的话，边境伯爵应该也会同意的。不过你晚点记得向他汇报，另外不能玩太危险的游戏。夏洛特表示明白，丽莎则感到良心不安，要是他们再不跟去调查，让夏洛特陷于危险之中就糟了。娜塔莉亚走之前嘱咐弗拉和丽莎好好照顾夏洛特，弗拉像往常一样应下，丽莎则逼着自己下定了决心。在娜塔莉亚打开任意门回去城堡后，丽莎黑着脸来到夏洛特面前，请求他把打听消息的任务交给自己和弗拉。他虽是重度社恐患者，但为了不让夏洛特遭遇危险，只能勉强自己分担收集情报的工作。夏洛特看到丽莎凝重的神情，终于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乖乖答应了他的请求。下一话，哈特将去追踪袭击莱亚斯未遂的犯人，他会有什么发现？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几天后，哈特按照教授提供的名单筛选出袭击莱亚斯未遂的犯人。哈特跟着这人来到住宅区的小巷里，眼见他走进一个看上去就十分可疑的地方，哈特马上张开光学迷彩结界，隐身跟了进去。这人进入其中一个房间，打开木箱，取出写有数字7的长袍与头巾套上，然后回到走廊，径直走到最深处的房间，里面烛光摇曳，9个穿着相似的人围坐在圆桌旁，他们的衣服上都标有数字，就像是各自的序号。哈特正在跟踪的男人，也就是7号，率先开口：愿路西法伊拉保佑我们。9人齐声回以同样的祝福语。随后4号和12号责怪7号来得太晚，5号怀疑7号瞧不起他们数字军团，2号则在抱怨7号办事不力，要不是他没射中王子，他们也不用召开这次紧急会议。其他人也纷纷表达了不满。7号咬紧牙关，忍受着他们的怨言。哈特看到这里，突然意识到一点，这种蒙上脸以序号相称的秘密集会，不就是妹妹喜欢的场景吗？
万一被夏洛特发现了这里，他一定会抓住这条线索不放。为了他的安全，哈特打算尽快瓦解这个数字军团。然而现在已经太迟了。哈特突然听到耳边传来熟悉的说话声，再一抬头就看到了自己借给妹妹的监视结界。他怀疑妹妹就在附近，出于担心追溯了结界链接，而后在离这里稍远的巷子里发现了2位女仆。丽莎正在纸上认真记录情况，弗拉盯着监视结界发出反派般的坏笑，呵呵呵，这帮蠢货连被人监视着都不知道，现在正是将他们一网打尽的绝佳机会。夏洛特则利用通讯结界在小木屋里远程指挥，他没有被找到秘密机会的兴奋冲昏头脑，冷静地指示弗拉要先收集情报，而不能马上闯进去。哈特对他们居然会分头行动感到意外，他起初以为夏洛特只是像玩过家家一样开圆桌会议而已，没想到会进行实地调查，还有这种收获。哈特不禁在心里感叹，真不愧是我妹妹。当然，2位女仆也配合着做了不少工作。哈特考虑是否要加强对夏洛特的监视，以避免他陷入危险之中。就在这时，1号制止了成员们的抱怨，主持了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查明失败的原因，并思考对策。考虑到上面暂时没有传达其他指示，1号认为他们可以继续执行原计划。接着，1号要求7号说明详情，7号回忆了下细节，如实报告了情况。前2根针在接近莱亚斯王子前就被什么东西弹开了，掷出第3根针时，目标又刚好被人按倒。事后他在现场仔细搜寻了一番，没能找到那根针。听完报告，12号提出质疑，他怀疑7号在动手前犹豫了，害怕杀死王子。7号连忙为自己辩解，强调协助者事前已经做出说明，他知道那上面施加的诅咒顶多让人发高烧受折磨而已，因此他并没有畏缩，也想射中目标。他在颤抖中回想起当时的场景，茅塞顿开，第3根针是被按倒莱亚斯王子的人接住了，那人就是哈特泽菲斯。站在他身后的哈特有些吃惊，他没想到这人还挺敏锐的。随后哈特耳边就响起了夏洛特和弗拉的尖叫声，哇，弗拉你听到了吗？哥哥去了学院以后好像一直在大显身手呢。真希望能亲眼看看。在7号说出哈特的名字后，会议现场的讨论也变得激烈。12号记得哈特是边境伯爵的儿子，是个只有2级的废柴，但这个道听途说的消息遭到1号的质疑。他在现场见识过哈特的实力，这人的体术恐怕比他们都厉害。1号仔细回想了下哈特当时的奇怪动作，认同了7号的说法。这时哈特耳边又响起了说话声，弗拉，他们在夸哥哥诶。那是自然。在夏洛特与弗拉兴奋的聊天时，会议现场突然因为1号的决定而安静下来。1号认为他们接下来得去调查哈特泽菲斯的动向，毕竟泽菲斯卿是王族的人，他们身为贵族派，不能让王族为所欲为。在这之后，1号宣布会议结束，他们一起高喊愿路西法伊拉荣光永存。哈特站在旁边听完了全程，他可以肯定当时袭击莱亚斯未遂的人就是7号，但他得到的情报是假的，实际上那些针足以将人狠狠折磨致死。鉴于这些人的声音听起来比较年轻，哈特猜测他们都是学生，那么就一定还有大人在给他们下达指示。为了消灭这些邪恶的大人，是时候让正义执行者修瓦出场了。不过在此之前，哈特得先想办法搞定正跃跃欲试的妹妹。下一话，暗杀计划。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王都北边商人云集，有着大大小小的旅馆，在其中一家高级旅馆的豪华套房里，王妃正与巴尔阿戈斯男爵密会。这人面容精悍，身形纤瘦，有着清爽的绅士风度，但他身上存在许多谜团，比如仅闻男爵却能入住高级旅馆，而且身边还跟着一位侍女。王妃一坐下就直接指出这房间过于豪华，与其男爵身份不符。阿戈斯垂下头，用恭敬的语气给出解释。怎么会呢？既然是邀请王妃殿下您来这里，这些都不算什么。紧接着，白发褐肤赤瞳的侍女过来给王妃倒上了红酒。王妃扫了眼这位奇怪的侍女，压下心头的疑惑，直奔正题。所以有什么进展吗？我可是特意投资了贵族和路西法伊拉教，要是没有任何进展的话，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哦。话虽这么说，但其实他已经知道了失败的消息，因为他的儿子莱亚斯还活着。阿戈斯收到王妃投来的锐利目光，先道歉承认失误，再露出自信的微笑，分析了一番。暗杀王子使王都陷入混乱，并将罪名栽赃给国王派。
不过是削弱国王派并团结王妃派和贵族派的一种手段。这种程度的失败不会影响到接下来的计划。接着，阿戈斯清了清嗓子，说了一个王妃期盼已久的好消息，他们已经准备好对国王实施暗杀了。王妃听到这个消息难以置信，于是阿戈斯对他们的计划进行了说明。他们提前在王都各处布置了会在同一时间频繁发动的魔法阵，这些魔法阵一旦发动，就能使王都陷入混乱。他们将抓住这个机会杀死国王，碍事的王子和公主则会死在学院里。最后，王妃为了重振失去国王和继承人的国家，站出来调解与贵族派之间的纠纷，成为下任国王。王妃越听越觉得这计划靠谱，但她转念一想，还有个麻烦的家伙得解决，便问对方打算怎么对付黑色战士。阿戈斯先提到王妃最关心的项圈问题，表示他们已经完成了对项圈的分析，发现施加在他身上的魔法是古代魔法。王妃摸了摸项圈，对这个结论感到意外。更让她惊讶的是，直到现在依然有魔力源源不断地注入其中。王妃脑子里一片空白，天旋地转，眼神茫然无助。难道我这辈子都要带着这个项圈吗？这时，阿戈斯给绝望的王妃提供了一条线索。在莱亚斯就读的学院，有位专门研究古代魔法的教授提亚利耶达·卢塞亚奈尔。王妃眼前一亮，想让阿戈斯立刻带教授过来，但对方打算等局势混乱后再动手。王妃只好作罢，耐心听对方说明对付黑色战士的计划。简单来说就是，即使黑色战士再强，也只有一个人，无法同时解决王都各处出现的问题。就算在他们完成暗杀任务后还活着，也敌不过他们人多势众。到时候他们蜂拥而上，把人抓住，再由王妃给予他最后一击。王妃稍作思考，认为阿戈斯分析的有道理。他一想到计划成功后，这个国家将落入自己手中，就露出了得意的笑容。随后，阿戈斯取出一个木盒子，里面装的是他们开发的药剂，能够提升人内在的力量。他建议王妃在杀死黑色战士时使用这个药剂。王妃轻蔑地看了一眼那个盒子，轻哼一声，表示自己不需要那种东西。比起这个，她更关心行动什么时候开始。说到这个问题，阿戈斯又扬起了嘴角。我今天邀请您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件事。王妃读懂了这话里隐藏的意思，也就是说，阿戈斯打算今天就采取行动，所有的事情都会在今天落幕，所以请您留在这里保存实力吧。他从侍女手中取来王妃的佩剑，恭敬地递过去。一旦暗杀成功，我便会过来向您汇报。王妃从阿戈斯手中接过佩剑，希望今天能传来好消息。他们始终没有注意到漂浮在房间里的不可视板状结界。下一话真正的目的，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阿戈斯带着侍女离开旅馆，走进僻静的巷子里。他突然回头向侍女恭敬地行了个礼。梅尔奇美奈斯大人，让您假扮成女仆，实在非常抱歉。阿戈斯见对方态度宽容，并不介意，便直入正题，询问他如何看待王妃。梅尔奇认为王妃有成为魔人的资质，允许她加入军队。既然如此，阿戈斯承诺会想办法说服王妃使用那个药剂。那个药剂处在试验阶段，使用后可能会成为像修奈达尔那样的失败品。如果王妃也失控的话，他将按照梅尔奇的指示把它当成废子。他们的目的是复活魔神路西法伊拉。等到鲜血染红这个国家时，梅尔奇将吸收所有冤魂，以自身为平一，使魔神降临。只要复活魔神，这个国家便会被毁灭。梅尔奇嘱咐阿戈斯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然后就张开漆黑的翅膀飞向高空。他们自以为隐秘的谈话全被哈特听到了。哈特感到大事不妙，国家突然就要灭亡了，魔神还会被复活。哈特稍作思考，决定先去追踪那个侍女。于是他制造出任意门挡在对方面前。梅尔奇警惕地停下，正纳闷这是什么，门里就走出一个全身漆黑的男人，向自己确认毁灭王都的计划是否属实。他意识到对话被监听，选择保持沉默。哈特见梅尔奇不回答，就当对方默认了。他一手扶面罩，一手甩披风，大声喊出正义的台词：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总之，时间紧迫，我不会再让你往前一步。哈特瞄准梅尔奇放出结界，但被对方敏捷地躲开。哈特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继续操控结界，但按照平常的速度根本追不上对方。于是他加快速度，用具有伸缩性的胶水结界粘住了对方的半边翅膀。哈特以为这样就能封住梅尔奇的行动，没想到对方主动断开被粘住的翅膀，将魔力倾注在剩下半边翅膀上，全力逃亡。
哈特不想远离王都，只能放弃追击。由于事态严重，他将监视范围拓宽到整个王都，打算找出他们在王都布下的魔法阵。下一话，他们将着手处理王都各处的魔法阵，敬请期待夏洛特的活跃表现。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夏洛特与2位女仆被哈特叫来查看学院森林内的情况。弗拉吸了吸鼻子，嗅到附近有特殊气味。夏洛特也跟着吸了几口气，却只闻到草木清香。弗拉通过气味感知魔力，丽莎则是利用颜色，她能看到前方飘着一层灰色的薄雾。相较而言，夏洛特不擅长探知魔法，靠弗拉和丽莎才找到了提前布置在这里的大规模魔法阵。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个法术很高级。夏洛特由此猜测，设下术士的人不是学生，而是更上层的组织。这时，弗拉突然两眼放光，想起自己曾在王都西边的墓地闻过相同的味道。夏洛特估计王都里应该存在好几个这种魔法阵。弗拉赶紧抓住表现机会，不等夏洛特给出指示，就健步如飞地朝墓地跑去。丽莎和夏洛特眼睁睁看弗拉跑开，来不及阻止。接下来，夏洛特为了解析这里的术士，从腰间的小包里掏出哈特制作的秘密道具解析机。丽莎指着这台从未见过的机器感到困惑，夏洛特便稍微介绍了一下这个装置，它可以映照出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并进行解析。丽莎抱着脑袋试图理解其中的原理，但失败了。夏洛特对着魔法阵所在的位置按下拍照键，出片口随即吐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不仅映照出魔法阵的原型，还呈现了术士解析。通过阅读这些文字，夏洛特和丽莎知道了这个魔法的可怕之处，它能在好几个地方同时召唤上古食尸鬼，而且今晚就要发动了。夏洛特和丽莎对视一眼，都意识到了形势严峻，王都人民正处于生死攸关的危机之中。就在这时，丽莎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她猛地回头，朝声音传来的方向大喊一声：“谁？”随后，伊里斯从树林中穿出，“抱歉，吓到你们了，我没有恶意。”夏洛特抢先发问：“伊里斯姐姐，你怎么在这里？”这刚好也是伊里斯想问他们的问题。他话还没说完，就看到照片上呈现的文字，惊恐地瞪大了眼睛。伊里斯早就知道这里有个魔法阵，但没看出来是这么令人作呕的恐怖法术。更糟糕的是，王都的其他地方也被设置了这种魔法阵，如果他们同时启动，后果不堪设想。夏洛特马上询问伊里斯，其他魔法阵被设置在哪里。伊里斯根据记忆在地上画出简图，做出说明。除了这里以外，王都西边的公共墓地、南边大圣堂的公园以及王宫前广场都被设置了相同的魔法阵。这是他放学后去兼职送快递时注意到的。根据解析机提供的信息，这些魔法阵能远距离同时发动，即使只破坏了其中一个，其他也会连锁启动。在这种情况下，夏洛特稍作思考，想出了对策。他决定把4个魔法阵同时破坏掉。伊里斯也觉得这么做最好，但目前人手不够。夏洛特想让丽莎先做好破坏这个魔法阵的准备，再去到另一个地方，通过远程操控将这2个地方的魔法阵同时破坏。丽莎拖着下巴思考了一番，认为这个方案可行。不过在她离开后，必须有人维持这里的魔力。至少要有1个等级30的人，或2个等级20左右的人。伊里斯提出可以找老师帮忙，但夏洛特觉得老师未必相信他们，可能会引起更大的混乱。而且根据解析机提供的信息，魔法阵就算现在发动也不奇怪。一想到这点，夏洛特就突然陷入了慌乱。难道说事态比想象中还要严重？怎么办呀，丽莎？夏洛特抓着丽莎的手做了个深呼吸，再用力拍打脸蛋，总算冷静了下来。随后，丽莎特地避开伊里斯，凑到夏洛特跟前，小声询问他要不要找那位大人商量一下。夏洛特毅然决然地摇了摇头，说道：“这是修瓦给我们卡米洛特的试炼，没错，他是在考验我们能否成为真正的盟友。而且，修瓦正在和一个更强大的敌人，类似神一样的存在对峙。”夏洛特越说越兴奋，都忘了身后还站着一个外人。直到伊里斯插嘴问了一句：“你们是那个黑色战士的同伴吗？”夏洛特才想起他的存在，快步走到他面前，抓起他的双手恳求道：“能请你帮我们保密吗？”伊里斯对上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神，说不出拒绝的话来，结果就被夏洛特当成了能够并肩战斗的同伴。伊里斯心里不禁冒出一个疑问：这么重要的决定是可以随便做的吗？接下来，伊里斯准备去寻找学生来维持魔力。夏洛特用力挥手与他暂别，然后做好了安排。他打算把王都西边的公共墓地交给弗拉负责，自己去破坏南边大圣堂附近的魔法阵。
丽莎则要先做好这里的准备工作，再去王宫前广场。丽莎收到指示，开始咏唱咒语，周围随之升起一股寒气。下一话，一起保卫王都吧！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伊里斯找来玛丽安和莱亚斯帮忙，姐弟俩看到悬浮在空中的破城冰桩，十分吃惊。夏洛特一眼认出玛丽安，跑过来打了个招呼。玛丽安慢了半拍才认出夏洛特，但夏洛特还是高兴地跳了起来。伊里斯这才知道他们互相认识。莱亚斯也认出了夏洛特，说他不过是照着原样窜高了一点而已。夏洛特却对莱亚斯眨了眨眼，没认出他来。在莱亚斯生气地表明身份后，又火上浇油说了句：这世上竟然存在让人变成肌肉男的魔法，我好震惊啊！而且还对莱亚斯的否认完全不在意，直入正题。夏洛特先确认他们两人的魔法等级都超过了20，然后才对他们简单解释了现状，请求他们留在这里提供魔力维持破城冰桩。其实在来这里的路上，伊里斯已经说明了这件事，直到从夏洛特口中确认事情的真实性，玛丽安还不敢相信贵族派在推进引发王都暴乱的阴谋。莱亚斯倒是觉得王妃真有可能做出这种事。姐弟俩的脸上露出复杂的神情，眼神中交织着矛盾的情绪。这时夏洛特拉起了他们的手，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能克服所有困难，我们一起保卫王都吧。他们受到夏洛特的感染，稍微振作了精神。莱亚斯向丽莎问了个从刚才起就一直在意的问题：破城冰桩这种魔法只有超过30级才能使用，你究竟是什么人？但丽莎也是完全不在意莱亚斯的样子。这不重要，干活吧。莱亚斯只好和玛丽安一起来到丽莎旁边做好准备。下个瞬间，他们提炼出的魔力就被咻的一下吸走了。莱亚斯受不了这种吸取速度，叫苦连天。但此时正是移交破城冰桩控制权的关键时刻。玛丽安忍着难受，鼓励莱亚斯：我们两个一起努力的话，这不过是小菜一碟。随后，莱亚斯的后背和玛丽安的左手发出光芒，那是能够增幅魔力的王纹。夏洛特看到这个东西异常兴奋，他曾在哥哥身上看到过同样的文章，不过哈特不需要增幅魔力，所以他的王纹从未发过光。丽莎见他们对冰桩的控制稳定下来，便在夏洛特疑惑的目光中放下了双手，嘱咐莱亚斯和玛丽安集中精神维持现状。但莱亚斯担心他撑不到丽莎动手破坏魔法阵的时候。接下来，夏洛特在丽莎的帮助下换上被哥哥配置了各种功能的战服，他拿出魔法棒，摆出招牌姿势，念出羞耻的台词：魔法少女不死夏洛要去推翻死亡命运了。伊里斯、莱亚斯以及玛丽安看到这一幕齐齐愣住。夏洛特若无其事地交给伊里斯3只通讯手表，随后展开翅膀和丽莎一起飞向高空，去破坏其他地方的魔法阵。伊里斯马上给莱亚斯和玛丽安戴上通讯手表。莱亚斯刚吐槽完夏洛特不给他们介绍用法，通讯手表里就传出夏洛特的声音：现在就和你说一说这东西怎么用。哈特通过监视结界看完了全程，不禁感叹妹妹真厉害，竟然利用他随便做出来的解析机弄清了魔法阵的真面目。虽然哈特一个人就能把4个魔法阵摧毁，但夏洛特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为了不让他们的努力化为泡影，为了不被他们埋怨，哈特觉得自己现在应该做的是彻底退居后方，在确保王都居民安全的同时，让扮成魔法少女的妹妹和她的同伴们亲手拯救王都。下一话约会的邀请，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就在夏洛特等人忙着拯救王都时，哈特通过监控结界注意到了另一个异常。提亚以了解跟针有关的事情为由，把分身抓到了研究楼，笑眯眯地盯着他吸溜了一口茶水，才暴露出真实意图。提亚突然叫到布尔克斯的名字，问他有没有把东西加进去。布尔克斯拿着托盘，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支支吾吾地表示自己无法做出给学生下安眠药这种事。分身先是露出惊讶的神情，然后充满戒备地站了起来，眼睁睁看着提亚从身后拿出结实的绳子，两眼放光地逼近自己，耳边都是他呼出的热气。分身抓住绳子奋力抵抗，糟糕的是对方还想叫助手来帮忙。就在这时，分身被一道光弹打中额头，整个人飞到了房间大门上。一对蒙面人破窗而入，他们在窗边一字排开，其中一名白发男直勾勾地盯着提亚，那眼神就像看到了猎物。你是提亚利耶达·卢塞亚纳尔教授吧？跟我们走一趟。提亚躲在沙发后面，脸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但嘴上依然强装镇定。如果这是你发出的约会邀请，那还真是够粗暴的。你能让我尽兴吗？白发男愣了一下，不打算跟目标废话。他的手下刚想上前把人抓住，就有一发魔法子弹从提亚脑袋旁边划过，砰的一声将他打飞。
分身刚从地上坐起，手上的魔法手枪还在冒烟，就一边抱怨一边乱射了一通。真是的，不要让我做出这种不符合人设的事情好吗？拥有自动追踪功能的子弹精准打倒了好几人。提亚趁机带着助手和分身逃出房间，在逃跑过程中还不忘问分身为什么毫发无伤。分身无暇解答他的疑惑，只想赶紧逃走。考虑到研究楼外可能有敌人的同伙，提亚领着他们跑到厨房，打开了秘密地道的入口。此时在森林深处，莱亚斯和玛丽安的魔力所剩无几，破城冰柱上早就出现了裂痕，有不少已经裂开，但他们还在咬牙坚持，直到炸出身体里的最后一丝魔力才不得不放弃。最后破城冰桩悉数断裂，变成大大小小的冰块。莱亚斯和玛丽安被弹开，一屁股坐到地上，他们都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而感到内疚。伊里斯安慰他们，只要另外3个魔法阵被顺利破坏，他们在其他人赶来支援前控制好局面就行。只可惜伊里斯刚说完，所有魔法阵就都发动了。几只体型与人相近的食尸鬼从魔法阵中缓缓爬出，伊里斯姑且可以与他们战斗，莱亚斯和玛丽安却是一点魔力都没有了。就在他们束手无策时，教授一行从地道穿出来，刚好走到他们后面。他们将如何对付这些食尸鬼？下一话战斗开始，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在魔法阵即将发动前，丽莎抵达了王宫前广场，她停在广场上空，陷入思考。这里戒备森严，巡逻士兵太多，导致她难以靠近魔法阵布置破城冰桩。就在这时，夏洛特传来群通讯，向他们了解情况。目前他们都已经赶到各自负责的区域，而且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那就是现场人多，无法直接动手。夏洛特要求他们先引导市民避难，再去破坏魔法阵，但他刚做出指示，王宫内的魔法阵就启动了。紧接着，王宫前广场的魔法阵亮起光芒，公共墓地和大圣堂附近的魔法阵也启动了。夏洛特嘱咐完他们专心处理好各自负责的区域，就马上断开了通讯。此时在王宫内，国王刚好路过发光的魔法阵，目睹了成群的食尸鬼从魔法阵中涌出。在短暂的惊慌过后，他怀疑上了王妃，卑鄙的吉泽落地，到底还是盯上了本王的性命。你们要保护好本王，事后多少奖赏本王都给。驻守在王宫内部的士兵们已经接到国王的命令出击，但守在王宫前广场的士兵们还对脚下发光的魔法阵一头雾水。丽莎落至地面，好意提醒他们离开，却被当成布下魔法阵的可疑人员。数只食尸鬼出现在质问丽莎的士兵身后，亮出了锋利的牙齿。丽莎来不及解释，在手中显现出一把血之长矛，用锋利的矛头捅穿了一只食尸鬼的胸膛，并提醒其他人被上古食尸鬼咬到会变成食尸鬼，拜托他们离开这里，去引导民众避难。士兵们回头看到身后的食尸鬼，互相对视了一眼，随后在尖叫声中快速撤离。在那之后，胸口被捅了个大洞的食尸鬼站起来，再次扑向丽莎。这回丽莎把血矛刺进他的眉心，用冷气冻住上半边脑袋，再将其粉碎。食尸鬼随即倒地，化作烟尘消散。丽莎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毁掉食尸鬼的脑袋就能杀死他们，但她得先破坏魔法阵，阻止食尸鬼继续涌出。她将血矛插入地面，抬起双手凝聚魔力，周身马上有寒气环绕，随后大喊一声破城冰桩，并有无数冰棱扎进魔法阵里，将魔法阵连同正在向外爬的食尸鬼一同击碎。烟尘散去后，只剩下最初被召唤出来的食尸鬼。丽莎大致数了下数量，至少还有30只。考虑到夏洛特不想出现牺牲者，丽莎决定先把他们都困在这里，便创造出厚实的冰墙，将这群食尸鬼全部围住。丽莎听着里面不断传出撞击抓挠声，提起血矛喘了几口大气。连续发动大型魔法消耗了她大量魔力，但她知道自己还不能倒下，继续咬牙坚持。接着丽莎在冰墙上开了个仅供一只食尸鬼通过的小洞，准备将它们慢慢放出来，逐个解决。她挥动血矛贯穿食尸鬼的头部，起初进行得很顺利，后来动作越来越迟缓，最后丽莎摇晃着身体跪到地上，眼见又有几只食尸鬼扑了过来，她的四肢却像被灌了铅一样沉重的抬不起来。在这危急关头，哈特出手了，食尸鬼们一只接一只撞在看不见的墙上，丽莎的身体轻轻飘起，疲惫感全都消失了。她猜到这是哈特的魔法，摇摇头不去思考其中原理，举起血矛朝剩下的食尸鬼们冲了过去。哈特见他脱离危险，松了口气，
话说回来，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丽莎在消耗过多魔力后感到疲惫。在支援完丽莎之后，哈特将注意力放在夏洛特和弗拉身上。夏洛特会如何处理大圣堂外的食尸鬼？请看下一话，卡米洛特的骑士们。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在王都南部大圣堂前的公园，魔法阵突然亮起光芒，夏洛特慌乱不已。习惯和平、缺少危机感的市民们却淡定地站在原地，就算有人对地面发光感到奇怪，也无人意识到危险跑开。夏洛特拼命挥手提醒他们逃跑，却和地上的亮光一样，被市民们当成了这个活动的一部分。为了让他们尽快去避难，他只好采取较为粗暴的方式。便见夏洛特举起魔法棒，大喊一声秘技召唤云雨，魔法棒顿时发出耀眼的光芒，公园上空的云层立刻从白变灰，再变成深沉的黑色，并传出隆隆雷声。随后大雨倾盆落下，人们纷纷离开魔法阵，去附近的建筑里避雨。夏洛特望着地上四散离开的人群，刚松了口气，就有一大群食尸鬼从魔法阵中涌出。夏洛特慌张地从包包里摸出提前备好的小布，用力把它向上一抛。随后这块布在空中越来越大，上面还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魔法阵。夏洛特充满气势地大喊一声，出来吧，卡米洛特的骑士们！全副武装的骷髅军团应声从魔法阵中冒出，降落至地面。他们在团长强尼的带领下高举武器，士气高涨，咆哮声响彻战场。吾等卡米洛特禁卫骑士团受到召唤前来。夏洛特指示强尼先去引导附近居民避难，石巨人吉刚则负责破坏魔法阵。他走到魔法阵前，用拳头砸碎地面。魔法阵被破坏后，再无新的食尸鬼涌出。夏洛特见状，深吸一口气，高声宣告：那么各位，现在开始就是善后的时间了。随着夏洛特的一声令下，暗夜骷髅蜂拥而上。他们本就不怕被咬，再加上每天接受训练，即便这些食尸鬼是上位魔物，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更别说体型占优的吉刚，随手挥下拳头就粉碎了一片食尸鬼。夏洛特见大家如此英勇，也上前助阵。他将魔法棒对准几只食尸鬼，使用奥义催眠术。旁边的骷髅骑士趁机发起猛攻。在夏洛特和骷髅军团的努力下，现场将近60只食尸鬼被悉数消灭。夏洛特高高举起魔法棒，宣布胜利。骷髅军团放声欢呼，脸上洋溢着喜悦和自豪。哈特看完全程，发现这里根本不需要支援，这支骷髅军团骁勇善战，就像被提前训练好了一样。哈特对夏洛特出色的统帅能力感到佩服，随后将目光投向弗拉所在的公共墓地。弗拉会如何破坏那里的魔法阵？下一话，能干的女人，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在魔法阵启动时，弗拉躲在树后观察王都西部公共墓地的情况。这里的人们也只是感到讶异而没有逃跑。弗拉干脆变回原形，跳到他们面前。愚蠢的人类啊，不想死的话就立刻离开这里。人们惊慌失措，争先恐后的逃走。紧接着食尸鬼从魔法阵中涌出，但这些魔物刚露头就遭到了攻击。弗拉吐出一发浴火，将魔法阵和食尸鬼烧得一干二净。只可惜爆炸波及范围广，周围的墓碑都被破坏了。哈特看到被炸了个深坑的地面，气不打一处来。弗拉严重破坏了墓地，要是现场还有人没来得及跑开，就会受到牵连。哈特准备事后好好教育他。这时弗拉一脸自豪，就像在等待主人夸奖的汪将。呵呵，这么一来，我多少有帮上哈特大人的忙吧。但他马上又因为无事可做而感到失落。他正烦恼着接下来该做什么，耳边就响起了陌生的声音。原来是玛丽安和莱亚斯借助通讯手表联系上了弗拉。弗拉听他们说明了学院的情况，答应前去支援。他不假思索地叼起树下的女仆装，塞进皮毛里，以巨狼的形态朝学院所在的方向狂奔。哈特担心弗拉的狼形态吓坏街上的居民，他可以直接用任意门帮忙赶路，但不想被察觉。后来他转念一想，缩短每次的移动距离应该能糊弄过去，毕竟对象是头脑不太聪明的弗拉。于是他在弗拉的前进路线上放置了好几个巨大的板状节点，悄悄转移了弗拉好几次。弗拉意识到周围的景色突然产生了变化，但他忙着赶路，根本没把这个异常放在心上。此时在学院森林里，分身正用魔法手枪对付食尸鬼。无论他打倒多少食尸鬼，只要魔法阵还在，就会有新的食尸鬼涌出。莱亚斯希望他能想办法破坏魔法阵，然而分身不会魔法，对此无能为力。他感受到身旁的教授投来火辣辣的视线，心里马上产生了一股不祥的预感。结果果然收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要求：你可以试试抱着大家飞起来吗？
分身刚说完自己无能为力，身体就慢慢向上飘了起来。教授第一个跳起来环住他的肩膀，紧接着其他人也在教授的提醒下分别抓住了分身的四肢。就这样，他们靠挂在分身身上浮到了空中。分身稍加思考就明白这是哈特搞的鬼，他在心里埋怨本体，求他赶紧帮忙。随着食尸鬼渐渐涌到脚下，伊里斯产生了担忧，这些食尸鬼会不会放弃他们，转而跑去其他地方？教授表示，食尸鬼会专注于眼前的猎物，只要保持在刚好吸引他们的高度就行。目前的高度对挂在分身右腿上的莱亚斯来说太危险，总是有食尸鬼想跳起来咬他，脚底下不断传来牙齿咬合发出的咔嚓声。就在这时，那支秘密部队看到漂浮在空中的教授赶到附近，他们的注意力全被任务目标吸引，完全没意识到身后逐渐逼近的食尸鬼大军。等到他们反应过来也太迟了，最后这些家伙全都变成了食尸鬼。众人看到这一幕，不约而同脊背发寒。玛丽安不禁担心这些怪物跑出森林的后果，好在弗拉及时赶到，炸飞了聚集在一起的食尸鬼。玛丽安惊叹对方厉害，伊里斯则若有所思地望着他。接着弗拉发现附近还有几只漏网之鱼，为了灵活的战斗，他决定变成人形。便见弗拉拿出女仆装向上一抛，身体在耀眼的光芒中逐渐缩小，变成女性，然后在空中灵巧地套上衣服。再次变成人形之后，弗拉依旧不习惯大腿凉飕飕的感觉，他不太高兴地看向空中，表示自己会处理剩下的食尸鬼。伊里斯却突然放手，跳到地面。白发少女，没听到我刚才说的话吗？面对弗拉的质问，伊里斯扬起嘴角，面带笑容地回答：听到了，现在的我没办法和你并肩作战，但至少请把你的后背交给我来守护吧。弗拉身体微动，总觉得哪里不对，真是个奇怪的家伙。但我们毕竟要一起在战场上作战，姑且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弗拉，不过你不准随便叫我的名字。伊里斯听完他的话又笑了，弗拉这名字真不错，我叫伊里斯，请多关照。随后两人背靠背做好了战斗准备，下一话卡米洛特之战，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上一话说到伊里斯跳下来加入战斗，弗拉问他会多少魔法，伊里斯停顿了一下，回答完全不会。弗拉听了这话，忍不住回头吼了一句：那你留在这里有什么用啊？伊里斯握紧拳头，自信回答：你可真无理啊，我对近身战还是很有自信的。弗拉这才知道伊里斯打算和这群食尸鬼肉搏，不禁发出疑问：你是不是傻啊？伊里斯心中泛起一丝苦涩，真没想到会被你这么说。其实弗拉的担心不无道理，要知道被食尸鬼咬到就会变成食尸鬼。伊里斯明知道这一点，却还想与他们近战，怪不得会被弗拉当成傻子。在食尸鬼扑上来前，弗拉忍不住又吐槽了几句：要是有我这么强的能力倒还好说，可是像你这家伙一样不会用魔法的。弗拉说到这里突然停下，别扭地转过头嘟囔：这家伙又不是我的同族，我干嘛和他说这么多呢？伊里斯听了他的自言自语，嘴角微微上扬，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后来弗拉决定独自对付食尸鬼，他本想让伊里斯躲在旁边，话才出口，伊里斯就朝其中一只食尸鬼冲了过去。他灵活地躲开抓挠，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看似占尽上风，但他马上发现这么做反倒给了对方可乘之机。这只食尸鬼的脖子居然能以奇怪的角度扭动，眼见他那尖利的牙齿就要咬上伊里斯，不远处飞来一发火球，直接烧掉了他的脑袋。伊里斯尴尬回头，要知道他刚刚才说过要守护弗拉的后背，现在却反过来让弗拉守护了自己的后背。他向弗拉道谢，又遭到怒吼：你果然是个不中用的家伙。伊里斯觉得这话太过分，连忙为自己辩解：在你打倒他之前，我就已经躲开了。但弗拉根本不接受这种解释，反怼了一句：谁有空等着你啊？伊里斯还想说几句，可惜食尸鬼围了过来。弗拉在掌心燃起火焰，先挥动右手轻松扫断两只食尸鬼的脖子，再用左手抓住另一只食尸鬼，用烈火猛烧其脖子，眨眼间就解决了3只食尸鬼。不过弗拉还是嫌这么做太慢，便以自己和伊里斯为中心，用火焰画了个圈，一口气烧死了涌上来的食尸鬼。伊里斯看到这一幕，由衷地发出赞扬。弗拉挺起胸膛，骄傲地说道：这还用说吗？虽然我还远远比不上哈特大人就是了。与此同时，王宫前广场只剩下最后一只食尸鬼。丽莎举着血矛，呼出一口气，带着必胜的眼神冲向嗷嗷叫的食尸鬼。
在擦肩而过的瞬间砍掉了他的脑袋。后来夏洛特发起群通讯，向弗拉和丽莎了解进度，至此王都各处的魔法阵都被成功破坏，从中冒出的食尸鬼也被悉数歼灭。哈特看到这里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接下来他将去处理始作俑者巴尔阿戈斯。下一话修瓦登场，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阿戈斯收到魔族把食尸鬼全部消灭的报告，难以置信。考虑到手下尚未在王宫内部发现魔族，阿戈斯认为暗杀计划还有希望，反正只要国王一死，国家也会陷入混乱。就在这时，一个奇怪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我不会让你得逞的，正义的执行者修瓦在此，你休想作恶。阿戈斯对黑色战士修瓦的出现感到意外，哈特也不废话，直接告诉他国王平安无事，还在他面前播放了魔法阵被破坏的画面。但最令阿戈斯震惊的是，哈特竟然把在王宫里乱晃的白衣人定住了。那些可疑的家伙其实是爆炸型核蒙库鲁兹，一种被加入了爆炸魔法的人造生命体。在失去这张王牌之后，阿戈斯亮出了底牌梅尔奇美奈斯。哈特刚好想问出那个侍女的下落。当他取出半边翅膀时，阿戈斯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事已至此，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他迅速在身后和四周展开魔法阵，放出狠话：虽然我不知道梅尔奇美奈斯怎么会需要逃跑，但我好歹也算是魔人中的一员，让你见识下路西法伊拉大人赐予我的力量吧。话音刚落，便有数道锋刃朝哈特袭去。阿戈斯亲眼看到黑色战士被刮得遍体鳞伤，刚露出得意的笑容，就听到对方这么说道：看起来好像是比一般人厉害。随后他就被结界反射的锋刃所重伤，喷出一口鲜血。哈特不忘介绍，这是他最得意的必杀技厌反。阿戈斯这才知道自己刚才看到的只是残像，现在他身体脖子以下的部分都被结界固定，只要稍微动一下，脑袋就会搬家。他紧咬牙齿，对哈特怒目而视，却不敢反抗，有问必答。阿戈斯声称自己是被魔神路西法伊拉赋予力量的人类。哈特拿出修奈达尔用过的注射器，怀疑魔神给的就是这东西，结果得到阿戈斯的证实。当时修奈达尔差点也成了他们的同伙。那个褐色皮肤的侍女则是路西法伊拉创造出来的纯种魔人，这也就意味着魔人分为两种。后来阿戈斯才知道，黑色战士早就看穿了他们想要复活魔神毁灭国家的计划。哈特觉得他还有利用价值，便把他塞进神秘时空，来到了吉尔克国王的卧室。国王正躲在这里思考今天的异常。在王国各处出现的上古食尸鬼被谜一样的魔族消灭了。虽然想不明白那群魔族为什么会出来帮忙，但他认为这场混乱的始作俑者一定是吉泽洛蒂。他愤怒地拿起桌上的长剑，是要除掉这个不顾国民死活的女人。这时门口响起一个奇怪的声音：还是不要这样做比较好。国王循声望去，看到全身漆黑的可疑男人，马上拔剑戒备。他认出眼前这人应该就是黑色战士修瓦，大声呼喊护卫，却无人应答。原来哈特早已施法，不让这里的声音外泄。紧接着哈特从神秘时空取出阿戈斯的首级，我把这一连串骚动的始作俑者也带来了。另外就像你猜测的那样，吉泽洛蒂也参与其中。国王马上开出条件，表示只要交出阿戈斯的首级就能得到赏赐。就算到了这种时候，他还要维护自己身为国王的尊严，要求黑色战士为他刚才的无理行径道歉。黑色面罩之下传出一声叹息：你可真是一点都没变，满脑子只知道考虑自己的事。哈特用结界定住国王，带着压迫感逐渐逼近。你可别误会了，现在你能活命全靠我的帮助。国王生气地吼了一声，但又马上压下怒火，询问黑色战士到底有什么目的。哈特顺势提出自己的2个条件：第一，不能治吉泽洛蒂的罪，因为他一死，国家就会陷入混乱，仅靠国王的势力无法收场。国王沉默以对，无法反驳。第2个条件是不能深究骚动，即使知道真相也不能采取行动。哈特承诺只要做好以上2点，就不会伤害他。接着哈特夺过国王的剑，抵在他脖子上，威胁道：要是你不遵守约定的话，下次。哈特在其脖子上划出一道口子，以此暗示后果。他在离开前还特意提醒国王，即使你儿子身上流着你讨厌的女人的血，也要对他好点。
说完，黑色战士就消失在原地。国王在定身解除后，双腿一软，跪在地上，长剑砸地，发出清脆的声响。下一话，哈特将去找吉泽洛蒂聊天，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吉泽洛蒂收到黑色战士去找巴尔阿戈斯的报告，焦急地回到离宫。他有强烈的预感，那个男人也会来找自己。结果这个预感果然应验了。吉泽洛蒂一推开门，就看到黑色战士翘着腿坐在沙发上，向自己打招呼：“哟，好久不见。”吉泽洛蒂咬紧牙关，眼神如刀，紧盯着对方的一举一动。当听到黑色战士对自己是否想要王位没兴趣时，吉泽洛蒂直接发问：“那你是来做什么的？”哈特顺势向他提出3个要求：第一，不准去调查那些在室内和食尸鬼战斗的人；第二，不准再暗杀莱亚斯。哈特认为，像他这种只会把自己的孩子当作棋子的家伙真可怜。第三，放弃绑架提亚利耶达教授。当听到第3点时，吉泽洛蒂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你叫我放弃？这事归根到底都是因为你把这个项圈戴到了我的脖子上。既然觉得我很可怜，那就帮我把这个弄下来啊！”哈特当然不可能因为这种理由就帮吉泽洛蒂取下项圈。啊，你在说什么梦话呢？你还是和5年前一样啊，我还没有原谅你。听到黑色战士这么说，吉泽洛蒂压抑了5年的仇恨终于爆发。我受够了，现在就要把你给收拾掉。吉泽洛蒂紧紧握住剑柄，毫不犹豫地抽出长剑，无需咏唱，便有暴躁的火焰缠上他的身体和武器。紧接着，吉泽洛蒂一个加速冲到哈特面前。哈特做好了抬剑抵挡的准备，但没想到对方靠近后竟然放出了暗烟。吉泽洛蒂先用烟雾将他笼罩在黑暗中，再趁机从黑雾中猛地发起攻击。虽然哈特偏头躲开了这一剑，但剑上缠绕的火焰爬上了他的衣服，就像一只贪婪的野兽想将他全部吞噬。吉泽洛蒂趁此机会高高跃起，一剑劈在他身上，哈特重重地摔倒在地。吉泽洛蒂见状迅速跑过来，想补上最后一击，剑尖却在刺进对方的胸膛前被挡下。厉害啊，所有的魔法招式都能不经过咏唱就直接使出来，你是想过怎么对付我吧？吉泽洛蒂顾不上说话，把全身力气都用在了剑上，但哈特不费吹灰之力就挑开了他的剑。他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开始反击。吉泽洛蒂急忙举剑招架，2把剑激烈碰撞，发出刺耳的撞击声。吉泽洛蒂露出吃力的表情，双手都在颤抖，但哈特没有停下的意思，继续施展凌厉的剑法。吉泽洛蒂无力还击，步步后退，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扭曲，最后声嘶力竭地喊出一句话：“你是什么人？你究竟是什么人啊？”紧接着长剑脱手滑落，吉泽洛蒂随之摔倒在地。哈特再次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一个事实：你是赢不了我的。吉泽洛蒂坐在地上，脸上写满了不甘，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而露出冷笑。便见吉泽洛蒂从腰包里掏出木盒，从中取出一个注射器。哈特一眼看穿他的企图，马上用结界定住他的右手，并打碎注射器。吉泽洛蒂惊恐地看着地上的碎片，朝哈特发出愤怒的嘶吼：“你做什么？”哈特冷冷地警告他不要用那种东西，不然会变成怪物。直到这时，吉泽洛蒂才发觉药剂可能有问题。他原想借此增强力量，没想到这却是个陷阱。为什么？你为什么总是妨碍我？已经够了吧？至少把这个项圈解开吧。不管吉泽洛蒂怎么哀求，哈特在这点上都绝不让步。那不行，你要是不做出改变，就一辈子别想解开。哈特说完这些话，就消失在吉泽洛蒂的视野中。吉泽洛蒂绝望地趴在地上，哭声回荡在整个房间。下一话庆功宴，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晚上，夏洛特在哈特的加里敦堡垒外举办了庆功宴，感谢卡米洛特全体成员共同守护了王都的和平。大家纷纷举起酒杯，隔空碰杯。在这之后，弗拉一脸期待地问哈特有没有看到自己破坏魔法阵的表现，结果只得到一句简短的夸奖，瞬间失望。为了安抚情绪低落的弗拉，哈特一边摸头一边表扬他做得好，总算让他感到了满足。哈特在安抚弗拉之余，不忘关心丽莎。丽莎今天以人形使用了大量魔法，感到疲惫。哈特用另一只手也摸了摸他的脑袋作为奖赏。此外，哈特也慰劳了强尼和吉冈。在这之后，夏洛特悄悄凑过来问了句：“哥哥，您查到无血的第4星期6的主谋是谁了吗？”哈特听到这个名字时愣了下，后来才反应过来，告诉妹妹始作俑者是想复活魔神路西法伊拉的家伙。
魔神这个词马上引起了一阵骚动。夏洛特对这件事与神话时代的神明有关感到意外，同时对哥哥的敬佩又加深了几分。夏洛特稍作分析，得出对方不会善罢甘休的结论，提醒卡米洛特全体成员继续保持警惕。哈特担心妹妹又去做危险的事，要知道对方可是有魔人在暗处活动的，而且还有个被他放跑的纯种魔人梅尔奇美奈斯。为了防止他们回来为非作歹，哈特构筑了一个能覆盖整个王都的结界，顺便强化了保护父母和夏洛特的结界。这时，一个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声音拉回了他的思绪。娜塔莉亚带着城堡的女仆给他们送上了料理，哈特被吓得脸色苍白，话都说不好。妈妈怎么来了？弗拉咬了口腿肉，解释说本来负责做饭的是他和丽莎，后来被娜塔莉亚揽下了这份工作。其实哈特想知道的是，母亲为什么会这么自然地出现在这里。他正纳闷，就看到母亲朝自己眨了眨眼睛。直到听了夏洛特的话，哈特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哥哥，您放心吧，我们已经得到父亲的许可了。换句话说，这个秘密基地早就被父亲和母亲知道了。哈特感到无比心痛，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搭建的加里敦终极堡垒就这样暴露了。夏洛特接着补充了一句，父亲还不知道修瓦的事。一说到这里，就被娜塔莉亚打断了。哈啦，你们在说悄悄话吗？夏洛特声称他们在讨论饭菜，撒谎技术还是一如既往的差劲。哈特倒不是非要隐瞒修瓦的身份，他正打算趁这个时机说出来，但母亲过于善解人意，反倒使他不好开口。我会耐心等着，你不用在意的。总而言之，哈特最后没把修瓦的事情说出口。庆功宴继续欢乐地进行，哈特没想到这个本来给自己独处的地方会变得这么热闹。接下来他要集中精神完成早日退学的任务，下一话全露馅了，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一周后，提亚通过漂浮在空中的通讯结界与戴着白色面具的夏洛特对话，他惊讶地从对方口中得知黑暗学生会是真实存在的。夏洛特自豪地告诉提亚，自己已经找到了相关线索，他们将为今后与黑暗学生会之间的对决做准备。为了避免会错意，提亚特意重述了一遍，你要和他们对决吗？夏洛特连连点头，并请提亚教授帮忙，但他话还没说完就被娜塔莉亚打断。夏洛特，你在房间里吗？夏洛特为了回复母亲而慌张离开，随后他和娜塔莉亚的对话全都通过结界传了过来。母亲，什么事啊？松饼烤好了，你要吃吗？当然，我马上过去。夏洛特回来后才意识到母亲刚才喊了自己的名字，他担心身份暴露，连忙询问提亚有没有听到刚才的对话，在得到完全没听到的答案后，放心地松了口气。最后，夏洛特以有急事为由，匆忙挂断了通讯。提亚闭上眼睛，回忆了下刚才的对话，若有所思地念出了夏洛特的名字。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黑色战士突然出现在对面，他瞬间瞪大了眼睛，发出尖叫，身体还因害怕而不停哆嗦。你难道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坐在那里吗？话说回来，是他自己将真实身份暴露在我面前的。再顺便说一下，我也猜到你的真实身份了。提亚边说边爬到沙发后面，只敢露出半颗脑袋看向黑色战士，恳求他不要灭口。哈特叹了口气，主动摘下头盔，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没错，修瓦就是我。哈特自曝的过于干脆，就连提亚都忍不住出来吐槽。随后他又戴上头盔，恢复黑色战士的声线聊天，不仅请求提亚替他们保密身份，还希望能从他这里得到和魔神魔人有关的情报。提亚听到这两个词，眼前一亮，激动地站了起来。也就是说，他们跟这场王都骚乱有关系吗？话说，你有没有见到魔神或魔人啊？你再跟我详细讲讲吧。提亚边问边向哈特逼近，将恐惧都抛在了脑后。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兴奋的光芒，呼吸越来越急促。为了让教授冷静下来，哈特定住了他的身体，并把他搬到沙发上，强调了一遍要求：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好，可以吗？提亚害怕的浑身发抖，哪敢不配合。他先谈到了魔神，在距今几百年前的神话时代，人们的魔法等级比现在高得多，其中偏善性的人被称作神，受恶性影响的人则被称作魔神。魔人只是魔神的使徒，他们和魔神缔结了某种契约，被赋予了相当于神话时代魔法等级终极的力量。提亚科普完，顺便吐槽了下哈特戴上面具后的奇怪腔调。哈特暂时没理会，陷入了思考。魔人巴尔阿戈斯确实拥有非同寻常的力量，他们可能就是利用那种注射器制造出魔人同伴。
如果想知道更多情报，只能去问被他抓起来的巴尔阿格斯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分身闯了进来，哭着向教授求救：“快救救我，提亚教授！”提亚看了看分身，又回头瞥了眼打扮成黑色战士的哈特，脑子里瞬间冒出了成百上千个问题。看来哈特制造分身机器人的事情也瞒不住了。下一话退学之路，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上一话说到，分身哭着冲进办公室，哈特一看到提亚那炙热的目光，就明白自己制造分身机器人的事情也难以继续隐瞒。随后提亚难得展现了下温柔的关怀。哈特，你怎么了？分身一边抽泣一边诉苦。教授，我不喜欢上课，也不喜欢上学，请让我退学吧，我不想再被任何人打扰了，只想悠闲地当个家里蹲。就在这时，又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走廊传来，随之响起的声音把分身吓得汗毛竖立。哈特泽菲斯，你在哪儿？紧接着门被砰的一下推开，奥拉教授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你果然在这里，好好给我讲讲你上次搪塞过去的附属性的事情吧。最后奥拉教授在分身的哭诉声中把他夹在胳肢窝下强行拖走。在这期间，哈特一直用光学迷彩结界隐藏自身，他对总是遇上倒霉事的分身深感抱歉。在他们离开后，哈特不免遭到逼问，为什么会有2个你啊？这也是你的魔法吗？真的假的？太牛了吧，这到底是什么原理？他的身体里面是什么样的？哈特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只是简单的告诉提亚，那是他用结界做出的分身复制了自己的思想，相当于安装了一个人工智能。然而这些话在提亚看来并不简单，你真是随口就能说出一些难懂的话啊，也就是说你光凭感觉就做出了一个和真人分毫不差的高级人偶吗？哈特不想深入解释，但提亚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直到哈特放出杀气，冷冷地警告了一句，提亚教授，我不是说了这个不重要吗？提亚这才恢复理智，乖乖收起多余的好奇心。接下来哈特摘下头盔，给提亚解除了定身，把话题引导到退学上。刚才分身提出的请求也是他的愿望，但提亚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他认为哈特不能退学，因为他是被国王推荐入学的。就算国王承认自己看走眼撤销了推荐，也会影响到哈特的父亲泽菲斯卿。问题就在于哈特的魔法等级过低，泽菲斯卿是国王派领袖，哈特身为他的儿子，魔法等级只有2级，却能得到国王的推荐。如果没有做出任何成绩就被退学的话，国王的能力将遭到质疑，泽菲斯卿会失去在国王派内部的向心力，公众声望下降，社会地位动摇。这种贵族间的尔虞我诈让哈特感到心累。后来提亚想起自己擅作主张给哈特做的入学测试，他故意在试卷里出了许多难题，以了解哈特的能力。这是因为他当时觉得等级2能被推荐必然存在内情，不过哈特的表现大大出乎预料，就连提亚都没想到他竟能使用足以媲美神话时代的古代魔法。他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你其实就是某种神明，对不对？哈特对这个说法感到意外，没想到教授居然这样看待自己。接着提亚把话题拉回到正事上，给哈特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只要通过考试证明自己比教授更有学识，就能免除课程，就算是实际课程，只要获得任课老师的认可也能免除。哈特马上理解了提亚的想法，简单来说，免除课程后他就能不去上课而躲在学院里了。哈特仔细思考了下具体计划，诚恳地请求提亚帮忙。无需说明，提亚已经猜到他想请自己帮忙作弊，他明明是教师，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后来哈特才想明白提亚这么积极帮助自己的理由，他原本打算不上课就窝在宿舍里，但提亚提醒他仅靠学识超过教师这一点恐怕行不通，若想免除课程还需要更有说服力的理由。经过提亚的点拨，哈特立刻想到了那个理由，研究魔法。这时提亚突然带着笑容站了起来，走到散落在地上的书籍和设备旁，说道，你好好看看，这里有这么多和古代魔法相关的资料，设备也很齐全，而且还有最前沿的研究者。说到这，提亚扭头看向哈特，用手指着自己，告诉他，没错，就是这里。提亚认为留在这里研究古代魔法是最有说服力的理由，然而哈特一眼看穿了他藏在这个建议背后的真实意图。就算教授极力否认，哈特也不改变判断，甚至产生了不妙的预感。教授不就是想把它当成研究材料，尽情研究古代魔法吗？下一话夏洛特想做的事，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
在城堡食堂里，夏洛特切下一小块热乎乎的松饼送进嘴里，绽放出幸福而满足的笑颜。弗拉坐在他旁边，也在细细咀嚼这份美味。娜塔莉亚得到他们的夸奖，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接着随口问了夏洛特一句：“你刚才在房间里做什么呢？我好像听到你在和别人聊天。”夏洛特听到这个问题，一着急就噎住了，一大块松饼就像是石头堵在喉咙里，他脸憋得通红，眼泪都出来了。好在弗拉及时递过来一杯水，夏洛特咕咚咕咚喝下水后轻松了不少，但他完全没想好怎么回答母亲的问题。这时弗拉发出一声叹息，替夏洛特解了围。娜塔莉亚，妙龄少女有秘密是很正常的，你就别追问了。娜塔莉亚尊重女儿的隐私，放弃了探究。在这之后，夏洛特还想说点什么补救一下。我有好好完成作业，所以只想在空闲时间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娜塔莉亚十分清楚夏洛特的表现有多么优异，令她头疼的反而是几个家庭教师都表示没什么可以教给夏洛特的了。就连弗拉也觉得夏洛特虽然冒失，却很聪明。娜塔莉亚刚好借这个机会询问夏洛特今后的打算，并听他激动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我想和哥哥一样研究古代魔法。”娜塔莉亚先是感到惊讶，然后陷入了沉思，随后向夏洛特提起哈特的老师就是专门研究古代魔法的。没想到夏洛特居然能叫出那位教授的名字。当娜塔莉亚告诉夏洛特他或许可以去哥哥的学校学习时，夏洛特激动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据娜塔莉亚所说，有人13岁就进入了那所学校，夏洛特此时11岁，说不定也能跳级入学。夏洛特看到了希望，再次恳求：“那么我想和哥哥在同一个地方学习。”娜塔莉亚感受到女儿的热情和决心，答应找戈尔德商量一下。夏洛特高兴地举起双手欢呼。下一话和学长的相遇，哈特将在课上与数字军团的其中一员交手，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上一话说到，哈特采纳提亚教授的意见，将计划改为待在学校闭门不出。为了获得免除课程的机会，他必须在今天的测验中获得特别优异的成绩。为此，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提亚教授就是他请来的外援，他直接在考场上用其他人看不见的通讯结界与教授建立了联系。开考信号响起，哈特抱着今天一定要把所有事情都解决的念头动笔。提亚教授的声音通过耳机流入他的耳朵里，让他很快完成了作答。测验结束后，班主任在教员办公室批卷，在批阅哈特的卷子时，他起初只是有些吃惊，因为哈特的卷子上没有一处错误。在改到2份满分的卷子后，他冒出了冷汗。等到改完所有卷子后，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坐都坐不稳。随后班主任急忙跑出办公室，找到哈特。哈特泽菲斯同学，关于你的考试成绩。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每说几个字就要停顿一下，喘几口气。哈特心虚地僵在原地，还以为作弊被发现了，紧张的心脏狂跳。没想到最后等来的是表扬，你可真是太厉害了，我很惊讶。你也真是的，怎么不早点使出真本事来呀？哈特灵光一闪，心想现在正是好时候，便搓了搓手，委婉地提出免除课程的请求。班主任愣了一下，以为哈特不喜欢自己的课而心情低落。就在哈特感到无望时，班主任话锋一转：“不过你有这样的实力，不想上课也很正常。我考虑考虑吧。”哈特听到有希望，不禁把这当成了好兆头。接下来是魔法体术课，贝辛老师依旧一边显摆结实的肌肉，一边说明课程内容。他要求学生们2人一组进行对战，练习用魔法强化身体后的各种动作。哈特正想着该怎么顺理成章地免除这一课程，莱亚斯就自觉地走到他对面，与他对战。今天也请你多关照，哈特。哈特一脸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他轻松躲开莱亚斯的每一拳，丝毫没有要还手的意思。贝辛老师看得着急，忍不住提醒哈特：“泽菲斯同学，你总是选择躲闪，偶尔也试试反击，怎么样？”对此，哈特给出的回答是：“我不太喜欢打人。”话音刚落，伤痕累累的伊里斯就飞了过来。哈特下意识接住伊里斯查看伤势，结果发现他全身颤抖，连站都站不稳。究竟是谁把一个女生打成这样？哈特抬头往前方看去，一个英俊的长发男生走了过来。作为平民倒是挺有能耐的，不过想靠这种雕虫小技当我的对手，显然还不够格。哈特记得这个低沉的声音，他似乎是神秘蒙面学生团体数字军团中最重要的男人1号。紧接着，这人温和地和哈特打了个招呼。原来他叫阿尔克萨伊·格别尔克。哈特刚记下这个名字，就收到了对方的比试邀请。上次和莱亚斯的比试中，你表现得真精彩。
怎么样，要不要和我比试一场？哈特抱起伊里丝，用结界治愈了他的伤口，先把他放到后面，才回头带着和善的笑容答应比试。莱亚斯看到这一幕，带头起哄，和其他学生一起怂恿哈特去给伊里丝报仇。哈特无心理睬他们，径直走到阿尔克赛伊对面。随着贝辛老师发出信号，比试开始。阿尔克赛伊闪电般绕到哈特身后，猛地发起进攻。哈特灵巧地避开拳头，惊讶地发现他的速度比莱亚斯快了不少。目光落在他手臂上的多重加速魔法阵上，哈特刚数清那上面居然有5层，阿尔克赛伊就握紧拳头，接连挥出好几拳，将他胸前的防御结界打得冒烟。阿尔克赛伊虽然看不见结界，但也知道自己的攻击被挡下了。他就像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而嘴角上扬。莱亚斯看到哈特竟然防住了这种攻击，对他的敬佩又加深了几分。在他抒发感慨时，阿尔克赛伊给4肢叠加上了更多重加速魔法，向哈特发起了更加疯狂的攻击。哈特深知光靠防守难以结束这场比试，再加上要给伊里丝报仇，他决定不再手下留情，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可怕的气息。阿尔克赛伊对哈特的变化有所察觉，全力防守，却还是被哈特一脚踹到了墙上。阿尔克赛伊吐出一口鲜血，无力地滑落到地上。其他人看得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哈特本人则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刚才一不留神，没有控制好力度，差点杀了对方。随后，哈特这一脚引发了大家的讨论，但由于他太强了，所以这些学生几乎都没看清他的动作。就在他们担心学长是否还活着时，阿尔克赛伊擦了擦嘴角的血迹，从地上缓缓站起，拍掉身上的尘土走了过来。幸亏他刚才在危急关头用魔法抵消了撞击产生的冲击力，不然现在可能连站都站不起来。贝辛老师询问阿尔克赛伊要不要继续，得到了否定的回答。阿尔克赛伊摸了摸胸口，表示自己可能断了几根肋骨，无法继续比试。哈特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也用结界对他进行了治疗。阿尔克赛伊发现疼痛的感觉突然消失了，笑着看向哈特：“哦，这也是你的魔法吗？我很感兴趣。我们应该还会有机会见面的，下次就拜托你手下留情了。”阿尔克赛伊退场后，其他同学都热情地围了上来。莱亚斯和伊里丝尤其激动，贝辛老师也走了过来，他一边流泪一边为哈特鼓掌。哈特同学，太了不起了，你的肌肉简直太完美了。哈特敏锐地意识到现在正是提出免课请求的好时机，便接着贝辛老师的话直接说道：“那我是不是就没什么能跟你学的了？”贝辛老师听到这话深受打击，但他转念一想，阿尔克赛伊的格斗能力和自己不相上下，哈特打败了他就相当于打败了自己，因此贝辛老师判定哈特没有必要再来上课，他可以马上把学分给哈特，但这种事情没有先例，谨慎起见，贝辛老师决定先去找学院商量一下。哈特的眼睛里顿时有了和以往不同的光彩，没想到这次的计划能进行得这么顺利。哈特对通情达理的贝辛老师表达了谢意，也在心里感谢那位身上仍然存在许多谜团的学长。下一话，神秘的线，哈特将帮助伊里丝提升等级，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下课后，哈特哼着歌快步赶往研究楼，他打算去向提亚教授汇报进展。走到楼下时，他看到了伊里丝和夏洛特。伊里丝正专心做着魔法练习，夏洛特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你们两个在研究楼门口干什么呢？哈特打断了伊里丝的练习。据夏洛特所说，他正在给伊里丝的魔法训练提建议。伊里丝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希望哈特能给自己提供指导，但他一看到哈特露出不情愿的表情，就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随后，哈特询问了妹妹的看法。这个嘛，伊里丝姐姐的提述十分流畅又华丽，我都快看着迷了。不过，如果可以的话，再逼的一下提高魔力，动作也嗖嗖嗖的敏捷一点就更好了。尽管他配合描述做出了动作，但哈特和伊里丝还是摸不着头脑。接着，夏洛特向哈特投来期待的目光，他相信哥哥一定能提出更好的建议。哈特无奈地发出一声叹息，他稍作思考，没有想出建议，只好让伊里丝展示下训练过程。于是伊里丝做了个深呼吸，两手握拳放在胸前，做了几组平时常做的动作。他的动作流畅漂亮，没有任何多余的部分。哈特认为问题在于他的魔法等级停滞不前，不管他怎么努力，等级都一直停留在5级。哈特不禁想起教授的结论，伊里丝的等级或许再也不会有所提高。他思考着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突然灵光一闪，或许有了其他契机，伊里丝的魔法等级就能提升了。哈特正思索着，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并感到脑袋隐隐作痛。
伊里丝和夏洛特发现哈特状态异常，不停呼喊，试图拉回他的思绪。哈特猛地从刚才的状态中惊醒，经过提醒才发现自己身上都是汗水。伊里丝和夏洛特担忧地望着哈特，当哈特的目光落在伊里丝身上时，那种奇怪的声音再次在他脑海中响起。哈特擦了擦汗水，从地上站起来，为了确认某件事，他捂着脑袋请求伊里丝背过身去。伊里丝虽然不明所以，但还是配合地转过身。哈特凝视他的后背，耳边又响起奇怪的声音。他的脑袋越来越疼，眼前的画面越来越清晰。最终，哈特看到伊里丝的背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线，其中有5根扎进了地面。他猜测线的总数为35，这些线代表魔法等级，接地的部分就是当前等级。紧接着，哈特看到有些线像藤蔓一样缠绕在一起，他试着用手去触摸它们，结果什么也没摸到。后来他换成结界再尝试了一番才成功。哈特所没注意到的是，他每用结界挪动一下细线，伊里丝都会随之抖动。接下来，哈特忍着头痛，小心翼翼地操控结界，渐渐扯开了那些缠绕在一起的细线。随后，其中的10几根细线突然刺入地面，伊里丝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痛苦地发出一阵刺耳的惨叫。直到这时，哈特才发现伊里丝的状态不对劲，怀疑自己做了奇怪的事情。当伊里丝失去意识倒下时，这份不安更加强烈。喂，伊里丝，你没事吧？不管哈特怎么呼喊，伊里丝都没反应。哈特后悔刚才不够慎重，夏洛特则陷入慌乱，大脑一片空白。这时，躲在旁边安静观察的教授突然笑眯眯地开口：“你们似乎在做一些很有趣的事，这是魔力暴走。如果使用魔法时超越了自身的极限，就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不过他刚才看起来可不属于这种情况。”教授刚说完，伊里丝就慢慢睁开了眼睛，在夏洛特焦急和关心的目光中，突然意识到了身体的异常。虽然无法回答夏洛特这是怎么回事，但他能感受到现在正有源源不断的力量从身体里涌出。教授像是想到了什么，催促伊里丝马上回去测定魔力。哈特把伊里丝扶到床上，教授拿来用于检测等级的米加水晶。伊里丝把手放在上面，水晶球立刻发出耀眼的光芒，并显示了他的魔法等级与属性。大家惊喜地发现他的等级从5提升到了23。教授对哈特刚才的行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夏洛特也两眼放光地望着哥哥。伊里丝则感到不可思议：“哈特，这是你帮我做的吗？”哈特承认是自己做的，不过他还没完全搞懂其中原理。随后，伊里丝充满感激地抱住哈特。夏洛特真心为他能提高等级而感到高兴。这时，教授逐渐逼近，红着脸笑眯眯地看向哈特：“你待会儿跟我详细讲讲吧。下一话你简直就是神，敬请期待，谢谢关注和点赞。”在那之后，伊里丝躺在床上睡着了。教授猜测这是魔法等级突然提升的副作用，没有大碍。夏洛特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哈特关好门，询问妹妹怎么会来研究楼。夏洛特这才想起今天到这里是为了和教授打招呼。哈特和教授也才意识到明面上提亚和夏洛特尚未正式认识。教授慌忙装作不认识，询问夏洛特是哪位。夏洛特愣了一下，反应过来，今天是他第一次以夏洛特的身份和对方见面。他激动地抓起提亚的手，热情地介绍了自己：“我是哈特哥哥的妹妹，夏洛特·泽菲斯。”提亚表情僵硬地客套了几句，便请他们在沙发上坐下。在递上红茶后，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正题。哈特配合地说明了刚才的异常，提亚和夏洛特听得津津有味。最后，提亚概括了下情况，简单来说就是哈特突然看见伊里丝背后存在会发光的线。提亚认为这些神秘的线就是魔法等级的具象表现，线的总数代表最高魔法等级，扎进地面的数量为现在的魔法等级。提亚分析到这里，突然站了起来，对哈特说道：“你不仅能看到魔法等级的实体，还能对其进行操作，你到底是何方神圣？”说着说着，教授自己都对哈特感到害怕。哈特摸摸脑袋，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么厉害，特地提起操作期间头疼的现象。提亚却认为副作用只有这点，简直不可思议呀！我虽然很不想这样说，但你简直就是神啊！夏洛特听到这话，比提亚还激动。提亚教授，我哥哥是神吗？提亚会以肯定的回答。夏洛特随即提议：“那我们一起拜拜他吧。”提亚居然愿意陪着夏洛特胡闹。他们真的闭上眼睛，双手合十，拜了拜哈特。夏洛特虔诚地拜完哥哥，好奇地向教授提了个问题。哥哥说他把缠绕在一起的线解开后，其他线就自动连接到地上去了。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呢？提亚认为这是个好问题，稍作思考，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魔法等级是需要靠努力练习去提升的，
之前伊里斯明知魔法等级不会再提升，也每天认真钻研，他所需要的应该只是最后把线解开这一步了。夏洛特联想到 RPG 游戏，也就是说伊里斯早已攒够经验。提亚听不懂游戏术语，一头雾水。比起理解夏洛特的说法，他更想知道哈特的真实等级。哈特一脸不情愿的样子，但提亚实在抑制不住旺盛的探究欲，马上给哈特找了面全身镜。为了满足教授的好奇心，哈特举着小镜子背对全身镜，试图用这种方式看到后背上的线，但直到看得头疼，也什么都没看到。哈特由此推测，必须直接用肉眼才能看到那些线。提亚重复了一遍关键词“直接”，然后和夏洛特对视了一眼，接着他们不约而同在哈特面前扯下上衣，露出后背，迫切地请他帮忙看看自己的魔法等级。哈特尴尬地解释说，不用脱衣服也能看到，但教授就是想知道那些线是怎么从皮肤上直接延伸出来的。于是伊里斯刚清醒过来，推开门看到的就是这一幕。你们打扰了，我没想到你们三个竟然是这种关系。你们继续。伊丽丝以为自己撞破了一段禁忌关系，而红着脸转身。他正要逃离这里，就在门口遇到了奥拉教授和贝辛老师等人。哈特看到他们，马上产生了不妙的预感。这些老师来这里到底有什么事呢？请看下一话，来找哈特聊接下来的安排。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上一话说到，伊里丝被突然出现的老师们推回了房间。哈特敏锐地察觉到奥拉教授的视线从自己身上扫过，连忙给身后的妹妹加上了隐形结界。最后，奥拉教授那锐利的目光停留在提亚教授身上，偏偏提亚还故意对他摆出诱惑的姿势，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讨厌啦。奥拉教授被这个具有冲击力的画面所震撼，愤怒的脸上泛起一片红晕，随后垂下头，马上做出了一个决定，便将奥拉教授一边喊着不许看，一边以快如闪电的拳头袭击了身后的所有男性教师，就连贝辛老师也被他放倒在地。提亚和哈特被吓得身体一缩，不得不听从指示，老老实实地跪坐在奥拉面前。他们能感受到头顶之上散发的怒气十分可怕，伊里斯和夏洛特都害怕得不敢出声。随后，奥拉教授提高音量，生气地质问他们，在研究古代魔法？这是用什么方式研究什么内容才需要你脱衣服啊？提亚教授不仅没有半点解释，反而故意说了句火上浇油的话，就算跟你讲了，你也理解不了吧。然后马上在对方还击前把话题引导到正事上。话说回来，奥拉你来这里做什么？奥拉教授瞪着哈特，为了正事强行压下了怒火。哈特则菲斯，我来和你聊聊接下来的安排。哈特心里顿时冒出一个问号，便听对方接着说道，我们认为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际能力，你的实力都已经超越了学生的水准。听了这话，哈特头一次预感会有好事发生，于是他接着奥拉的话往下说道，也就是说我可以毕业。结果马上被对方泼了盆冷水，你入学至今才过去3个月，学院不可能就这么让你毕业，你至少得在学院里待个2年。不过这2年的课程你就不需要上了，你可以自由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这说到底只是我们这些授课老师的想法，之后还要去请求校长批准。哈特心里刚重新燃起希望，就又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那就是校长一定会给他布置课题。哈特正好奇是什么样的课题，提亚就插了一句，肯定是奥林匹尔斯遗迹的探索考试吧。奥拉被抢了台词，一脸不爽，终于和提亚爆发了争吵。在他们的吵闹声中，伊里斯向哈特提了个问题，哈特，你们3个究竟是什么关系？哈特无言以对。下一话，担心的事情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夏洛特召开圆桌会议，讲述了哈特帮伊里斯升级的事情。弗拉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丽莎则心生佩服，完全想不明白其中的原理。夏洛特接着丽莎的话表达了担忧，他认为这对哥哥来说也是未知的领域，光是将魔法等级可视化就给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成员们隐约意识到接下来的部分很重要，全都聚精会神地听着。随后夏洛特道出了自己最担忧的地方，那就是哥哥向提亚教授阐释了他的能力。听到这里，成员们的脸色突然变得阴沉，在得知主人准备在研究楼里设置新据点的打算后，现场一片哗然。弗拉尤其激动，可这到底是为什么？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而且竟然还跟身份不明的人阐释了自己的能力。
不公平，这种事应该先告诉我才对。夏洛特走到弗拉旁边，摸摸他的脑袋作为安慰，但他还没安抚好弗拉，一向冷静沉稳的丽莎就突然站了起来。那个可疑的女人，难道哈特大人已经认可她了吗？夏洛特感受到丽莎声音里的怒气和她散发的冷气，连忙替哥哥解释：丽莎，你冷静一点，哥哥是因为在对伊里斯姐姐施展能力时碰巧被教授看见了，觉得瞒不过教授才说实话的吧。而且哥哥似乎也很佩服提亚教授聪明的头脑，所以才会想要留在他身边进行研究。所以是不是可以让提亚教授也加入卡米洛特呢？夏洛特鼓起勇气试着说出了这个提议，结果果然遭到了弗拉和丽莎的强烈反对，就连强尼也不同意。吉刚则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夏洛特遇上这么棘手的情况，满脸苦涩。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一个解决办法。那你们要不要在哥哥搬家时去确认一下提亚教授到底值不值得信任？丽莎考虑片刻，勉强答应了夏洛特。随后弗拉也勉为其难地同意，夏洛特这才松了口气。下一话开始搬家，敬请期待，谢谢关注和点赞。为了以后在学院过上家里蹲生活，哈特从提亚教授手里获得了研究楼部分区域的使用许可，但这个储藏室的脏乱程度远远超乎他的想象。在他为此犯难时，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哥哥，早上好。”哈特循声回头，看到了妹妹和2位女仆。根据夏洛特的说明，他们是主动来帮忙打扫新据点的。在开始工作前，丽莎忍不住问了一句：“哈特大人，您真的打算住在这里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丽莎沉默了。夏洛特赶紧把她和弗拉拉到一边，嘀咕了几句，帮助他们慢慢接受现实。没办法，既然哈特大人您是这么打算的，那就让我全力以赴为您整理房间吧。弗拉说完这话，就粗暴地挥动扫帚，将杂物全都扫到一边。夏洛特不甘落后，干劲满满的帮忙。丽莎则抬起沉重的箱子，来到哈特面前，在征得主人的同意后，才将它搬开。他们有条不紊地开展整理和清扫工作。没过多久，乱糟糟的储藏室就变成了干净整洁的卧室。哈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教授听到动静，揉着眼睛走了过来。你们在干什么？一大早就这么吵。话音刚落，教授就感受到2道如刀般锋利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为了缓和紧张的气氛，夏洛特立刻上前向教授问好。教授打完招呼，又将狐疑的目光放回丽莎和弗拉身上。话说回来，我们学院应该不是外人能随便进来的地方吧？哈特指着旁边那堆清理出来的杂物，岔开了话题。先不说这个，提亚教授，这些可以扔掉吗？没想到教授态度坚决，不行，这些都是有朝一日肯定会派上用场的东西。哈特看出教授舍不得扔掉这些垃圾，只好暂时把它们扔进神秘空间。教授看到这些东西瞬间消失在眼前，脑子里又冒出许多问题。等一下，你刚刚这招是什么？是收纳魔法吗？趁教授检查四周时，丽莎悄悄凑过来问道：“哈特大人，在他面前展示古代魔法没关系吗？”实际上，哈特也不能完全保证不会出现问题。听到这个不太确定的回答，丽莎陷入了沉思。随后，她像是想到了什么，马上跑回夏洛特和弗拉身边。哈特没听清他们讨论的内容，只知道丽莎和弗拉一直瞪着教授看。教授被盯得发毛，悄悄问哈特：“你向我坦白修瓦真实身份的事，难道还没告诉他们吗？我觉得他们明显对我抱着怀疑的态度。”教授的话让哈特恍然大悟，他突然理解了那些奇怪的行为。不过哈特在这方面是放任主义，就随他们怎么想吧。教授知道哈特的态度后，差点哭了出来，责怪哈特不替自己想一想，毕竟他都觉得自己要有生命危险了。教授所不知道的是，哈特真的拿他们毫无办法。就在这时，奥拉教授气势汹汹地闯入房间。哈特泽菲斯在不在？奥拉扫了一眼，发现房间里居然还有几个从没见过的人，但本着正事优先的原则，并没有深究。他让哈特现在就去校长办公室。哈特紧张地搓了搓手，询问是不是免课申请通过了。然而奥拉教授也不清楚校长的决定，他只知道校长想和当事人面谈，能不能免课全看哈特接下来的表现。既然如此，哈特便想向2位教授打听下校长的为人。奥拉和提亚仔细回想了下，给出评价与建议。性格倒也不能说是别扭，你们大概会特别合不来。你该注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记得扮演成一个认真勤奋的学生。
哈特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不过遗憾的是，他觉得自己好像做不到这点。哈特离开后，提亚将如何面对弗拉和丽莎？下一话坦白大会。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哈特走后，提亚见势不妙，赶紧开溜，但他还没走出房间，就被夏洛特叫住。提亚教授，我有话想和您说。提亚缓缓回头，忐忑地询问内容。他紧张地吞了好几口水，没想到夏洛特只是想告诉他自己是威斯奥尔。提亚装作吃惊，问他表明身份的原因。夏洛特先为隐瞒身份而诚恳地道歉，然后才道出原因。他之所以这么做，是想取得教授的信任。提亚语重心长地提醒他，坦率是优点，但要小心行事。他纠结片刻，也选择了坦白。其实我已经知道修瓦就是你哥哥了。话音刚落，屋子里就充满了寒气。提亚被丽莎怒气冲冲地瞪着，哆嗦着靠在墙边，强调这是哈特主动说的。夏洛特从旁劝说，终于使丽莎冷静下来。接着，夏洛特又在丽莎和弗拉耳边嘀咕，要是这件事能办成的话，是不是可以信任他了？弗拉和丽莎沉默不语，没有反对。随后，夏洛特打算向教授提出要求。提亚教授，我认为哥哥非常信任你。夏洛特脸上严肃的表情加剧了提亚的不安。当他凑近说话时，提亚更是紧张的心脏狂跳。所以我有一件事想拜托您，我想到这个学院上学。听到是这种事，提亚稍微放心了些，直接表示自己没有让夏洛特入学的权利。夏洛特也知道这一点。而后，提亚试着劝说夏洛特放弃这个念头。你都这么优秀了，根本就没必要上学，不是吗？然而夏洛特只把这话当成夸奖，完全没听进去。接着，提亚说出了自己的猜测。其实你只是想和哈特上同一所学校，对不对？夏洛特被说中心思，激动地握住了提亚的手。没错，真不愧是教授呀，你能马上明白真是太好了。一直以来，我都很想陪在哥哥身边，为他尽一份力。而我最近刚刚得知这件事是有可能实现的。我听说教授您是在13岁入学的吧？我曾在城堡书库里拜读过您的几本著作。我现在只有11岁，能不能想想办法呢？提亚一脸为难，没想到夏洛特还要往上加难度，他居然想让这两位看起来凶神恶煞的女仆获得出入这里的自由。提亚对上夏洛特那哀求的目光，陷入沉思。后来考虑到不答应恐怕会有生命危险，提亚不得不硬着头皮同意帮忙。夏洛特倒是完全没察觉出他的这份无奈。下一话，校长的回答，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哈特站在校长室门口，迟迟不敢进去。一想到要近距离和人单独交谈，他就打起了退堂鼓。他在脑海里搜索与校长有关的记忆，结果一无所获。因为参加入学典礼的是分身，他没见过校长。经过一番纠结，哈特还是敲响了房门，然后在开门进去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哈特，你怎么这么迟才过来？他抬头一看，惊讶地发现父亲也在这里。戈尔德没做解释，催促儿子赶紧进来。他的话音刚落，又有一道声音响起：欢迎你，哈特，我是这所学校的校长特蕾西亚·蒙比利埃。哈特跟随父亲在校长对面坐下，校长带着温和的笑容讲述了戈尔德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他听说泽菲斯卿正好因公事来了王都，就把他请了过来。戈尔德透露，他是受国王传唤而来，国王想向他了解与王都骚乱相关的情报。他解释完就直入正题，询问校长想商量什么。校长放下茶杯，将事情娓娓道来。其实是负责教导哈特的老师们希望免除他的课程。戈尔德不理解老师们的想法，替哈特说话。哈特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干劲，可我觉得他是一个会认真对待学业的人。哈特压低了脑袋，怪不好意思的。校长马上说明了情况。实际上，老师们之所以想免除哈特的课程，是因为他的能力已经超出了教学内容。戈尔德表示理解，便听校长继续说明。因此，他们建议保留哈特的学籍，让他自由地去做研究。戈尔德听完这些话，若有所思。他看向哈特，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小子的能力确实让我吃惊，但我没想到他居然厉害到这种程度。哈特完全不敢抬头与父亲对视，不过他感觉良好，总觉得这次能顺利实现家里蹲的计划。偏偏在这个时候，校长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想免除课程也可以，但你需要向我展示下实力。我想请哈特你去探索奥林匹尔斯遗迹，将据说沉睡于最深处的至高无上的7圣武具带回来。不等哈特做出回答，戈尔德先激动地站起来，指出校长的要求过于苛刻。
奥林匹尔斯遗迹是一座十分危险的地下城，直到现在，里面也还有高级魔物在四处徘徊，最深处则是他们以前出兵攻打都无法到达的难关。因此，戈尔德无法接受校长的要求，校长也承认这个课题的危险性，但他听完老师们对哈特的评价后，认为这个课题对哈特而言没有问题，他相信哈特一定能做到。这话一出，戈尔德和哈特都陷入了沉默。哈特真不知道校长到底靠什么依据得出了这种结论。起初他认为校长不靠谱，但转念一想，这个课题或许就是校长对自己的试探。按理来说，校长一般不会故意将学生置于危险之中，这也就是说，他可能是想把自己对此的反应当作是否免除课程的判断依据。如果拒绝课题，那么就要照旧回去上课，表示愿意尝试才会被视作合格。当然，一切只是试探，不需要真的去完成课题。哈特自以为看穿了校长的用意，听从提亚的建议，扮演好学生，积极地接下了这个课题。戈尔德大吃一惊，还以为哈特在开玩笑，但哈特目光坚定，态度坚决。校长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哇哦，真是个勇敢的年轻人，你一定能完成任务的，加油哦！现实和预想的场景大相径庭，哈特意识到不对劲。本来持反对意见的戈尔德扶着额头叹了口气，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不阻止你了，但你千万别乱来。哈特终于明白自己误会了，而且没有退路。后来他从校长口中问出了拒绝课题的后果，那就是他需要接受为自己专门定制的课程。虽然分析过程完全不对，但就结果而言，若想免除课程，就只能接受课题。哈特仔细想了想，既担心完成任务后被校长当成危险人士，又担心自己无法攻克这座地下城，毕竟连有戈尔德参与的讨伐队都失败了。好在他灵光一闪，找到了个漏洞。校长并没有要求他仅靠自己完成课题，哈特便以无法独自完成任务为由提出组队请求。校长考虑片刻，表示同意。这本来也是需要好几人一起攻克的难题，那这次就允许你随便选择队友吧。这也是因为在贵族社会，像这样去笼络人脉、与人交涉都是很有必要的。打个比方，你可以叫上你旁边这位撼天动地的战锤，当然也可以叫上我。然而，哈特的内心是拒绝的。他刚露出嫌弃的表情，就听校长提起了黑色战士。另外，你要是能联系上最近引发热议的黑色战士，也可以请他一起去。听到这里，哈特心里再无顾虑，他将这项任务命名为齐心协力来通关作战。只要完成任务后，把功劳推给黑色战士，他就能避免被当成怪物。另外，考虑到队伍里只有2人会惹人怀疑，他决定再找几个成员掩人耳目。哈特在与校长告别时就定好了大致计划，信心十足又充满干劲地握紧了拳头。戈尔德极少看到这样的哈特，稍感惊讶。下一话，选择队友，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哈特向夏洛特和随从们说明了事情经过，打算从他们之中选出一起探索奥林匹尔斯遗迹的队友。弗拉本以为终于到了自己表现的时候，正想借此机会展示能力，却发现大家都跃跃欲试，争相自荐，忍不住对他们怒吼：你们几个就不能让给我一次吗？这回弗拉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这个机会。但他还没高兴多久，就听哈特这么说道：反正弗拉和丽莎是少不了的。听到丽莎也要一起去，弗拉马上皱紧了眉头。强尼和吉刚则因魔性的外表而落选，心里十分失落。至于夏洛特，由于那个地方过于危险，哈特也不想让他去。夏洛特立刻变得沮丧消沉。哈特清点队员时，不忘把分身也叫上。分身的不情愿和其他队员的积极形成鲜明对比，但分身这次非去不可，因为哈特要扮成黑色战士，只能由分身来代替自己。分身无奈地叹息一声，确认哈特会保护自己，才勉强同意。就这样，哈特定下了名单，和他们3个一起来到校长室。就算是校长也被这阵容吓了一跳，没想到你真的能把修瓦带来。泽菲斯汀已经告诉我了，这2位是魔族，对不对？说到这里，校长不由得露出为难的表情，委婉拒绝了这2位的加入。这一点大大出乎哈特他们的预料。弗拉特别激动，当场提出抗议：喂，魔族怎么就不能去了？我可是从哈特大人还是婴儿时起就担任他的侍从了。哈特对婴儿时期的往事感到难为情，但碍于黑色战士的身份不方便开口。校长翻开对应的资料，感到疑惑。哈特入学时登记的侍从明明是丽莎。经他提醒，弗拉想起了一段不好的回忆，深受打击的跪在地上。
后来校长说明了不允许魔族参加的理由，非常抱歉，让他们做侍从倒是没问题，但是作为战斗人员的话就是另一回事了。听到这里，丽莎只能保持沉默。校长继续解释，虽然人类与魔族的斗争结束了，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人至今都对魔族颇有微词，更何况这里是王力学院，就算我和各位老师都没有意见，我们也得在乎贵族的眼光。哈特理解了校长的决定，但分身感到不满。你不是说我可以随意选择队友吗？校长笑着道歉，表示自己当时考虑不周，没想到哈特会带魔族过来。既然如此，分身指了指黑色战士，询问他是否符合要求。校长盯着黑色战士，思索片刻，才表明态度。如果你愿意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那就可以。哈特沉默以对，他不可能说出真实身份。总而言之，哈特必须按照校长的要求重新选择队友，原计划是无法顺利进行了。下一话，意料之外的队友，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哈特回到研究楼后，被教授狠狠嘲笑了一番。要不是有求于教授，哈特真想把他揍一顿。接下来，教授结合经验仔细分析了一番。在他看来，校长是个纯粹的教育工作者，执着于培养人才。他最喜欢的是那些实力强大却十分调皮的学生，亲自帮这种学生改过自新，踏入社会，能让他感到无比快乐。然而，他本人对此毫无自我认知。就算给学生布置了难题，他也始终相信学生能完成任务。若学生没做到，就会使他产生必须好好培养对方的执念。总而言之，这一切简直糟糕透了。哈特听完教授的分析，感觉他就像过来人一样富有经验。最终，教授给哈特点明了关键，只要成功完成课题，就不会再被校长干涉。教授还向哈特推荐了一个不错的组队人选，这个人身上藏有巨大的潜能，他的魔法等级对王室和部分贵族公开，能力有保证。教授觉得现在正是让大家见识他实力的时候。按照提示，哈特能想到的就只有夏洛特。教授提议的人选确实是他的妹妹。然而，哈特身为哥哥，怎么会愿意让妹妹涉险？就在他陷入纠结时，教授看向其他地方，说了句奇怪的话：氛围已经帮你营造好了，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了。哈特正纳闷他在跟谁说话，夏洛特的通讯结界就弹了出来。好的，谢谢您提亚教授。哈特一头雾水，等待教授做出说明。原来教授被夏洛特拜托帮忙，除了参加遗迹探索外，夏洛特还想来这所学院上学。这一点得到了妹妹的证实。古代魔法中可能藏有与哥哥力量有关的线索，我一直都想在研究古代魔法这件事上为哥哥提供帮助。另外就是我很想和哥哥上同一所学校。哈特被妹妹这副扭捏害羞的样子迷住，心里产生了动摇。紧接着，夏洛特告诉哥哥，母亲已经同意了这件事。哈特不禁佩服妹妹的行动力。这时，教授也帮夏洛特劝了哈特几句。他才11岁，我们学院从来没有过这么年幼的学生。如果能通过这次探索让校长见识到他的实力，入学一事也许会有希望。你作为他的哥哥，不如就帮他一把吧。哈特拿妹妹没办法，答应让他一起去探索遗迹。他因此收到夏洛特的感谢，脸又红了。下面将补上几则番外，敬请期待。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没过多久，伊里斯从5级提升到23级的消息就传遍了学院，一时间各种猜测层出不穷。有人指出这件事跟哈特泽菲斯有关，马上引发了讨论。又是他，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伊里斯路过时，议论声戛然而止，不少学生的目光一直粘在他身上。等他走后，继续讨论。仔细看看，他长得还真可爱，我好像已经变成他的粉丝了。这些声音或多或少钻进了伊里斯耳朵里，他正打算快步走开，却被贝辛老师拦下。伊里斯菲利亚同学，我都听说了，来跟我这身肌肉决一胜负吧。不等伊里斯回应，贝辛老师就挥出一拳。伊里斯不慌不忙，冷静地举起左手，轻松接住他的拳头，紧接着右拳发力，迅猛出击，打中贝辛老师的胸口，让他失去平衡，狼狈地摔倒在地。伊里斯刚松了口气，就被叫到名字。莱亚斯趁机从伊里斯身后发起偷袭，可惜被他敏锐地察觉到。伊里斯不仅从容不迫地躲开攻击，而且还一脚把他踢开。在提升到23级后，这两个昔日无法战胜的强敌，现在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莱亚斯倒在贝辛老师身上，忍痛感慨：你也太敏捷了吧，而且出手还很重。虽然很难马上相信，但看样子你的等级是真提升了。
伊里斯叹了口气，头疼不已。最近有不少像莱亚斯这样的人前来挑战，但他还没适应现在的身体，总有种被力量牵着鼻子走的感觉。莱亚斯听了他的话，一边站起来一边吐槽，觉醒了力量的家伙就是喜欢说这种话。不管怎么说，伊里斯心里充满了对哈特的感激。我能够变强，多亏了哈特。莱亚斯愣了下，然后想通了一切。又是哈特啊！就在这时，夏洛特突然出现，接下去说道：“没错，哥哥就是这么厉害。”莱亚斯和伊里斯诧异地看向夏洛特，在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后，伊里斯点醒了冒失的夏洛特：“你又非法入侵了吗？”夏洛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犯法的。当被莱亚斯问到来学校的目的时，夏洛特先看了眼伊里斯，再礼貌地向莱亚斯鞠躬道歉：“对不起，这件事对您来说是秘密。”莱亚斯只好扛起晕过去的贝辛老师离开。在碍事的人走开后，夏洛特清了清嗓子，恳求伊里斯帮忙：“伊里斯姐姐，能不能请你和我一起帮助哥哥呢？”伊里斯对此感到疑惑，尽管他也很想感谢哈特，但他觉得哈特应该不需要自己的帮助。夏洛特随即摇了摇头：“现在正是使用哥哥所解放的力量报答哥哥之时。”这话大大加深了伊里斯的疑惑，具体应该怎么做呢？随后，夏洛特凑到伊里斯耳边小声询问：“能不能请你加入探索奥林匹尔斯遗迹的队伍？”伊里斯倒是听教授提起过这个遗迹，但夏洛特接下来的话令人费解：“攻略地下城还是人多一点比较有利，这是我从 RPG 游戏里学来的。”抛开这点不谈，伊里斯考虑片刻，最终答应加入探索队。这一话到这里就结束了。不出意外的话，下周将开始探索遗迹，敬请期待。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欢迎收看漫画第7卷和第9卷的番外。特别提醒，本系列的番外从单行本第1卷开始编号，序号与连载版本稍有不同。这天，弗拉还是不死心，想作为随从跟随主人去王都。哈特注视着跪在地上不肯起来的弗拉，一筹莫展。这时，夏洛特来到弗拉身边问道：“我知道你对哥哥比任何人都要忠诚，但是如果哥哥遭受坏人袭击，你会怎么做呢？”弗拉轻哼一声，一边做出手势，一边回答说：“那还用说，当然是赶紧把那家伙的脑袋打飞。”哈特马上纠正他，这么做是不行的。另外，他还担心弗拉会把学院烧成一片火海。弗拉趴在地上，握紧了拳头。他承认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丽莎看到这里，明白了自己被选中的理由，原来是因为他不会像弗拉那样乱来呀。这天，哈特和夏洛特把喜欢看书的丽莎带到了城堡藏书室。丽莎看到这么多书，就像是发现了宝藏一样。哈特允许丽莎随意翻看，趁他和夏洛特看书时离开了这里。在他离开1小时后，夏洛特看累了。2小时后，夏洛特离开了藏书室。5小时后，丽莎依旧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她仿佛忘记了时间和空间，直到入夜也没有离开。3天后，丽莎终于回过神来，此时她看过的书已经堆成了2座小山。几天后，哈特遇到正在擦玻璃的丽莎，询问她有没有在藏书室里找到喜欢的书，这才知道在那之后，丽莎再也没去过藏书室，因为她只要一去那里，就会沉迷阅读，忘记工作。哈特不禁觉得这样压抑自己的丽莎好可怜。在王都时，哈特和丽莎路过一家书店，哈特停下脚步，给了丽莎一小袋钱币，让她去买书。丽莎接过钱袋子，若有所思。在来到城堡之后，她才知道在人类社会必须用钱买东西，也就是说，她以前看的那些书其实都算是偷来的。哈特不怪丽莎，毕竟她是魔族，不清楚人类社会的规则，情有可原。但丽莎十分自责，她本来想着之后再去还书的，但等她回过神来，已经过去100多年了。丽莎拖着钱袋子，真诚忏悔。这天，夏洛特又在重温哥哥用新必杀技打败公子哥的片段，他终于对屏幕上闪耀的神秘光芒产生了疑问。正在玩游戏的哈特被冷不丁地问到这点，心里一惊。他当时是为了避免被妹妹看到不适宜的画面才做了遮挡，但从没想过该怎么向妹妹说明，现在只能临时编个解释，把这些圣光说成是打倒魔物时的炫酷光效。好在夏洛特对此深信不疑，哈特擦去额头的冷汗，松了口气。这天分身心血来潮，询问哈特是不是真的只有2级，就连分身也对这么低的等级能创造出复制品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哈特也觉得奇怪，经过调查，他发现这个世界的人类似乎只能知道等级的最后2位数，
于是他抱着期待用结界制作了能显示3位数的魔力测定器，然而结果显示100位数仍然是0。接着分身提出了4位数的可能，但制作4位数的魔力测定器太麻烦，哈特不愿意制作。不过他之前顺便改进了下3位数的魔力测定器，使它能显示出属性。改进后的装置也就是魔力测定改。哈特打算等自己有兴致时再做一个4位数的，现在他只想尽情享受游戏的乐趣。分身则打开电视机，打算看会动画。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这是以前提亚还住在家里时发生的故事。这天，提亚兴奋地拿着一张魔法阵图纸，告诉布尔克斯自己发现了新魔法，然后迫不及待地在房间地板上画出魔法阵。布尔克斯想劝提亚到外面做实验，但已经太迟了。下一秒，魔法阵发动，房间里砰的一下发生了爆炸。提亚和布尔克斯倒在废墟之中，实验失败并没有浇灭提亚的热情。第二天，提亚找出失败的原因，又在房间里画出魔法阵。然而这次实验非但没成功，反而产生了更大的爆炸。提亚没被失败击垮，马上又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里实在太小了。这时他的父亲刚好过来，提亚完全没注意到父亲因生气而紧握的拳头，直接提出请求，希望能有个更大的场所来做实验，是这里的5倍大小就够了。最后父亲忍无可忍，将提亚和布尔克斯全都赶出了家门。其实这才是提亚来学院上学的真正原因。第7卷和第9卷的番外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欢迎收看番外32到36。夏洛特在湖畔木屋看动画片时，突然感应到哥哥身边发生了有趣的事，他必须去确认情况。弗拉目送夏洛特离开，默默记下了他的这种行为。后来类似的事情多次发生，直到圆桌会议上，夏洛特以同样的理由匆忙离开。弗拉终于控制不住情绪，猛捶了下桌子。那个小姑娘对哈特大人的超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根据丽莎的分析，这大概与哈特给夏洛特施加的防御结界有关。夏洛特那强大的思念通过魔法这种媒介与哈特形成了某种联系。弗拉听完分析更加崩溃，不公平，我也想被施加魔法。丽莎冷静地告诉弗拉，他们身为魔族不需要防御结界，但弗拉依旧觉得不公平，提出抗议。丽莎由此看出弗拉真的很喜欢哈特大人。在正式上课前一天，伊里斯在房间里查看第2天的课程安排，他盯着纸上的字母 A， 思绪逐渐飘向远处。哈特被分到了哪个班呢？伊里斯心中升起一丝期待，希望能和哈特在同一个班级学习。他想起他们有几节相同的自选课，见面机会应该不少。伊里斯不仅记着要回报哈特的救命之恩，还想了解他身上的庞大魔力之谜。一想到哈特，伊里斯的嘴角就不自觉上扬。他似乎特别在意哈特的事，而且还十分期待明天与哈特的见面。这天，一向和奥拉水火不容的提亚突然夸他温柔，紧接着提亚马上给出了一个阴阳怪气的解释。搞研究的人都需要那种不惜把竞争对手打垮的精神，可是你身上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奥拉马上反击，我倒是觉得你作为一个研究人员，却总是使用非人道的手段，实在太可耻了。为了回击奥拉，提亚提起学生时代的成绩，可是你从学生时代起就一次都没有赢过我。奥拉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试图用研究成果来为自己挽尊，但提亚乘胜追击，表示如果他们都做同一个研究，自己的成绩一定会更好。奥拉气得冷哼一声，别开了头。果然，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你和解。哈特在旁边听完了全程，产生了一种猜测，虽然这2位教授总是在吵架，但他们的关系其实很好。这天，分身在湖畔木屋向本体抱怨，喂，哈特，我们的目标不是早日退学吗？但荒谬的是，老师们对你的评价很高，这还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现在就算摸鱼都会被人看出来是故意的，怎么办啊？哈特思索片刻，想到一招，实在不行就只能一口咬定自己因疲于应付人际关系抑郁了。分身听了这个荒唐的主意，马上提出反对，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这里可是异世界，没有抑郁这个概念。哈特只好继续想别的办法。夏洛特出生时，哈特已经4岁了，他为自己有了妹妹而激动得浑身发抖，但夏洛特只是看了他一眼，就被他身上庞大的魔力吓哭。哈特做梦也想不到，在今后整整10年的时光里，他都无法与妹妹好好相处。
番外32到36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我们下周见。探索队乘坐马车前往奥林匹尔斯遗迹，车上的乘客除了哈特和妹妹外，还有伊里斯。哈特询问伊里斯同意加入探索队的原因，伊里斯在说明理由的同时，也表达出一丝担忧，我就是想帮你，是不是反而给你添了麻烦？哈特并没有这个意思，马上打消了伊里斯的顾虑。他回想起向校长汇报队员名单的过程，那时夏洛特突然带伊里斯一起过来，好在这支3人小队顺利获得了校长的许可。哈特回忆到这里，被夏洛特安慰伊里斯的话拉回了思绪。怎么会呢？有了伊里斯姐姐，我们也安心多了。哈特看到妹妹干劲十足的样子，不再多说什么，只要夏洛特开心，伊里斯加入也无妨。大约1个小时过后，马车驶到目的地附近，奥林匹尔斯遗迹的真面目出现在他们眼前。这个地方荒废已久，被风雨侵蚀的石柱断成好几截，散落在地。夏洛特不禁发出感叹：哇，就是这个遗迹下面有地下城，我也得打起12分精神才行。夏洛特说完这样的话，就举起魔法棒，变身成了不死夏洛。除了自动换上魔法少女的装扮外，他还挥动手中的魔法棒，摆出几个招牌姿势。伊里斯看完全程，好奇这套动作有什么特殊含义，结果得到这样的回复：当然有啦，伊里斯姐姐，这一套变身动作对魔法少女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伊里斯听完夏洛特的解释，仍然一头雾水。就在这时，教授用通讯结界发来联络，奉劝他不必深究哈特和夏洛特的做法有什么意义，然后精神饱满地向他们打了声招呼：你们好呀，今天就请多关照了。夏洛特向教授弯腰行礼，麻烦他担任向导。随后教授自信满满地指着脑袋，得意地告诉3人，他把迄今为止的探索记录都记在脑子里了，而且遗迹内的魔物分布从发现时起就没有变过，地下的强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跑到地面上来。就在教授挺起胸膛向他们保证时，地面开始震动，紧接着一条宛如毛毛虫般的巨大魔物从地下钻了出来，它的尖端有个像七塞鳗一样的圆筒形嘴巴，锋利的牙齿不断蠕动，口水从缝隙中流出，掉到地上，真让人觉得恶心。这是哈特和夏洛特从未在边境见过的品种。伊里斯和教授也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撼，在他们发呆之际，魔物率先发起了攻击，但被3人敏捷地避开。哈特抬头仰视这只巨大又恶心的魔物，虽然不清楚它是什么品种，但从它出现在地面上这一点可以看出，它一定不是强大的魔物，打败它不算是大成就。基于这个判断，哈特决定由自己来迅速收拾掉这家伙。于是他示意夏洛特和伊里斯等进入遗迹内部后再动手，这里的魔物先交由他解决，便见他掏出升级后的魔法手枪，对着魔物开了一枪。尽管因为对方的闪避而没有直接打中尖端，但能量子弹也在对方身上打出一个大洞，魔物长长的身躯轰然倒下。在伊里斯和教授茫然地站在原地时，夏洛特已经跑过来抱住了哈特。哥哥，你太厉害啦！随后伊里斯表达了对哈特强大实力的惊讶，那可是巨型食盐兽啊，你竟然一枪就打倒了他。教授接着伊里斯的话补充说明，而且那魔物体型偏大，魔法等级至少要达到40级才能对付。直到这时，哈特才意识到自己打倒了多么强大的怪物，他想把这个功劳让给夏洛特，但夏洛特无论如何都不想抢了哥哥的功劳。教授摊手表示无奈，希望哈特能接受事实，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做出这种非同寻常的事啦。接下来他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魔物呢？下周继续，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上一话说到，哈特轻松击倒了一只本该在遗迹深处的强大魔物。在那之后，他们进入了遗迹地下1层，开始对遗迹内部进行探索。哈特发现，与破败萧条的外面相比，建筑物内部的石砖没有老化。教授告诉他，这里不受时间影响，应该是古代魔法造成的。而且居住在这里的魔物并未维持生态系统，就连栖息在森林或水边的种类都有。这些魔物是怎么在这里生活下去的，至今仍然是个谜。或许是这座遗迹本身以某种方式给他们提供了食物。一般来说，了解魔物的栖息环境，对付起来会比较方便。然而这里的情况不太一样。随后，教授提供了以前的探索地图作为参考。探索小队在地图的帮助下畅通无阻，直到哈特在拐角后发现了一名全副武装的骑士，
哈特马上退了回去，向教授指了指徘徊在那边的骑士。他们从教授口中了解到，那是流浪骑士，他们是亡灵系魔物，需要魔法等级超过30级才能击败，是非常棘手的敌人，而且通常以4到5个为一队行动。教授刚做完说明，流浪骑士就来到了这个路口，一转身就发现了探索小队的存在，盔甲缝隙透出光芒，冒出白气。伊里斯立刻意识到流浪骑士打算呼叫同伴，连忙以惊人的速度笔直冲了过去，但还是迟了一步，让流浪骑士发出了吼叫声。伊里斯向上高高跃起，一拳砸向流浪骑士的头盔。流浪骑士还未做出反应，就已经身首分离倒在地上。哈特和教授看到这一幕，不由得张大了嘴巴。接着教授对伊里斯给出极高的评价，真是惊人，他的格斗能力本来就出类拔萃，没想到就能一招击倒魔法等级在他之上的敌人。不过教授停顿了一下，指出他的战斗方式存在奇怪之处。正常来说，人类应该是不会只通过肉搏来打败敌人的。该怎么说呢？他的这种战斗方式非常接近魔族。哈特想起也喜欢近身战的弗拉，若有所思。就在他陷入思考时，伊里斯边喊边跑回来，那家伙的同伴来了。探索小队会如何对付流浪骑士的同伴呢？下一话继续，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当当。本周漫画更新的是番外故事。夏洛特3个月大时，躺在婴儿床上制造出危险的火球，为了不惹妹妹哭而坐在房间门口的哈特，远远看到了这一幕。他在心里感叹，原来异世界的人从婴儿时期起就能使用魔法呀。娜塔莉亚看到这一幕，却发出惊恐的叫声，就连手里的东西也滑落到地上。不会吧，他这么小就已经会用魔法了？他急忙去通知戈尔德进行封印。后来哈特才听说，这个世界的普通人一般到了5岁左右才开始使用魔法。这么看来，夏洛特可以说是相当有天赋了。最新番外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我们下周见。前篇说到，流浪骑士在被打倒前呼叫了同伴，他们通常以4到5个为一队行动，但响应呼叫赶来的流浪骑士却有10几个。探索小队暂时撤退。提亚教授对这么多强敌出现在上层感到奇怪，怀疑有人进行了干预。伊里斯怀疑是给他们布置课题的校长，教授却觉得校长是好人，而且这个遗迹尚未被完全探索，校长不可能有能力操控里面的魔物。哈特顺着教授的话想到了另一种可能，魔人。伊里斯听到这个词，脸色骤变，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教授便简短地向他解释了一番，魔人与之前的王都骚乱事件有关，黑色战士不小心放跑了一个，干预遗迹的或许就是残余势力，一直逃下去不是办法，边跑边聊天也很麻烦。夏洛特询问哈特要怎么处理这些敌人，哈特像是想到了什么，拜托妹妹帮忙。夏洛特脸颊微红，干劲满满，哥哥能够依靠我，是我无上的荣耀，我会拼尽全力的。夏洛特突然转过身，面向那些流浪骑士。伊里斯担心他能否独自解决那么多敌人，哈特却对妹妹信心十足。便见夏洛特挥动手杖，开始咏唱，隐匿在权杖中的圣光啊，净化那些东西吧，闪耀净化。手杖随着夏洛特的咏唱发出光芒，飞出数颗光弹，进入流浪骑士的身体里，敌人瞬间全军覆没。夏洛特双手合十，超度这些家伙。伊里斯感到难以置信，在他看来，自己连对付其中一个都很吃力，夏洛特竟然能轻松打败10几个。哈特则夸妹妹的必杀技很帅，夏洛特激动不已，哥哥能拜托我做事，我实在是太兴奋了。哈特听了这话，羞耻感油然而生。探索小队继续深入遗迹，接下来他们会有什么发现？下周继续。谢谢你的关注和点赞。在探索遗迹时，夏洛特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哈特决定先回去，伊迪丝却提出质疑，怎么回去啊？我们已经到地下深处了。哈特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用认真严肃的口气说道，伊迪丝，夏洛特饿了，这可是紧急情况，所以我要用自己的能力来让我们瞬移回去，可以吧？伊里斯听得一头雾水，不知道哈特想做什么。便见哈特在伊里斯惊讶的目光中设置好任意门，推门进去就回到了在教授研究楼的房间。弗拉看到主人回来，两眼放光，高声欢迎，并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午餐，得到一句简短的感谢。哈特和夏洛特习以为常，但伊里斯还愣在原地。你用的难道是空间转移魔法？等他回过神来，弗拉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喂，别呆呆站在这里，快坐好。伊里斯赶紧配合的找个位置坐好。没过多久，铁板上的食物便滋滋冒出诱人的香气。
伊里斯从未见过这种烹饪方式，正纳闷，其他人却吃得津津有味。他试着尝了一口，还是没搞清楚状况。大家都很淡定地开吃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就在这时，教授刚好向校长汇报完情况回来。太过分了，居然不等我就开始了。提亚接过夏洛特递来的烤肉，往嘴里狂炫。在这期间，哈特询问校长说了什么，但提亚眼里只有烤肉，吃完一盘还想要下一盘，直到被弗拉教训才好好回答哈特的问题。我告诉他，似乎有家伙在操纵遗迹里的魔物，但他说考试还得继续，还让你顺便调查下具体情况。哈特头疼地展开监视结界，调查迷宫各处，发现一个小女孩摇摇晃晃地徘徊在迷宫深处。她有着棕色皮肤和齐肩的白色头发。众人围过来，疑惑又同情地看着画面。提亚教授淡定地插起一块烤肉，随口说了句，说不定就是这孩子在遗迹内部捣鬼哦。众人齐刷刷地投来视线。教授倍感压力，马上改口，我只是随便说说。随后哈特测定了他的魔力等级，结果发现他的魔法等级是003-006，主属性暗100。哈特判断这样的小孩子应该无法操纵遗迹，他可能在被人绑进遗迹后又想方设法逃了出来。就在哈特沉思时，小女孩倒下了。哈特感受到身后和身旁的2道目光，自觉去救她回来。一段时间后，女孩醒了，不知为何她一看到人就害怕地往墙边靠，身体还瑟瑟发抖。他们以为这孩子受了不少折磨，很可怜。这时女孩的肚子发出咕的一声，弗拉立刻端来一大盘烤肉，不顾伊里斯提醒就往她嘴里狂塞。最后女孩又倒下了。后面的内容下周继续，谢谢关注和点赞。小女孩醒来后一直瑟瑟发抖，也不说话。教授提议将她交给弗拉和丽莎照顾，探索小队继续完成任务。虽然他马上遭到了弗拉的粗暴对待，但这个建议还是被采纳了。小队回到迷宫后，按照地图顺利前进。这次他们一路上都没再遇到魔物，这让教授感到奇怪。哈特事先调查了下，直到50层为止都没有魔物的影子。教授没想到哈特已经调查到这种程度，不由得发出疑惑：你都调查到这个份上了，还是没有找到圣武具吗？哈特的板状结界上随即显现出一个破旧的台座。教授眼前一亮，分析道：可以证明这里曾有过某个东西，但现在不在了。他怀疑这个东西已经被其他人拿走，但哈特怀疑的是这个遗迹里没有生物具。教授摊手，表示自己也不知道，他手里只有大贤者格兰菲尔特的探索记录。他到达了遗迹最深处，并带回了几件生物具，闪光公主的光刃圣剑就是其中之一。哈特猜测那位大贤者已经把所有生物具带走了，可惜那份探索记录过于久远，被重铸的不成样子，有些页面破损缺失，以至于教授也不知道他是否拿走了全部。随后伊里斯凑过来观察台座，虽然这上面的古代文字已经褪色，但他还是辨认出一些内容。此物能够刺穿荒凉的大地，贯穿魔物的城墙。伊里斯推测这大概是那个东西的说明，它可能是某种类似木桩的东西。教授听完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后来哈特向教授了解到没有回收这类武器的记录，他经过深思熟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其继续寻找，不如直接按照说明将它制造出来。教授和伊里斯听到这话都愣住了。夏洛特回过神来，兴奋地两眼放光，哥哥来做吗？设计图是怎样的？他干劲十足，立刻展开分析。刚才的说明上写着，那是一击就能将东西破坏的武器，对吧？可以通过底座大小来推测武器的大小和重量。哈特干脆把设计工作交给了夏洛特，两人的表情认真而严肃，不像是在开玩笑。教授和伊里斯眼看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无言以对。哈特能否造出圣武具？后面的故事下周继续，谢谢关注和点赞。这天，哈特向妹妹和2位女仆展示了魔力测定改能看到的属性比率和隐藏属性。弗拉惊讶于居然还有这些信息，夏洛特则一眼看出哥哥的厉害之处。属性比率无法凭借自身感觉确定，隐藏属性的存在甚至还没得到证实。丽莎接着说出夏洛特想说的话，但是这些却可以通过哈特大人的魔力显现出来。夏洛特回想起哥哥用过的魔法，再加上魔力测定，得出毫不夸张的结论：哥哥的魔法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国宝。夏洛特一脸兴奋，想将这些东西推广出去，但哈特不想对外公布。他没想到后来夏洛特会以威斯奥尔的名义将这些内容写成论文寄给学会。这周的番外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周继续。哈特借助夏洛特的帮助，在研究楼里完成了圣武具纺织品的制作。
由于夏洛特说配上盾牌会比较酷，所以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伊莉丝和提亚无言以对，夏洛特则一脸崇拜，哥哥太厉害了，这武器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呢。提亚特别在意漂浮在上面的尖棍，伊莉丝则对这个武器的魔力来源感到好奇。话说回来，哈特居然能轻松制造出这种武器，教授真想知道他的能力到底有多强。为了试射武器，哈特询问教授有没有就算被破坏了也没关系的墙。提亚歪了歪嘴，表示怎么可能有这种墙，最主要的几栋建筑都是有防御结界，不适合用来测试。但后来他灵光一闪，想到了个不错的地方，那就是奥林匹尔斯遗迹。起初哈特还有些疑惑，直到教授解释了一番，这里的墙壁自古以来就被强大的力量保护着，很适合用来测试。随后教授带他们来到入口侧面的墙壁旁，让哈特用击败巨型食盐兽的武器与圣武器仿制品进行对比。于是哈特先用魔法手枪对准墙壁开火，能量子弹击中墙壁，留下一个小洞。这墙果然不一般，若是普通武器不会对它造成任何损伤。接下来哈特带上圣武具仿制品，特地迎合妹妹的喜好，做出帅气的姿势，等启动声响起便下达出击指示。武器仿佛有生命般做出回应。好的，主人。夏洛特两眼放光，十分兴奋。伊莉丝和提亚则感到不可思议。伴随着一声发射，木棍尖端放出光芒，咻的一下射出，不仅把墙壁射出一个大洞，还在地上留下一道痕迹。这威力真是惊人。要知道，这里的墙壁可比王宫的城墙还要坚固。哈特被妹妹激动地抱着，询问教授如何。提亚给出的评价是，这个仿制品足以被认定为圣武具，说不定还会被当成危险物品而遭到怀疑。哈特刚松了口气，就听到这种糟糕的可能，心想必须调整威力。他突然想到什么，造出回去的任意门。我落下东西了，先回去一趟。哈特留下这样老套的借口就离开了。他将如何调整圣武具，下周继续，谢谢关注和点赞。研究楼某个房间传出爆炸般巨响，博尔克斯倒在地上，痛苦地嚎叫。旁边的女孩面向窗户，露出惊恐的表情。一个五官端正的少年站在窗台上，轻蔑地说道：“居然叫这么大声，笑死人了！”女孩皱眉喊了声对方的名字，奥尔赛。少年则带着轻浮的笑容和他打了个招呼：“好久不见，梅尔奇美奈斯，你怎么变得这么小啊？”说完，奥尔赛便跳下窗台。在被问到来这的目的后，他摸了摸脑袋，回答：“你还问我呢，当然是来救你的。”他边说边靠近梅尔奇，露出看似友好的笑容，但又马上改口：“逗你玩的。你想啊，过了这么久，我们的主人路西法伊拉都没复活，王都一片祥和，你也消失了。我循着即将消失的魔力找到你，结果发现你像个残兵败将一样出现在这里。”梅尔奇听了他的话，恐惧油然而生，紧接着就被奥尔赛抓住脑袋逼问发生了什么。快点坦白吧，等说完了我就把你消灭。梅尔奇害怕的头皮发麻，背过身去，双手抱头大喊不要。随后他突然感到一阵剧痛，难受的发出凄厉的尖叫，他的背部被撕裂，鲜血染红了地板。奥尔赛举起染血的右手继续逼问：别耍赖了，赶紧告诉我吧，不然就要看看是你先坦白，还是我先把你撕成碎片。梅尔奇蜷缩在地上瑟瑟发抖，然而预想中的攻击并没有落到身上。梅尔奇感到伤口正在快速愈合。等他诧异地睁眼查看情况，房间里已无奥尔赛的踪影。梅尔奇心生疑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另一边，冷不丁被攻击打中的奥尔赛忍着疼痛站了起来。映入眼帘的是陌生的环境，还有一名全身漆黑的奇怪男子。你竟然伤害弱小的女孩，简直差劲透了！我正义的执行人修瓦绝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奥尔赛骂他偷袭卑鄙，摸了摸后脑勺，下个瞬间就绕到哈特身后，放出要宰了他的狠话，在头盔上留下几道抓痕。哈特心道好快，赶紧拉开距离，但奥尔赛马上直冲过来，完全不给哈特喘息的机会。我是奥尔赛，和其他魔人相比，尤其具备攻击力。他边说边朝哈特挥下右手，锋利的指甲在哈特胸前的防御结界划过，发出刺耳的声响。紧接着，哈特装备上圣武具，对准奥尔赛射出尖棍，没想到却被对方从容躲开。哈特能否战胜敌人？下期继续，谢谢关注和点赞。前边说到，哈特射出的尖棍被奥尔赛从容躲开。奥尔赛注意到那个武器，产生了兴趣。哎，你那是什么武器？
问完就给哈特猛烈的回击，还大胆的凑到他面前，好奇的追问，居然能和魔人一较高下，你到底是什么人？话音刚落，奥尔赛就瞄准哈特的脖子挥出爪子，可惜被防御结界挡住。奥尔赛不禁感叹，这真是个神奇的防御魔法。既然如此，他只好拿出真本事。他的身体迅速膨胀，最终变身成一头近10米高的巨豹兽人。奥尔赛一边叫嚷着要把哈特撕成碎片，一边抬起锋利的爪子发动招式。虽然哈特惊险地躲开了攻击，但他的披风变得破烂不堪。他对奥尔赛还能变强感到意外，暗暗惊讶，这就是从魔神中诞生的魔人的力量。区区魔人就如此强大，若是魔神复活，后果不堪设想。事到如今，为了对付眼前的强敌，哈特也只好拿出点真本事来。便见他换出3根尖棍，装备到圣武具上。奥尔赛心生疑惑，刚发现这和之前的攻击不太一样，哈特就已经凝聚了庞大的魔力。他抱着一招制敌的想法，将3支尖棍同时射出，射速之快，奥尔赛根本来不及防备，就被打断了双手和右腿，发出痛苦的嚎叫，便质问哈特：“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攻击力和刚才完全不一样？你的力量绝对不是人类能拥有的。”哈特有些生气：“你可真没礼貌，我不过是个拥有特殊力量的人类而已。”奥尔赛一点也不相信哈特的说辞，把他当成怪物看待。可在哈特眼里，奥尔赛才是怪物。不过他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便没有直接回怼。奥尔赛岂会束手就擒？他用仅剩的左腿拼命逃跑，却还是逃不出哈特的手掌心，被突然出现在面前的结界吞了进去。或许是使用了比平时更多的力量，哈特感到疲惫，他收起结界，打算回去休息下，再考虑其他事。后面的故事请看下一话，谢谢关注和点赞。哈特回到一片狼藉的研究楼房间，布尔克斯默默打扫，提亚只是感到意外。哎呀，我看哈特你急忙跑回来，还在想出了什么事呢，没想到竟然是遭到魔人袭击。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放着这事不管，说回重点。他们该怎么向校长说明在遗迹发现圣武具的原委？总不能老实说是他们制造了圣武具。就在提亚和哈特思考解决办法时，夏洛特凑到梅尔奇面前：“梅尔酱，你没有哪里痛吧？”梅尔奇沉默不语，只是点了点头。夏洛特见状，露出放心的笑容。这时提亚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能唬人的故事，便要求哈特扮作修瓦和分身一起去校长室。随后提亚带着他们敲开校长室。校长你好，我的学生顺利完成了那个艰巨的任务，我们来报告。校长感到惊讶，带上微笑回复：离约定期限还有一段时间，你们真快呀。另外能告诉我他来这里的理由吗？面对校长的提问，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修瓦解释：那个会在报告中说明，你先听听布鲁塞亚德奈尔教授的报告吧。哈特口误叫错了提亚，不小心流露出对教授的嫌弃。提亚忍着没追究，开始向校长汇报情况。首先是遗迹的调查结果，如前所述，遗迹里完全没出现任何魔物。当探索到差不多地下20层时，他们竟然发现了一件疑似圣武具的东西，那东西就放在台座上。不仅如此，那东西旁边居然还有魔人和晕倒的少女。校长听到出现了魔人，顿觉不妙。有魔人吗？提亚点头确认，接着说明，那位少女似乎遭到魔人攻击，特别虚弱，和哈特他们根本不可能对付魔人，所以他们设法带上圣武具和少女迅速逃离了现场。就在这时，修瓦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毕竟是正义使者嘛，看到他人有困难就会立刻赶去。校长随即产生疑惑，问修瓦怎么知道他们有危险。修瓦以这是商业机密作为回答。校长沉默了，提亚继续讲述。于是他们将圣武具交给修瓦，然后修瓦利用圣武具成功打败了魔人，真是可喜可贺。提亚讲完精彩的故事，马上拿出圣武具放到校长面前。校长一脸惊讶，说不出话来。提亚左右摇晃身体，催促他尽快确认。校长伸手触摸圣武具，不由得发出感叹：这是多么神圣的魔力，足以匹敌王妃的那把光刃圣剑。不，我甚至能从中感受到在那之上的魔力。意料之外的评价让提亚有些慌乱。是吗？校长困惑地看了过来，好在提亚没露出马脚。没事没事，确实是这样。修瓦，你也有这种感觉吧？修瓦紧张地附和。是啊，这可不是一般的魔法道具。听了他们的话，校长打消了疑虑。没想到你竟然真找到了。那好吧，恭喜你哈特，我承认你确实完成了任务。就这样，哈特完成了校长布置的课题。后面的故事请看下一期，谢谢关注和点赞。做完探索报告后，教授把从遗迹里救出的梅尔带来校长室。校长脸上挂着一如既往的笑容，用柔和的视线注视着教授。出于对教授的了解，校长觉得有必要检查哈特有无作弊。
教授随即反驳，表示自己从未骗过校长，但校长依旧保持怀疑。教授只好把校长想要的证据从门口拉了进来。白发褐肤的梅尔一出现，就让校长睁大了眼睛。校长走过来，俯身凑到他们面前，向教授发问：“这位就是你们在遗迹中保护的梅尔吗？”梅尔对上校长的视线，马上缩到教授身后。教授不理解梅尔为什么会这么害怕。校长笑眯眯地解释说：“来到陌生的地方，自然会警惕。”他思考片刻，做出了判断：“原来如此，我对怀疑你们表示歉意，这正是承认你们通过测试吧。但这孩子一直不说话，还是让人很担心啊。要不暂时由我来照顾。”梅尔听到这话瑟瑟发抖，教授却对校长的提议很感兴趣。我记得校长您对这方面的治疗很有心得，对吧？梅尔怎么都不说话，我们正头疼呢，能拜托您吗？校长爽快答应，他眯起眼睛，脸上依旧带着笑容。教授马上把躲在身后的梅尔拉出来交给校长，然后挥手离开。现在房间里就只剩下校长和梅尔。梅尔一脸紧张，校长却十分从容。魔神路西法伊拉的纯正使徒变得还挺可爱的嘛。梅尔奇美奈斯。梅尔被认出真实身份，咬牙提问：“你是谁？那个魔力不是普通人吧？”校长没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自顾自地感慨：不愧是特化了生存的魔人，擅长探查威胁的存在。但现在变成这副样子，应该无法完成使徒任务了吧？既然你已经不存在威胁，清除无害的人违背我的理念，那么就消除你的记忆吧。说完，校长就抓住梅尔的脑袋，开始咏唱：忘记吧，今后只作为普通少女去过安稳的生活。这一话到这里就结束了。漫画从12月开始恢复周更，下周见。庆祝会在提亚教授的研究楼举行，大家举杯庆祝。夏洛特恭喜哥哥通过考验，丽莎对哈特能得到校长的认可发出惊叹，弗拉得意地吹捧哈特的实力。提亚教授认为自己至少有一半功劳，哈特则拿着杯子窃喜，心想自己终于可以在学院里过上家里蹲生活了。随后哈特注意到夏洛特也特别高兴，询问后得知夏洛特有个好消息，但他拒绝透露详情，嘿嘿，暂时保密。哈特顿时产生了不妙的猜想，难道夏洛特有男朋友了？哈特在脑海中想象出某个男生搂着妹妹和自己打招呼的场景，他试图冷静，毕竟夏洛特才11岁，不可能这么快有男朋友。但他转念一想，这里是异世界，现代社会的常识并不通用。可恶，是谁骗走了我家夏洛？想到这里，哈特露出要杀人的可怕表情，使夏洛特担忧地看了过来。哈特意识到自己快要丧失理智，假装没事，嘱咐妹妹要幸福。夏洛特对哈特的猜想毫不知情，一口应下。在他沉浸于好消息带来的快乐中时，哈特暗下决心，如果有谁想当妹妹的男朋友，就必须先打败他。就在这时，伊里斯牵着梅尔的手推开房门，是校长要求他把梅尔带回来的。梅尔看了看房间，一和哈特对上视线，就马上飞扑过来抱住他，喊了声妈妈。这个莫名其妙的举动让其他人都看呆了。作为哈特的妹妹，夏洛特最为惊讶。我太意外了，没想到梅尔竟然是哥哥失散多年的孩子。实际上哈特并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他向教授投去求助的目光。提亚想了想，给出说明：我把梅尔暂时交给校长，让他帮忙治疗。梅尔的精神状态可能因此稳定下来了，或许是太渴望母亲了，才把你当做妈妈，毕竟是你救了他。哈特沉默片刻，接受了这个解释。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教授建议哈特照顾梅尔，哈特别无选择，让弗拉和丽莎帮忙。弗拉自然同意，他似乎没把教授的解释听进去。在他看来，主人的孩子也是他们的主人。丽莎即使没照顾过小孩，也愿意尽力而为。夏洛特则凑近梅尔，邀请他一起玩耍。梅尔感受到大家的热情，脸颊微红，点了点头，从哈特身上离开。哈特擦擦额头的汗水，松了口气。不管怎么说，他的计划成功了。现在距离毕业还有2年多，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度过这段时间。毕业后就在自己的乐园悠闲自在地生活。这时，梅尔被弗拉的大尾巴吸引，毛茸茸的触感让他欲罢不能。其他人看到这一幕，表情各异。哈特则坐在沙发上，露出笑容。不过，这个笑容是因为他自认为光明的未来。后面的故事，请看下一话。谢谢关注和点赞。这天，哈特照旧在湖畔小屋玩游戏。眨眼间，他已经转生到异世界10余年。这里与现代日本相比，有许多不便。好在大部分问题都能用结界解决。尽管如此，哈特仍有一些不满，那就是他想吃到日本料理。通过搜索，哈特找到了处理鱼、制作酱油和汤的方法。在万魔殿各位的帮助下，付出1整年的努力，终于制作出一桌日本菜。夏洛特、弗拉和丽莎投来好奇又期待的目光。
丽莎还是第一次把鸡蛋煎成那个样子，弗拉无法想象生鱼肉是什么味道。夏洛特则激动地拿起桌上的瓶子说：“这就是我在动画片中经常看到的至高调料酱油。”哈特给厚蛋烧淋上一层酱汁，然后分给3人各一份，香甜的味道和绵软松散的口感立即征服了他们。夏洛特一脸满足，直夸好吃。丽莎也觉得这比平时的鸡蛋更美味。弗拉则忍不住感叹，香味在嘴里扩散开来的感觉真是太棒了，吞下时幸福感会充满整个口腔，让人想要一口接一口吃下去。随后哈特夹起一片放有芥末的生鱼片，将它蘸上酱油送入口中。夏洛特、弗拉和丽莎睁大眼睛看完示范，弗拉馋得直流口水，马上插起一块生鱼片，学着哈特的样子蘸上酱油放进嘴里，入口的瞬间咸味就着香气一起袭来，咀嚼弹牙的鱼肉还能尝出一股甜味，这种甜味被放大后居然成了如此奢侈的美味。哈特这才知道弗拉有着点评美食的才能。夏洛特和丽莎交流完感想，发现盘子里有个绿色的东西，感到疑惑。哈特介绍那是芥末，对夏洛特来说尝试这东西还太早。弗拉以为那是相当美味的东西，顿时两眼放光，直接拿起盘子把所有芥末倒进嘴里，一股辣味马上从嘴巴冲进鼻子、眼睛还有喉咙。弗拉被辣得不行，当场倒在地上。后面的故事请看下一话，谢谢关注和点赞。本周漫画更新的是莱亚斯和玛丽安的番外故事，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吧。两人初次见面时，莱亚斯3岁，玛丽安6岁。莱亚斯盯着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看了看，一想到对方不过是个女性，他就得意地扬起嘴角，用大拇指指着自己说：“我是这个国家的下任国王，我比你厉害。”随后莱亚斯又用手指着玛丽安，仿佛在说：“哼哼，你可别以为你是姐姐就能作威作福。”玛丽安望着这么幼稚的弟弟，心想：王国的未来堪忧啊。本期番外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周再见。这天，哈特舒服地躺在研究室里玩游戏，因为得到了校长的允许，他可以不去上课。考虑到今天没什么事，哈特打算直接睡一觉。就在他准备进入梦乡时，夏洛特突然打开房门：“哥哥，早上好。”哈特从床上坐起，和干劲十足的妹妹打了个招呼。他们才聊了2句，丽莎就提醒夏洛特快迟到了。夏洛特赶紧告别哥哥，通过任意门出去。哈特不知道穿着学生装的夏洛特要去做什么，他掀开被子躺了回去，想好好睡上一觉。麻烦的事却又发生了。没过多久，房门被再次打开，这回进来的是提亚教授。他双手叉腰站在床边，打算把懒散的哈特叫起来。他试图拽掉被子，但没成功。哈特表示要睡一整天，惹提亚不满。教授把研究室借给哈特，可不是为了方便他在这里当家里蹲，而是为了研究古代魔法。哈特头疼地从床上坐起来，明明离他毕业还有2年时间，不用这么着急。提亚突然露出坏笑，一边摇摆身体，一边提醒哈特：“哈特，你是不是忘了？为了帮你免课，我可是很努力的哦。这些事总不能当作没发生过吧？而且你不管夏洛了吗？”哈特一脸诧异，不知道妹妹出了什么事。直到教授说明，才得知夏洛特也来这所学院上学了。哈特这才想通妹妹今早穿学生装的原因，原来那不是在 cosplay 啊。想到这里，哈特又产生了新的疑惑。但是夏洛特还没到能入学的年纪吧？教授马上回答了他的问题，他比你认为的还要优秀，在学历方面已经超越了学生时代的我，而且大家还对夏洛特抱有期待，认为他的魔法等级可能会在未来逼近年级第1的莱亚斯王子。夏洛特说不定会在学院引起关注哦。教授看到哈特露出担忧的表情，捂嘴偷笑，接着说道：“还有，我打算让他加入我的研究室，不如你也借这个机会来努力做做研究吧。事情就是这样，我等你来哦。”教授扔下这话就走了。哈特仔细回想，将夏洛特的秘密和他来学院读书这2件事联系到了一起。那时夏洛特说要保密的事，可能就是来上学这件事。夏洛特多半是想给他惊喜，哈特认为自己该不遗余力地表现出惊讶才行。就在他这么思考时，夏洛特回来了。哈特故意问他为什么打扮成这样，夏洛特这才想起忘了告诉哈特那个好消息。他马上摆出帅气的姿势，得意地宣布：“我接下来要和哥哥你上同一所学校了。”哈特配合地做出夸张的动作和表情：“这是真的吗，夏洛？那你也太厉害了吧！”丽莎则一言不发。夏洛特为隐瞒这件事而道歉，但哈特并不在意，反倒庆幸不是交了男朋友这种消息。接着夏洛特握住哈特的手，高兴地说：“哥哥，以后我们可以一直都在一起了。”哈特也跟着感到高兴：“我们要一直在一起。”后来哈特才反应过来，他的家里蹲生活恐怕要泡汤了。后面的故事下周继续，
谢谢关注和点赞。本周漫画更新的是番外故事，天刚亮，公鸡便昂首挺胸，发出嘹亮的叫声。强尼从床上坐起，感到身体的每一根骨头都被唤醒了。他集合骷髅军团，鼓舞他们继续工作。就在这时，弗拉带着一群魔物过来，将这些家伙托付给强尼就走了。强尼恭敬地送弗拉离开，然后带新来的魔物们去到居住区。他突然发现这里太拥挤，需要扩建，便去拜托吉冈帮忙。吉冈很快准备好了需要的木材，使得新房子能提前盖好。强尼这才想起要向夏洛特报告。一段时间后，夏洛特过来视察快完工的新居住区，弗拉和丽莎随行。强尼热情地介绍他们的工作成果，夏洛特感谢他的报告，弗拉则对他的工作很满意。丽莎才知道这件事，立马想到要向哈特报告，但似乎太晚了。就这样，在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万魔殿的占地面积越来越大。后面的故事请看下一话，谢谢关注和点赞。这天早上，精英云集的 A 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大家对哈特那跳级入学的妹妹抱有好奇和期待。在一片讨论声中，夏洛特走进教室，向大家问好：“各位好，我叫夏洛特·泽菲斯，初来乍到，还请大家多多关照。”甜美的笑容和礼貌的问候立刻缓解了紧张的气氛。很快，夏洛特周围就聚集了一群人，有人对夏洛特才11岁感到惊讶，有人听说夏洛特去了一季，称赞他和哈特都很厉害。夏洛特却摇了摇头，这么说：“不，我哪里比得上哥哥？我哥哥是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人。”这话引发了新的讨论，他们说的正起劲，就被莱亚斯打断。哼，你们又不是第一天知道他厉害。夏洛特快步走过来，向莱亚斯问好：“莱亚斯王子，抱歉没有第一时间来和你打招呼。”莱亚斯叹了口气，一脸嫌弃：“我还在想，最近都没看到哈特来上课，结果你居然跑来了。”听到莱亚斯这么说，夏洛特好奇地问：“您比较希望我哥哥来吗？”这个问题让莱亚斯汗流浃背，脸颊微红。我才不在乎他呢。夏洛特随即露出惊讶的表情，原来傲娇这种属性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存在呀。好在莱亚斯并不知道傲娇是什么。就在这时，奥拉教授走进教室，要求他们坐回座位。奥拉一进来就盯上了夏洛特。哦，原来你就是哈特·泽菲斯的妹妹。既然你选择来上我的课，那我绝对不会手软。想必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吧？然而，夏洛特并没有被教授严厉的态度吓到，保证自己一定竭尽全力。奥拉气得嘴巴抽搐了下，打算让夏洛特见识下课程难度。接着，奥拉在黑板上写下一道难题，指明夏洛特上来解答。夏洛特思考片刻，很快写上答案。这表现让其他同学十分敬佩，也使奥拉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奥拉仔细检查夏洛特的解答，结果发现他不仅靠心算得出了答案，还对附属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奥拉觉得自己就像在看威斯奥尔的论文一样，他不会知道夏洛特就是威斯奥尔。奥拉咬了咬牙，承认夏洛特不愧是哈特的妹妹。夏洛特却摇了摇头，这么说：“哪里，我还差得远呢。如果是哥哥的话，肯定只需要看一眼就全部解决了。”听到夏洛特这么说，奥拉大为吃惊，他抓着夏洛特的肩膀，希望对方能详细说说。夏洛特感到抱歉，因为就连他也无法估量哥哥的能力。就这样，在哈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教授和同学对他的评价大幅提升。后面的故事请看下期，谢谢关注和点赞。上一部分说到夏洛特体验了属性课程，第2节是魔法体术课。贝辛老师不忘在课前展示他的肌肉。莱亚斯对夏洛特身上的日式学校体操服感到惊讶，尤其是夏洛特还告诉他这是上体育课的正规服装。接下来，贝辛老师宣布开始上课，他要求学生们2人一组进行对战，测试自己和对方的实力。贝辛老师特别想看看夏洛特的实力如何，便点名让他和实操成绩最好的莱亚斯对战。夏洛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贝辛老师的主持下，夏洛特和莱亚斯的对战开始了。莱亚斯表示不会因为夏洛特年纪小就手下留情，这么做正合夏洛特的心意，他也想和莱亚斯好好比试一场。便见莱亚斯先朝夏洛特挥出一拳，却被敏捷躲开，紧接着转身又给了夏洛特一拳，但还是被躲开。贝辛老师称赞夏洛特体态轻盈，动作架势也特别好。莱亚斯喘着粗气，发出愤怒的声音：“可恶，别只躲，有本事就来攻击呀！”然而夏洛特不知道该怎么攻击。这时贝辛老师提醒夏洛特要学会发现对方的破绽。夏洛特恍然大悟，向莱亚斯发起冲锋。他心里想着一定要抓住对方的破绽，目光落在莱亚斯的腿上。于是夏洛特快速绕过莱亚斯，转身踢中他的国窝，令他失去平衡倒在地上，再趁机踩上他的腰，把他按在地上。贝辛老师不由得佩服夏洛特的敏锐和果断，然后马上宣布胜者为夏洛特。夏洛特的精彩表现又在同学中引起讨论。战斗结束后，夏洛特看到莱亚斯还坐在原地，担心他痛到站不起来，向他投去关切的目光。
莱亚斯马上忍痛站起来，抱怨夏洛特和哈特一样，都喜欢使用奇特的招式。夏洛特马上为哥哥澄清，不，哥哥平时都不怎么使用招数的，毕竟他拥有根本不容对方靠近的压倒性的强大力量。莱亚斯回忆了下和哈特的交手经历，不得不承认这话属实。夏洛特继续补充说，没错，哥哥并不是在胡乱使用自己的力量，这一切都是为了正义，只有迫不得已时，为了让对手认清力量的差距，他才会和对方在同样的条件下战斗。莱亚斯和贝辛老师听了这话，感触颇深。莱亚斯觉得这辈子都赢不了哈特了，贝辛老师则被哈特这深刻的觉悟所感动。后面的故事下一话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这天早上，哈特悠闲的家里蹲生活再次被打扰，奥拉教授闯进了他在研究楼的房间。哈特捏紧被子，从床上坐起，预感自己又碰上麻烦事了。果然，奥拉刚坐下就拿出一堆需要计算属性比率的资料。我听说这种难度的属性比率，你根本不需要计算，只看一眼就能解决。哈特疑惑，这话是谁说的？没想到奥拉是从夏洛特那里听来的。哈特把这解释成误会，但奥拉坚持认为哈特能轻松解决这些计算。哈特盯着奥拉看了看，产生了一个猜测，你不会是要偷懒才让我帮忙计算吧？奥拉竟然直接承认了，毕竟对于像他这样的研究者来说，时间是很宝贵的。奥拉还在桌上放了一袋钱币作为报酬，然而哈特不缺这点钱，他根本不想接下这个任务。这时他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更合适的人选。哈特马上把伊丽丝带了过来，并将任务交给他。伊丽丝看到奥拉教授严肃的神情，担心自己做不好，他试着计算了其中一份资料。奥拉教授检查了结果，并无错误，勉强同意由伊丽丝来代替哈特。哈特松了口气，伊丽丝则很高兴，甚至激动地握住了哈特的手。奥拉教授向伊丽丝嘱咐完任务实现，就离开了。刚送走奥拉教授，贝辛老师就进来了。他看到夏洛特的格斗技术和哈特的很像，想请哈特教一教自己。哈特推脱说，那是他们家代代相传的招式，不能随便教给外人。没想到夏洛特已经教了贝辛老师其中一部分。既然如此，哈特只好把这个任务也交给伊丽丝。他想起夏洛特在之前的魔法训练中有教伊丽丝招式，推荐伊丽丝代替自己进行教学。贝辛老师不仅同意了，还愿意支付报酬。哈特把手搭在伊丽丝的肩膀上，相信她一定能做到。伊丽丝只好答应哈特。就在这时，门外传来纷乱的脚步声，同学们像潮水般涌了进来，有向哈特请教远程操作的，有想和哈特讨论魔法理论的。哈特向伊丽丝投去求助的目光，但伊丽丝已经没余力接受其他任务了。哈特想了想，重新找到了合适人选。他拍了拍玛丽安和莱亚斯的肩膀，把他们拉到了另一个房间。哈特关上门，认真地盯着玛丽安和莱亚斯，这么说，我有事要拜托你们二位。玛丽安和莱亚斯都感到意外，玛丽安还有些高兴。哈特解释说，现在有很多人来咨询，但他很忙，希望他们能代替自己接待这些同学，只要帮他把大家的需求汇总起来就行。玛丽安觉得他们难以胜任这份工作，哈特却对他们表现出十足的信任。当然，你们俩肯定不会有问题的，而且这件事也只能拜托你们。说到这里，哈特回头向他们露出灿烂的笑容，接着说道，因为我们可是伙伴啊。这句话对玛丽安和莱亚斯十分有用，他们很高兴被哈特当成伙伴，愿意帮忙。做好安排后，哈特马上告辞，最后他一脸憔悴地回到了床上。后面故事下一话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这天，夏洛特再次召集了卡米洛特的成员们，他笑容满面地向大家介绍了2位新人，提亚教授和伊里斯。弗拉和丽莎一听到伊里斯的名字，都睁大了双眼。弗拉甚至无视提亚教授，毫无顾忌地凑到伊里斯面前，用好奇和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他，口无遮拦地问，你真的叫做伊里斯·菲利亚吗？原来弗拉有位熟人和伊里斯的名字相同，而且弗拉还从伊里斯身上感受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气息。丽莎则从以前开始就察觉到伊里斯的魔力不同于常人。提亚教授产生了一种猜想，并问了出来，难不成你是什么魔王转世吗？伊里斯被他们弄得冷汗直流，陷入沉默。就在这时，弗拉得意地哼了一声，替伊里斯回答，不，应该只是碰巧同名同姓吧，毕竟我认识转生之后的魔王。夏洛特大吃一惊，提亚教授急切地想知道是谁。随后弗拉带着灿烂的笑容告诉他们，转生之后的魔王就是哈特。提亚教授和夏洛特还有伊里斯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夏洛特顿时明白了哥哥那强大的气场从何而来，他想到哥哥化身为正义的执行者修瓦来发挥自己的力量，不由得感叹哥哥实在是太伟大了。夏洛特很快接受了哈特是魔王转世的事实。
提亚教授却还有疑问，伊里斯则依旧张着嘴巴。接下来，弗拉按照自己的理解讲述了哈特的理想，那就是创造魔物与人类和平共处的世界，这和他还是魔王时的志向一致。这时，伊里斯小声嘀咕了句：“哈特的想法和我一样。”随后，夏洛特呼吁大家继续做好后勤工作。提亚教授和伊里斯作为新成员，不明白后勤工作具体有什么，于是夏洛特让大家围坐在圆桌前，严肃地开始了会议。今天，夏洛特召集大家过来，是为了告诉他们王都骚动的真相。据他从哈特那里听来的消息，幕后黑手是企图复活魔神路西法伊拉的教团。无血的第4个星期六，恐怕就是为了将魔神复活而举行的仪式。这个情报引起一阵骚动。提亚教授认为，牺牲王都所有生命来使魔神复活不是不可能。伊里斯这才明白那些魔法阵的作用。后来，夏洛特宣布卡米洛特要出面阻止事态恶化。他认为对方并没有放弃复活魔神，还会有其他行动。理由是前几天提亚教授的研究楼遭到了袭击，犯人正是魔人。伊里斯听到魔人一词，惊讶地站了起来。什么？你说魔人？夏洛特确信情报无误。他从书上得知，魔人是由魔神创造的。他推测魔神路西法伊拉现在应该还在源源不断地创造魔人。至此，大家都充分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夏洛特接着说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他发现学院内部有人和教团勾结，这些人就是学院内黑暗学生会的数字军团。提亚教授认为那是贵族少爷在玩政治游戏，幕后黑手另有其人。夏洛特却摇了摇头，坚称事实就是如此，而且他们已经发现了哈特的力量。毕竟哈特是魔王，拥有这么庞大的力量，想不被发现也难。丽莎提醒夏洛特有些偏题了，把话题拉回正事上。夏洛特猜测数字军团把哈特当成了阻止魔神复活的危险分子，他想潜入数字军团进行调查。丽莎猜到夏洛特想独自收集情报，夏洛特被说中了心思，身体顿时僵住了，急忙请大家一起来帮忙。弗拉当然愿意为主人铲除一切敌人，强尼也持相同的态度，吉冈则依旧呼呼大睡。提亚教授只要这件事有趣也没意见，伊里斯则沉默着没表态。最后，夏洛特示意他们伸出手叠放在一起，高声宣布新卡米洛特开始行动。他们之中只有丽莎觉得有必要向哈特汇报。后面的故事下一话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当当。本周漫画更新了一则番外，由于番外短小，当当决定把之前更新的番外合并在一起讲解，先为大家带来番外40的内容。这天，丽莎望着弗拉的耳朵产生疑惑，好奇地询问哈特，为什么弗拉的耳朵可以随时出现，但自己的耳朵就直接变没了。哈特解释说，这是因为丽莎主要在学院活动，如果不把耳朵藏起来，万一忘了施法，就会暴露身份。丽莎听了解释，表示明白。夏洛特却觉得这不是重点，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弗拉的耳朵是兽耳，让人忍不住想要抚摸。他那毛茸茸的尾巴也一样。夏洛特觉得毛茸茸的东西非常治愈。说到这里，他的眼神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丽莎顿时有种不妙的预感，便见夏洛特盯着丽莎的尾巴，抬起双手蠢蠢欲动。他恳求丽莎让他摸一摸，但被丽莎委婉地拒绝了。夏洛特只好作罢，一脸失望。接下来是番外41的内容。在第85话的圆桌会议之后，伊里斯叫住了夏洛特，他想知道哈特和正义执行者修瓦是不是同一个人。夏洛特一被问到这个问题就神色慌张，紧接着他做出严肃的表情，嘱咐伊里斯这是最高机密，请他不要外传。伊里斯愣了下，然后答应了这个要求。在挥手告别夏洛特之后，伊里斯脑海中闪过黑色战士救了自己2次的情景，这下他终于知道神秘的黑色战士其实就是哈特。伊里斯想从人类这边出发，化解人类对魔族的厌恶，因此利用转生秘术转世成人。在从弗拉口中得知哈特也有让人类与魔物和平共处的想法后，伊里斯安心了不少。此外，还有件事让他感到意外，那就是弗拉居然把哈特当成了前任魔王。伊里斯忍不住笑了出来，在他看来，这还真是弗拉会闹出来的误会。伊里斯打算让弗拉继续误会下去。对这2则番外的讲解到这里就结束了。后面的故事下周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王妃沿着沉寂荒凉的小巷来到一扇破旧的木门前，王妃对修瓦恨得咬牙切齿，却拿他毫无办法。那个男人有着深不见底的魔力，使用着不可思议的魔法，就算他被誉为当代最强，也无法战胜修瓦。要想打倒这个男人，就得获得更强的力量。抱着这样的想法，王妃拉开大门，进入这个秘密集会的场所。里面的人个个披着统一的长袍与头巾，
对王妃突然出现在此感到讶异，并马上举剑戒备。这时，一位长者出来制止了他们，声明王妃是合作伙伴，还恭敬地向王妃行礼道歉，表示部分贵族不了解情况。王妃也不客气，直接指出他援助的资金应该都在高层内部流通。长者听到王妃毫不留情的话，尴尬地笑了2声，对之前的事感到抱歉，将责任推到巴尔阿戈斯身上。不过王妃此行的目的不是问责，她直奔主题，询问他们是不是想复活魔神。这话一出，其他人都愣住了。长者忐忑地回话，好奇他怎么连这种事都知道，没想到王妃居然会表现出对魔神的兴趣。于是长者带王妃前往地下密室，这里有一团诡异的火焰在燃烧，火焰之上是一个巨大的人造傀儡。王妃看到这一幕，笑着说，魔神只能使用这种身体，太可怜了。随后拔剑跃起，破坏了他们为魔神制造的傀儡，请求魔神降临到自己身上。比起这种傀儡，我的身体更能让你发挥出真正的实力。现场陷入一片寂静，王妃注视着晃动的火焰，片刻后得到了回应。这样啊，你想要我降临到你身上？王妃马上承诺魔神，只要他出借力量，就能随意使用自己的身体。魔神感受到王妃内心对力量的渴望和熊熊燃烧的恨意，断定她就是理想的容器。火焰暴涨，魔神决定帮王妃实现愿望，见王妃也做好了准备，迫不及待地进入王妃的身体里。王妃承受着魔神的涌入，发出痛苦的声音。没过多久，王妃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放声大笑，这个容器非常好，你就等着吧，修娃。后面的故事下一话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当当漫画，本周更新了第87话前篇的内容。这天，数字军团1号阿尔克赛伊格别尔克坐在长椅上看书，萨拉过来和他打招呼。哎呀，这不是1号吗？竟然翘课在这里看书，真不愧是你啊！阿尔克冷脸要求萨拉别在集会以外的地方用1号这个称呼。萨拉笑着道歉，改口称他为阿尔克。说完就在他旁边坐下。阿尔克的视线并未从书本上挪开，他对萨拉出现在学院里感到稀奇。他明明已经拿够了毕业需要的学分。萨拉舔了舔嘴唇，解释说自己找到个有趣的玩具，就来玩一玩。阿尔克意识到他又是来找男人的。萨拉出生于侯爵家，却被认定为没有天赋。萨拉以为阿尔克能理解这种没被任何人赋予过期望的感受。阿尔克陷入沉默。萨拉接着还告诉他，家里已经决定由大哥继承家业，能交给自己的任务最多是找到魔法等级较高的如意郎君，多生几个孩子。萨拉早就对此不耐烦了。贵族的使命是为家族奉献自己，但他不是乖乖等着安排的老实人。阿尔克理解了萨拉在学院里总换男人的原因。萨拉并不在意被一群只懂得享受的家伙围着，倒是对最近和阿尔克闹出的传言感到头疼，便见阿尔克合上书本，这么说，这样正好，我并不介意和你继续发展下去。两人对视片刻，萨拉突然笑了，这算什么？爱的表白吗？虽然萨拉家的处境早就不如从前，但她至少是侯爵家的女儿，而阿尔克出生于伯爵家。阿尔克却认为这么做不仅对萨拉没有坏处，而且还是双赢。萨拉承认阿尔克这话确实有道理，但他不想这么做，因为他不会属于任何一个人，而且从利益角度出发，阿尔克有一个更合适的人选，那就是夏洛特·泽菲斯。他家里实力雄厚，本人在魔法方面的天赋也非常高。然而阿尔克不认为夏洛特是那种喜欢权衡利弊的人，而且对他来说和自己结婚也没有什么好处，再加上他似乎一直十分仰慕自己的哥哥。萨拉笑了笑，提出一个解决方案，那我直接去把他哥哥拿下不就好了？看到哥哥心有所属，他自然会放弃吧。后面的故事下一话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当当漫画，本周更新了第87话后篇的内容。前面说到，萨拉展现出对哈特的兴趣，他想和阿尔克一起打入国王派领袖泽菲斯家。阿尔克听了萨拉的打算，陷入沉默。萨拉见阿尔克不说话，准备离开这里去找哈特。阿尔克依旧保持沉默，无动于衷。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路过，他们看到王妃只身一人出现在校园里，不约而同瞪大了眼睛，既惊讶又疑惑。王妃和他们对上视线，特意过来打招呼：“哎呀，你们2位竟然翘课在这里幽会呀！”随后，阿尔克礼貌地询问王妃怎么不带护卫。王妃觉得没必要带护卫，笑着解释说她去见相识多年的校长。说完，他就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了下阿尔克和萨拉。不仅看得他们心里发毛，还说了些让他们一头雾水的话。我在教团里见过你们，而且非常欣赏你们内心的渴望。虽说作为容器是脆弱了些，但很值得一试。
王菲刚说完，身后就冒出黑气，她就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这么说：向我祈祷吧，这样我就会实现你们的渴望。阿尔克下意识将萨拉护在身后，但这么做根本无济于事，黑气不受阻碍地钻进他们的身体里，让他们感到难受。最终，阿尔克和萨拉都痛苦地倒在地上。王菲露出阴险的笑容，发出令人发毛的笑声。好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就将为我所用了。后面的故事下一话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当当漫画，本周更新了第88话的内容。王菲畅通无阻地来到校长办公室，校长惊讶地站起来，怎么也想不到魔神路西法会出现在这里。魔神坐到桌子上，凑到校长面前问候：好久不见啊，弑神者。校长听到魔神这么称呼自己，皱紧了眉头，不想有人再提起这个名字。魔神假装这才想起弑神者现在的名字特雷西亚·蒙比利埃，还吐槽弑神者现在变得很弱，就像是普通人一样。校长强压下心头的怒火，坐下来和魔神聊天，一开口就问起王菲现在的情况。魔神听到这种问题，感觉弑神者变得连内心都像人类了。校长瞪了魔神一眼，不想岔开话题。魔神先劝他别这么赤裸地展露杀意，才交代王菲的情况。现在吉泽落地大概正沉醉在美梦之中，如果他的灵魂被彻底摧毁，真正的魔神就会冒出来了。校长听了这话松了口气，他以为只要把魔神赶出去，王菲就会恢复原样。魔神却表示他们的灵魂已经融合了一半，强行剥离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校长有所顾虑，没有直接动手。魔神还以为他会不由分说就发起攻击，没想到他越活越天真。校长思考片刻后这么告诉魔神，自己没动手只是因为没有从魔神身上感受到多少威胁，即使闪光公主的身体再好，魔神也不可能施展所有的力量。魔神不仅没有否认这点，还承认这身体有个意想不到的问题，那就是脖子上的项圈，如果随便摘掉这东西，脑袋就会掉下来。魔神见校长疑惑，便简单介绍了这个项圈，这是用结界魔法制成的项圈，它靠王菲的身体提供魔力来维持。校长这才知道，王菲可不是因为喜欢奇装异服才戴上项圈的。更让他吃惊的是，给王菲戴上项圈的人就是黑色战士修瓦。王菲特别憎恨修瓦，这股恨意让魔神感到非常快乐。校长没有回话，陷入思考。魔神知道校长和黑色战士有所交集，但校长表示他不清楚黑色战士的真实身份。魔神继续追问，依旧毫无收获，便留下这样的警告：就算他发挥不出所有实力，但还是能毁掉整个王都。校长当即表示不会让魔神这么做。魔神笑了两声，想起弑神者生气时那可怕的样子，但一点也不害怕，还在道别时故意再次用弑神者称呼校长。校长盯着魔神离开的背影，皱紧眉头，陷入沉思。后面的故事下一话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当当漫画，本周更新了第89话前篇的内容。这天，提亚教授的研究楼里来了位不速之客，这人就是萨拉。萨拉刚见面就解开上衣扣子，询问哈特要不要和他来一场自由恋爱。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还要从几分钟前说起。哈特玩了一晚游戏，刚想闭眼补觉，萨拉就出现了。萨拉的目光锁在哈特身上，直接问他有没有对象。哈特对此感到不解，萨拉这么解释：哎呀，实在是抱歉，一般来说会问异性这个问题，代表的意思是我想和你在一起。哈特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不等哈特有所表示，萨拉就自作主张地坐到了他身边。萨拉舔了舔舌头，展现出对哈特的浓厚兴趣。他甚至宣称不要求结婚，只希望和哈特交往一段时间。哈特直冒冷汗，他和这名女同学才初次见面，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对方的举动让他困惑不已。萨拉叹了口气，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哈特在整个学院无人能敌，家世背景也相当显赫，再加上长相周正，肯定有不少女生想接近他。哈特却坦言，至今尚未有人向他表白。萨拉认为是其他人胆子太小，不敢迈出这一步。他毫不犹豫地解开上衣扣子，直白地邀请哈特一试。萨拉势在必得，主动贴近哈特。出乎意料的是，哈特对确认身体契合度这种事毫无兴趣。萨拉蹭了蹭哈特，继续撩拨他。然而哈特直接拉开距离，拒绝了他的亲近。他的冷漠与萨拉的热切形成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在转生到这个世界后，哈特就失去了世俗的欲望。萨拉不知道这一点，还不死心。哈特发现他样子奇怪，让人很不舒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当当漫画，本周更新了第89话后篇的内容。哈特想摆脱旁边这个纠缠不休的女人，
在思考解决办法时，哈特看到萨拉身后有黑气，心里顿时有了主意，便马上采取行动。哈特用结界制作出黑色战士的幻影，让他在萨拉面前帅气亮相。在一阵尴尬的沉默过后，黑色战士直截了当地质问萨拉是不是魔人，话语里透露出不容置疑的自信，仿佛已经洞察了一切。萨拉思索片刻，放弃辩解，直接承认，居然被你发现了。刚刚附身时，我自己也吓了一跳，不仅魔力增强了，还和这个身体融合得相当好。萨拉抚摸着哈特的身体，声明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搞定哈特，不允许其他人妨碍。身旁突然出现了一个黑色魔法阵，黑色魔法阵朝黑色战士喷出黑色火焰。哈特在黑色战士的幻影前布置结界，将张牙舞爪的火焰全部吸收。与此同时，用结界束缚住萨拉，使他的身体难以动弹，并操纵幻影靠近，逼迫萨拉坦白一切。只可惜什么都没问出来，一团黑色烟雾就从萨拉口中冒出，在哈特反应过来之前破窗而逃。哈特撤去黑色战士的幻影，烦恼地站在原地，脚边是昏迷不醒的萨拉。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当当。漫画本周更新了第90话，哈特将萨拉绑在椅子上，叫来分身和提亚，自己则变身成黑色战士。提亚听哈特讲完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责怪哈特没有叫自己过来凑热闹。提亚认识这个过来勾引哈特的女人，她叫萨拉耶塞尔，5年级，是颇有名望的侯爵千金。刚才哈特无意间看到萨拉背后有黑气，却没有现，他之前抓到的几个魔人也都没有现，这才断定萨拉被魔人附身了。魔人有很多种，提亚认为这是能保留自身意识的那种。事不宜迟，他马上拿出皮鞭，准备好好审问一番。萨拉刚醒来时还没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惊讶地发现体内的魔人被赶走了。想问清楚面前的黑色战士是什么人，却被提亚打断。萨拉只是被提亚拿着皮鞭威胁了下，就将事情全盘托出。提亚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兴奋得两眼放光，没过多久就推测出王妃从魔神那里获得力量的结论。萨拉发出遗憾的叹息，他就算得到魔人的力量也没勾引成功。提亚马上得意地分享自己通过死缠烂打搞定哈特的成功经历。萨拉本就怀疑这种事的真实性，在看到哈特的分身不停摇头后，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对看起来毫无魅力的提亚教授放出几声嘲讽的冷笑。提亚秒懂萨拉的意思，大为恼火，愤怒地指着萨拉大骂。萨拉却还是得意洋洋。在怒火的支配下，提亚想到了一个惩罚萨拉的好主意，那就是用它来进行提升等级的实验。萨拉脸色骤变，感觉受到了羞辱。提亚一脸坏笑，提出更加残忍的方案 B， 那就是直接把他绑到空中，欣赏他被使劲折腾到哭哭啼啼的样子。这个可怕的方案成功吓住了萨拉。当然，实际上提亚不可能去干这种会招惹麻烦的事。提亚用升级实验带来的好处诱惑萨拉，萨拉不相信世上有这种好事。不过事到如今，他也只能任凭对方处置。提亚跃跃欲试，迫不及待要玩弄他的身体，黑色战士却不想动手。哈特给出的原因是无法对刚认识的人下手，结果被提亚骂成叛徒。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当当。本周漫画更新了一则番外，由于番外短小，当当决定把之前更新的番外合并在一起讲解。先为大家带来3月27日更新的番外42。夏洛特带着纸笔在学院里打听情报，他见人就问，完全没有秘密调查的意识，结果还真让他搜集到有用的消息。同学们虽然愿意配合，但都对他感到陌生，不约而同发出那孩子是谁的疑惑。接下来是4月24日更新的番外43。奥尔赛被丢进哈特制造的秘密空间时，身上的伤都被治好了。奥尔赛边走边张望，想弄明白这是哪里。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栋房子前，奥尔赛还没出声，房门就被砰地打开。巴尔热情地欢迎新人到来，在认出来者也是魔人后，笑着催促对方进来，还马上准备好丰盛的饭菜。巴尔已经孤独地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星期，新人的到来让他激动落泪。奥尔赛不忘正事，边吃边问这是哪里。一听说这里可能是黑色战士修瓦制造出来的空间，就马上激动地站起来，坚决表示要离开这个地方。巴尔也做过许多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奥尔赛不顾巴尔的忠告，气呼呼地离开了房子。经过一番徒劳的尝试，才气喘吁吁地回来。巴尔体贴地递给奥尔赛一份布丁，然后打开冰箱，展示满满的食材，告诉他这里经常补充食材，不用担心被饿死。
最终，奥尔赛满足了巴尔的需求，陪他聊了很久。正片下周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当当漫画，本周更新的第91话前篇。上一话说到，提亚打算用萨拉的身体来探究魔法等级的奥妙。为了让萨拉放心，哈特找来丽莎作为医疗人员。后来他转念一想，决定从提亚开始实验。提亚的确渴望提升自己的魔法等级，但不想成为试验品。他转过身这么告诉哈特，就算是我这么厉害的人，也得确认安全之后才能亲身上阵啊。哈特借此机会看清提亚教授背后的线条，这些线条代表魔法等级上限，总共有36根，其中3根断线没有连接地面，代表可上升的等级。哈特没和提亚打招呼，就直接把其中1根拉长到地面。提亚一边抖动身体，一边发出奇怪的声音。他对哈特的突然行动感到不满，但这份不快马上被魔法等级上升的喜悦取代。萨拉看哈特示范了一遍，但还是无法理解其中的原理。在被问到是否愿意参加实验时，他提出了一个条件，从他身体里逃走的魔人残片应该是回去找王妃了。萨拉希望王妃来找自己麻烦时，哈特能保护自己。他故意朝哈特靠了过来，但被提亚一把拉开。尽管会带来麻烦，哈特还是答应了他的条件。萨拉转过身坐下，脱去上衣，露出让提亚嫉妒的身材。哈特凝视萨拉的后背，仔细观察，发现他的后背总共有22根线，其中4根是断的。除此之外还有10个洞，这些洞到底是什么？下周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当当漫画，本周更新了第91话后篇。上一话说到，哈特发现萨拉背后有神秘的洞，提亚认为得往洞里插点什么。哈特思索一番，有了主意，他想把连接地面的线条拔出来再插进去，但这个尝试以失败告终。更令人困惑的是，这些线条似乎无法被切断，这或许意味着等级不会降低。随后哈特将其中2条未连接地面的线拉长并连接地面。在实验过程中，萨拉不断发出嚎叫，提亚无法忍受这样的折磨，禁止萨拉发出奇怪的声音。后来萨拉缓过神来，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等级提升了2级。他红着脸喘着粗气，称赞哈特的能力。哈特沉默了，没有回话。没过多久，提亚的脑海中又闪现出一个绝妙的主意，他打算等丽莎给萨拉回复好就继续实验。萨拉已经明白这个实验对自己的好处，催促他们尽快进行下一步。于是哈特按照提亚教授的提议，把1根未连接地面的线条插入其中一个洞中。没想到这个简单的动作竟引发了意料之外的变化，伴随着比以往更加撕心裂肺的惨叫，线条从中间断开。萨拉倒在沙发上，痛苦地呻吟。丽莎上前检查，发现萨拉的身体并没有受伤。比起弄清楚导致萨拉难受的原因，提亚更想搞明白线条断开后的影响。很快他就发现萨拉的等级上限刚好提升了1级，难道这就是提升等级上限的方法？后面的故事下周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上一话说到，哈特和提亚通过实验发现了提升等级上限的方法，他们将难受倒下的萨拉搬到床上，在验证那么做真能提升魔法等级上限之后，提亚教授已经迫不及待了，请哈特帮自己提升等级上限。就算精神方面会受到严重的伤害，也要亲身体验。哈特原本有所顾虑，但还是答应了这个疯狂科学家的要求。经过一番仔细查看，哈特发现提亚背后的洞竟然有21个。这个发现让提亚惊讶又兴奋，因为这意味着只要填满这些洞，他的魔法等级上限能变成57级。只可惜哈特没办法一口气把它们全部填满，只能先处理其中一个。在一串撕心裂肺的惨叫过后，提亚也难受地倒下了。不过提亚很快强打精神起身，在确认魔法等级上限提升1级之后，高兴地手舞足蹈，为自己完成历史性的壮举欢呼。提亚想顺便再做另一个实验，但他撑不下去，又倒下了，只好让哈特帮他请布尔克斯过来帮忙。布尔克斯误以为提亚快不行了，提亚顺势向他提出要求，让他配合哈特进行实验。布尔克斯虽然为难，但也乖乖配合。提亚想弄清楚，像布尔克斯这样到达最高等级的人，还能不能提升等级上限。哈特在他背后只看到了一个洞，由于没有断掉的线，哈特只好另外想办法。他将连接地面的线强行塞进洞里，伴随着布尔克斯痛苦的尖叫声，这条线也断开了。布尔克斯的魔法等级上限得到了提升，与此同时，他本人也痛苦地倒在了地上。提亚抓住布尔克斯的肩膀，不断扇耳光，终于叫醒布尔克斯，感谢他的帮忙。布尔克斯流下眼泪，只要能帮到提亚，他就心满意足了。虽然通过实验又有了新的发现，但哈特愈发觉得这事不能随便尝试。后面的故事下周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当当。本周漫画更新了一则番外，由于番外短小，
当他决定把之前更新的番外合并在一起讲解，先为大家带来5月15日更新的番外44。哈特决定调查下被自己丢进神秘空间的魔人。他用光学迷彩结界隐藏自身，偷偷进入神秘空间的房子里。经过仔细查看，他发现魔人背后是没有线的。让他意外的是，巴尔居然迷上了时代剧，奥尔赛则沉迷于搞笑漫画，躺在床上笑个不停。哈特看到这样的场景，有些生气，没想到他们居然过得比自己还舒服。接下来是5月29日更新的番外45，梅尔奇被校长消除了记忆。作为普通少女，在哈特的湖畔小屋过着安稳的生活。梅尔奇把哈特当妈妈，称呼哈特的分身为妈妈的分身。分身希望梅尔奇不要在外面叫自己为分身，建议他称呼自己为妈妈西。梅尔奇拿着一本认字拼音教材，请分身给自己讲讲里面的内容。这么做竟是为了看懂动画。几个小时后，哈特来到湖畔小屋，他发现梅尔奇学得非常快，和夏洛特一样，恐怕用不了多久，这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就会变成动画宅。哈特误以为这个世界的小孩都特别聪明，猜想诞生于此的自己也有超强的学习能力，但在几小时的学习后，他沮丧地发现自己并没有那种天赋。后面的故事下周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上一话说到，哈特和提亚完成了等级实验，事后他们将萨拉送回宿舍。隔天，哈特和夏洛特一起来看望萨拉。夏洛特听提亚讲述了事情经过，特别关心他的身体状况。萨拉却故意使用会让人误会的措辞来回话，毕竟过程也挺激烈的，现在还是有点疲惫，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如此强硬又剧烈地折腾我的身体，换成你的话应该受不了的吧。萨拉望着夏洛特慌张的样子，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时阿尔科赛伊刚好也来看望萨拉，他没想到哈特和夏洛特也会在这里。夏洛特礼貌地打完招呼，还认真地解释了一番。是的，因为听说萨拉学姐在追求哥哥，被哥哥甩了，所以才会病倒的。哈特听了妹妹的说法，尴尬的冒冷汗。萨拉则在尴尬之余，注意到阿尔科赛伊投来询问的视线，无奈的承认是这么回事，然后通过询问阿尔科赛伊的来意来转移话题。阿尔科赛伊刚好有事来找哈特和夏洛特，他毫不避讳地提到数字军团，还对夏洛特说了这样的话：我是军团的领导者1号，听说你在学院内打听我们。夏洛特不知所措，情急之下直接承认了此事。没错，我的确是在打探你们的消息。既然如此，阿尔克赛伊干脆直入正题。现如今我们的祖国正处于混乱之中，数字军团是一群因为忧心国家未来，想要改变现状而聚集起来的人。如果你也拥有同样的志向，要不要考虑加入我们？夏洛特再次露出惊讶和慌张的神情。啊，我真的可以加入吗？阿尔克赛伊笑着点了点头。冷静下来后，夏洛特问起数字军团的目的和计划。按照阿尔克赛伊的说法，目前他们大部分成员都不支持国王或王妃，这些人认为应该由贵族来领导人民。阿尔克赛伊却想和王族联手进行改革，计划邀请玛丽安公主和莱亚斯王子加入组织。夏洛特推测其他成员很有可能会反对他们的加入。阿尔克赛伊肯定了他的猜测，但不打算改变计划。玛丽安公主由于是前王妃的女儿，而备受现王妃冷落，莱亚斯王子也与现王妃有矛盾。阿尔克赛伊认为这两人对王妃都有意见，对改革有所帮助。夏洛特仔细想了想，明白了他的想法。没想到阿尔克赛伊打算让他来劝玛丽安和莱亚斯加入。后面的故事下周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前面说到阿尔克赛伊想让夏洛特劝玛丽安和莱亚斯加入数字军团，夏洛特答应尝试，哈特却完全没有搭理他们。接下来阿尔克赛伊表示有私人话题要和萨拉谈，他拿出一束花，打算对萨拉进行爱的告白。既然如此，夏洛特也不好留下，他连忙推着哥哥离开了这里。走出房间之前，哈特注意到阿尔克赛伊的背后也有黑气，现在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萨拉认为阿尔克赛伊用于支开那两人的借口太过分，不过阿尔克赛伊表示自己是真的想求婚。他们谁都不知道哈特在房间里留下了一个板状结界。接着萨拉责怪阿尔克赛伊在得到魔人的力量后更强硬了。阿尔克赛伊看出萨拉失去了魔人的力量，早想问问他最近发生了什么，然而萨拉已经答应哈特保守秘密。阿尔克赛伊猜到这件事与黑色战士修瓦有关，萨拉急忙岔开话题，提醒阿尔克赛伊去勾引夏洛特。阿尔克赛伊笑了笑，告诉萨拉，要是你拒绝我的话，我会去的。萨拉不禁觉得阿尔克赛伊难缠，他干脆躺下休息，暗示阿尔克赛伊离开。阿尔克赛伊愿意给萨拉充足的时间考虑，马上识相的走了。
哈特看到了房间里发生的一切，庆幸萨拉替他们保守了秘密。他现在终于可以询问夏洛特加入数字军团有什么打算。原来夏洛特刚才联想到了自己看过的昭和动画片，在他看来，那群人看似邪恶，内心深处却在坚持着不容动摇的正义，彼此都拥有不能让步的理想与尊严。若不能通过言语让对方理解，那就只有用武力一决高下。在一切结束之后，他们一定会在夕阳下搂着对方的肩膀，称兄道弟。不过在那之前，他打算通过谈判来和平解决问题。哈特叹了口气，没有直接阻止夏洛特，只是嘱咐他不能去做危险的事。后面的故事下周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上一话说到，夏洛特答应了阿尔克赛伊的要求，他马上将玛丽安和莱亚斯请到提亚教授的研究楼，露出认真严肃的表情与他们商谈。夏洛特首先提到学院里隐藏着名为数字军团的学生组织，他们在背地里勾搭上了路西法伊拉教，而路西法伊拉教企图复活魔神。莱亚斯马上打断了夏洛特，对他了解这么多情报感到疑惑。夏洛特得意地仰头，表示自己一直在校内四处打听。莱亚斯不愿相信这种打听情报的方式真的有效。夏洛特那认真的神情让他咽下了吐槽和质疑。但在听说数字军团1号邀请他们加入组织，而且夏洛特已经加入了数字军团之后，就连玛丽安也感到头疼。在玛丽安和莱亚斯眼中，数字军团隶属和他们对立的贵族派，夏洛特却带来1号要和他们展开合作的消息。玛丽安和莱亚斯在惊讶过后陷入沉思。玛丽安认为对方有所图谋，但直接拒绝不是上策，而且她不想让夏洛特单独潜入组织调查。不过就算玛丽安和夏洛特一起卧底，莱亚斯也不放心。他叹了口气，打算接受1号的邀请。他们后来才了解到1号并没有邀请哈特。玛丽安偷瞄了哈特一眼，想与他同行，然而哈特自有安排，他打算派出2个秘密武器作为护卫。一说到秘密武器，玛丽安和莱亚斯马上想到弗拉和丽莎。莱亚斯总觉得他们的加入会让情况更加复杂，但哈特保证他们非常能干。玛丽安和莱亚斯只好接受哈特的安排。夏洛特为3人即将一起卧底数字军团欢呼。后面的故事下周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夏洛特说服玛丽安和莱亚斯和他一起卧底数字军团，他们来到数字军团的秘密基地参加会议。夏洛特以7号的身份和其他成员打招呼，顺带对玛丽安和莱亚斯的出现进行了说明。室内空气突然凝固，沉默笼罩了每一个角落。随后4号敲敲桌子，向1号提出了不满，不仅让王族加入会议，还带来了几个不正经的家伙。弗拉马上站出来，铿锵有力地反驳，他声称自己并非外人，他就是为了扰乱会议现场而来。这话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幸好在其他人的劝说下，4号暂时恢复了冷静。接下来1号也对自己的独断专行做出了解释，不过他还是受到了其他成员的质疑。为了平息现场的反对声，1号强调自己从未改变拯救祖国的理念，接着直接指出国家产生内乱的最大原因，那就是国王与王妃的对立。1号相信玛丽安和莱亚斯也在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他的话音刚落，现场又出现一阵骚动。玛丽安思索片刻，承认他们确实抱有同样的目的，但他也坚定地强调他们的方法迥然不同。1号陷入沉默，而玛丽安继续阐述他的观点。他认为数字军团的手段只会将国家推向更深的混乱之中。这话一出，现场立刻爆发出更加激烈的声浪。后面的故事下周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前面说到数字军团的成员强烈反对玛丽安的观点，劝他开阔眼界。玛丽安却觉得需要开阔眼界的是他们这些被恶势力牵着鼻子走的家伙。对方气得咬牙切齿，大力捶桌，质问玛丽安了解他们多少。玛丽安直接把了解到的情报脱口而出，指出路西法伊拉教团才是企图颠覆国家的恶势力。莱亚斯来不及阻止，玛丽安直接揭露这个教团的真正目的，那就是复活魔神路西法伊拉。在短暂的沉默过后，数字军团成员纷纷表态，几乎没人相信玛丽安提供的情报。现场爆发一阵笑声。就在这时，夏洛特站出来力挺玛丽安，他指出无血的第4星期6就是复活魔神的仪式。为了防止魔神复活导致世界灭亡，夏洛特提议大家携手合作，但数字军团的成员们还是保持怀疑。弗拉没有耐心，决定采取武力，用热烈的火焰让这些家伙们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丽莎强行用兵让弗拉冷静，提出用武力决胜负的建议。数字军团的成员们愿意接受挑战。意料之外的突发情况让夏洛特陷入混乱，他呼出一口气，决心支持这场决斗。或许在这之后，他们就能找到解决方案。1号沉默地甩了甩头。通过板状结界监控现场的哈特则对此感到头疼。后面的故事下周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会议结束后，
阿尔克赛伊回到了学院宿舍，他靠在椅背上，长长的呼出一口气，回顾着刚刚结束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让王子和公主加入数字军团，使他们成为贵族派学生组织的一员，从而让国内局势更加混乱，减少国王的支持者。阿尔克赛伊原本还打算拉拢夏洛特，但他带着2名麻烦的女随从，他们竟然提出了一决胜负的建议。阿尔克赛伊怀疑这是休瓦霍哈特的主意，担心他们已经看穿了自己的意图。想到这里，阿尔克赛伊重重地捶了一下桌子。在他看来，那2人拥有不可估量的实力，是将他从学员老大之位拉下来的潜在威胁。作为格比尔克伯爵家的继承人，他在那2人入学之前，魔法等级一直是全校第一。长相还算不错的他，不仅成功整合了贵族派，甚至还有机会掌控整个国家。随后，阿尔克赛伊冷笑一声，心中已有计策。他要利用最近得到的魔人之力，尽情玩弄对方。后面的故事下周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本周漫画更新了1则番外，由于番外短小，当当决定把之前更新的3则番外合并在一起讲解。先为大家带来6月26日更新的番外。这天，夏洛特对动画里提到的漫画产生了好奇。哈特告诉夏洛特，动画是有原作的，其中一种原作便是漫画。尽管上网浏览漫画十分方便，哈特还是建议夏洛特小心，因为那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泥潭。然而，夏洛特不仅没有害怕，反而渴望探寻泥潭的深处。就这样，夏洛特在2次元的世界里越陷越深。接下来是7月17日更新的番外。自从走进了漫画的世界，夏洛特便深深沉迷其中。这天，他津津有味地翻看漫画，但这部作品到第10卷就没了后续。他迫切地想知道接下来的剧情。哈特看到妹妹如此着急，故作成熟地给出建议，一边猜测后续发展，一边继续过好每天的生活，这也是一种乐趣。夏洛特豁然开朗，决定从头开始细细研究剧情。最后是7月31日更新的番外。这天，在神秘空间的房子里，奥尔赛气势汹汹地拉开房门。这家伙看腻了漫画，渴望一场战斗。巴尔配合地召唤出屏障抵挡，准备迎战。奥尔赛打得尽兴，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能和纯种魔人对战，巴尔也乐在其中。哈特通过监视结界看到这一幕，只觉得这2个家伙很可怕。后面的故事下周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阿尔克赛伊和哈特等人前往校长办公室，请求校长批准他们进行魔法对决。校长听后微微皱眉，显然不想同意这种申请，尤其对阿尔克赛伊提出这种请求感到惊讶。阿尔克赛伊没有提及数字军团的存在，只是简要地说明了进行魔法对决的原因。贵族派和王族派经过和谈，决定通过一场对决来了断彼此的恩怨。双方都希望国家能够繁荣发展，对决只是比试，不会以命相搏。此外，阿尔克赛伊还保证，如果出现危险，他会终止对决。校长稍作思考，看了一眼夏洛特，想听王族派的意见。夏洛特当然愿意进行魔法对决，毕竟这本就是他的建议。他相信通过切磋，双方可以找到互相理解的方式。既然如此，校长提出几点要求。首先，他要求双方各自的总魔法等级不能超过200，以保证实力平衡。其次，为了避免引起其他学生的注意，他将地点定在奥林匹尔斯遗迹。最后，校长设计了较为和平的比赛内容，先找到他藏在遗迹中的米加水晶者获胜。虽然夏洛特去过一次奥林匹尔斯遗迹，但阿尔克赛伊并不担心。他坚信贵族派的学生足够优秀，不会因为这点劣势而输掉对决。夏洛特也信心十足，打算认真考虑人选。校长见双方都答应了这些条件，露出一丝笑容，批准了这场切磋。为了准备这次对决，夏洛特一回去就召开了圆桌会议。莱亚斯和玛丽安对他们要和数字军团开战感到意外，夏洛特依旧相信他们能在切磋过后达成友好的合作，实现终极目标，打败他们背后的路西法伊拉教团。夏洛特一脸严肃，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提起教团策划的无血的第4星期6，勾起了莱亚斯和玛丽安对食尸鬼的恐怖回忆。莱亚斯记得王妃给教团提供了资金，猜测王妃打算利用教团篡位。王妃当时可能想用食尸鬼把他和玛丽安一起除掉。想到这里，莱亚斯感到一阵悲伤。提亚提醒2人，迟早有一天他们会与王妃正面交锋。莱亚斯和玛丽安都皱紧了眉头，气氛低沉。夏洛特见状，连忙把话题拉回到正题上。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提高魔法等级，但这种事在一般人看来可不容易。为了证明提高魔法等级的可行性，夏洛特点到伊里斯的名字，让他分享将魔法等级从5级提升到23级的诀窍。伊里斯在众人的注视下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提亚教授想补充说明，却被打断。夏洛特突然提议去进行瀑布修行，这让在场的人都感到困惑。
后面的故事下周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在上一话中，夏洛特突然提议去进行瀑布修行，没过多久，他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瀑布，和其他成员一起站在瀑布下，接受水流的冲击，开始他们的修行。连提亚教授也被夏洛特拉来了。夏洛特坚信，只要坚持下去，他们一定能够有所顿悟。提亚教授还是受不了瀑布的寒冷与冲击，匆匆溜走了。哈特也跟了过来，他看到大家在瀑布下艰苦修行的样子，心想，要是这么辛苦还没有提升，就太可怜了。于是他以黑色战士的装扮偷偷潜入瀑布后的水帘洞，准备用自己的方法帮他们提升等级。哈特估计夏洛特和玛丽安承受不了那种痛苦，只打算帮他们提升1级。至于伊里斯，哈特认为给他提升2级也没有什么问题。另外，考虑到弗拉和丽莎都是魔族，承受能力应该会更强，哈特决定直接帮他们提升到最高等级。哈特打定主意，立即动手。除了莱亚斯以外，其他人都感受到一阵酥麻感。玛丽安明显感到身体的疲惫感在增强，弗拉和丽莎更是直接累得不行。于是夏洛特暂停修行，让所有人都上岸休息。哈特装作刚过来，递上毛巾。夏洛特一边捂着微微发抖的身体，一边告诉哈特，他们好像提升了魔法等级。经过确认，他们的等级果然都得到了提升。夏洛特兴奋不已，玛丽安非常意外，伊里斯则对瀑布修行能提升魔法等级感到疑惑。唯独莱亚斯发现自己没有任何提升，又气又恼。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感受到夏洛特提到的酥麻感。哈特拿莱亚斯没办法，也偷偷帮他提升了等级。莱亚斯感到迟来的酥麻感，跪倒在地上。随后他发现自己的等级也得到了提升。夏洛特没有起疑，而是猜测莱亚斯的反应比较慢。总而言之，经过今天的修行，夏洛特兴奋地得出一个结论：瀑布修行确实能提高魔法等级。后面的故事下周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夏洛特提议的魔法对决终于拉开了帷幕。贵族队出动了10人，国王队只有5人。在对决开始前，校长公布了规则，他把米加水晶藏在遗迹里的某处，先找到并安全带回水晶的队伍将获得胜利。遗迹中存在许多强大的怪物，如有一方因为伤员过多而选择认输，另一方将自动获胜。在对决开始前，贵族派信心满满，巴特认为连夏洛特都能毫发无伤地回来，他们也不会有问题。他还警告国王队不要小瞧他们数字军团的实力。伊里克则放出会让国王派后悔发起挑战的狠话，路西迪奥则打算借此机会扫清多年的积怨。法因冷哼一声，盯着国王派直看。利兹则一直在吃东西，没说什么。站在他身边的3号阿迪奥斯也一直保持沉默。出发前，巴特注意到校长旁边的黑色战士，尽管校长解释说黑色战士负责救援伤者，不参加对决，巴特还是怀疑黑色战士会偷偷帮助国王队，嘲笑国王队靠自己的力量根本赢不了。校长对此做出保证，如果黑色战士帮助国王队，贵族队将自动获得胜利。为了打消对方的怀疑，夏洛特称黑色战士为正义的执行者，他是最公平公正的存在。可惜贵族队并不买账，雷欧波尔特直接表示怀疑，阿黛尔和他的哥哥奥斯卡也都不相信夏洛特的说明。不过他们认为贵族队有人数优势，只要黑色战士不进入遗迹就没问题。阿尔克赛伊身为队长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既然如此，巴特也只好妥协。阿尔克赛伊和夏洛特都对赢得胜利充满信心。校长提醒大家，这是能力比拼，目的是带回水晶，而不是互相伤害。贵族派表示明白，巴特和阿黛尔却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随着校长一声令下，对决正式开始。贵族队的几名成员立刻冲了出去，巴特和阿黛尔跑在最前面，奥斯卡和雷欧波尔特紧随其后。利兹抱着赶快完事回家吃蛋糕的想法也跟了上去，其他人还留在原地。现场陷入了一片短暂的沉默。路西迪奥认为先走的那些人都是笨蛋，伊里克早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法医拿那几个人没办法。阿迪奥斯继续保持沉默。事已至此，阿尔克赛伊只好带着剩下4人一起行动。哈特望着贵族派离开的背影，忍不住吐槽他们没有纪律。夏洛特因为出发慢了对面几步而显得有些焦急，在他的催促下，国王派也出发了。后面的故事下周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夏洛特带领国王队在遗迹1楼展开了作战会议，他面前是遗迹每一层的详细地图。在会议开始前，莱亚斯就对这个地图提出疑问。夏洛特解释说，他提前选出了一些有可能放置水晶的地点，但莱亚斯是对夏洛特能拿出遗迹地图感到疑惑。夏洛特以太过在意细节会长不高为由糊弄过去。与此同时，留在遗迹入口的哈特也展开了行动，他用结界造出桌椅和直播设备，呈现出早就布置好的监控画面。校长满脸疑惑，提亚则拿起麦克风迅速进入状态。
游刃有余地主持这场魔法对决。原来提亚打算让其他学生也看看贵族派和国王派的行动，他知道提前跟校长提议会遭到拒绝，干脆先斩后奏，反正学生们也需要一些娱乐活动，事已至此，不如一起来享受。校长也只能无奈同意。贵族队冲在前面的阿黛尔和巴特遇上了魔物群，他们丝毫不慌，两人分别用拳头和皮鞭开始战斗。奥斯卡为妹妹阿黛尔挥动鞭子的帅气模样着迷，雷欧波尔特因为实力较差而无法对付魔物，在转身逃跑时被魔物击中后背倒下。校长关心雷欧波尔特的伤势，请黑色战士帮忙。哈特立刻用结界治疗雷欧波尔特，并把他传送回遗迹入口。提亚随即宣布贵族队淘汰一人。校长希望黑色战士对待伤员能温柔点。稍后赶来的贵族队队长阿尔克赛伊一口气解决了剩下的魔物。阿尔克赛伊责备冲在前面的阿黛尔和巴特行事鲁莽，巴特高傲地表示他们不需要后面跟来的废物，阿黛尔则反过来质问队长能否为落后负责。阿尔克赛伊一时语塞，巴特、阿黛尔和奥斯卡不理会队长，继续前进。路西迪奥认为阿黛尔说的有道理，推推眼镜跟了上去。阿尔克赛伊一个头两个大，人多反而对贵族队越来越不利，国王队人少却个个是精锐。接下来国王队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后面的故事下周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魔法对决开始，国王队没走多久就遇到一群火焰木乃伊，那数量之多不禁令人头皮发麻。莱亚斯让其他人退后，独自上前对木乃伊群施展了一记威势惊人的火焰风暴，火焰迅速笼罩住木乃伊们，仿佛胜利在望。事情却不如他所想，火焰对这些火焰木乃伊根本不起作用。夏洛特提醒莱亚斯，火焰木乃伊对火系魔法有很强的耐受力。玛丽安见状，迅速让莱亚斯撤回后方，向涌上来的木乃伊们发射了一道强劲的水枪攻击。与此同时，夏洛特指挥弗拉和伊里斯解决一半木乃伊，他们早就做好了战斗准备，马上冲了上去。伊里斯如闪电般迅猛，拳头所到之处，木乃伊纷纷倒下。弗拉的爪子更是锋利无比，瞬间将周围的木乃伊撕成碎片。夏洛特则对剩下的木乃伊使用神圣魔法，火焰木乃伊在圣洁的光辉之中消失不见。这一幕让解说席上的提亚教授激动不已，声音都高了8度。哈特更是发出看见了天使的感慨。不少观看直播的同学也被夏洛特深深吸引。校长则疑惑皱眉，那明明是终极净化魔法，光芒却比印象中更强。提亚教授却不以为然，迅速将解说的焦点转向了贵族队。此时贵族队碰上了又大又恶心的魔物，巴特大步流星地冲了上去，一拳打在魔物的身体上，紧接着阿黛尔挥舞长鞭，鞭打那不断扭动的身体。他刚落地转身，魔物就准备吐出恶心的粘液。关键时刻，奥斯卡挺身而出，替妹妹挡下攻击。奥斯卡倒在地上，身体剧烈颤抖，很遗憾，只能陪妹妹到这里。没过多久，他就被哈特用结界魔法传送回起点。路西迪奥抱怨他们只懂攻击，这话引起巴特和阿黛尔的不满。路西迪奥明明什么也没做，却还敢如此指责队友。路西迪奥直接转身往回走，巴特和阿黛尔不做挽留，贵族队又起内讧，前路堪忧。提亚刚点评完，贵族队就又出事了。路西迪奥往回走，遇到了边走边吃零食的丽兹，丽兹迷路了，看到路西迪奥就像看到了救星。路西迪奥忍不住抱怨，队友一个比一个不中用，身后出现了更可怕的魔物。等丽兹和路西迪奥察觉魔物接近时，已经太迟了，两人瞬间被怪物击倒，贵族队又损失2名成员。再这么下去，贵族队恐怕就要投降了。原本落后的国王队有了胜利的希望。后面的故事下周继续，谢谢点赞和关注。国王队探索完地下1层，没发现水晶。莱亚斯意识到他们的速度太慢了，夏洛特则主张欲速则不达，建议稳扎稳打，逐步推进，而且数字军团走在前面，可以帮他们铲除很多魔物。这话虽然说的有道理，但弗拉贴着耳朵听下层的动静，有不妙的发现。战斗声传来的地方竟然是地下3层。夏洛特得知贵族队远远领先，开始慌了。在他的指挥下，国王队一行急匆匆地沿着楼梯下到地下2层。到达目标楼层后，夏洛特让其他成员原地待命，自己则在弗拉的帮助下飞进去侦查。莱亚斯、玛丽安以及伊里斯尴尬地待在原地，他们根据激烈的战斗声推测大概发生了什么。没过多久，夏洛特和弗拉就毫发无伤地返回。经过夏洛特的确认，地下2层也没有水晶。在见识过这2位的效率之后，莱亚斯和玛丽安不禁怀疑他们有没有必要跟来。随后，夏洛特制定了地下3层的调查计划。调查中心刚好就在他们所在之处的正下方。弗拉想到一个快速到达的方法，在国王队努力追进度时，贵族队也没有松懈。
上层传来的声音越来越近，阿尔克萨伊决定加快速度。面对碍事的魔物群，他不再藏着掖着，便见他放出黑暗风暴，一举清扫所有骷髅士兵，贵族队得以快速通过这里。不过阿尔克萨伊使用暗属性魔法轻松解决大量高级魔物的举动，还是引起伊里克的怀疑。对此，阿尔克萨伊解释说，这是他们家传的秘密魔法，不便透露。后面的故事下一话继续，关注我更快更方便看到更新。伊里克对阿尔克萨伊给出的解释深信不疑，阿尔克萨伊推测水晶不太可能放在上层，便跳过地下4层，直接前往地下5层。就在他们赶上巴特和阿黛尔时，前方的天花板突然塌了，弗拉竟然一口气打穿了2层地面。他得意地展示着升满魔法等级后的强大力量，就连夏洛特也称赞弗拉厉害。可惜弗拉还没高兴多久，就因魔力耗尽倒在了地上。国王队直接从地下3层跳到地下5层，阿黛尔无法接受国王队的这种行为。然而规则里并未明确禁止破坏遗迹，阿尔克萨伊也没想到国王队会采用这种方式来超越他们。这时巴特提议双方打一场，阿黛尔很赞成，阿尔克萨伊和夏洛特也都没有反对。提亚对即将展开的战斗充满期待，校长却皱紧了眉头。提亚拍拍校长的肩膀，宽慰他有修瓦在，不用担心。况且观众也很期待，已经有人在为阿尔克萨伊加油。开战前，阿尔克萨伊劝夏洛特投降，毕竟他们队少了最强的弗拉，但夏洛特眼神坚定，毫不退缩，因为他知道主人公是不可以不战而降的。双方队员迅速匹配了对手，伊里斯对战巴特，玛丽安迎战阿黛尔，而莱亚斯则负责对付贵族队剩下3名队员。莱亚斯抱怨对手人数太多，夏洛特相信莱亚斯的实力，给他打气，并承诺等打倒对面的队长，他就会过去帮忙。双方队员准备就绪，贵族队和国王队的对决正式拉开帷幕。后面的故事下一话继续，关注我更方便看到更新。贵族队和国王队在遗迹内部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提亚教授在遗迹外热血沸腾地解说这几场焦灼的对决。首先是伊里斯和巴特的战斗，伊里斯轻松躲开巴特的拳头，巴特见状露出轻蔑的笑容，嘲笑伊里斯只会躲闪。话音刚落，伊里斯一记凌厉的直拳破空而来，巴特用双臂挡下这有分量的一拳，感叹女生居然有这种力度。伊里斯感到自己被小瞧了，下个瞬间，巴特的拳头裹挟着劲风狠狠砸向伊里斯，逼得他用土魔法凝聚土块格挡。伊里斯接着发动暗魔法，利用大量黑雾遮挡巴特的视线，并趁此机会绕到巴特后方，给了他一脚。伊里斯看到巴特被轰到墙壁上，担心自己出手过重，不过巴特并没有伊里斯想象的那么脆弱，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认出伊里斯就是最近魔法等级暴增的全属性拥有者。他认为这场战斗比想象中有意思，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解说这2人的战斗时，提亚教授明显偏心伊里斯，就连校长都看出来了。哈特则为伊里斯变强感到高兴。另一边，玛丽安与阿黛尔的对决也进入白热化。阿黛尔没有因为对方是王女就手下留情，她的长鞭狠狠地抽在玛丽安脸上。阿黛尔真心要和玛丽安一决胜负，无关身份高低，他往鞭子中注入了风属性的威力强化和混沌之力。玛丽安吃尽了苦头，但她绝不会就这么认输。面对阿黛尔猛烈的攻势，玛丽安施展风魔法挡下接连不断的鞭击。阿黛尔感到纳闷，完全猜不透玛丽安想怎么反击。随后玛丽安尝试用水魔法攻击阿黛尔，但被阿黛尔用鞭子全数挡下。玛丽安只好改变策略，试着先解决阿黛尔的鞭子。她借助文章的力量，用土魔法和水魔法生成巨大的泥柱。阿黛尔习惯性甩动鞭子抵挡，没想到鞭子因承受不住攻击而断开。玛丽安打断阿黛尔的鞭子之后，马上回敬了他一句：“你该不会因为我是公主就放水吧？”阿黛尔眼见爱鞭被毁，心疼不已，听到这话更加生气，眼泪汪汪地瞪着玛丽安。另一边，莱亚斯负责对付贵族队剩下的3名队员，他被对方用土魔法生成的泥土封锁行动。那3个家伙自以为稳操胜算，得意地嘲讽莱亚斯。莱亚斯听到他们说自己弱得连女孩子都比不上，怒火中烧。被激怒的莱亚斯爆发文章的力量，强化肉体破土而出，势如猛虎冲向嘲笑他的人。对方试图用魔法阻止莱亚斯，却无法造成伤害，只能眼睁睁看着莱亚斯扑到自己身上，法音被吓得愣在原地。阿迪奥斯则趁机逃走。提亚的解说里充满了对玛丽安和莱亚斯的称赞。玛丽安利用风属性、土属性和水属性的魔法破坏鞭子，莱亚斯则靠肌肉击败对手。2位殿下真了不起，他们的成长超乎哈特的预料，甚至让哈特觉得可怕。最后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2队的队长上，他们互相瞪着对方，一动也不动，气氛紧张的令人窒息。
哈特不禁为夏洛特担心，要是夏洛特出了什么事，他绝不会放过对方。夏洛特之所以没出手，自然有他的原因。他认为队长之间的战斗应该等其他人分出胜负之后再开始，毕竟他要考虑现场的热烈程度。阿尔克赛伊却不愿听从这么傲慢的安排。既然夏洛特不采取行动，他便打算率先发动攻击。眼见对方朝自己冲了过来，夏洛特强迫自己冷静。就在这时，现场突然响起了一阵诡异的哔哔声，大家纷纷寻找声音来源。两个魔人扑棱着翅膀飞了过来，其中叫乌里姆的家伙这么说：看你们打来打去确实有意思，但我还是想和你们来一场厮杀。这两位不速之客显然不安好心，修瓦立刻前往现场。在他赶到之前，夏洛特询问他们是什么人。乌里姆听到这个问题，不由得狂妄大笑。穆鲁扎拉，你听到了吗？区区人类居然敢向堂堂魔人乌里姆大人提问。穆鲁扎拉觉得麻烦，叹了口气。乌里姆直言他们是来找夏洛特的，并扬言要把除夏洛特以外的人全杀了。莱亚斯和玛丽安赶紧让其他人退后，提醒他们对方是相当厉害的魔人。巴特和阿黛尔却不相信魔人的存在，他们冲动地越过莱亚斯和玛丽安，想要赶紧除掉这两个家伙，继续比赛。巴特和阿黛尔动作太快，阿尔克赛伊没来得及拦住他们。在乌里姆看来，这两人就是不自量力的蠢货，他只用了一招就把他们打倒。要知道魔人体内蕴含的魔力可是他们远远比不上的。在小试身手后，乌里姆打算一口气把剩下的人全部解决。危急关头，哈特及时赶到了现场，他用两个魔人从没见过的板状结界将他们收进神秘空间。夏洛特看到哥哥十分开心，哈特也不忘摆出帅气的姿势，再对倒在地上的巴特和阿黛尔进行治疗。安全起见，魔法对决到此为止。哈特先把参赛者全部转移到遗迹外。夏洛特在离开前叫住修瓦，祝他成功。修瓦点头回应。后面的故事下一话继续，关注我更方便看到更新。上一话说到，哈特把两个魔人收进了神秘空间，乌里姆和穆鲁扎拉顿时一头雾水，继而愤怒不已。乌里姆决定单枪匹马解决哈特，不让穆鲁扎拉插手。穆鲁扎拉看出哈特不同于普通人，提醒乌里姆小心行事。乌里姆却根本听不进忠告，自以为是。他坚信只要自己用上魔力战斗，就不可能会失败。于是他信心十足地对哈特施展了必杀技。然而烟尘散去，哈特依然毫发无伤地站在原地。乌里姆大惊失色，想不到哈特能使用防御结界保护自己。既然远攻不行，乌里姆打算直接近身战斗。他身上长出尖刺，猛地冲向哈特。就在哈特灵活闪避乌里姆的攻击时，穆鲁扎拉趁机伸长双手从背后偷袭。然而他的双手还没碰到哈特，就被板状结界弹开。乌里姆嫌弃穆鲁扎拉碍事，反被穆鲁扎拉教训了一句。乌里姆当然也想速战速决，只可惜他的攻击一直落空，穆鲁扎拉的偷袭也屡屡失败。经过几番交锋，哈特感到同时应付两人的攻击确实有点麻烦。更麻烦的是，穆鲁扎拉长出了更多的手臂，试图以数量压制哈特。好在这些触手的攻击速度不快，哈特花些精力就能应付。于是穆鲁扎拉凝聚魔力，朝哈特扔出高速魔力球。哈特竟然直接变出球棒，帅气挥动球棒，将沉重的魔力球精准击向一旁毫无防备的乌里姆。乌里姆就这样被魔力球击中。乌里姆愤怒指责穆鲁扎拉，但打中同伴并不是穆鲁扎拉的本意。穆鲁扎拉不相信哈特有能力将这么重的球反弹回来，并准确打中乌里姆。为了弄清楚，他再次向哈特扔出魔力球，结果哈特还是把球打给乌里姆。这回乌里姆有所准备，及时闪避。穆鲁扎拉终于相信刚才的击球不是偶然，哈特的确具备反弹魔力球的能力，但他不明白哈特为什么要特意把球弹开。原来这场战斗正被直播，哈特为了取悦妹妹夏洛特，刻意用帅气的姿势回击。夏洛特看到哥哥连着打出2次本垒打，果然兴奋不已。其他人则反应不同，伊里斯对修瓦的淡定感到意外，莱亚斯好奇修瓦到底是什么人。这时哈特正用手抚摸面罩，发出得意的笑声。随后穆鲁扎拉增加球的数量，试图以量取胜。哈特无法同时打回这么多球，索性用同样的方式回击。双方的魔力球在空中对撞抵消，这是穆鲁扎拉怎么也想不到的。乌里姆看到穆鲁扎拉的攻击也不奏效，便打算独自对付敌人，要求穆鲁扎拉闪一边去。穆鲁扎拉恼羞成怒，一把抓住乌里姆，毫不留情地将他彻底吸收。没过多久，穆鲁扎拉就化作完全体，他的样子变得巨大而可怕，力量也大幅提升。哈特的对手从2个魔人变成了一个更为强大的融合体。
穆鲁扎拉抬起手臂，用多到数不清的触手疯狂攻击哈特。哈特变出长剑，不断切开快速袭来的触手，但还是有几条触手划破了他的衣服，因此哈特增加了一把剑对付触手。在使用二刀流之后，很快清理掉了密密麻麻的触手，还趁机展开反击。只不过他没想到穆鲁扎拉的触手竟从背后偷袭，一个不小心就被后面的触手抓住。随后穆鲁扎拉把手臂变作高速转动的钻头刺向哈特，可惜锋利的钻头被哈特用板状结界挡下，而且将哈特绑住的触手并不强大，哈特稍微努力一下就挣脱了束缚。穆鲁扎拉大为恼火，但又没有别的攻击手段，只能继续用触手攻击哈特。他很清楚，如果以完全体都不能对付对方，那就真的无计可施了。事到如今，他已无路可退，只能放手一搏。穆鲁扎拉用尽可能多的触手绕到哈特身后，但同样的策略不会再成功。哈特轻松切断所有触手，最后穆鲁扎拉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战斗宣告结束，夏洛特对着直播面板兴奋地欢呼。在他看来，哥哥的招式很潇洒，表现得很帅气。恢复魔力的弗拉称赞主人干脆利落，没有多余的动作。校长对修瓦能轻松打倒魔人感到意外。阿尔克赛伊看完修瓦与魔人的对战后，一点也不想与他为敌。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投降。反正国王队背后还有修瓦，贵族队毫无胜算。夏洛特很高兴阿尔克赛伊这么说，在他看来，修瓦确实是无敌的。阿尔克赛伊露出无奈的笑容，现在他们看起来别无选择，只能与对方合作。既然贵族队主动认输，校长便宣布国王队获胜。夏洛特很激动，支持国王队的观众们纷纷喝彩。随后哈特表示要和魔人聊一聊，关闭了直播，他直截了当地逼问穆鲁扎拉，魔神为什么会盯上夏洛特。这才知道魔神要抓住夏洛特是为了问出修瓦的弱点，而且魔神只是他们在得到想要的情报后就可以直接杀掉夏洛特。哈特一听到这话就气炸了，他猜测这是被魔神附身的王妃出的主意，心想王妃还真是学不乖。在穆鲁扎拉交代完这些情报后，哈特伸手对他做出处理。接下来哈特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呢？下期继续。魔法对决后，夏洛特兴致勃勃地在海滩上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庆功派对。他热情地向伊里斯介绍身上的可爱泳衣。他之所以换上泳衣，并不是为了训练游泳，而是考虑到他们目前还没出现过穿泳装的剧情，必须补上。伊里斯听得一头雾水，玛丽安则因为自己的泳装太清凉而害羞，她将目光投向其他人。没想到哈特给弗拉的泳衣布料更少，那衣服明显不合身。莱亚斯脸颊发烫，不知该看哪里。接下来他们开始烧烤，食材在炭火的烤制下滋滋作响，香味扑鼻而来。用炭烤出来的食物别有一番滋味。莱亚斯不解，他们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在沙滩上吃烤肉。哈特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开导莱亚斯。哈特让他不要在意那么多细节，不然会长不大的。莱亚斯盯着哈特看了看，红着脸吃起烤肉，这反倒让哈特觉得别扭。吃完烤肉，众人玩起了沙滩排球。起初大家还是以娱乐为主，没想到弗拉一接球就上了强度，他猛地扣杀，将球打在莱亚斯头上。莱亚斯倒在地上，头上起了个大包，提出抗议却反被指责一身肌肉不中用。莱亚斯觉得这跟肌肉无关，感到无语。玛丽安看到弟弟出糗，忍不住笑出了声。提亚教授则带着梅尔在附近玩沙子。哈特看到大家其乐融融的样子，不禁感慨好和平。就连丽莎也暂时跳出书本的世界，看着眼前这一幕表示赞同。此前哈特大显身手，解决了夏洛特和数字军团之间的问题，现在就只剩下王妃需要处理了。哈特没想到对方会用魔人来打夏洛特的主意，对于哈特来说，这可是个大问题，必须马上想办法解决。不过夏洛特灿烂的笑脸让哈特暂时忘记了一切，只想好好享受当下。另一边，附身在王妃身上的魔神陷入沉思，要知道魔人的感应已经消失半天了。魔神轻抿一口酒，脸色渐渐阴沉，随后一脚踢翻了面前的桌子。明明送了2个魔人过去，却被修瓦轻松打败，对方简直就像是神明一样。想到这里，魔神突然冒出一个猜测，难道修瓦也和自己一样是在神话时代逃过弑神者魔爪的神明？魔神回想起修瓦的传闻，心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肯定是夏洛特用仪式召唤出了神明，这样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修瓦会出现在他身边了。魔神激动的几乎要暴走，但还是冷静下来。在魔神看来，要想消灭修瓦，就必须先杀了夏洛特，而且既然修瓦是神明，那么自己也要完全恢复魔神的实力才行。一想到半个月后某个东西就要完成了，魔神不由得露出一个得意而危险的笑容。为了彻底解决王妃这个隐患，哈特回了一趟家，
他的突然现身在城堡中引起一阵小骚动。边境伯爵看到哈特毫无预兆地出现在门口，惊讶地喷出口中的茶水。伯爵不知道哈特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不过他更在意的是另一点，那就是哈特有没有把自己能轻松回来的事情瞒下来。哈特这才意识到，他费心隐藏的秘密似乎早被看穿。哈特摆出正经脸，用这些都不重要敷衍过去。接着他向边境伯爵请教国内局势。边境伯爵曾表示王妃消失会使国内大乱，哈特想知道现在这样的情况有没有改变。边境伯爵好奇哈特为什么这么问，在王都遇到了什么事，于是哈特说出了路西法伊拉教团和王妃近期的所作所为。边境伯爵得知王妃被魔神附身，眉头紧锁。随后哈特谎称王都骚动是修瓦解决的，没想到边境伯爵也收到了一些消息，他听说有一只体型巨大的红狼破坏了墓地，一名拿着长枪的女仆和食尸鬼展开了厮杀，还有一位粉衣天使在中央广场召唤出了骷髅军团。哈特听得冷汗直流，不知道该怎么圆谎。就在这时，边境伯爵突然表情严肃地走到哈特身边，并将双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感谢哈特帮助国家摆脱危机。边境伯爵身为哈特的父亲，感到非常骄傲。哈特再次强调那些事情都是修瓦做的，然而边境伯爵早已知道修瓦的真实身份，哈特只好老实承认。边境伯爵直夸哈特有本事，而且一改过去的态度，认为他们不能再袖手旁观，王妃迟早会借助魔神的力量篡位，到时候国内的情况会比王妃消失还严重。在父亲的询问下，哈特表明了想法，他要打倒王妃。边境伯爵愣了愣，他看到哈特眼神里的坚定，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既然如此，他也要做些准备，提前和各路贵族打好招呼。由于要在国内奔波，边境伯爵表示自己需要一点时间，没想到哈特有节省时间的办法，那就是使用任意门。在边境伯爵惊讶的目光中，墙上突然出现了一扇门，这扇门连接的不是隔壁房间，而是哈特在提亚教授研究楼内的房间。哈特可以自由让边境伯爵前往他想去的地方。说完王妃的问题，哈特还有个关于夏洛特的问题。由于出生时太强大，边境伯爵封印了夏洛特的力量，不让夏洛特提升魔法等级和使用大型魔法。现在即使解除封印也不会有问题。哈特已经为夏洛特施加了牢固的结界。既然王妃想除掉夏洛特，那么夏洛特最好提升等级。考虑到一下就把等级提升上来，又会少很多乐趣。哈特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计划：夏洛特快乐升级大作战。于是哈特马上找来夏洛特，交给他一项全新的任务。哈特清了清嗓子，郑重其事地告诉夏洛特，他身上有被封印的力量。夏洛特的眼睛立刻亮了。根据哈特的解释，夏洛特的力量在婴儿时期被封存，现在是时候解除封印了。夏洛特听说自己居然拥有这样的力量，十分惊喜。不过他的力量被分成7份，化作卡牌，隐藏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回收卡牌才能取回力量。哈特还没想好这些卡片叫什么名字，夏洛特就已经有了主意，就叫堕天使碎片，这名字很有中二病风范。安全起见，哈特禁止夏洛特单独行动，他要求妹妹和伙伴们一起收集卡片。最后哈特还交给妹妹一个至关重要的道具。在这之后，夏洛特立刻召开圆桌会议，将哈特所说的内容传达给每位骑士。提亚教授抱怨哈特弄出这么多新设定，不理解他为什么把卡牌打散。夏洛特却认为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试炼，如果不能集齐这些卡牌，那就说明自己没有获得力量的资格。哥哥是为了备战新的敌人，才希望他们能变得更强。提亚听了这话，自以为理解了哈特让夏洛特和同伴一起行动的苦心。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该怎么寻找卡牌？夏洛特马上拿出哈特给他的道具，这上面会显示卡牌所在之地。提亚认为这也过于方便了，夏洛特却持不同意见。在他看来，魔法少女怎么能没有道具？紧接着，夏洛特在众人面前使用雷达，堕天使雷达，请告诉我卡片在哪里。夏洛特话音刚落，雷达就放出光芒，随后上面出现了几行文字：堕天使的第一片碎片在原哈芬侯爵家。行动成员除了夏洛特外，还有伊里斯、玛丽安以及莱亚斯。莱亚斯不明白这上面怎么会有自己和王姐的名字。夏洛特猜测这是因为雷达判断这个行动很适合他们参加。夏洛特看了看莱亚斯，又瞄了几眼玛丽安，在他的恳求下，玛丽安和莱亚斯答应帮忙，伊里斯也表示乐意协助。弗拉虽然没有被选中，却毫无怨言，反而自觉去做准备工作。当然，其他骑士也愿意提供帮助。夏洛特看到众人团结一心，激动地宣布新任务开始。后面的故事下期继续，关注我更方便看到更新。